呲，头好痛，妈的，哪个龟孙暗算老子？杨修揉着脑袋，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开始回忆刚刚发生的事情。他记得自己在商 K 和朋友喝酒，遇到个看得上眼的公主，正在和对方商量出台的价格，然后妈的，老子穿越了，结果穿越到一个废物身上，真特么晦气。杨修想到昏迷之前自己突然穿越过来，接收了原主的记忆，庞大信息流的冲刷让他昏了过去。杨修也是无奈，原主的父母都是一方强者，天赋不说多么出众，但是也超过绝大部分修士，结果一辈子就生了一个儿子，还是个废物，修行天赋拆到两人都怀疑杨修是不是自己亲生的。打小就知道自己天赋不行的杨修，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修炼得更加刻苦，相信自己一定勤能捕捉。然而现实给了他狠狠的一巴掌，勤奋就能捕捉，那还要天才干什么？6岁测根骨时，测出只有1品灵根的杨修，刻苦修行了快12年，眼看没多久就要成年了，也才堪堪迈入炼气4层。就这还是在有杨家众多灵丹妙药的供应下，才侥幸在前不久突破。杨修整理完记忆，忍不住叹了口气：哥们，你是真废啊，都知道自己天赋不行了，还这么拼命干什么？家族有权有钱有势力，不好好摆烂享受，非要努力修炼，好了吧，把自己修死了吧。自己的父母是一方大佬，虽然杨家只是一个新兴的家族，但是在这青石城，杨家就是绝对的霸主，城主都得给3分薄面。不说你天资出众了，哪怕你天赋平平，在资源地推动下能突破个金蛋，那努力也有个盼头。可是原主的天赋，哪怕努力一辈子，能不能突破筑基都是两说，那还努力个屁。杨修只能说有福都不会享，活该短命。杨修起身熟悉了一下身体里的法力，门外就响起了丫鬟的声音：少爷，老爷和夫人请你去前厅一趟。杨修停下动作，打开房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13、14岁的小丫头，扎着2个丸子头，穿着粉白相间的齐胸襦裙，很是可爱。小兰，父亲有没有说是什么事？杨修平日里都是把自己关在房里修炼，很少外出，父母对他也很放心，所以很少会打扰他修炼。小兰想了想，挠着头说道：老爷没说，只是让人请少爷过去，不过那人来的时候说林家来人了，来的还是少夫人呢。杨修闻言一愣，小兰口中的少夫人是杨修的未婚妻，林家的大小姐。林家在青石城只能算作2流家族，族中最强者也不过金丹初期。当初杨家刚在青石城安家时，林家就带着只有5岁的林清宁上门，想和杨修定下娃娃亲。当时的杨修刚被检测出只有1品灵根，可把他父母愁坏了，见有人不嫌弃他家好大，小丫头长得也很可爱，二老当即就同意了下来。于是一场婚事就这样被定了下来。这些年林家也借助杨家的资源突飞猛进，不到1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3流小家族成为如今的2流家族，这也让城里不少家族极度的眼红，早知一个晚辈就能换来家族如此大的提升，当时怎么说也要送个10个8个过来。杨修在前往前厅的路上思考林清宁这次来的目的，以往林家人过来都不会打扰到自己修炼，这次父母点名要他过去，只怕是和婚事有关。当时定下的是杨修成年后就成婚，如今距离杨修18岁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算起来也快了。很快杨修来到前厅，他父亲杨天长正一脸怒容地看着林家众人，要不是他母亲苏雪莹在一旁拦着，估计都要动手了。杨修一看这情况，心里就有数了，开局退婚，这不是主角模板吗？杨修先是给父母问安，然后看向林家之人，还不待众人开口，杨修就悠悠地说道：看这阵势，林家不像是来商量婚事的，倒像是来退婚的。众人都是吃惊地看着杨修，这个平日里闷在房中只知道修炼的废物，居然这么聪明。杨修的未婚妻林清宁上前一步，看着杨修说道：杨修，你我本就没有感情，所谓的婚事也都是父母定下的，本就算不得数，退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杨修只觉得搞笑，虽然这里有修士存在，但是说到底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讲究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果这娘们来了一句父母定下的做不得数，纯纯的搞笑。对于这个只有打小见过几面的未婚妻，杨修其实很无所谓，只要长得好看，娶谁他都没意见。虽然林清宁样貌确实出众，但是杨修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不至于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但是这种被未婚妻上门退婚的情节，杨修很不喜欢。这个婚成不成已经无所谓了，但是这口气一定要出了。哼，好一个父母定下的算不得数，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看来在林大小姐这里，这句话全然是在放屁了。林清宁背对的哑口无言，这可是数万年来的传统，他怎么敢反驳？刚刚也只是为了退婚才这样说，但是现在杨修在这句话上面上纲上线，他可不敢接茬，哪怕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这时跟在林清宁身后的一名老者上前一步，冷哼一声，正要说话，却被杨修抢了先。哼你妈呢，哼，遭逼问的老头子，老子不用猜都知道，你肯定是青灵宗的人吧？
我告诉你，别他妈搁这跟老子装逼，不然我让我爹出手，宰了你们所有人。大不了我们就全家提桶跑路，但你们肯定一个都活不了。老者听到这话，脸色都气得铁青。可是正如杨修所言，他不敢赌，如果赌输了，杨家人未必会死，但他今天肯定没办法活着离开。杨修一口气喷完，完全不理面色已经铁青的老头，而是看着林清宁，等着听他怎么说。杨修之所以知道老者是青灵宗的人，只是因为方圆万里内只有这一家宗门，而且林清宁正是在青灵宗修行。主位上的杨天长和苏雪莹看得目瞪口呆，这还是他们那个沉迷修炼、沉默寡言的儿子吗？林清宁今日也是从懂事后第一次见杨修，以往在别人的口中听到的都是杨修怎么废物怎么宅，也没人说过他嘴皮子这么利索啊。林清宁张了张嘴，最后还是决定坦白：杨修，我已经被青灵宗宗主收为亲传弟子了，而你只是最低的一品灵根，此生别说金丹，能否筑基都是两说，我们之间已经不合适了。杨修没有恼怒，只是安静的听着，直到林清宁说完，他才咧嘴一笑：哟，还挺诚实，没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说到底就是找到靠山了，不再需要我杨家了呗。说到这，杨修收起脸上的笑意，一脸严肃的说道：想退婚可以，除了聘礼，把你们林家这些年从我杨家获得的资源一分不少的给我全部还回来。哦对了，还有利息，10年时间，这些资源如果是我杨家自己用，少说也得翻1倍的价值，我就算你5成好了。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你当我们杨家是什么地方？我们杨家的婚事是那么好退的？我告诉你，没有这么好的事，你这一退婚，我的名誉肯定会受损，我也不要你多，1万灵石就行。林清宁满脸的难以置信：你疯了？不说那些利息，1万灵石，你知道1万灵石是多少吗？林家1年的收入也才1万灵石，除去各项开支，顶多能存下2-3千灵石就不错了，你开口就是1万灵石。杨修不屑地开口：你林家一个新晋的二流家族，凭什么碰瓷我杨家？说的难听点，我杨家拔根毛都比你林家的大腿粗，要你1万灵石已经算少的了，我堂堂杨家少主的名声在你眼里还不值1万灵石。林清宁很想说直，不止你心里没点逼数吗？你在外面哪还有什么名声？但是他不能说，如果他敢说这句话，那杨天长和苏雪莹这2个儿子奴一定会灭了他林家。见林清宁无言以对，杨修再次补刀：我觉得你不应该关心这区1万灵石，而是该多关心林家从我杨家拿了多少资源。看你的样子，应该没有过问过家中之事，你家老祖能突破金丹，可全靠我杨家的资源支持，否则你以为他凭什么突破？凭他头发白，还是凭他个子矮？粗略一算，这10年间林家从杨家获得的资源就有5-6万灵石，仔细算下来只会更多，算上利息的话，差不多得过10万了。就是不知道你林家能不能还得起，毕竟这些资源有一大半都被你家老祖用来突破金丹了，要是拿不出来钱还，那就只能让你家老祖抵命了。林清宁闻言心中一紧，他还真不知道自家这些年从杨家获得了这么多资源，只能将求助的目光看向青灵宗的老者。然而听到现在，这老者也是明白了，面对着10万灵石的巨款，他也没有办法，只能回去求助宗主。老头苦笑道：清宁啊，10万灵石老朽真没有啊，这事还得回去禀明宗主才行。林清宁也是无奈，大张旗鼓的上门退婚，结果婚没退成，反倒欠了一屁股债。犹豫了半天，林清宁说道：此事我要回去与父亲商议，下次再登门拜访，就先告辞了。说完和林天长2人打个招呼，便灰溜溜的离去。哈哈哈哈，痛快，好儿子，没想到你平时不声不响的，对起人来居然这么痛快，好小子。杨天长开怀大笑，明显是被杨修的操作给爽到了。苏雪莹也是满脸笑容，冲着杨修说道：修，今日表现不错，虽然言语粗鄙了些，但是对待林家人就应该如此。杨修嘿嘿一笑：爹娘，孩儿也是如此想的，对待林家这些不要脸的家伙，没必要给他们留颜面。方才一直在对林清宁，此时杨修才有时间打量自己的便宜父母。杨天长身高有1.8米左右，身材不算魁梧，反而显得有些瘦弱，看上去不到40岁，面容白净，一副书生样子。但是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敢小瞧他的，化神后期的修为，加上一手炉火纯青的霸王枪法，反差感拉满的同时威力十足。苏雪莹看上去更加年轻，只看样貌不足30岁，眉似远山寒带，眸若秋水凝波，眼尾微微上挑，流转间似藏着一汪星河，顾盼生辉。但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活了800岁的老美人却是凶名在外。苏雪莹平时脾气很好，不会轻易动怒，当然也很少有人敢惹她。众所周知，杨天长动怒了，苏雪莹还能拦得住，但是苏雪莹生气了，那就是不死不休，而且是和杨天长、苏雪莹2个人不死不休。这2人修炼了一套合击功法，要么不动手，一动手就是2人一起，从不单打独斗。虽然苏雪莹只有化神中期，但是和杨天长联手一下，
化神巅峰也能一战。这也是方才杨修口出狂言，敢威胁青灵宗长老的原因。青灵宗老祖也不过是化神巅峰，并且年岁已高，此生突破炼虚无望，只能等死。除他之外，青灵宗再无化神巅峰，就算宗门联手杀来，也不可能留下杨天长夫妻二人。但是，一旦让二人逃脱，那等待青灵宗的将会是永无止境的报复，所以杨修才会有恃无恐。杨修陪着父母聊了一会，就回到房间开始考虑未来。穿越是穿越了，但是系统是没有低，他早就已经试过了，怎么呼喊都没用，也有可能是还没有激活，就像小说里面一样，苦苦修行一辈子，临了快死的时候知道及时行乐了，然后系统激活了。所以杨修也打算找个女人破身试试，没准就激活系统了呢。以他堂堂杨家少主的身份，随便勾勾手指，愿意自荐枕席的女人能从杨府门口排到城外。天赋差怎么了？修为低又怎么了？只要家世牛逼，一样活得潇洒。杨修正打算出门实施自己的破身大计，就听到小兰的声音在房外响起：“少爷，林家主母来了，想要见您一面。”杨修心中一动，这个差点成为自己丈母娘的人，这个时间要见自己，用屁股想也知道是为了什么。杨修，让他进来吧。杨修没有去会客厅的打算，如今林家基本算是和杨家撕破脸皮，所以他们在杨修这里已经算不上客人了，自然也没必要去会客厅。不多时，小兰推开房门，一位样貌30左右的妇人迈步而入。杨修打量了一番李云长，心中也不禁感叹：修仙好啊，修仙让人美丽，这仙的修啊！只见李云长身着素色罗裙，身姿绰约，却动作端庄，尽显贤淑风范。一双杏眼波光流转，恰似柔波荡漾，温婉气质如陈年佳酿，越品越觉芬芳迷人。胸前规模并不夸张，杨修目测应该有D左右，属于大而不失美，美而不失艳的完美规模。林清宁的母亲竟是生得比林清宁还要美丽，尤其是身上那股成熟的气质，远不是林清宁能比的。李云长被杨修的目光看得不自在，心中暗自恼怒，但是如今有求于人，只得忍气吞声。小修啊，阿姨这次来是想和你商量关于你和宁儿的婚事，这件事确实是我们林家对不起你，我们也会想办法补偿你。这里是1万灵石，算作是对你名誉的补偿，至于杨家给予林家的帮助，我们也感恩在心。只是一时实在拿不出如此多的资源偿还，你看能不能先欠着，日后慢慢还。李云长拿出一枚储物戒放在了桌上，然后就眼巴巴地看着杨修，等待他的回应。杨修没有去拿储物戒，而是淡淡的开口：灵石我杨家不缺，别说是1万，就算是10万、100万，我杨家也拿得出来。这件事关乎我杨家的名声，如果不妥善处理，我杨家日后还如何在青石城立足？李云长咬着下唇，心中知晓杨修说的也是事实，对于这些大家族来说，名声极为重要。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杨修看着他那副楚楚动人的模样，尤其是咬着下唇的动作，心中已经升起一团欲火。杨修赶忙移开了目光，又道：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林夫人刚刚不是说日后慢慢还吗？我觉得这个办法就不错。李云长闻言一喜，没想到杨修这么好说话，于是连忙说道：是，贤侄果然心地良善，你放心，这笔钱我林家日后定然一分不少的还给你。杨修知道这女人压根没听明白自己的意思，于是又说道：林家日后还什么？我说的是我日后，懂吗？林夫人。李云长闻言一愣，脑子还是没有转过来弯，没听懂杨修的意思。杨修见状也不再拐弯抹角了，直言道：林夫人，我和林清宁自小订婚，如今马上快到婚期了，他又突然悔婚，这让我杨修以后如何做人？不过林夫人若是愿意代替你那女儿和我圆房，陪我一晚，那这事也不是没得商量。李云长闻言先是一惊，随后就是大怒，这个小畜生居然想让自己陪他一晚。杨修，你不要太过分，我可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能有如此想法？杨修不屑一笑：长辈，那也得是我娶了林清宁以后的事，不然就凭你林家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凭什么以我长辈自居？林夫人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请回吧，等我和林清宁成婚之日，再好好享受你女儿的伺候。李云长大怒，很想一甩袖子离去，但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他不能走，自己的女儿绝对不能嫁给杨修这个废物。若是以前，其实让宁儿嫁给杨修也不错，熬个几十年，只要多生几个孩子。等杨修死后，杨天长和苏雪莹一次闭关都是几十年，整个杨家的家业还不都是他的。但是就在前几日，在青灵宗修行的林清宁觉醒了青木灵体，加上他本身的6品灵根，立马成为了青灵宗第一天骄，今生甚至有望突破合体境。如此天赋，不应该嫁给杨修这个废物，他有更好的未来，值得更好的道侣。想到这里，李云长又是一阵无奈，杨家太强大了，强到青灵宗也不愿轻易得罪。青灵宗虽然愿意派人护送林清宁回来，但是根本不愿插手此事，所以
这件事只能他们自己想办法。杨修见李云长一副很纠结的样子，就知道他心里肯定是已经动摇了，于是他决定再给他加一把火。杨修，其实夫人不同意也没关系，算下来也不过10万灵石左右，林家如今的资产价值应该有7、8万了吧？其实这样看差的也不多，你们家金丹老祖的金丹也值得2、3万灵石，加起来不就刚好够还债了吗？李云长心下一惊，这杨修居然在打他们家老祖金丹的主意。不说将家产全部交给杨家以后，他们林家那么多人日后怎么生活？如果他家老祖陨落，那林家甚至连3流家族都不如，只能沦为不入流的家族。不对，连家都没了，产业也没了，林家就彻底散了，还谈什么狗屁家族啊？李云长激动地喊道：不可以！杨修暗自窃喜，果然这女人上当了。其实也不能算上当，因为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如果林家拿不出钱来，那他只能收了林家的产业，再挖了林家老祖的金丹抵账。杨修看着李云长近乎完美的身材，轻笑着说道：林夫人，你也不想林家从青石城除名吧？李云长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脸色绯红的说道：我答应你，但是你一定要说话算数。杨修哈哈一笑说道：自然，我杨修向来说话算话，只要林夫人能让我满意，别说只是宽限几天，就算给你免去利息也不是不可以。李云长一听这话，心里那点不甘也散去了，只是1晚上而已，就可以免去3、4万灵石，还可以缓解林家的当务之急，值。可不要小瞧这3、4万灵石，这可都已经价值半个林家了。当然杨修说的是让他满意，所以李云长也下决心要好好配合他。反正也快10年没有行过房事了，就当补偿自己了。自己家那口子自从攀附上杨家以后，立马就纳了2房年轻的妾室，这几年更是接连又纳了10几房，专挑年轻小姑娘。这也导致他独守空房10多年，心中多少有些怨气。叮咚，恭喜宿主成功激活系统，系统绑定中，绑定成功。系统，卧槽，童子哥，你终于来了。是的，宿主，恭喜宿主激活系统，获得新手大礼包1份。系统，童子哥，宿主，我在，请指示。杨修回忆着前世看过的系统文小说，说道：打开系统面板。随即杨修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片光幕，正是系统面板。贤者系统，宿主杨修，年龄17，修为炼气4层加，灵根5行灵根1品，功法金灵功，积分103，物品新手大礼包，商城点击打开，抽奖点击打开。杨修看着系统面板，试着询问系统：童子哥，能介绍一下功能不？第一次绑定系统还不太熟练。好的，宿主，本系旨在为宿主提供修炼上的助力，宿主只要进入无欲无求的深度圣人模式，就能获得修为反馈以及积分。积分可以在商城中购买物品或用来抽奖，也可以直接用来提升修为，妙用多多。打开新手礼包。叮，恭喜宿主获得积分星号时造化丹星号1。随后杨修系统上的数据就变成了积分113，物品造化丹。杨修很想现在就取出造化丹服下，但是考虑到身边还有人在，只能先压下这个念头。随后杨修打开了系统商城，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功法、法术、秘术、法宝、异宝、丹药数不胜数，甚至就连灵根都有。9品金灵根售价88888， 9品水灵根售价88888， 9品木水灵根售价168000， 9品金水木灵根售价248000， 9品金木水土灵根售价328000， 9品五行灵根售价100万， 9品变异雷灵根售价288000， 9品稀有阳灵根售价288000， 9品稀有阴阳灵根售价588000。杨修，童子哥，不是说灵根越多质量越差，修炼越慢吗？为什么你这里灵根越多越贵啊？而且为什么五行灵根会贵这么多？那还不如买5种不同的灵根分别使用呢。系统，宿主，请不要道听途说，灵根越多可以吸收的游离的灵力种类就越多。你修炼时只吸收金属性灵力和同时吸收5种灵力，哪个更快？之所以有这种说法，不过是因为没有相对应的功法而已。拥有五行灵根，修炼五行功法，灵气的吸收速度将是单一属性的5倍。单一灵根面对双灵根，只要双灵根不是相克的属性，同品质下必然是双灵根更强。不过顾及多灵根的功法一般都比较高级，根基比较雄厚，每一个阶段需要积累的灵气总量也会比单一属性的功法多，所以效果会打折扣。大致的折算下来，顶尖的五行功法会是同品质单一属性功法的2倍修炼速度，灵气质量为5倍，灵气总量为5倍。顶级五行功法和阴阳功法修炼到极致，更是可以将灵根融合成为混沌灵根。
而混沌灵根就是铜镜绝对无敌的代名词。不过这个不是宿主目前该了解的。之所以五行灵根这么贵，是因为它五行圆满，其他多属性的灵根虽然更强，但是终究五行有缺，不圆满。至于你说的分别买5种灵根使用确实可以，但是那样得到的只是金木水火土灵根，而不是五行灵根。最终还是要想办法五行融合，相生相克，才能真正成为五行灵根，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杨修这才明白，原来所谓的五行杂灵根不是因为自己菜，而是因为没有功法，所以无法挖掘出全部潜力啊。杨修，我就说嘛，我堂堂穿越者怎么会穿越到一个废材身上？原来我真的是个天才。系统，请宿主不要白日做梦，一瓶五行灵根确实是废材。杨修，尼玛的，会不会说话？看着商城里面的各种宝贝，杨修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可惜以他目前的积分，压根不够看。随后杨修将目光放在了抽奖上面，这个玩意就比较便宜了，最便宜的初级抽奖只需要1点积分一次，中级抽奖10点积分一次，高级抽奖100点积分一次，10连抽还能打9折。而且奖品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包含了商城里面所有的物品。丁，检测到宿主即将首次进行抽奖，首次抽奖级别将自动提升1级，24小时有效。接着杨修就见到抽奖界面的左上角出现了一个24小时的倒计时。杨修，我他妈有说过要抽奖吗？虽然原本的杨修没有抽奖的打算，但是面对相当于1折的抽奖优惠，没打算抽也得抽了。毕竟机不可失，没准这一次就是他逆风翻盘的机会了。童子哥，终极10连抽，能不能翻盘就看你的了，加油，奥利给！丁，扣除90点积分，终极10连抽已升级为高级10连抽，正在抽取中，恭喜你抽中阴阳五行诀，灵根升级时，灵根升级时，灵根升级时，一品阴阳灵根。杨修此时已经合不拢嘴，天赋的问题这就解决了。次日一早，杨修尴尬地看着虚弱无力李云长，掏出一枚恢复体力的丹药给李云长服下，这才让他恢复了点体力，不至于站都站不稳。李云长此时看杨修的目光已经带着一些难明的意味，不是仇恨，更像是爱意。不过杨修没有注意到这点，而是对着李云长说道：放心吧，你昨晚表现很好，我杨修向来说到做到。我和林清宁的婚约会解除，还有之前说的利息也会给你们免除，只要把这些年从杨家拿走的资源还回来就行。我也不会逼得你们太紧，1年，我给你们林家1年的时间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到时如果还不上，就别怪我翻脸了。李云长还想多争取一点时间，但是他也知道杨修说的是实话，1年的时间已经不少了，再厚着脸皮讨价还价就有些不识好歹了。李云长此时已经换了一身淡绿色的衣裙，衬托的他更为年轻俏丽。即使已经深交过一夜，但是杨修一想到昨晚的李云长的表现，再看着眼前端庄秀丽的他，还是让杨修看得欲火难耐。杨修强行挪开目光，对着李云长说道：你快走吧，你再不走我不保证你今天还能不能走得了。李云长闻言并没有生气，只是有些被吓到，内心还有些窃喜。杨修越是迷恋他，越是证明他有魅力，他自然开心，同时又感到有些惊慌。明明才炼气4层，却能让自己堂堂筑基中期的修士都不是对手。李云长的脸莫名有些红，心中暗道：这杨修在那方面还真是天赋异禀。杨修见李云长还不走，并且脸也变得通红，于是起身来到他的身前，在对方疑惑的眼神中，一把将他搂在怀里，低头吻了下去。李云长吓了一跳，可是不敢再来了，连忙挣脱杨修逃走了。他是不敢再待下去了，不然他怕不是回不了家，是真下不了床了。而奋战了10几个小时的杨修丝毫没有感到疲惫，反而精神奕奕。直到他看到系统面板上的双修值，嘴角更是挂上了得意的笑容。积分44。除了杨修第一次激活系统奖励的100点积分，昨晚也收获了34点积分，加上昨晚双修，虽然抽奖消耗了90点，还是剩余了44点。对此，杨修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为了犒劳自己，他选择把阴阳灵根也奖励给自己，他的灵根也变成了阴阳五行灵根，不过目前都还是1品。不过这不重要，随着他点击使用灵根升级时，他的灵根等级也在飞速提升，1品、2品、3品，直到8块灵根升级时全部用完，他的灵根等级也提升到了9品。9品灵根就已经是凡人极限，在往上的仙品灵根数十万年也难得一见。拥有仙品灵根者，只要不陨落，只要苟起来按部就班的修炼，必然可以成仙。随后杨修取出新手大礼包开出的造化丹，看都不看一眼，直接丢进嘴里。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道暖流游遍他的全身。杨修只觉得浑身瘙痒难耐，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挠自己，但是随着药效扩散到内脏，那种瘙痒就让杨修难以忍耐了。这个时候他就算想挠也挠不到，只能痒得在床上打滚。好在时间持续的不久，
不然杨修感觉自己可能会痒得疯掉。重新站起身，他才发现刚刚被自己滚过的床单上全是油脂和杂质，并且腹部也传来咕噜噜的动静。杨修打开房门，直奔茅房而去，同时还大声喊来了小兰，让他安排人把房间收拾一下，再准备几盆热水。哎，舒服。躺在浴桶里面的杨修感叹了一声。虽然刚刚的过程很是受罪，但是效果也是极好的。杨修这会觉得，不仅身体的杂质被排出了干净，就连大脑都清明了许多，肉身纯净无瑕，悟性也得到了提升。相对来说，刚刚受的那点罪压根不算什么。不知道有多少人享受这个罪，还没机会受呢。此时的杨修泡着热水澡，享受着小兰的按摩，心思一动，取出了从系统那获得的最后一件物品阴阳五行诀。杨修将玉简放置在自己的眉心，玉简中的内容便传输进去他的脑海，比翻看纸质功法效率高得多。在功法传输完毕以后，杨修手中的玉简也化做了飞灰，消散于手中。在看到功法内容后，杨修就明白了，什么特价10连抽，明明就是童子哥安排好的。阴阳五行诀是一本阴阳五行属性都可以修炼的功法，但是想要发挥出这本功法的全部效果，就必须拥有阴阳五行全部的灵根。杨修这才明白，为什么10连抽能一口气出8块灵根升级石以及阴阳属性的灵根。要知道，灵根升级石在系统商城的售价并不便宜，1块就得188000积分。用这东西升级灵根，从1品到9品需要整整154万，加上一条1品阴阳灵根也得88888，比直接购买阴阳五行9品灵根还要贵4888。直到看到这部功法，杨修算是彻底明白了，童子哥早就把路给他铺好了。童子哥，你真是我亲哥，爱你一辈子。系统，好的弟弟，统哥也爱你。杨修，卧槽，童子哥，你有自主意识的。系统沉默不语，但是这份宁静却震耳欲聋。杨修明白，童子哥可能是真的有自主意识的，而不是单纯的机械程序。这一发现让杨修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他也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是无论好坏，如今的他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只能坦然接受。洗完澡，杨修盘坐在床上，开始尝试修炼阴阳五行诀。这是一本可以直达仙道的功法，能够一直修炼到仙人境，也就是说，在成仙之前，他都不需要改修别的功法。这倒是省了很多麻烦事，毕竟更换功法可不是小事，轻则修为跌落，重则修为全失。转修的功法与原功法的契合度，决定了转修后会跌落多少境界。所以，在这个世界，任何一本能够修炼到仙人境或者渡劫巅峰的功法，都是绝世珍宝，一法难求。随着杨修开始转修阴阳五行诀，整个杨府的灵气都开始往杨修的房间汇聚，就如同布置了聚灵阵一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吸收的灵气范围也越来越大，早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院子，波及了小半个杨府。而杨修的境界也在跌落到了炼气3层，但是又在阴阳五行诀的推动下，很快修炼回来。这个过程一直在重复，因为多了2条灵根，杨修的丹田对灵气的需求量更大，每转化一缕阴阳属性的灵力，他的境界都会跌落一次，然后又被阴阳五行诀硬生生给拉扯回来。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1个时辰，杨修终于将自身的功法改修完成，并且将体内的灵力转化为阴阳五行灵力。日后他可以随意修习使用这7种属性的5技秘法，再也没有任何的阻碍，并且相生属性的灵气组合起来，威力远超单一属性的灵力。杨修这一波可谓是战力大增，就是境界有点拉胯，不过这不重要，得益于阴阳五行诀的强悍，此次转修并没有导致杨修跌落境界，反而刚突破几日的境界还更加稳固了。杨修刚睁开眼，就察觉到房屋外面有人，打开房门就看到满脸焦急的杨天长和苏雪莹正在门口走来走去。爹娘，你们怎么了？门口都快被你俩走来走去的踩踏了。两人见杨修没事，这才放下心来，也没理会他的打趣。苏雪莹问道：修儿，你感觉怎么样？刚刚附近的灵气一直在往你房间汇聚，我跟你爹还以为你出事了，可是到门口以后发现你的气息平稳，又不敢进去打扰你修炼，可吓坏我们了。杨修这才知道自己刚才闹出了多大的动静。阴阳加5行灵根，又修炼了阴阳五行诀，不仅7条灵根同时发力，他自身的经脉也被功法扩宽了许多，对灵气的需求量也变得极大。刚刚是因为灵气不足，所以运转功法时会自动吸取周围的灵气，造成了比较大的动静。杨修有点尴尬，毕竟苦日子过惯了，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不然他肯定会把房间里面堆满灵石，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杨修挠了挠头，嘿嘿一笑，没事，我就是修炼呢，忘记布置灵石了。苏雪莹长出了口气，揉了揉杨修的脑袋说道：你可吓死为娘了，以后再修炼就去修炼室，那里的灵气浓郁，更有助于修炼。说到这，他突然停顿住，感觉到了不对劲，
以前的杨修修炼速度极慢，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在屋内修炼，最多吸纳周身1米内的灵气，别说屋外了，就是离他稍微远点，都感觉不到灵气的流动。若是不了解的，根本不会想到他是在修炼，还以为他是在盘坐在那睡着了呢。但是刚刚灵气波及的范围，就是寻常筑基期也难做到吧？想到这里，苏雪莹放出神识查看杨修的境界，却发现依旧是炼气4层。而一旁的杨天长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把杨修里里外外探查了个遍，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杨修的根基更加的稳固，灵力也更加的雄厚。二人虽然疑惑，但是都没有说出来，只要对杨修没有危害，孩子有自己的机遇，他们也只会替他感到开心。两人又交代了一番就离去了，只留下杨修和小兰在院子里。杨修让小兰下去休息，转身回了房间，打开系统面板，看到修为后面的加号，他终究是没忍住好奇心，用意念点击了一下，接着他的脑海就跳出一行字：是否消耗5点积分，提升到炼气5层。下面还有是和否2个选项。5点。杨修默念了一声，随即便选择了是，他要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随着杨修的选择，面板上的积分被扣除了5点，他的修为也突破到了炼气5层。整个过程十分丝滑，就像是自然而然的突破，根基依旧稳固，完全没有使用丹药突破后的虚浮感，需要很长时间来稳固修为。杨修再次点击了一次加，这次提升需要的积分变成了6点。杨修心中叹了口气，暗道：果然变成了6点，虽然看起来不多，可是这才炼气期。若是以后到了炼虚期、合体期，甚至是大成期和渡劫期，如果是以10倍递增的话，那岂不是提升一个小境界得多少积分？搞什么？拼夕夕百亿补贴吗？越想越抓狂，这物价简直崩上天了。杨修只能求助系统：童子哥，这个提升境界的价格，它合理吗？系统，如果价格不高，你还用修炼吗？天天趴女人肚皮上都能成仙了，你还修个屁的仙？杨修，不是，童子哥，你暴露了自己有自主意识以后，真是一点不收敛啊，这么放飞自我的吗？但是杨修不敢说，得罪谁都不要得罪童子哥，这可是自己的金手指。等哪天自己不再有求于他的时候，嘿嘿嘿，杨修想着想着就开始想歪了，不禁发出了嘿嘿的笑声。当然不是那种歪，毕竟是没有实体的人工智能，不能往床上歪。系统，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心里但凡提到系统，我就会接收到你的想法，就能知道你在想什么？杨修笑容一滞，自己怎么忘了这茬，于是舔着个逼脸道歉：统哥，开玩笑呢，您别和我一般见识。话说回来，提升修为这方面，真的是每个大境界10倍倍增吗？这也太恐怖了。系统，没有那么夸张，只有炼气1重到筑基初期的跨度是10倍，后续升级系统会根据既有程序收费。要是按照10倍递增，等到渡劫期，提升一次需要上亿积分，把你榨干了都不够零头的。杨修立马接话：1亿哪有零头？系统，就你小子话多。杨修讪讪一笑，收回意识，心中盘算了一下，童子哥这样说，那必然是不到10倍的，甚至价格相差甚远。现在才炼气期，仅仅1天他就能挣几十点积分，以后修为高了，每天也能赚得更多。都有系统了，突破渡劫飞升还不是小事一件，简单。然而他却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就算是铁打的，几十年后也得铁杵磨成针。而且不论男女，境界越高，元阳元阴的质量也会越高，损失的多了，境界再高也顶不住。但是杨修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兴致勃勃地开始加点修炼。积分6、7、8、9，杨修一口气将自己的修为点到了炼气9层，这才停下。不是他不想接着点，而是他的积分不够了，面板上只剩下9点积分。感受着体内暴涨的修为，杨修忍不住露出一丝变态般的笑容。仅仅1日的时间，从炼气4层突破到炼气9层，说一句绝世天才不为过吧。经历过这种快速提升修为的感觉，再让杨修耐着性子苦修，他是坐不住的。明明可以一边爽一边飞速提升实力，非要闭关苦修，那不是有病吗？想到这里，杨修彻底坐不住了，立马起身准备前往灵府，找李云长再探讨一下生命大道。然而还没等他起身，小兰就来了。少爷，少，林青您又来了，老爷和夫人喊您去前厅呢。知道了，马上就来。杨修开门第一瞬间，门口的小兰眼睛都瞪直了。原本的杨修容貌就不差，以前或许是因为自卑，一直宅在屋里，人也没有精气神，不能说丑，反正就是很颓。但是如今的杨修自得意满，意气风发，又经过造化丹的改造，容貌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一些细节处更加的完美，再加上刚刚突破炼气9层，气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身上有一股出尘的气质，让他显得更加的帅气，已经能和屏幕之前的神颜相提并论了。小兰今年14岁，早就到了情窦初开的时候，
以前的杨修一心只有修炼，压根没有关注过他。在他的生命里，懂事之后就一直是杨修的贴身丫鬟，除了偶尔会见几面的老爷和一些下人外，他几乎是一直陪在杨修身边。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身边又一直只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异性，那结果还用想吗？此时的杨修可谓是帅得惊为天人，导致他看得痴迷，竟是都忘了让路。杨修喊了2遍都没有反应，伸手揉了揉小兰的脑袋，这才让他清醒过来。小兰俏脸一红，赶紧让开了身位。杨修一脸的莫名其妙，你脸红个锤子，我不就是揉了一下你脑壳吗？杨修对小兰可没有什么想法，小丫头骗子一个，这要是在地球还在念初中呢。杨修来到前厅，这次杨天长和苏雪莹倒是没有生气，而是悠哉悠哉地坐在主位上喝着茶，丝毫没有和林家人沟通的意思。杨修也是喊了一声爹娘，然后就看向了林家人。这次林家林清明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陪他来的还有他的小姑林若曦。在看到林若曦的时候，杨修就是眼前一亮，不愧是青石城第一美人，果然名不虚传。一身白衣胜雪，青丝如瀑倾泻而下，发间斜插的竹簪更添几分清雅，纤长睫毛垂落，那双不含任何感情的眸子仿佛能冰冻万物。高挑的琼鼻下，一张红唇如冬日梅花，让人忍不住想要一亲芳泽。不同于李云长端庄贤淑的淑女气质，林若曦更像一位清冷出尘的仙子，浑身散发出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这林若曦不仅相貌出众，天资同样不凡，其拥有5品变异冰灵根，若无意外有望化神。并且冰灵根虽然是水灵根变异而来，但是又和水灵根差距甚大。水属性功法较为柔和，讲究以柔克刚，而冰灵根则是主杀伐，攻击力强大。这也导致林若曦在同境之中近乎无敌。当然主要还是青石城太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天骄，所以凸显出了林若曦的强大。林若曦曾经更是放言，想成为他的夫君，必须在年龄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同境之中战胜他。这时还惊动了青灵宗，有不少青灵宗亲传下山，前来挑战林若曦，可惜全都铩羽而归。就连原主那种资深死宅都知道这件事，可想而知流传有多广。如今几年过去，林若曦借助林家从杨家获得的资源，年仅34岁就已经突破筑基后期，成为林家除了老祖以外的最强者。即使同为筑基后期的家主林正杰，也不是他的对手。林家为了培养林若曦青石城第一美人加第一天才的人设，可没少往他身上砸资源，也是靠着林若曦的名头，林家这些年才能发展的这么快。毕竟不管是哪里，都无法避免追星的现象。这些人为了能见林若曦一面，天天往林家的铺子跑。林若曦只需要负责不定时前往林家各个商铺视察一圈，甚至都不用他开口，那些人为了博美人一笑，店铺的东西就能很快销售一空。只能说偶像的力量是强大的，反正杨修理解不了这种行为。林若曦察觉到杨修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身上，厌恶地皱着眉瞪向杨修。然而杨修那帅气阳刚的面庞，修长挺拔的身材，以及那出尘脱俗的气质，让他看得一愣。随后不解地看向林清明，却发现他也愣在了原地。林清明确实愣住了，准确的说是被惊呆了。明明昨天才见过面，明明昨天还是个颓废的死宅，今天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风流俊公子了呢？林若曦心中很是疑惑，这就是侄女口中那个一无是处的杨修。不说天赋如何，就凭这样貌，嫁给他也不吃亏啊。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张绝世容颜，多么养眼啊，想想都让人觉得赏心悦目。也就是杨修年纪小，天赋差，但凡他能有个筑基初期，只要来挑战自己，自己高低得给他放大海。主位上的两人早已被杨修震惊得合不拢嘴，这会神识在疯狂交流。唉，长哥，你说修儿到底是有什么奇遇？明明不久前见面的时候还是炼气4层，这会怎么就炼气9层了？这也太离谱了。杨天长也很纳闷，我不知道啊，混了几百年了，也没听说过有什么机缘奇遇能让人半个时辰的功夫提升这么大的，而且根基非常扎实，比我当初的时候扎实多了，根本不像短时间内强行提升起来的。两人交流了半天都没得出个结果，说到后面苏雪莹连仙人转世都扯出来了。一旁杨修拿出了林清明的婚书，直接丢给了林清明。婚书我还你了，欠我的1万灵石，你娘昨天已经来给我了，昨天送回来的聘礼清点过了没问题。至于你们林家欠的资源，我做主折价7万灵石，利息呢我也给你们免了，1年之内将7万灵石还回来，那以后大家相安无事，1年内还不上，少1块灵石你们林家就得赔1条命。还有，让你爹那个缩头乌龟有点担当，退婚这么重要的事都不敢登门，不是让自己老婆来，就是让自己妹妹来，真是个废物。杨修不屑地说完，立马让人送客。虽然对面有青石城第一美人在，但是他现在也没工夫欣赏了。我辈修士自当自强，先如逆水行舟，不修则退。修仙使我快乐，修仙的求长生。至于怎么修的你别管，修为能精进就行。
杨修方才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派人去林家给李云长传话，请他过来一趟。虽然没有说过来干什么，但是二人都心知肚明。李云长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听到杨修喊他过来，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抗拒，有的只是期待。毕竟是筑基中期修士，休息了大半天，又服用了几枚恢复体力的丹药，这会除了身体还有些虚弱，倒是没有其他问题。而且在知道林清明和林若曦也在李家后，为了避免碰面，他直接飞到了杨修的院子里。昨天发生的事情自然瞒不过杨天长和苏雪莹，杨修和李云长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这回也没有戳破，任由他进了杨修房间。下午，杨修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积分，已经达到了13点，于是毫不犹豫地给自己加点，积分10。杨修的修为也顺利突破到了炼气10层，也是炼气境的巅峰。炼气10层也称为半步筑基，到了这一步就可以着手突破筑基期了。不过对于杨修来说不需要任何准备，只要有积分立马就能突破。这个白天，杨修都在和李云长修炼。晚饭是小兰送来的，杨修自开始修炼起就很少和父母一起用餐，基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吃。不过这让杨修父母也省心了不少，早就已经辟谷的二人，以前为了陪杨修还得1日3餐抽出时间陪他吃饭。后来杨修把自己关起来修炼，二人除了每隔2天抽时间来他院子里看看他，自己也有了时间可以好好修炼。和李云长吃完饭，杨修让人准备的热水也已经备好了。一番鸳鸯戏水后，杨修见李云长无力再应付自己，便安静地搂着他睡了一会。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杨修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瞬间就睁开了眼睛，随后就看到了让他哭笑不得的一幕。只见李云长侧对着他盘坐在床上，嘴里咬着右手的食指，左手在他身上好奇地戳来戳去。李云长也感觉到了杨修醒来，连忙又恢复成一副淡然的样子。杨修不禁觉得好笑，没想到李云长都50多岁的人了，居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修仙之人很难以样貌分辨年龄，就如同李云长一样，看起来不过28、9岁，实际上已经50多了。不过对于筑基期修士来说，50多岁和普通人的28、9岁也差不多。修士初入炼气期便可增加寿命，不过炼气期上未真正踏入仙途，依旧是凡人，寿命增加不多，每层只增加1年寿命。但是到了筑基期，寿元就会增加到200年，每突破一阶都会再加20年。筑基中期的李云长就有最少220年寿命。单以寿元算，他这个年纪确实就如同普通人中20多岁的小姑娘。杨修看着一本正经的李云长，笑着问道：怎么，孩子都有了，还对这玩意好奇？李云长1秒破功，点了点头道：以前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杨修，这有什么好看的，丑东西一个罢了。李云长脸色羞红，半天只憋出了好奇2字。杨修暗笑，只是等他研究完了以后再次开始修炼，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毕竟人生苦短，需要及时修行。李云长对于杨修现在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情，让他并不讨厌杨修，甚至会下意识的听话。林正杰怕是死都不会想到，自己那位在所有人眼中都是贤良淑德形象的夫人，会是这样与杨修商谈的。经过1天的发酵，杨修被退婚之事已经传遍整个青石城。毕竟是整个青石城最强大的家族，平民百姓喜欢听他们的八卦，其余家族一直关注着杨府的动态。自从前日林清明带人上门，后面李云长跟着拜访，以及流传出的各种小道消息，各大家族的人就知道杨修和林清明的婚事80%是吹了。果不其然，今日一早两边都发出了消息，婚约解除。各大家族中有适龄嫡女的，心思都开始活络了起来。以前有机会他们没有把握住，被林正杰抢了先，如今林家攀上高枝，放弃了这个机会，正好便宜了他们。林清明就不用想了，以他的天资肯定会被青灵宗重点培养，没准还会成为下一任宗主人选，不会允许外嫁的。之所以在和杨家这事上没有出面，那是被杨天长和苏雪莹的实力震慑住了。他们这些小家族可没有能让青灵宗顾及的，所以一个个又把目光放在了杨修的身上。此时杨府杨修的院子里，李云长一脸疑惑地看着杨修，等着杨修的解释。酣战了一夜，天亮时分，两人才休息睡了一会。起床后，李云长就发现自己居然突破了，在没有修炼的情况下，一夜突破到了筑基后期。李云长第一时间就怀疑是杨修的问题。这2日他唯一与以往不同的生活轨迹，就是和杨修做了那种事。杨修在询问了系统后，这才知道原因。嗨嗨，突破了就突破了呗，我前段时间偶然获得了一本双修功法，在和你做的时候不自觉就运转了起来，结果你就突破了。李云长听到杨修的解释，心中暗道果然，随后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那岂不是说以后只要和杨修做那种事，就可以提升修为？原本他对杨修就有了那么一点情愫，经过昨天半天一夜的深入交流，心中对杨修更加满意，心中也丝毫不抗拒和杨修发生关系。尤其是后半夜那些修人的话，和他浮想联翩把杨修和林正杰对比的画面。
他发现自己和杨修更加的契合，他比林正杰更了解自己，更能让自己兴奋。和林正杰相处了30年，甚至都不如相处了不到3天的杨修了解自己。虽然一开始自己是被迫的，被威胁的，虽然他比杨修大了很多，虽然杨修差点成了他的女婿，虽然他已是人妻，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开局有瑕疵不要紧，过程和结局是完美的就行，而是修仙之人，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又不是寿元将近，马上要死了。现在女儿已经和他退婚，林家和杨家之间只剩下债务，自己和他也没有关系，这根本不是问题。杨修让他好好休息，然后起身往前厅走去。刚刚杨天长派人来喊他，有不少家族带着家中适龄嫡女前来，想要给杨修说媒。杨修也算是开了眼了，说媒还能把一方带上门的，这不明摆着是让自己选妃吗？对比杨修只能说干得好，说个屁媒，人也见不到，底细也不了解，还得自己去打探，咋的？他时间不要钱啊？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带过来，看对眼了就定下，多省事。一路想着，很快就来到前厅。只见占地半亩的前厅里面熙熙攘攘，快挤满了人。杨修一脸懵逼，不是哥们，这么多人，这他妈是说媒的？你说这是准备下井挖煤的，他都信。放眼望去，估计的有300人左右，全都挤在大厅里。在杨修懵逼的时候，大厅中也有人发现了他。虽然杨修很少露面，但是作为杨家大少爷，他的容貌是被各大家族严格要求铭记在心的，就怕哪天惹到这个不起眼的小祖宗。众人一窝蜂地跑出来，凑到杨修面前自我介绍：杨少，我是周家家主，你看这是我女儿，小时候还爱跟在你屁股后面玩呢，你还记得吗？说着，这人拉过一名少女来到杨修面前。杨修只看了一眼，就知道那人纯纯在放屁。他这个女儿光是看上去都有20了，真实年龄只会更大，最少大他4、5岁，还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玩，玩个够，玩个锤子！杨少，你别听他胡扯，他女儿都25了，你看我女儿今年才11，你小时候还抱过她嘞。杨修低头看向眼前的小不点，感觉有些无力吐槽：疯了吧，才11岁，谁他妈下得去手啊？杨少！杨修被吵得不行，急忙大喊一声：停！都各自站好，我自己一个个看。随着杨修话音落下，各家长辈都带着孩子站好。杨修这才发现，刚刚那2个还不是最离谱的，特么的还有拖家带口，把女儿孙女全带来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带着8个人站在一起，也算是奇观了。那8个人最大的一个只看面相都有40多，实际年龄成谜；最小的一个才8、9岁，甚至还有一个有身孕的。看到这一幕，杨修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特么的想让自己喜当爹是吧？自己和李云长的关系好像已经喜当爹了，女儿还是自己曾经的未婚妻。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特么的这人是怎么进来的？挺着个肚子来相亲，那个谁，对，就你个老不死的，带个年纪大点的来就算了，8、9岁你也带来，还有特么怀有身孕的，你怎么想的？那白发老者看杨修指着自己，还以为他看中了自己的孙女，然而听杨修的话，才发现是他误会了。杨少，误会啊，这个8、9岁的是我孙女，有身孕，这个是我儿媳妇，也就是他娘。小孩子比较好奇，硬要跟着来看看，实在没办法才把他带来的。他娘不放心他，只能也跟着来了。我怎么会把自己儿媳妇送来联姻呢？这不是闹笑话吗？还有您说的这个年纪大的是我夫人，她陪着我一起来看着孩子们的。杨修闻言白眼一翻，妈的，原来是自己误会了，这下丢人丢大了。为了掩饰尴尬，杨修高声道：现在请所有不是说媒对象的其余人移步一旁，避免误会。众人闻言走出了120多人到左边空地，除了男人外还有20多女性，都是年纪较大或者特别小的。现场还剩下的适龄女性还有180多人，有不少家族都是送了2个甚至3个过来，只盼杨修能看中一个。走在众人前方，杨修当真有一种选妃的感觉。其实对于成不成婚，杨修无所谓，他只是想有一个固定的双修对象。这些姑娘都是出自修仙世家，可以说在娘胎里就一直被灵气洗刷，不说天资如何，最起码样貌都不会太差。杨修看了一圈，还算比较满意，于是又高声道：不是自愿前来的，全部去右边空地，如果让我发现有人敢欺瞒，后果自负。随着杨修这句话音落下，战场顿时议论纷纷，变得嘈杂一片。那些被送来的小姑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在一个20来岁高挑少女的带头之下，有一半人都去了右边的空地。看着还剩下的80多人，杨修心中感慨，这里估计一大半都是在家中不受宠，没办法过下去了，才会选择来这里吧。剩下的这些人，杨修自然不可能全收，他可没有功夫陪这么多人去培养感情。虽然他不介意没有感情的临时情人，但是若把他们留下来，那就一辈子都要留在杨府的，要和他过一辈子的。
大概率是他们的一辈子。毕竟杨修觉得这一世成仙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还剩下这么多人，杨修也不好抉择。如果说演员的话，他觉得都挺有眼缘的，毕竟颜值都挺高。突然，杨修想到了一点，嘴角露出一丝邪笑，清了清嗓子，杨修再次说道：“和林清明关系比较好的，站到前方来。”话音一落，不少和林家交好的家族都是心中一沉，以为杨修是因为记恨林家而恨屋及乌。很快，杨修的面前就站了6人，个个颜值出众，都在平均水平以上。果然美女的身边大多也都是美女，帅哥也是一样。这本书就聚集了番茄8成的帅哥，果然是人以群分。杨修看着6人，从第一位开始问起：“你和林清明的关系有多好？”小姑娘只有14、15岁，看起来还有点胆怯。面对杨修的询问，她深吸了口气说道：“我娘亲和林夫人关系好，我经常跟着娘亲去林府找她玩。”杨修点了点头，这种只是长辈之间的交情，连朋友都算不上。杨修接着询问第2人、第3人，众人都不明白杨修这是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也不敢多问，只能安心的等待事情的发展。终于轮到了最后1人，也是6人中颜值最高的1人。远山眉黛如墨染，两颊薄晕似晚霞，一袭白色衣裙，外披粉色披风，裙裾缀着珍珠流苏，腰肢盈盈一握，衣裙束出柔若无骨的曲线，低头不见脚尖的壮观，令人惊叹。杨修不得不承认，虽然才18、19岁，但是身材样貌皆是顶级。若是早生个几年，或许可以和林若曦抢一抢青石城第一美人的称号。杨修又把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少女低着头，局促地回道：“是，闺中密友。”刘雨林心中有些担心，她害怕杨修会因为他和林清明的关系对她不利。没想到杨修听到他和林清明的关系之后，脸上露出满意之色，然后大声问道：“刘家人可在？”左边人群中立马跑出一位中年，小心翼翼地来到杨修身前，恭敬地问道：“杨少，您有何吩咐？”杨修客气地道：“言重了，还不知你是刘雨林什么人？”中年男子在下刘贺，现任刘家家主，也是雨林的父亲。杨修，哎呀，原来是岳父大人。岳父大人，关于婚期，您看。刘贺闻言一愣，过了几息才反应过来，顿时大喜：“杨少，您说的什么话？只要您想，明天就可以过门。”杨修见刘贺如此识趣，心中也很是满意，扭头对着众人说道：“今日辛苦大家了，也很抱歉地告诉大家，我已选中刘家小姐刘雨林为妻。待会我会让下人给今日过来之人，每人送上100块零食，也算是让大家沾沾喜气。婚期定下后，也会送上喜帖，到时还望大家赏个薄面，来喝口喜酒。”其余家族之人虽然觉得遗憾，但是一想到仅仅是过来一趟，就能获得最少200零食，瞬间又满心欢喜。刚刚那个白发老者欣喜尤甚，他家可是来了9个人，这一下就是900块零食进账。随着人群散去，现场只留下了杨府之人和刘贺父女俩。一行5人来到会客室，杨天长和刘贺商量起了婚期的问题。既然杨修已经决定要娶刘雨林，杨天长夫妻2人自然不会阻拦，只会抓紧将事情确定下来。虽然不知道杨修是有什么奇遇，短短几个时辰就突破到了炼气9层，但是炼气9层。杨天长再次看向杨修，却发现杨修此时散发的气息确确实实是炼气大圆满，也就是说1天的时间，杨修又突破了。杨修毕竟没有修炼隐藏气息的功法，阴阳五行诀所附带的隐藏气息的特性，最多只能阻挡高出一个大境界修士的探查，所以他的修为在杨天长夫妇的眼中根本无所遁藏。杨天长将这个发现告诉了苏雪莹，2人都是一阵激动，自己儿子终于崛起了。但是一想到杨修的灵根，2人火热的心又瞬间冰凉。一品灵根，即使再大的机缘，突破筑基就已是极限，也绝无可能突破金丹，除非能够提升灵根的品质。但是能够提升灵根品质的神物，哪一件不是价值连城，又岂是他们能够奢想的？现在杨修能依靠1品灵根，短短1日内就能突破到炼气圆满，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他们也不敢再奢求什么，他们只能尽力在杨修有限的时间里，能让他们寻找提升灵根品级的神物。在此之前，他们只想杨修能过得开心。刘贺见众人落座以后，便没人说话，气氛有些尴尬，只好硬着头皮先行开口：“那个杨家主、杨夫人，关于雨林，我有些话想说。”众人都将目光移到刘贺身上，刘雨林更是紧张地抓紧裙摆，满脸的忐忑不安。见众人都看向自己，刘贺便感觉压力山大，但是话已经说出口，就没有了收回的可能。杨家主、杨夫人、杨少爷，雨林这丫头是我最小的孩子，她母亲在生下她不久后就去世了，所以她自小就被人孤立，养成了内向的性格。那会我还不是家主，老爷子还在位，我那几个兄弟家的孩子也时常欺负她，久而久之，这丫头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灾星，是她害死了她娘。我看得心痛，
但是又没有办法，都是孩子，我也不可能对他们动手，只能尽量不让雨林出门。长久的孤僻和欺凌，让这孩子也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杨天长叹了口气，这就是小家族的无奈啊。同代还好说，若是隔几代，关系不远不近的那种，比陌生人都难相处。尤其是还同住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如果家族势力和产业够大，那可以把这些旁支派出去打理产业，或者是分出一支去别处发展。可是小家族没有这个实力，一大家子几十甚至上百口人住在一起，没有矛盾才怪。苏雪莹听完，只觉得刘雨林这丫头好生可怜，就如修儿一般，自小就受尽流言蜚语。于是她说道：无妨，只要雨林进了我杨家的门，就是我杨家的媳妇。日后若是还有人胆敢乱嚼舌根，我把舌头给他割下来。刘贺闻言，心中没有感到欣慰，反而是更加忐忑。其实还有一件事，雨林出生前后的那段时间，他娘亲身受重伤，所以导致他一出生就先天不足。说到这里，刘贺已经没有胆子再接着说了。带一个先天不足、身体有损的女子来杨家说媒，一般人谁敢做出这种事？但是刘贺也没办法，他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为刘雨林治疗，但是都没有任何效果。被逼得走投无路，又碰到杨修选妻，他只能壮着胆子带他来试一试。他刘家是没有办法了，但是杨家可不是青石城1、2、3刘家族能比的，说不定就有办法医好呢。杨天长闻言却是有些不爽，虽然说他们理解刘贺的做法，如果有同样的机会可以提升杨修的灵根品质，他也会带杨修去尝试。但是当事情真发生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其实很难做到共情，只会觉得自己被耍了。不仅杨天长猜到了刘贺的想法，在场之人没有一个傻子，都猜出了他的想法。苏雪莹起身来到刘雨林的身前，吓得刘雨林赶忙起身。苏雪莹扶住了他，轻声道：孩子别怕，让阿姨看看你的身体情况，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阿姨也不会怪你们的。刘雨林眼眶已经湿润，他清楚地知道父亲今天带他来这里是冒了多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将整个刘家带入万劫不复之地。如今苏雪莹的一句话，算是彻底让他放下了心。反正已经这么多年了，自己也差不多看开了，能不能医好无所谓，但是他不想拖累自己父亲和家族。苏雪莹一只手握住刘雨林的手腕，神识探入他的体内查看身体情况。只是随着神识的深入，他的眉头缓缓皱起。就在他对面的刘雨林将他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心中原本升起的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苏雪莹仔细探查了2遍，良久才松开手，轻叹了一声。这种程度的元气损伤还能下地活动都已经是奇迹，只怕平时也没少消耗灵丹妙药调理。只是苏雪莹顿了顿，看了一眼刘雨林，有些欲言又止。刘雨林抢笑道：苏阿姨，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您放心说吧。苏雪莹又叹了口气才说道：只是你的身体本就严重先天不足，这么多年的调理虽然让你健康了许多，没有常见的体弱多病，但是同样也透支了你的元气。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这些灵丹妙药，你此生多半会在床上度过，但是能活到22岁。但是如今你的身体严重透支，能活到今天就已经是奇迹。随时苏雪莹又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刘雨林，心中虽有不忍，但是也不忍心欺骗一个将死之人，随时都有可能倒下。苏雪莹说完这句话后，就已经做好了接住刘雨林的打算，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小丫头比她想象的更加坚强。刘雨林笑着道：雨林明白，但是雨林不悔，如果只能在床上躺着度过一生，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雨林这一生虽然短暂，但是能陪伴父亲这么多年，雨林已经满足了。说完，他又看向已经老泪纵横的刘贺：爹爹，女儿不孝，以后没办法在您身边尽孝了。看着如此坚强懂事的孩子，即使心硬如铁的杨天长都有些动容，更别说本就感性的苏雪莹了。这会的苏雪莹眼眶都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刘雨林已经是他儿媳妇了。就在众人伤感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杨修开口了：其实你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医好。众人闻言都是一惊，杨天长和苏雪莹只是惊讶于杨修所获得的机缘如此非凡，刘贺和刘雨林则是惊讶于连苏雪莹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杨修居然有办法。感觉到4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杨修便解释道：不久前我获得了一场奇遇，可以治疗你的病情，只不过这个过程有些特殊，需要你我圆房才行。虽然杨修已经是色中老手，但是这一世的他才17、18岁，此时还在父母面前得装得纯情一点。众人看向杨修的眼光都有些变了，别说刘贺和刘雨林，就连杨天长和苏雪莹的目光都带着质疑，只是没有人敢说出来罢了。杨修此刻内心疯狂吐槽：喂，你们那是什么眼神？我说的是真的好不好？杨修说的确实是真的，刚刚在听到刘雨林的身体情况后，他就找系统询问解决办法了。杨修，童子哥，他的身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系统有很多种丹药、功法，
天才地宝都可以修复他的身体。杨修，快帮我找找看都有哪些。然后系统打开了商城，筛选出了符合杨修要求的物品。但是在看到价格的那一刻，杨修死心了。最便宜的方案就是丹药，5品丹药玄元丹可以补充元气，长期服用可以弥补各种先天不足，售价80积分。6品灵元丹专为修补先天不足而生，按照刘雨林的身体状况，得10枚左右才能彻底修复，售价500积分。7品仙元丹1枚就可彻底根治，售价2000积分。童子哥，有没有更便宜的？这也太贵了，就算是玄元丹都得80积分，而且还得长期服用。我昨晚辛苦了一夜，也才挣了几十点而已。就刘雨林这身体状况，他也无法支撑我一天获取80积分啊。系统，其实有个不花钱的办法。杨修眼神一亮，急忙追问，什么办法？双修？双修？系统，对，就是双修。不过的是和你双修，其实你每一次的双修对象都会获得最精纯的本源能量反补。如果是身体健康的人，这股能量就会用来提升他的修为境界。如果像是他这种先天不足之人，这股能量就会优先补足他身体缺失的元气。杨修明白了，就像李云长，不过仅仅是享受了2个晚上就突破到了筑基后期，想来就是靠的这股能量。于是杨修开口，其实你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医好。这才有了方才的一幕。见气氛有些尴尬，杨修正想解释，却被刘雨林抢先一步。多谢杨少，雨林已是将死之人，若杨少不嫌雨林晦气，雨林愿与杨少圆房。若杨少能够治好雨林，雨林日后当为奴为婢，报此恩情。若杨少无法医治，雨林也无怨言，指望杨少看在露水情缘的份上，日后多照拂一下刘家，雨林感激不尽。杨家3人都有些动容，万万没想到这刘雨林如此境地，竟然还想榨干自己的价值，以自身为筹码，为刘家换一场富贵。刘贺虽然不相信杨修一个废物能治好刘雨林，但是当他带刘雨林来到杨府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退路了。刘雨林笑盈盈地看着他，爹爹，女儿这些年来消耗了家族大量资源，女儿问心有愧，若有机会偿还，女儿愿意一试。杨修见不得这种生离死别的场景，更何况自己都说了自己可以治，怎么就都不信呢？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杨修觉得再努力一下，那个，我是说真的，我获得了一本双修秘法，可以弥补你的先天不足，虽然不是一次就能治好，但是效果也比较显著。再说了，你是我选定的妻子，同房也是早晚的事，别说的跟交易似的。就算你不说，刘家作为我妻子的娘家，我还能亏待了她不成？刘雨林见杨修说的信誓旦旦，心中也有了些许动摇。或许他说是真的，而且他说我是他选定的妻子。想到这里，刘雨林俏脸微红，轻声应道：好的，我相信你。杨修心中欣慰，这小丫头总算明白了自己的良苦用心。然后转头看向依旧满脸怀疑的刘贺，和一脸原来如此模样的杨天长和苏雪莹。既然如此，那我先带雨林下去治疗，你们商量一下婚事，把婚事先定下来吧。说完，不等几人回话，他就拉着小脸通红的刘雨林往自己的院子走去。杨天长和苏雪莹这会一直在念叨着，原来如此，难怪他们儿子的修为在这2天突飞猛进，原来如此，难怪他这2日一直和李云长在房间闭门不出，原来都是为了修炼。看着还一脸担忧的刘贺，杨天长主动安慰道：别担心了，你女儿应该是没事了，咱们把婚事拿个章程出来，日子定下吧。杨修带着刘雨林回到了自己的院子，一打开房门就心中暗道不妙，刚刚被兴奋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李云长此时还在他的床上躺着呢。这要是让刘雨林看到自己在他心中的形象，还不得一落千丈。但是房门已经打开，这个时候再和刘雨林说换个地方，会不会不太合适？至于说2女同室一夫，杨修暂时还不敢想。李云长那边好搞定，毕竟以他的性格，没准会觉得更加刺激，尤其这个人还是他女儿的闺中好友，和他也非常熟悉。但是刘雨林可还是黄花大闺女呢，怎么可能接受得了2女共侍一夫这种事？此刻的杨修只感觉头皮发麻，仿佛已经看到了刘雨林满脸惊愕、失望无措的表情。然而跟在杨修身后的刘雨林见杨修将房门开到一半，突然停下动作，一动不动的样子，心中就开始猜测原因。以刚刚与杨修的接触，大致能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他是为了救治自己不得不同房，但是从他迫不及待拉着自己直奔房间的动作来看，心中未必就对自己没有想法，毕竟他对自己的容貌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而现在都到房间门口了，真正的临门一脚必然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停下。刘雨林脑瓜子一转，就猜到了几个可能：一，突然想起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需要马上去办，但是杨修身为杨家大少爷，很少有事情是需要他亲力亲为的，这个可能性不大。二，他虽然有色心，但是对这方面一窍不通，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所以停下来思考下一步的动作。
但是刘雨林也是二流家族出身，对这些世家公子还算了解。这方面的事都是会有人教学的，包括女性也是一样。但是考虑到杨修常年独自修炼，也是有可能没人教导，不排除这个可能。3. 他不行，虽然表现得急吼吼的，但是自己身体却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以杨家的实力，治疗这种问题完全是小事情，除非跟上一条猜测一样，因为没有人教导，他自己又没有和别人说，所以没有治疗。最后一个可能也是可能性最大的，那就是屋里有人，而且那个人比较特殊，或者俩人关系比较特殊，不方便被外人看到，甚至自己这个被他亲口承认的未来妻子也不行。那答案只有一个，房间里有女人，而且大概率是和他已经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并且俩人的关系还不能见光。那么里面的人的身份就比较可疑了。刘雨林上前一步拽住了杨修的衣袖，轻声道：杨公子，雨林身份低下，又是将死之人，承蒙公子不弃，愿垂怜雨林。雨林就已经很满足了，不管里面是谁，雨林都不会介意的。杨修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刘雨林，也不得不感叹，这姑娘虽然身体状况不行，但是脑瓜子绝对好使，智商不低。既然已经被猜到，杨修也不再顾忌，了一声以后，直接推开了房门，带着刘雨林走了进去。杨修只希望他一会见到李云长的时候，别给他再吓到哪了，他这小身板可经不起太大的刺激了。里间的李云长在杨修彻底推开门的时候就醒了，此刻的他正一丝不挂地躺在杨修的床上，身上仅是用一床薄薄的单被遮住了关键部位。这里是杨修的房间，没有杨修的同意，根本不会有人进来，所以他丝毫不担心会被其他人看到。你回来了。自从昨晚之后，杨修就感觉他对自己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不仅变得乖巧听话，还十分的体贴温柔，说话都像撒娇似的。杨修应了一声，就走进了里间，看到把大片春光裸露在外面的李云长，跟在身后的刘雨林自然也看到了。刚刚在听到李云长的声音时，他就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因为李云长说话的语气的原因，他并没有想到里面的人居然会是李云长。然而此时看到那熟悉的面容，刘雨林心中激起了惊涛骇浪。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杨修金屋藏娇藏的娇，居然会是李云长，这位他曾经的未婚妻的亲生母亲。刘雨林一时有些接受不了，如果这个人是其他人，他都会觉得无所谓，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强大的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杨修虽然实力不强，但是胜在家世强，注定此生不可能只有他一人。但这个人若是李云长，就有点让刘雨林三观破裂了。杨修也感觉到了刘雨林脸上的变化，以及看向自己时如同看变态的眼神，让杨修心中暗道，果然。杨修没有解释，而是冲着李云长喊道：别睡了，来人了，你的老熟人，你先陪他叙叙旧，我去让下人烧水洗个澡。原本在闭目休息的李云长一听有人来，顿时就清醒了，扭头一看，就见到了杨修身旁的刘雨林。李云长顿时觉得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杨修说完就离开了房间，还贴心的带上了门。他之所以不向刘雨林解释，是因为他相信李云长一定会跟他解释清楚的，没必要自己去费劲巴拉的解释。果然，等杨修洗完澡回到房间的时候，刘雨林的脸色已经彻底转变，只剩下满脸的羞涩。对于从小就是个乖乖女的刘雨林来说，如果杨修是还没和林清明解除婚约就和李云长发生了关系，她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在林清明来退婚后才发生的关系，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只要杨修和林清明解除了婚约，那他和李云长就没有了任何关系，顶多就是绿了林正杰不太道德罢了。但是修仙界这种事情多了去了，为了修炼资源出卖自己的身体，这种事经常发生。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刘雨林无法修炼，但是身在金丹家族，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专门去了解，耳边经常听到类似的消息，所以他对这种事情并不排斥，甚至还觉得理所当然。如果杨修哪天看上了自己的姐姐妹妹，他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只会觉得以杨修的身份是自己姐妹的荣幸。杨修看到刘雨林的表情，就知道事情已经稳了，但是万事不可操之过急，其人之福，还是等以后再想，如今得先帮他治疗身体。杨修，云长，要不你先回林府吧，我要给雨林治疗身体。李云长已经从刘雨林口中知道，所谓的治疗就是上床，闻言冲着刘雨林暧昧的一笑，弄得刘雨林脸更红了。那你们忙，我就先走了，一夜未归，也不知道那家伙有没有怀疑什么。杨修宽慰道，放心吧，他不敢怀疑，就算真知道了，只要你不亲口承认，他也只能忍着。李云长闻言像是想到了什么，咯咯笑了起来，说道，估计就是我们俩在他面前做，他都得装睡不敢睁眼。杨修闻言忍不住浮想联翩，过了几息才摇了摇头，将这个想法甩出脑外。小妖精，目前的杨修还没有那么变态，最多也只是想想而已。但是和李云长相处久了，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毕竟这个小妖精看着端庄贤淑，但是经过这几天和杨修的相处，风骚浪荡的属性全被彻底开发出来了。
一旁的刘雨林说到底也只是一个18、19岁的黄花大闺女，第一次听到这么刺激的内容，早已面红耳赤，羞得不行。同时脑海中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李云长所说的画面。李云长见刘雨林坐立难安的样子，也不再停留，又冲着杨修暧昧一笑，便出去了。现在没有人打扰了，杨修来到床边坐下，拉过刘雨林的手，见她身体紧绷，还是有点紧张，于是便问道：雨林，能不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和林清明成为闺蜜的？你们俩家关系只能算作一般，你也比她大了几岁，平日也不出门，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刘雨林听到杨修的问话，陷入了回忆，也没有那么紧张了。说起来也是缘分，是我10岁那一年，那天是我父亲接任家主的日子，清明随着他父亲来我家祝贺。那时的我身体还很虚弱，长久以来被家族其他人孤立和言语羞辱，让我一直处于自责、自卑之中，所以表现得唯唯诺诺。那时只有5岁的清明见到我的样子，很天真的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他是除了父亲以外第一个关心我的人，虽然那也许只是因为小孩子的天真，但是我真正的感动。我当时好想和他倾诉这些年的委屈，但是看着他一脸天真的模样，我实在说不出口。但是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哪怕很多时候都是他一直在说他认为很开心的事，我只是认真的听。那些都是我没有拥有过的童年，我听得很认真，很向往。哪怕是听到他因为贪玩从树上摔下来，我都好羡慕。我只看过叔伯家的孩子们爬树，他们玩得可开心了，其实也想到树上看看，可是我的身体不允许。他也把我当成了一个合格的倾诉者，从那以后就经常来刘家找我，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起来。后来他检测出6品灵根，林家就将他送到了青灵宗修炼，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但是他每次回青石城都会来看我，跟我说他在宗门认识的新朋友，学习的新知识。有时受了委屈不敢跟家里人说，就跑到我这来跟我哭，等着我安慰他。一晃眼就是8、9年过去，我们好像都习惯了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随着刘雨林的讲述，杨修仿佛看到了一个懦弱的小女孩，无助地站在人群之外，一脸羡慕地看着众人的画面。一个从小到大就只有一个朋友，还是比自己小几岁，还需要自己哄着的画面。明明他也不大，他也是需要人哄着的年纪，他才是最需要被哄的那个，但是他只能学着去安慰，去哄那个小自己好几岁的唯一的朋友。杨修满脸心疼地将刘雨林揽进怀里，轻声说道：以后有什么委屈就和我，不用自己一个人承受，你不再是孤单一人了。刘雨林顺势搂住了杨修的腰，也轻声回应：谢谢公子。杨修低头盯着他的眼睛，打趣地问道：马上就要成婚了，还叫公子？刘雨林眼神闪躲，僵硬地说道：还没成亲呢。杨修也不着急，低头就吻上了刘雨林的红唇，手也开始随心而动。刘雨林第一次与男子这般亲近，有些手足无措。他天生体弱，命不长久，刘贺自然舍不得让他浪费时间去学应对男人的手段，此时只能无措地闭着眼，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刘雨林在治疗结束以后，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体相比之前好了许多，而且体力恢复的速度也比以往脱力时快很多。心中暗道，他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可以治疗我的身体。想到一开始自己还误会杨修，认为这是他骗自己身子的谎言，就感到十分羞愧。一场治疗结束，杨修没有着急发动下一场，刘雨林的身体有些吃不消。等到他彻底消化完系统反馈的能量，恢复了一些体力和本源以后，二人才开始了第2次的治疗。只是刘雨林身体太虚弱，所谓虚不受补，想要彻底治好他的身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看着身下的家人，杨修就算忍得再难受，也不忍心再继续了。刘雨林的身体给人一种稍微用力就会破碎的感觉。就在他准备偃旗息鼓，自己忍着的时候，李云长竟然出现在他身后。杨修一愣：你没回去？李云长笑道：雨林的病情还没好，我要是真走了你怎么办？杨修大喜，果然还是李云长善解人意，不愧是林家主母，心思就是缜密，居然连这一点都想到了。这次治疗一直持续到傍晚才结束，后面的时间里，杨修又帮刘雨林治疗了一次，使得他看上去精神面貌好了很多。忙活了半天，刘雨林只是个普通人，没有辟谷早就饿了。杨修几人来到饭厅，恰好众人都在。杨天长二人早就知道李云长和杨修的关系，没有丝毫惊讶。刘贺虽然疑惑以杨林两家的关系，李云长为何会在此，但他只是客人，这不是他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他更关心自己女儿的身体，立马就抛开了这个问题，观察刘雨林的状况。苏雪莹更直接，在拉着刘雨林入座的时候，神识就已经探入了他的体内，真的修复了一些。苏雪莹突然惊呼一声，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苏雪莹说道：雨林体内的本源元气被修复了，虽然还没有完全修复，但是以这种速度，最多再有1个月就能够彻底修复。众人闻言都是一喜，只有杨修和刘雨林心知肚明，没有丝毫的惊讶。刘贺更是大喜过望，
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医好女儿的身体。如今心愿成真，他就再也没有遗憾，就算死也可以坦然去见自己的亡妻了。刘贺算是这个世界极少见的痴心人，一生只娶了一任妻子，哪怕妻子去世也不曾续弦，而是又当爹又当娘的将刘雨玲拉扯大。因为他身体的原因，这些年也没少四处求医问药，只可惜都没有效果。为了刘雨玲能健健康康的，不惜动用家族资源，因为这事他已经被家中族老说过很多次，家主的位置都差点保不住。如今刘雨玲的身体康复有望，他如释重负，喜极而泣，真心的为了女儿高兴。等众人的兴奋劲过去，杨修才开口，雨玲如今的情况还需要持续治疗，暂时就让她住在杨府吧。婚事商量的如何了？杨天长说道，已经定下了，就定在了6月初8，刚好是个黄道吉日，一嫁娶，还有4个月的时间，倒也不会太赶。下聘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不过雨玲不能住在杨府，你以后自己去刘府找她治疗吧。刘雨玲则是红着脸乖巧地坐着，也不插话。毕竟所谓的治疗可不是一般的治疗，而是王维，而是私密治疗，不足为外人道。李云长也是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对于这件事他没有发言权。杨修应了一声，便没有再说话，只管闷头干饭。关于成婚这方面的事，他也不太懂，总之听安排就行。今天这顿饭主要还是为了刘雨玲，毕竟众人都已经筑基，可以辟谷，只有他一个普通人，不吃饭是真的会饿。结果刘雨玲没吃多少，杨修反而没少吃，一边吃一边查看系统面板。贤者系统，宿主杨修，年龄17，修为炼气大圆满，加灵根阴阳五行灵根9品，功法阴阳五行诀，积分100，物品无，商城点击打开，抽奖点击打开，100点积分。经过今天白天和昨晚的努力，以及初次和刘雨玲双修奖励的50点积分，他的积分终于达到了100点，可以突破了。既然积分足够，杨修自然没有不突破的道理。如今的青石城炼气修士有不少，但是筑基期可不多，只有突破筑基期，他才能在青石城成为真正的无所顾忌。反正青石城没有原因，就算金丹巅峰出手，有了筑基修为以及身上的法医，他也有求救的机会。杨修点击了境界后面的加，积分立马缩减为0，境界也顺利突破到了筑基初期。虽然系统加点突破的动静很小，但还是被杨天长和苏雪莹察觉到了。两人一脸惊喜地看向杨修，也顾不得有其他人在，当即问道，修，你突破筑基了？杨修点了点头，反正都是自己人，没什么不能说的。对，经过刚刚的双修，修为有所精进，突破筑基境了。杨天长夫妇狂喜，原本他们以为杨修此生能修炼到筑基期便是侥天之幸，没想到这才半天的功夫居然就突破了，这根本不是一品灵根能做到的。他们很想追问杨修他如今的灵根品级，但是最终还是忍了下来，毕竟他只有1品灵根，可以说青石城人尽皆知，如果突然之间灵根提升了，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想了想，杨天长说道，你的修为尽量不要暴露，否则后续可能会有不少的麻烦。杨修点头，他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能提升灵根品质的神物数量极少，价值连城。如果有人得知杨修获得过这样的神物，哪怕知道他已经使用了，也会有人找他打探消息。三人的对话尽数被另外3人听见，全都惊得目瞪口呆。不是说杨修只有1品灵根，还是5行灵根，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吗？1品灵根也能17、18岁修炼到筑基期了，那他们这些3、4品灵根还20、30岁才突破筑基的算什么？杨修看着3人的表情，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嗨嗨，你们不用这么惊讶，其实我压根不是1品灵根，当初父亲说我只有1品5行灵根，乃是为了保护我，不想让我太出众。如今我已经筑基，也不必再隐藏，修为境界暴露也没关系了。反正也没几个人见过他测试灵根时的场景，除了父母，也就家中的几个下人见过罢了。不过是几个没修为的普通人，他们懂个屁，就算他们说出去了，杨修就说天赋太高怕暴露，当时给他们施展了障眼法，又能怎么样呢？李云长3人都是惊讶不已，李云长除了惊讶还有后悔，如此年轻的筑基修士，天赋之高难以想象，然而自家女儿不过6品灵根，加上一个普通的灵体，居然就看不上人家，还亲手毁了和他的婚约。然而这里面还有他自己的推波助澜，想想就觉得五味杂陈，难以言说。同时还感到一些庆幸，如果女儿没有退婚，那自己也不会和杨修发生这种关系，哪还有如今这种幸福生活。刘家妇女此时感觉被幸福砸昏了脑袋，原本只是为了治疗刘雨玲的先天不足，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来杨府试一试，结果还就好巧不巧的被杨修看中了，并且找到了治疗的方法。原本想着只要能医好女儿的病，就算嫁给杨修也没什么。虽然她天赋很差，但是说到底家世在哪，成了杨家少夫人，
以后在青石城横着走，别人都得给你让路。至于刘家，刘贺从未想过要卖女儿来换取刘家的崛起，他只是一心想要救自己的女儿罢了。此刻却得知杨修不仅不是个废物，还是天赋逆天的天骄，当真是喜出望外。毕竟谁也不想以后天天被人指着鼻子骂卖女求荣，还是卖给一个废物。关键是他真不是卖女儿，那就更不想被骂了，冤不冤啊？可是杨修如果不是废物，反而是一个天骄，那就不存在卖女儿的说法了，别人只会说他眼光毒辣，看人准确。刘雨林更不用说了，她已经是杨修的女人了，杨修越强大，她自然越开心。杨修不知道众人的想法，只是一味地招呼大家吃饭。不是吃饭吗？都吃啊，愣着干什么？众人各有各的想法，都是魂不守舍的吃完了这顿跟没吃一样的晚饭。饭后，三人刘家妇女将要告辞之际，杨修说出了一句让他们胆战心惊的话：岳父大人，等回去之后，希望你们能不小心透露一下我的修为和天赋的事情。刘贺二人不解，都隐藏了这么久了，为何要突然暴露自己的天赋？不过不解归不解，既然杨修说了，那他们就会去办。杨天长夫妻倒是心里清楚，杨修这是找了个借口，提前为修为暴露做铺垫呢。当夜，杨修和李云长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自从知道和杨修双修可以提升修为之后，李云长就像是上瘾了一样，一有机会就缠着杨修，比他还积极。刘雨林今日刚破瓜，没有修为在身，身子还比普通人娇弱，所以今晚杨修并没有去找他。次日一早，天还没亮，李云长就匆匆离去，倒不是怕家里那人发现，主要是杨修实在太强，他一人属实承受不来。辛苦了一夜，杨修也没有继续修炼的打算，直接躺下就睡了。一觉睡到大中午，杨修准备出门逛逛。自从6岁以后，原主出门的次数就屈指可数，在记忆里甚至找不到太多青石城的画面。穿越过来几天了，如今修为也达到了筑基期，可以放心大胆的出门了。青石城不算大，总面积只有100平方里，听起来很大，换算成公里就只有1/4了，差不多就是一个长宽5公里的小城池。如果不是因为杨家落户在此，完全就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城。但是因为有了杨天长这对化神夫妇，让青石城名声大噪。城池虽然没有扩建，但是繁华程度远不是其他小城可比。不说机缘不机缘，单说安全性，绝对是方圆几十万里最高的。哪怕离青灵宗最近的青灵城也远远不及。毕竟青灵宗可不会让他那块嗝屁的老祖一直在青灵城坐镇。这还是杨修穿越后第一次出门，见到路边小摊小贩售卖的物品，和前世去过的江南小镇差不多，只是种类会多一些。逛了一会，杨修就失去了兴趣。这些东西都是凡俗之物，根本勾不起他的兴趣，而且他也不是那种爱逛街的性子。算了，也没什么好逛的，去看看雨林吧。经过一晚上休息，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该进行下一次治疗了。然而马上他就愣住了，刘府在哪个方向来着？他的记忆里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印象，而且他还不敢用神识探查，别人可不知道他杨家大少的身份，要是神识扫到一些老家伙，没准他神识就会被重创。念及如此，杨修立马四处打量，找到个看起来好说话的问了路：这位大姐，打扰一下，您知道刘府怎么走吗？被杨修喊住的30-40岁的妇人闻言一愣：大姐，是在喊我吗？我这年纪都能当你娘了吧？妇人满脸不爽地看着杨修：你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没有教养，我的年纪都能当你娘了，你喊我大姐？杨修被骂得一愣一愣的，这不对啊，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啊，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是我喊你大姐，你觉得我把你喊年轻了，然后心情大好吗？那妇人见杨修不说话，也懒得再搭理他，摇了摇头就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真是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得尊老爱幼，一点教养都没有。杨修听得满头黑线，但是又不好发作，毕竟按照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年龄看，那妇人的孩子可能已经比他都大了。杨修无奈，只能又找了一位大叔问到了路。下次出门真得带点人手，不说别的，像这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也许就知道，再不济也不用自己亲自去问路。自己堂堂杨家大少，在自家地盘上问个路还碰一鼻子灰，传出去能让人笑死。杨修按着大叔指的路线前进，心中还在想着自己是不是太低调了点。平时也不露面，一身衣服虽然是极品法器，但是款式却不够华丽，看起来还不如那些小家族子弟。看起来除了帅，真的平平无奇。这要是丢进读者群里，只能算个路人甲。不行，得搞一件看起来就牛逼哄哄的衣服类法宝。老子穿越是来享福的，不是来扮猪吃老虎装逼打脸的。想到这里，杨修立马打开系统商城筛选衣服类法宝，但是仅仅看了一眼，他就立马关闭了系统页面。尼玛，一件下品宝器而已，居然比极品法器贵了这么多。月刚一，下品宝一，可凝聚罡气护体，抵挡一次金丹中期修士的攻击，能够有效削弱不超过金丹期的伤害，夜间效果更强。
售价500积分。算了，朴素点就朴素点，好歹也是极品法衣，别人想要还没有呢。杨修身上这件极品法器衣服还是他老娘送他的，当时一共给他量身定做了5件。当时选款式的时候，原主那个憨批全部选的这种看起来就很朴素的极品法器，已经是在青石城能够买到的最高级的法宝了。这也是多亏了这几年青石城发展了起来，不然想买就得去青陵城了。虽然只是步行，但是一路上速度极快。刘府在青石城西城，离东城的杨府有3-4公里，杨修一盏茶的功夫就到了。杨修正要进去，却被门口的下人拦住。尼玛的！杨修暗骂一声，再次后悔自己出门没带几个随从，不然随从穿着杨府下人的衣服，他们也不敢这般拦着。杨修心中无奈，打算偷摸着进去得了，反正他来找刘雨林，本就不想惊动别人。杨修离开刘府正门，找到个偏僻的位置，正要进去，突然感受到不远处有一阵灵力波动。原本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在杨修在其中感受到了冰灵力的存在，这让他一瞬间就想到了林清明的小姑林若曦。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灵力传出的地方，果然见到了林若曦。此时的林若曦正在和一位中年男子战斗，说战斗可能不合适，应该说是苦苦支撑。那男子长得应当是不错的，就是油头粉面，目光淫邪，看着让人倒胃口。但是此人一身修为却不可小觑，竟已是有了金丹修士的气息。看着眼前的一幕，杨修也不得不由衷的佩服，这林若曦对自己真是狠啊！为了磨练自身的实战技巧，居然越大境界与人切磋。然而那男子的下一句话就让杨修尴尬在了原地。嘿嘿嘿，青石城第一美人，果然名不虚传。既然你自己亲口说出要嫁给胜过你的人，那现在你可就是我的人了。杨修尴尬的脚下快抠出一套四合院了，他还以为二人是在此切磋，毕竟这里基本都是二流家族的府邸，家家都有金丹期坐镇，谁家好人会选择在这里战斗啊？打坏了别人家的砖砖瓦瓦，还不得被讹得大出血。林若曦苦苦招架着男子的攻击，虽然对方只是在戏耍他，并未动用全力，但也不是他筑基后期能承受的。闻言，林若曦眼中闪过一缕厌恶的神色，冷声道：哼，我说的是年龄相仿的同境之人，你一个金丹期的娘炮凑什么热闹？有本事将境界压制到筑基后期，老娘给你活阉了。杨修被雷得外焦里嫩，不是这对吗？说好的冰山美人呢？你的高冷人设呢？这怎么骂起人来比老子嘴皮子还利索？那中年男子听到林若曦骂他娘炮，顿时勃然大怒，手下的攻击也加大了力度。臭婊子，给脸不要脸的玩意！你林家老祖在我面前都不敢如此说话，既然你不识趣，那老子就只能用强的了。本就不是对手的林若曦，面对认真的金丹修士，顿时没了抵抗之力，一掌就被拍飞出去10多米远。杨修见状，一步迈出，瞬间来到二人中间。林若曦原本已经准备向父亲求助，但是看到突然出现之人，心中决定等等再说。林家在青石城也不是没有敌人，以前仗着杨家准亲家的身份，大肆发展时也没少得罪人。如今可是有不少人在盯着林家，他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金丹，没了杨家的做靠山，也不敢轻易出手。就算林清宁被青灵宗主当作接班人培养，可是青灵宗距离这里有段距离，没有办法及时赶到。别人真动手了，青灵宗再来人有什么用？报仇，人家早远走高飞了，等青灵宗的人就只能帮着收尸了。但是杨家不同，人家就住在青石城中，攀上了杨家，在青石城完全可以横着走。林若曦在看到这个有些眼熟的背影时，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毕竟整个青石城能让他记住的人不多，男人更是只有家族中人，唯一的外人就是杨修。自从前日见过杨修以后，他那英俊的样貌以及出尘的气质就映入了他的脑海。尤其是在林清宁说杨修是如何侮辱他和青灵宗长老的时候，林若曦眼神都放光了。他知道杨修和自己是一类人，他终于找到组织了。中年男子看着杨修，眉头皱起，道友这是何意？杨修，杨家，杨修，三溪，滚！男子一听杨修的身份，立马就露出惊恐的神色。传闻中这个杨修是个十足的废物，修炼10年也堪堪突破炼气4层。虽然他此时见到的杨修与传闻中的不同，修为并非炼气4层，而是筑基初期，但是他如果对杨修下手，就算有他身上的极品法医，最多2息就能杀了他。但是他不敢，别说2息时间，只要他敢动手，最多1息他就得先原地去世。毫不犹豫的转身，全力爆发出金丹期的修为，转瞬便消失在二人眼前。至于他为何不怀疑杨修的身份，他只能说呵呵，谁家特么17、8岁就能突破筑基期，还能穿着极品法衣出门？整个青石城除了杨家的杨修，还有第2个符合条件的人吗？世人都说他灵根差，修为低，不过都是被骗了而已，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的转身立马就逃。林若曦挣扎着起身来到杨修面前，多谢杨公子救命之恩。
杨修笑呵呵地说道：“不应该是感谢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吗？”杨修此举不过是为了逗一逗这女人罢了，毕竟他对林家人可没有好感，除了李云长。谁知林若曦却眼珠子一转说：“小女子确有此意，可惜杨公子已有婚约，否则若曦定然是以身相许。”杨修闻言愣了一瞬，随后又想起方才林若曦骂那中年男子的场景，心中苦笑一声：“对，斗错人了。这娘们可不是什么冰山美人、小家碧玉，这种程度的言语挑逗对他来说毫无压力。哈，那还真是可惜了，本公子还有事，就先行一步了。林姑娘，告辞。”说完，杨修就溜了。一位绝世美人站在自己面前，还能接得住言语上的挑逗，这谁顶得住啊？林若曦失望地看着杨修离去的背影，方才那番话也并非全是玩笑。这么多年来，杨修不仅是唯一一个能入他眼的男人，而且因为林清宁和杨修，导致如今的林家举步维艰。若是自己和杨修能结成姻缘，他们林家就能重新获得杨家的支持，对林家当下的局面也会有利。届时竟有杨家，原有青灵宗，未来还有林清宁，他们林家将会成为整个青石城除杨家以外的第一家族。哪怕如今的林家只有一位金丹初期坐镇，那些一流家族也不敢招惹。只是可惜杨修并无此意，所有的算盘都成空了。而此时的杨修已经偷偷摸摸地进入了刘家，来到了刘雨林的闺房。只是用神识急速探查了一番，杨修就发现了刘雨林所在的位置，悄摸着溜了进来。杨公子，你怎么来了？刘雨林见到突然出现在房间的杨修，惊讶地问道。杨修嘿嘿一笑，这不是该给你治疗了吗？可怜医者心，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的病情呢。刘雨林闻言俏脸一红，呸，你乃是惦记我的病情，我看你是惦记我的身体吧。但是刘雨林也没有拒绝，主动上前为杨修脱去外衫，娇羞地说道：“那就辛苦杨医师了。”杨修心中一阵激动，握住刘雨林的柔蹄，贱兮兮地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快开始吧。你的病情一日不好，还需很多日。”说着就抱起刘雨林来到床边，开始了今日份治疗。这场战斗持续到第二日清晨，因为杨修境界的突破，并且专心为他治疗，所以治疗的效果比第一次好很多。杨修打开系统面板，看到上面的积分，陷入了疑惑：“童子哥，为什么我已经突破筑基期了，怎么这么多次才获得10点积分？”系统：因为你善。杨修：说人话。系统：因为刘雨林的身体先天元气不足，所以双修的效果很差，无法提供大量的积分。你本次双修的效果有一半都用来给他修复身体了，所以你只获得了正常情况下一半的积分。杨修点头：那就好，我还以为都筑基期了，双修还是只有这点积分呢。杨修放下心来，要知道他这次可是完成了5轮双修，算下来双修一次才2点积分，可是昨天还是炼气期的时候，和刘雨林完成一次双修就已经是2点积分了。吓得他还以为每次双修给的积分都是固定这么点，那他靠加点成仙的想法可就彻底破碎了。系统提醒一下宿主，双修虽爽，但是也要节制，不要为了提升修为透支自己，要控制在自己的身体承受范围内。杨修一愣，说道：透支？为什么要透支？我只觉得还没有尽兴，但是雨林身体太虚弱了，哎，没办法。系统顿时无话可说，李云长说的真没错，这家伙在床上就是个牲口。回到家中后，杨修发现府中的气氛有些不对劲，所有人的神情都绷得很紧。杨修换过一名下人，问：怎么回事？我怎么看所有人都很紧张的样子？那下人立马恭敬回答：少爷，青灵宗来人了，正在会客室呢。杨修闻言眉头一挑，青灵宗居然还敢在这个时候派人来。杨修有些好奇，于是迈步向会客室走去，想看看青灵宗此时派人来是想做什么。还没有靠近会客室，杨修就听到了父亲杨天长愤怒的声音：滚！你们算什么东西？想取消婚约就取消婚约，想嫁谁就嫁谁，真当我杨家是好欺负的？老子今天就把话撂这了，真把老子惹急了，等你们青灵宗那个老不死的归天，老子立马屠了你们青灵宗。紧接着就是一道上了年纪的声音响起：杨家主息怒，我青灵宗只是为了补偿杨修小友。宋月离亦是我宗天骄，年纪轻轻就已是筑基巅峰修为，与杨修小友实乃天作之合啊。听到这里，杨修就已经明白了，肯定是自己修为突破筑基的事情传到了青灵宗内，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原本杨天长和苏雪莹就十分强大，如今自己又在未满18岁就突破筑基期，足可见天资非凡。他们老祖已经所剩时日无多，等到那老不死的归天以后，青灵宗将会彻底被杨家压住一头。虽然青灵宗还有化神高手，但是那些人在杨天长2人手下完全不是对手。日后这方圆万里，到底是青灵宗说了算，还是杨家说了算，可就不好说了。若杨修一就是一个废物，那他们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杨天长2人的重心不会放在青灵宗身上，就算把整个青灵宗的资源都给杨修使用，又能怎样？
一品灵根就是一品灵根，这辈子筑基都悬，结丹想都别想。可是如今的杨修天赋异禀，很明显不是一品灵根。虽然不清楚具体是几品，但是18岁筑基，灵根品级绝对不会低。当二人不需要为杨修的灵根操心时，那需要他们关注的就只有杨修修炼所需要的资源了。杨家虽然富裕，但是和传承了上千年的宗门相比，依旧远远不足。以杨修的天赋，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可以快速提升修为。这种时候，没有了高阶战力坐镇的青灵宗，自然会成为二人的重点关注对象。青灵宗高层都想到了这个问题，想出了众多方案，甚至想让老祖出关击杀杨天长一家，但是最终都被一一否决。先不说青灵宗老祖本就时日无多，身体衰退，此时还是不是二人的对手。就算燃烧修为，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两败俱伤，能否留下二人还得两说。至于围攻更别想了，化神期修士的战斗，元婴期根本插不上手。如果青灵宗大量化神修士出动，杨天长也不会坐着等死。只要让他们逃脱这一次，以杨家三人的天赋，可能要不了多久就能登门复仇。别以为杨天长就是个莽夫，什么后手都没有。青灵宗内到底有多少杨家的探子，他们到现在都没查清楚。只要青灵宗高手出动，杨天长必然会得到消息。最后还是宗主柳青喊出了个主意，打不过咱们就拉拢联姻，这才有了杨家的这一幕。杨天长怒哼一声，我杨家媳妇已有人选，就不劳烦贵宗操心了。但是贵宗弟子上我杨家退婚之事，他日杨某必然登门讨个说法。要不是暂时还打不过，杨天长早带着人打上门了。如果说林清宁上门退婚之事没有青灵宗的干预，傻子都不信。林家之所以还能在青石城留到现在，也是看在李云长的面子上，所以一直没有对林家表露出什么态度。不然就算杨家不出手，一堆为了巴结杨家的家族也会将林家排挤出去。那老者的声音继续响起，杨家主宋月离不论天赋样貌人品，样样都是无可挑剔，以前更是我青灵宗的少宗主人选之一，杨家族不妨再考虑考虑。杨天长还想说什么，杨修这时已经走了进来。假如我杨家还是别想了，如果这个什么宋月离当真如你所说这般，我收作妾室倒也不是不行。青灵宗老者闻言扭头看向杨修，心中对杨修的话很不爽，但是听方才的话，这年轻人应该就是杨修，所以他即使不爽也不敢发作，只能憋着。这位应该就是杨修小友了，果然是风神俊朗，一表人才。月离这丫头乃是我宗天骄，又岂能送于他人做妾？杨修小友这话一点都不好笑。杨修笑呵呵地看着青灵宗的老头，既然如此，那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前辈还是请回吧。老者心中一怒，这个杨修比他爹还要强势，压根不给一丝谈判的机会。现场已经僵持住，杨天长在杨修开口以后就闭口不言，一切皆由杨修自己做主。老者也知道今天是没法再谈，于是起身告辞。看着老头离去的背影，杨修在后面说道，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谈也没必要谈了，不愿意就不用再来了，愿意就赶紧将那个叫宋月离的送过来。老者脚步一顿，随后便加快速度离开杨天长，看向自己的杨修问道，修，你是怎么想的？杨修倒是没有隐瞒，父亲，青灵宗此举意在向杨家求和，并且可以将我绑在他们青灵宗这艘船上，只要我娶了宋月离，那便算半个青灵宗弟子，你和娘亲自然不好再对青灵宗动手。看来青灵宗那个老不死的真的快死了，应该就在这几年之内了。杨天长点点头，杨修说的没错，但是他问的是这个吗？你个臭小子，为夫问的是这个吗？我是问你对于这个宋月离你是怎么想的？杨修无所谓的回道，没怎么想啊，反正现在是青灵宗求我们，主动权在我们手上，青灵宗肯定会将人送来的，反正对我来说无所谓，如果听话那就好好待他，如果别有用心，那就当多了个炉鼎呗。杨天长满意的点头，自己儿子不仅看得通透，心性也是极为难得，虽修炼双修功法，却不为女色所困。修儿，你能如此想就好，女人这世上多的是，只要你实力够强，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所以提升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杨修觉得父亲说的十分正确，正要应和，就见到娘亲怒气冲冲的进来，吓得杨天长立马开始逃窜。苏雪莹，女人多的是吧？什么样的得不到是吧？杨天长，你给老娘站住！杨天长，夫人，你听我解释，我是为了教育修儿才这样说的，我对你肯定是一心一意啊。苏雪莹，行，我信了，你先别跑了，站住！杨天长，我看起来有那么傻吗？不理会他们夫妻间的小情趣，杨修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虽然系统可以加点，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积分也不是那么好获得的，所以该修炼的时候还是得修炼。积分的作用太大了，不仅仅是可以提升修为，还能购买各种稀有物品或者抽奖，用来提升修为是最浪费的用法。如今修为不高，加点需要的积分也不多，筑基初期突破到筑基中期也就只需要300点积分而已，
所以感觉没有什么。若是等日后修为高了，一次加点需要几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他去哪弄这么多积分？9品阴阳灵根售价也才20万而已，提升一重修为需要的积分都够他买齐全属性9品灵根了。所以就算是有系统，也不能完全依赖，不然不是白瞎了童子哥为他的安排极品灵根。接下来的日子，杨修过上了2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就在家中修炼，李云长有时会来陪他双修，晚上就溜去刘府帮刘雨林治疗伤势。得益于杨修的修为突破，每次治疗的效果都比第一次好上许多，所以仅仅10天，刘雨林的身体就彻底修复。虽然还没有开始修炼，但是身体已经与常人无异，再也不用担心随时会倒下。而这10天中，杨修的积分也积攒到了216点，其中李云长贡献了大头。虽然10天里李云长只来了5次，但是如今和李云长双修都能获得6点积分，而刘雨林每次只有2点。不过现在刘雨林的身体已经修复，日后再与他双修也能获得4点积分了。童子哥，你说我是直接购买一本功法呢，还是抽奖碰碰运气？这日终于攒够200积分的杨修向系统询问道。原因是他看中了一本筑基期的功法，名叫庚金剑诀，售价200积分。这门功法在筑基期的功法中也是攻击力最顶尖的那一批，但这不是它售价这么贵的原因。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这门功法乃是一门合体期功法的残篇。五行剑诀共有5式，每一式都分别对应5行属性，及其5式便是完整版的合体期功法。甚至在五行剑诀的基础上，还能融入阴阳剑诀，将之提升为度劫期功法。所以在一堆售价几十到100多的功法里面，这本售价200积分的功法格外显眼。系统看宿主自己的选择，如果选择抽奖，可以使用初级抽奖，该物品的残篇属于筑基期。初级抽奖吗？童子哥，开抽，先来个初级10连抽。丁，扣除9点积分，初级10连抽正，在抽取中恭喜宿主获得极品回春丹、极品回春丹、极品回灵丹。好家伙，10连抽9枚回春丹，1枚回灵丹，这也太黑了吧！杨修无力吐槽，回春丹是炼气期使用的丹药，可以恢复灵力，也可以加速修炼，售价十分便宜，1枚灵石1瓶，1瓶10枚回春丹。回灵丹则是筑基期使用的丹药，药效和回春丹相同，等于升级版，售价也贵一点，5枚灵石1瓶。但是对杨修来说没用，他从来不缺这些，就算是极品品质的会稀有一点贵一点，但是对他而言依旧没什么用。他想要的是庚金剑诀。杨修，没事，才第一发10连抽，抽不到也正常，毕竟可是售价200积分的功法，再来。丁，扣除9点积分，初级10连抽正，在抽取中恭喜宿主获得极品回春丹、极品回灵丹、极品回灵丹、极品运灵丹、极品运灵丹，比上一次强，继续。丁，继续。丁，直到第11次。丁，恭喜宿主获得极品运灵丹、甲木剑诀。好消息，出金了。坏消息，出歪了。杨修看着系统空间的甲木剑诀，简直欲哭无泪。这一波你说亏吧，并没有血赚。作为五行剑诀残篇之一的金丹期功法，甲木剑诀在商城的售价是1000积分，但是你说他赚了吧？他确实赚了，但是他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童子哥，继续。丁，童子哥，最后一次机会了，求求你给点力啊！继续。丁，庚金剑诀。阿草，抽到了，这波血赚。这一次抽奖不仅抽到了他需要的庚金剑诀，甚至连后续更贵的甲木剑诀也抽到了。不过童子哥，这甲木是个什么东西？不是乙木吗？系统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可惜杨修看不到。五行剑诀是一本纯阳属性的功法秘术，庚金就是阳金，甲木是阳木，你所说的乙木属阴木，还有后面的水火土，壬水属阳，癸水属阴，丙火属阳，丁火属阴，戊土属阳，己土属阴。杨修恍然，原来还有这个说法，他还真不清楚。这玩意好像是道家什么天干什么的，偶然间听说过，具体不了解。不过这个癸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系统，傻逼，女子月事也被称为癸水，你说怎么耳熟？杨修，哦，我就说，不是，童子哥，你怎么骂人呢？那是古代的叫法，我又不是古人。然而系统却是不再搭理他，任凭他说什么都没用。杨修也只好悻悻作罢，研究起了刚抽到的庚金剑诀。点击使用，大量记忆涌入脑海，立即无痛入门，只是后续的境界只能靠他自己修炼了。20多次10连抽，自然不可能除了丹药只出2本功法。此时他背包中还躺着5本功法和2件法器，除了甲木剑诀以外，另外4本皆是筑基期功法，分别是腿法、拳法、掌法和身法秘籍。
可以说是全方位覆盖了。杨修二话没说，全部点击学习，熟不熟练度的无所谓，最起码先入门了再说。2件法器没啥好说的，一件中品，一件上品，都很一般。虽然也算不错，但是配不上他杨家大少的身份。一般来说，下品法器对应炼器初中期，中品法器对应炼器后期和巅峰，商品对应筑基初中期，极品对应筑基后期和巅峰。更高品质的宝器、法宝、灵器以此类推。最强大的就是极品灵器，对应着大成后期和圆满。至于渡劫期大佬，那就无所谓了，啥破逼玩意拿到手里都能用，还强的一批。这件上品法器正适合此时的杨修使用，可惜他不是一般人，看不上这玩意。法衣这种算是比较稀有的防御性衣物，杨府也没多少，青石城能买到的最高也只有极品法器级别，主要是高阶裁缝师太少，高阶法衣属于稀有物品，但是武器类的那可就太多了。杨修来到库房，将2件法器随手丢了进去，随后挑选了一番，最后选中了一柄中品宝器长剑，收入储物间。不是没有更好的武器，而是现在的他最多只能使用中品宝器，再高就要把它吸干了。这还是因为他拥有5行阴阳灵根的缘故，否则一般筑基初期修士最多催动极品法器就是极限了。杨修刚走出库房，就见到家中下人正向着自己飞奔而来。少爷，少爷，老爷让您去一趟前厅，青灵宗又来人了。杨修闻言心中一动，看来青灵宗还是沉不住气，这么快就做出决定了。我知道了。大厅内，这次青灵宗长老一个都没来，只有一名少女身穿浅绿色的青灵宗服饰，坐在下手位置，淡定地喝着茶。杨修进来只是看了女子一眼，心中就得出结论，此女精于算计。虽然看着表面很淡定，但是眼中有金芒闪过，必然在打着什么主意。区区一个青灵宗小辈，自然没有资格让杨天长2人陪同，所以此时大厅内只有他和陪同的下人，并无其他人。杨修大马金刀地走到主座上坐下，看着下方正打量着他的女子，说道：“你就是青灵宗宋月离。”宋月离在长老们口中已经得知杨修如今也已是筑基期修为，虽然只是筑基初期，但是年龄尚小，不过17、18岁，天赋十分妖孽，所以他也没有拖大，起身微微行了一礼道：“正是，月离见过杨公子。”杨修打量着眼前的女子，虽然知道此女精于心计，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妹子五官太周正了。瓜子脸，柳叶眉，眼睛亮晶晶的，皮肤白得像剥壳鸡蛋，嫩得仿佛能掐出水。身材更是一绝，身高中等，只有1.65米左右，但是前凸后翘，十分火辣。虽然身高只有1.65米，但是那双大长腿能给人一种1.7米的感觉。杨修可不管他心中是怎么想的，就算有再多的算计，进了杨府也得给他老老实实的。杨修，你可知此次前来是为何事？宋月离不卑不亢地回道：“月离知晓。”杨修道：“你知晓便好，你宗门将你送给我做妾室，那你就算是我杨家的人了。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就算你是修士，但妾室就是妾室，你应当知小妾室的地位。在杨家，你只要乖乖听话，我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我的女人，但是你如果敢给我耍什么小动作，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宋月离虽然心中不忿，但是却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满，只能恭敬地回道：“是，月离明白。”杨修走进宋月离身旁，轻声说道：“我知道你被宗门像个货品一样送来讨好我心中不爽，但是有一点你要搞清楚，就算是送礼，我杨家也不是什么都收的。能进我杨家是你的荣幸，在这里只要你乖乖听话，能获得的资源不是你在青灵宗能比的。”杨修这话倒是没有夸大，青灵宗虽然比杨家富裕得多，但是他人也多啊。一个宗门上上下下加起来上千名弟子，还有消耗更大的长老等等，就算宋月离资质出众，在青灵宗所能获得的资源也终究有限，最多给他一点优待就是极限，不然下面的其他弟子肯定不服。但是在杨家就不一样了，一共就3个人，就算加上马上要嫁进来的刘雨林和他，目前也就5个人，不说能给他多少，就算指缝中随便流露出点资源，也比他在宗门累死累活挣贡献点兑换的多。宋月离应了一声，然后便在一声惊呼声中被杨修一把抱起。宋月离被吓了一跳，双手下意识的就搂住了杨修的脖子，这下正合了杨修的意，顺势解放双手，用公主抱的姿势将其抱起。宋月离第一次与异性这般亲密，身体感到有些不适，但是自己如今的身份也没有资格说拒绝。跟李云长待久了，杨修果然是沾上了点不正常的东西。要是换做以前，他大概率是不会在这种地方做的，但是此时却是做得毫无负担。他又羞又恼，强忍着身体的不适，扭头向外看去，还好没有人经过，不然他堂堂青灵宗第一，第2天骄，筑基巅峰强者，以后就真没脸见人了。杨修看着躺在桌子上大口呼吸的宋月离，对着小兰说道：“送姑娘回院子，让她自己挑一间房。”浑身瘙痒不断扭捏的小兰闻言，
赶忙扶起宋月离道：“是，奴婢这就去。”杨修则是打开了系统面板，看着面板上的106点积分，心中虽然不解，但是却万分满意。没人会嫌自己钱多。有事不解问系统，杨修立马问道：“童子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积分？”系统：筑基修为加上先天元婴尚在，就是这么多。杨修疑惑：那李云长也是筑基期啊，怎么和普通人的刘雨林一样只有10点？系统无语：你脑子怕不是秀逗了吧？人家女儿都差点成你媳妇了，那能是第一次吗？杨修一愣，李云长玩得太花，差点都让他忘了这是一个已经为人母的贵夫人了。杨修尴尬一笑：嘿嘿，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奖励机制是什么样的。系统：境界越高，双修获得的积分越多，先天元婴还在的话会有额外收获，你只要知道这些就行了，其他的别问。杨修点点头，原来如此，那看来自己还是得多纳几房干净的小妾，这样才能快速获得积分。当然，如果修为高，是不是第一次也无所谓。突然杨修一愣，坏了，亏大了。宋月离已经是筑基巅峰了，如果我把抽到的那些丹药给他服用，大概率可以突破到金丹。如果那个时候再和他双修，奖励的积分岂不是海量？系统：宿主真聪明。杨修有些懊恼，如果等宋月离突破金丹期再双修，奖励的双修值最少也得翻1倍吧，那可是最少100点积分啊，血亏。但是如今事情已经发生，再后悔也没用了。杨修心中郁闷，就想去找刘雨林发泄一下，便起身出了门。只是在前往刘府的路上，杨修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李云长。他的身边还有一个中年男子，二人看起来较为亲密，光天化日之下，能与他如此亲密的男人，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林家如今的家主，李云长的相公，林清宁的父亲林正杰。俩人一同走进了一家酒楼，杨修抬头一看，嘿，巧了不是，正是杨家的产业，也是青石城最大的酒楼醉仙楼。醉仙楼的各种菜品都是以妖兽或者灵草灵药制作，拥有辅助修炼的效果，所以招待的基本都是修士，算是青石城档次最高的一家酒楼。杨修看着二人进入酒楼，表情有些疑惑。二人都是筑基期修士，早就可以辟谷，就算贪图口舌之欲，家中的厨子也不会比醉仙楼的差，怎么会跑到醉仙楼来吃饭呢？杨修有些好奇，主要还是看到二人或许亲密有些不爽，于是便也进了醉仙楼，把掌柜的招呼了过来。掌柜的一见到杨修，心中大惊，不知道这位整日不出门的大少爷，今日怎么有时间来自己这里的？哟，大少爷，您来了，我这就给您安排个包厢，让下面人给您备上酒菜。杨修对于掌柜的认识自己毫不意外，杨家每个产业的负责人都被强制要求熟记杨修的画像，就怕杨修整日不出门，许多人不认识他，再一不小心得罪了他。杨修摆了摆手说道：我刚刚好像看到林正杰和他夫人进来了。李掌柜虽然不解，但是没有任何废话，是的，大少爷，他们此时正在弟子1号包厢，除了二人以外，还有青灵宗的一位长老也在。杨修颔首，那就他们隔壁的包厢吧，另外等下上菜的时候，让林夫人去我包厢一趟，别让林正杰怀疑。李掌柜心中更加疑惑，却还是恭敬地应了下来。杨修进了弟子2号包厢，没多久，小二就上了一桌子的菜，李云长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包厢内。李云长见到杨修也是一愣，惊讶道：杨修，你怎么在这里？杨修起身关上了房门，一把将李云长揽进了怀里，不爽地说道：怎么，我出现在这里，打扰到你和林正杰的好事了？李云长翻了个白眼，说道：说什么呢，我和他只是在外面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而已，今天来这里因是清明的事，在这里招待一位清灵宗的长老。杨修双手齐动，给李云长做起了按摩。别闹，我只是出来一下，不能耽得太久。怕什么？在自己家的酒楼里，我还怕他找上门来。李云长更加清楚林正杰的性格，确实如同杨修所说，就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可没有面对杨家的勇气。想到这里，索性也放开了。醉仙楼在建造之时，杨天长就亲手布下了阵法，可以隔绝声音的传播以及神识的探查。李云长变得无所顾忌。一炷香之后，李云长用埋怨的口气说道：出来这么久，一会儿回去我该怎么和他解释？杨修毫不犹豫地说道：就说我找你商量赔偿的事，另外告诉他你要陪我吃顿饭，让他自己先回去。李云长手中动作一顿，本能觉得有些不妥，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李云长回到隔壁，林正杰就疑惑地问道：刚刚侍女说有人找你，怎么去了这么久？青灵宗的长老也是面色不悦地看向李云长，虽然这人是林清宁的母亲，他不可能对他做什么，但是最起码看着养眼啊。刚刚这顿饭就他和林正杰两个大老爷们吃得相当无趣。李云长此时已经恢复了端庄的模样，一本正经地说道：是杨修找我商量关于赔偿的事，刚刚谈得有些不愉快，我想着你们应该也吃的差不多了，就过来告诉你一声，等下你就先回去吧，不用等我了，我还要接着和他谈一下，
毕竟1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我们林家可能拿不出这么多零食来。一听到是在和杨修谈事，林正杰和青林宗长老顿时没了脾气。杨修的身份令他们连抱怨一句都不敢。林正杰说道：也好，当初也是你和杨修商议的赔偿之事，既然他之前能免除了利息，想来应该也能再宽限一些时间，一切就拜托夫人你了。林正杰是真的不想面对杨家这个庞然大物，生怕杨天长一怒之下将自己给宰了，所以之前退婚和赔偿之事他才没有出面，都是让李云长和林若曦前去的。在他看来，杨天长身为化神大能，总不至于对筑基期的女人动手吧。如今李云长愿意主动前去和杨家商量赔偿之事，他是求之不得。只可惜他想多了，杨天长若是真想动手，别说是女人，就是婴儿他也能痛下杀手。能以散修的身份修炼到化神期，哪个不是尸山血海里闯出来的？不过李云长并没有多言，只是交代了几句就又回到了隔壁。杨修在李云长离开后就开始大快朵颐，菜都已经上来了，不吃也是浪费。都是妖兽肉做成的菜品，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多少也能精进些修为。见李云长进来，杨修便问道：要不要吃一点？李云长来到杨修身旁坐下，一边吃菜一边还贴心地伺候杨修用餐。看着身旁美人温柔贤淑的模样，杨修的手就开始不老实起来。原本正常的一顿饭，杨修尽吃豆腐去了，不多时两人就变得衣衫不整。杨修牵着李云长来到窗边，将窗户打开一些，看着下方来往的人流。地字号包厢处于4楼，如果从下面看，只能看到窗口的位置，再往里是什么都看不到的。远处看的话，因为阵法的原因，视线会受阻，只能看到一片模糊。至于说其他高层的建筑上的人会不会看到，那更加不可能。超过2层的建筑全都不在这个方向，当初醉仙楼建造时就考虑到了视线的问题，所以开窗的方向是没有高层建筑的，所以杨修准备今天玩点刺激的。2人正在窗边看着下方来来往往的人流，杨修看到了从9楼出门的林正杰，身边还跟着一位看上去40、50的中年男子。杨修趴在他耳边说道：看，林正杰。李云长闻言低下了头，果然见到林正杰正陪着青灵宗的长老向林家的方向而去，都没有发现自己天色已经昏暗。李云长靠在杨修的肩膀上说道：对了，我是说和你商议赔偿之事留下来的，关于赔偿。杨修无所谓的道：小问题，那就分2年还吧，今年先还一半，免肯定是不可能免去的，不然人人都敢效仿了，宽限点时间倒是无所谓，杨家真不缺这点。李云长点头说道：那我就先回去了，下次再有这种事情，我吩咐人去通知你。杨修一脸笑意地看着李云长：哦，喜欢上这种感觉了。李云长俏脸一红，没有答话，转身就离开了。杨修也没有久留，整理了一下衣物就前往了刘府，还是和往常一样，偷偷溜进了刘雨林的闺房。毕竟2人马上就要成婚，这个时候是不宜频繁见面的。娘子，为夫来了。刘雨林脸色微红，嗔怪道：还没有成婚呢，哪有喊娘子的？杨修贱笑一声，一把将他拉入怀中：早晚的事吗？提前练习一下也无妨。2人又温存了一番，杨修顺便指点了一下刘雨林的修行。说起来，刘雨林的天赋并不低，身怀4品木水双灵根，虽然算不得天骄，但是也绝对超过大部分人了。只是以前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修炼，如今身体康复，自然不能浪费这份天赋。这个世界的修行功法都是单一属性或者无属性，对多灵根的修士很不友好，无法发掘出全部的潜力。这也是世人认为灵根越少，天赋越好的原因。刘雨林修炼的是一本木属性的功法，这也是他在过去的10多年中翻看了无数遍的功法，早已烂熟于心。杨修看着自己的积分，打开了商城，开始筛选功法。春花秋露卷1属于渡劫期功法，春花秋露的筑基篇包含了从炼气1层到筑基巅峰的修行功法。修炼的要求便是拥有木水灵根，这本功法所修炼出的灵力拥有很强的治愈能力，比较符合刘雨林的要求。但是购买需要的双修值也不低，虽然只是筑基篇，但是因为是渡劫期功法的残篇，售价达到了250点积分。这还是因为基础类功法售价相对较低的原因，可是依旧超出了杨修的资产。他经过今天下午和李云长的双修，此时积分又增加到了124点，可是缺口依然很大。童子哥，如果我要那种书籍版本的功法，需要自己参悟，价格能不能便宜点？系统没有，不过系统可以提供各种定制化选择，考虑到宿主的积分，可以为你提供低息贷款，借150点积分，分3天偿还，每日只需要还款60点积分，怎么样？是不是很划算？杨修闻言一算，直接没忍住骂娘：你没搞错吧？3天利息就要20%年息，我操你妈，年息2433%！你他妈跟我说这是低息贷款？系统，请宿主对系统尊敬点，就这个利息，爱借不借？杨修气急：我借你！丁，已为宿主办理150点积分借款，
分3日偿还，每期还款60点积分。然而杨修的妈字还没出口，贷款已经办理成功。杨修傻眼了，他说他要借了吗？好像说了，可是他想说的是我借你妈啊。杨修欲哭无泪，童子，你变坏了，你说是不是因为我刚刚骂你，你怀恨在心才故意整我的？系统遵循既有规则运转，不会情绪化对待宿主，请宿主放心。杨修，我咋那么不幸呢？然而系统却不再回答他，只留他独自凌乱。算了，借都借了，还是先把功法买了吧。杨修买了下春花秋露卷1，将其取出，和阴阳五行诀一样，都是以预检的形式记载的。刘雨林刚刚还在和杨修说话，却发现他突然没了动作，整个人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也没有打扰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此时见杨修突然拿出一个玉简，眼中满是疑惑。杨修抓住刘雨林的手，将玉简交到了他手中，一脸肉疼的表情。雨林，你修炼这本功法吧，这本功法更加适合你。刘雨林一脸懵逼，可是青木诀我已经看了10多年，早就烂熟于心，可以直接修炼了。杨修揉了揉他的头，说道，你是木水双灵根，只修炼木属性功，不说无法发挥出你的天赋，就连修炼速度都会比单灵根慢很多。这本就是木水双属性的修炼功法，可以完全挖掘出你的天赋，还能增加你修炼的速度。刘雨林闻言有些将信将疑的将玉简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他活了10多年，从未听说过这世上有双属性的功法，更别说这妖巧合的契合自己的灵根。但是当他看到玉简中的内容后，顿时被震惊得目瞪口呆。这居然真的是一本木水双属性的功法，并且就从功法的内容上来看，品级并不低，比自己那本青木诀深奥了无数倍，高出不知道多少个档次。这绝不是简单的筑基期功法，若非这玉简神奇让他直接入门，否则光是参悟理解功法都得花费他大量的时间。想到这里，他低头看向自己的钟，却发现那枚玉简已经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刘雨林一脸震惊地望向杨修，大大的眼睛里是满满的疑惑。杨修却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解释，只是取出上百块灵石放置在他的周边。你快尝试修炼一下，看能不能感应到灵气。刘雨林也没有矫情，努力平复下自己的心情，开始按照春花秋露中记载的方法感应气感。由于杨修在周围放置了许多灵石，所以刘雨林的附近灵气比较活跃，加上顶级的功法和较好的天赋，所以不到1刻钟的功夫，刘雨林刘成功找到了气感。他并没有停下，而是尝试着将这缕灵气吸收进自己体内。过程很顺利，仅用了1次就纳灵成功，成功成为了一名炼气1层的修士。炼气期在这里就是一个门槛，主要用来阻拦没有天赋的人，只要有天赋，按照功法修炼，早晚都能进入炼气期。只不过天赋越高，功法越强，这个过程就会越快。以前的杨修修炼着杨天长同款合体功法，结果还是花了足足10天才产生气感，8天才成功第1次纳灵，就是因为他天赋太低。刘雨林猛地睁开眼睛，兴奋地看着杨修，我成功纳灵了，我也是修士了。杨修捧着他的脸，狠狠在他的脸上嘬了一口，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真棒，比我当初还快，不愧是我杨家的媳妇儿。刘雨林原本满脸兴奋，此时却是被杨修一口嘬成了俏脸微红。再听到杨修说的话，脸色更是羞红一片，低着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杨修看着他娇羞的样子，心中蠢蠢欲动。娘子，既然你已经成为一名修士，那我们可以开始双修了。刘雨林红着脸，但是也没有拒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根本不敢抬头看他。一番云雨，已是后半夜，杨修已经下定决心，除了双修之外，自己也要努力修炼。所以在刘雨林睡下之后，就去了外间取出一个蒲团，盘膝而坐，布置了一些灵石后开始修炼。阴阳五行诀可以同时吸纳7种灵力，速度远不是1+1那么简单。虽然丹田也是单灵根的7倍大小，但是修炼速度依旧好快。一夜过去，翌日清早，刘雨林的侍女前来伺候刘雨林起床。对于杨修这个准姑爷，他们俩早就见过，并且已经认识，所以并没有大惊小怪，只是见杨修在修炼，都放缓了动作，避免打扰到他。杨修结束了这一个周天的运转，看着已经洗漱完毕的刘雨林，便将系统空间内抽奖抽中的回春丹全部取出，交给了他。杨修，雨林，这是极品回春丹，正适合你如今使用，你拿去用吧。刘雨林见状也没有拒绝，极品回春丹虽然稀少，但是终究只是一阶丹药，价格算不上珍贵，售价只要5枚灵石1瓶，只不过比较难买罢了。杨修给他的回春丹有100-200枚，算下来也就不到100灵石，对于2人来说都不算什么，也没有客气的必要。又交代了一番后，杨修就准备离去，却听到了系统的提示，检测到宿主今日贷款还未偿还，建议宿主抓紧赚取积分。杨修闻言脚步一顿，打开系统面板看了一眼，顿时眼前一黑，气得破口大骂：狗系统我操你妈，给老子放高利贷，
此时他的系统面板上赫然写着26146。杨修看向已经穿戴整齐的刘雨林，露出了一丝苦笑。刘雨林疑惑地看着杨修，不知道刚刚还好好的，这会怎么这副表情？公子，可是发生了何事？为何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杨修无奈挥了挥手，让两个侍女退下后，这才说道：昨晚给你的内部功法有些特殊，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刘雨林顿时大惊，这份代价能让杨修这般表现，可见代价不小。刘雨林满脸着急，那怎么办？要不我们把这份功法还回去？杨修走到他身边，敲了敲他的脑壳，说道：说什么傻话呢？功法都已经被你学习了，哪还有功法？而且这种功法具有唯一性，别说是复制一份了，你就是想说都说不出来。刘雨林不信邪，张嘴就想要念诵功法，却发现自己刚要张嘴说话，但是根本开不了口。刘雨林心中更加惊骇，这是何等功法，居然拥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哪怕再高级的功法，为了防止外传或者被人搜魂，也只是在脑海中布置禁止，只要触发就会生死道消。但是这功法无法说出口，明显不是禁止的原因，而是出自某种规则，让自己没办法说出。刘雨林原本就觉得这本双属性的功法品阶很高，但是现在看来，这已经不是品阶的问题的，而是这本功法似乎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发现没有让刘雨林有任何的惊喜，只觉得心中更加恐慌。那怎么办？如此贵重的功法，需要你付出什么代价？杨修见刘雨林满脸的慌张，心中也甚是欣慰，不枉自己贷款给他购买功法，小丫头还是很担心自己的嘛。杨修勾起他的下巴说道：代价就是我需要帮你治疗。刘雨林闻言一愣，还以为杨修是在逗他，便敷衍地说道：我只要你想，我随时都行，但是眼下不是讨论双修的时候，你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杨修无语，说真话他还不信，就是我刚刚说的代价，你准备好了吗？这3天可能有的你受了。刘雨林一脸惊讶，啊，你是说真的吗？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的呢。杨修想了想，决定还是要和刘雨林说一下宋月离的事，毕竟两人即将成婚，身为他的妻子，这种事情不可能一直瞒着他。雨林，昨日青灵宗送了一名弟子过来给我做些事，我已经收下了，这是我觉得。不过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刘雨林打断了。公子不必说了，雨林这条命都是公子救回来的，能留在公子身边侍候，雨林就满足了，不敢奢求其他。杨修点头，其实他真的只是告诉他一声，前世花花公子，今生杨家大少，他怎么可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呢？但是刘雨林如此通情达理，他还是很满意的。杨修嘿嘿一笑，打趣道：这么快就改口了？刚刚不是还叫我夫君相公的吗？怎么又变回杨公子了？刘雨林俏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狗日的系统，你个坑逼玩意，你他妈想要我命是吧？3日之后，杨修从刘府离开，心中对着系统破口大骂。对于杨修的谩骂，系统并没有理会。不过这3天也不是没有收获，因为杨修已经是筑基期，修为高出刘雨林太多。经过这2天共探大道，刘雨林的修为一举突破到了炼气4层。要知道此前的杨修苦修近12年，也不过堪突破炼气4层罢了。三女经过2天多的相处，关系也好了许多。此时3人还聚在一起聊着天，仿佛相识多年的闺中密友一般。回到家，杨修立马服下一枚恢复丹药，就往床上一躺，双目无神，嘴都快歪了，一副被玩坏的样子。直到晚上狂炫了一桌子养精补气的饭菜，这才缓过来点。夜深人静之时，杨修盘膝而坐，心中思考着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一直待在青石城肯定不行，刘雨林他们修为还太低，他的修为提升起来速度太慢了。但是以他筑基初期的修为，想要出去闯荡，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思来想去，杨修还是把主意打到了青灵宗的身上。青灵宗身为修仙宗门，宗门内弟子众多，而且除了杂役弟子，几乎个个都是修士。方圆万里，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他发展的了。只是如今青灵宗的老不死还在，他只身前往的话，还是太冒险了。想了想，杨修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他虽然不常出门，但是附近有头有脸的势力，基本都知道他长什么样，想混进去也没可能。他可不会拿自己的命去赌老不死的胆子。算了，现在有雨林他们3个在，还有极品功法配合9品7系灵根，自己只要苟着点，很快就能成长起来，还是不如冒险了。仔细衡量了一番，杨修还是决定不能冒险，能苟则苟。杨修取出大量的灵石和回灵丹，静下心来开始修炼。周身的阴阳5行属性的灵力蜂拥而至，尽数被他吸纳。7系灵根带来的不仅是吸收灵力速度的提升，他的灵脉同样被扩宽了数倍，可以运行的灵力也是同境阶的数倍，完全不用担心经脉承受不住。之后的一段时间，杨修的生活变得十分平静，白天就在家修炼，觉得枯燥了就练习一下自己学习的术法，至于晚上，那生活就很丰富了。
尤其是在李云长这里，真的要在这里，你就不怕被人发现？此时已是午夜时分，林家的花园当中，杨修搂着衣着清凉的李云长，好奇地问道。二人已经在李云长的房间中刚结束一轮修炼，李云长说想出来透透气，于是二人便来到林府的花园当中。此时已是午夜，林府众人都已休息，所以花园中十分寂静。翌日，杨修正在家中修炼，经过2个多月的双修和修炼，他感觉自己已经触摸到了筑基中期的门槛，近期就能突破。2个多月的时间，杨修都在努力地进行2种不同方式的修炼，他的积分一直积攒着没用，如今都已经攒了快2000点了。如果用来提升修为，可以立马将他的修为提升到筑基巅峰，只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发现了系统的一个 bug， 那就是不论他的修为处于筑基初期的哪一个层次，只要使用积分加点提升修为，都是消耗300点。如今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再修炼几日，就可以突破到筑基中期，自然无需浪费积分加点。至于说会不会加点以后，他的修为也会随之提升到筑基中期巅峰，这个问题童子哥给了他答案。想屁吃！已经是5月初，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杨修身为筑基修士自然没有感觉，但是府中的下人们却是遭了老罪了。古人的衣物不仅厚，而且层数较多，最少也有里外2件。杨府对下人很好，但是也不可能给他们人人绫罗绸缎着身，主要还是棉麻衣。虽然看着不厚，而且透气吸汗，但是架不住穿得多啊。这不，小兰算是整个杨府下人中最轻松的了，此时只是在院子中候着，就已经热得汗如雨下，衣服都湿了，全都贴在身上。杨修结束修炼一出门，就看到了全身湿了大半的小兰，正在门口的房檐下躲着乘凉。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身材，在潮湿贴身的衣物衬托下，显得更加娇嫩诱人。然而杨修只是瞥了一眼，就将她掠过，径直离开。小屁孩罢了。杨修来到杨天长的书房，他老爹正在里面等他。一见到杨修，杨天长就说道：修，青灵宗又派人来了，那个老不死的有意收你为徒。杨修，那老家伙大半截身子都入土了，还收我为徒，想让我为他守孝。杨天长呼吸一滞，想想还挺有道理，总不能让自己儿子去侍候他吧。既然如此，我便让人去拒绝了他。杨修忙道：且慢，看青灵宗的意思，应该是想彻底把我绑在他们这条船上。若是如此，我便可以背靠青灵宗和杨家，这方圆数10万里，我岂不是横着走？又何乐而不为呢？杨天长有些迟疑，可是如你所说，杨修打断了杨天长的话，他死了才好，青灵宗如今就属他辈分最高，我拜他为师，等他死后，我变成了青灵宗辈分最高的那批人，做一些事情也会方便些。杨修此言非虚，虽说修真界一向以实力为尊，但是在宗门或者家族内部，对于长辈该有的尊敬还是要有的。若他拜师那老不死的，就算青灵宗掌门柳清寒见面，都得叫他一声师叔。有了这层身份，他在青灵宗就会方便很多，最起码不用普通其他弟子那样去做浪费时间的宗门任务。杨天长点头，你自己决定就好，我让你给那边回个消息，等你成婚之后，让那老不死的挑个时间上门收徒。杨修也同意这个决定，便也应下了。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杨修每天除了修炼就是双修。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杨修现在对多人运动已经有了心理阴影，日子过得很平淡，如同之前的10多年一般，并没有因为他穿越到来而发生改变。唯一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每次和李云长在一起的时候，每次会找不同的场合。这3个月来，林府的花园、厨房、饭堂，他和林正杰的房间、林正杰小妾的房间，甚至还有林清明的房间，都被2人视察过。在这种平淡又刺激的日子中，终于迎接来了杨修的成人礼。整个青石城都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景象，身为青石城绝对的霸主，杨家对外的任何一举一动都被许多人盯着，杨修的成人礼自然也有许多人在关注。早在半个月前，杨家都已经发出了上百份请帖，不少其他城池和杨家有往来的家族都已经提前到来。青石城也明显比平日里更加热闹，许多客栈都已经住满。杨家在青石城开府已经17、18年，这些年来也不只是在青石城打响了名声，附近城池的不少家族都和杨家有生意上的合作。此次杨修的成人礼，这些家族都准备了厚礼登门，就是为了在杨天长面前博一个好印象。5月20一大早，杨修就在小兰的服侍下，又换上了多年未穿过的童子服，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不过好在这个世界的修仙宗门或者家族对年纪看得不是很重，所以流程比较简洁，连取字环节都没有，更多的像是一种宣告。而杨家的族人构成非常简单，就他们一家3口，更是省去了一堆的流程，所以只是在3次加官后就开始敬酒致谢。杨天长站在杨府广场的正前方，看着满场宾客，说道：感谢诸位前来观礼，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我再宣布一件喜事。下月初8，
我儿杨修将与刘府嫡女刘雨林举行婚礼，刘家雨林将成为我杨府儿媳。对于这个消息，青石城众人没有丝毫意外，毕竟当时杨修选妻之时，这里有大半人都在场。倒是其他城池家族过来之人对此感到不解，杨天长和苏雪莹正值壮年，杨修又刚刚成年，并且天赋非凡，并非如同传言那般废物，为何还要着急让他成婚呢？其实杨天长和苏雪莹也很无奈，那个臭小子灵根提升了也没和他们说过，他们急着让他成家，也好为杨家延续香火。结果臭小子把能做不能做的事情全做了，二人才得知他不仅修为突破，灵根也得到了提升。但是事都已经定下了，他俩总不能反悔吧？而且二人对刘雨林本身也非常满意，反正事情都已经定下，那就娶回来好了。反正都是修行之人，也不在乎这个，以后再遇到喜欢的，那就接着娶呗。众人又是恭贺一番，便开始吃喝起来。毕竟杨家准备的酒菜可都不是凡品，这一桌子酒菜价值都得上百零十，放在平时他们根本舍不得吃。一直到了傍晚时分，众人一一离场，杨府才安静下来。而杨修此时正在自己房间中修炼。不久前感觉自己的修为即将突破，杨修便打了声招呼，回到房间开始修炼。直到府中宾客散去，杨修才一脸喜色地打开房门。终于3个多月过去，他突破到了筑基中期。成人礼结束后，杨府并没有闲下来，反而比之前更加的忙碌。所有人都在为杨修的大婚做准备，除了他这个当事人，仿佛即将到来的婚事对他毫无影响，整日除了修炼就是修炼。是床上床下2种不同的修炼。此时的杨修正在灵府，李云长的房间，李云长正在洗澡。夫人，你还没洗好吗？房门被打开，林正杰走了进来。李云长背对着林正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我洗个澡你也得管，怎么不去找你那新纳的小妾了？林正杰尴尬一笑：夫人，瞧你说的什么话，为夫这不是怕冷落了你，特意来陪陪你吗？李云长冷哼一声：哼，不需要，我现在已经习惯这样，不需要你了，你还是去陪你的小妾们吧。李云长强忍着身体上的感受，艰难地说道：没事，你出去吧，我要洗澡了。林正杰还想再说什么，就被李云长打断：出去，跟你的小妾们鬼混去，别来烦我。林正杰被骂得一头雾水，不明白李云长这是怎么了。但是李云长可是整个林家的功臣，并且修为也突破了筑基后期，他也不敢轻易得罪，于是便叮嘱了一声，退出了房间。直到1个时辰后，杨修才从林府离开。主要是李云长此时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了，他现在连动一下都费劲。杨修离开之后，便回到了杨府，发现宋月离正在院子中练剑，不自觉便停下脚步观摩起来。宋月离一套剑招施展完毕，转身看向杨修：夫君回来了，今日要切身事情吗？杨修想到马上就要前往青灵宗，有些事情需要先了解清楚，便说道：这个等会再说，你先来和我说说，为何你会被送给我为妾？以你的天赋，即使是在青灵宗也是除了林清宁之外最强者，他们就舍得将你送给我。纵然青灵宗想要修复和我杨家的关系，但是偌大的青灵宗找个5品灵根天赋的弟子并不难，不至于送出你这位第2天骄才是。宋月离没想到杨修会问这个问题，有些犹豫，不知该如何开口。杨修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等着。良久，宋月离才长出了一口气说道：此事还要从我发现师尊的秘密开始说起。杨修心中一动，师尊，青灵宗宗主柳青寒。秘密？什么秘密？宋月离，我自小便被遗弃，是师尊将我捡回青灵宗，收我为徒，授我仙法。我自小便和师尊生活在一起，就连睡觉都是在一张床上，被师尊搂着睡。可是在我渐渐长大以后，事情的发展就开始不对劲起来，师尊开始对我的身体感兴趣。我心中不安，虽然对男女之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样肯定是不对的，于是就开始刻意疏离师尊，也挑选了自己的洞府，想从师尊身边离开。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师尊依旧没有打算放过我，时常借着指点我的名义对我动手动脚。可是我又不敢声张，毕竟师尊没有做出什么太过分的事情，我说出去也没有人会信。直到1年前，林师妹展露天资，取代我成为青灵宗第1天骄，师尊和我摊牌，要我与他同寝，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同寝被我断然拒绝。之后师尊对我的态度便一落千丈，不仅将我的资源供给大大降低，还会时不时的刁难我。为了修炼资源，我想尽一切办法，实不相瞒，这1年中各种坑蒙拐骗的事都没有少做，杀人夺宝之事我也做过，但是我不后悔，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要变得更强，让所有人都不敢打我的主意。杨修此时有些难以置信，啥玩意？柳青寒，青灵宗宗主，青灵宗第1美人，居然是个童。杨修，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宗主居然是个百合？宋月离不解地看向杨修，问道：百合是什么？杨修，就是女子和女子行房事，就像你师尊那样的，
就是百合。宋月离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接着说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因为林清宁天赋出众，被师尊当作新的接班人培养，我如同丧家之犬，只能靠自己获取修炼物资。从1年前我拒绝他起，师尊便一直视我为眼中钉，借着这次你的事情，顺理成章地将我送给了你。杨修挠破脑袋都想不通，这样一位天资出众的弟子，柳青寒那傻逼娘们到底是怎么舍得送人的？就算是宋月离拒绝了他同寝的要求，但是有师徒之情在，日后宋月离若成长起来，必然会是青灵宗一大底蕴，难道就因为宋月离拒绝了他，就因爱生恨了？杨修实在搞不懂这女人的脑回路。杨修安慰道：没事，青灵宗那老不死的将要收我为徒，到时柳青寒那女人就是我的师侄，在见面的时候，为夫定然帮你好好教训她一顿，替你报仇。宋月离哑然失笑，虽然知道杨修是在说大话安慰他，但是依旧觉得心里暖暖的。当初柳青寒决定将他送给杨修的时候，他是既愤怒又无助，最后虽然妥协答应，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杨家的修炼资源。所以在第一次见杨修的时候，纵然他说话有些难听，对他也很不客气，他为了修炼资源全都忍下了。在他看来，杨修言语上的羞辱远不及这1年来的遭遇。因为失事，以前巴结他的师兄弟们全都转头去巴结林清宁了，并且因为柳青寒对他的态度，导致不少林清宁的簇拥回踩他，言语比这杨修过分多了。而是真正跟了杨修以后，再也不用为了修炼资源操心，如今仅仅过去3个多月，他就已经触摸到了金丹期的门槛，距离突破已经不远了。这要是放在以前，他想都不敢想，即使是他没有师事，依旧有师尊的宠爱，没有个2、3年都不可能突破金丹。宋月离悄悄地靠近杨修，抱住了他一条胳膊说道：没有什么报不报仇的，是他将我养大，教我修行，总归是我欠他的。他对我失望，对我不喜，都是他的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总不能因为谁对我不喜，我就要记恨谁吧。杨修没有回答，心中却暗自思索，柳青寒在外人眼中一直都是清冷仙子的形象，没想到其实是个女童。掌握着这个秘密，杨修感觉自己这次前往青灵宗学艺的安全性又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甚至还有可能有意外的收获。至于柳青寒，杨修是不想了，他前世可是听说过女童都是极度厌男的，他可不想热脸贴冷屁股。等他什么时候实力超过柳青寒，那才是他为宋月离报仇的时候。杨修心中开始盘算该怎么用这个秘密拿捏柳青寒，好在青灵宗物色几个道侣助他双修。宋月离则是满足地靠在杨修的身上，他自幼便跟在柳青寒身边长大，对外界接触不多，一门心思就是提升修为。如今入了杨府，修炼资源不缺，而且杨修对他也很好，他也没什么奢求了。俩人静静地待了一会，杨修就将宋月离抱回了房间。杨修，小月离，你现在是少爷我的人，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可以碰你，包括柳青寒那骚货也一样，知道了吗？宋月离乖乖点头，月离知道了。一番战斗结束，二人相拥而眠。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急于这一晚。杨修闭着眼睛休息，实则是在查看自己的系统面板双修系统。宿主杨修，年龄18，修为筑基中期加，灵根阴阳五行9品，功法阴阳五行诀，积分2786，物品甲木剑诀，商城点击打开，抽奖点击打开。积分在3、4个月中已经积攒到了2786点，想想之前为了100多点双修值被童子哥坑了一波，差点整出心理阴影，就不免有些感慨。哥们现在也算是个小富豪了。杨修心中暗道，积攒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该消费一波了。但是到底是提升修为还是抽奖，杨修有些拿不定主意。抽奖固然有机会获得极品，但是没有童子哥暗箱操作，中奖概率太过感人，比前世的游戏抽卡坑多了。提升修为则可以最直接的增加实力，如果提升到金丹期，每次双修获得的积分也会增加，只是他不确定这些积分够不够他提升到金丹期。从筑基期开始，每次加点需要的积分就不是规则性增加，杨修有些拿不准。算了，先试试，反正都是提升我的修为，左右也不亏。想到这里，杨修点击了修为后面的加，是否消耗500积分提升到筑基后期。筑基初期突破筑基中期需要300点积分，不过因为杨修是自己修炼突破，所以省下了这笔钱。是，积分扣除500，杨修的境界也顺利突破到了筑基后期。是否消耗700积分提升到筑基巅峰？是，筑基巅峰已经超越了李云长和宋月离同一境界了。看着剩余的1586点积分，杨修看着境界后面依旧亮着的家，心中长出了一口气。还好，看来筑基突破到金丹，最多不会超过1500双修值。已经到了这一步，杨修没有不继续的道理，于是毫不犹豫的再次点击了加。是否消耗1000积分提升到金丹初期？
居然才1000！杨修心中惊讶，像是这种大境界的突破，消耗应该更大才对，最起码也不会低于筑基期的全部消耗。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使用系统加点居然只需要1000积分。杨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顿时体内的机台开始崩塌，碎裂的台基再次融化成液态的灵力，随后磅礴的灵力开始向丹田的中央汇聚，形成了一片庞大的湖泊。杨修丹田本就是常人的数倍，容纳的灵力也一样，所以此时看起来杨修的丹田内的灵力仿佛一片湖泊一般。随着系统之力的加持，液态的灵力开始压缩，丹田里的湖泊也开始变小，七彩色的灵力散发的光芒愈发明亮，直至最后凝聚成了一枚足球大小的七彩金丹。杨修看得一脸懵逼，这特么是金丹？谁家金丹个头能有这么大？但是感受了一番自身的境界，确实是金丹初期无疑。因为前身的资质原因，所以并没有了解过筑基期以后的境界，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杨修也不知道正不正常。但是以他前世纵横番茄书海的阅历，自己的金丹指定有点毛病。人家小说里金丹都是鸽蛋大小、乒乓球大小，再大点也不过婴儿拳头大小，结果自己这金丹特么的足球大小，这是金丹还是金球啊？因为突破都是系统的功劳，所以并没有造成什么动静。宋月离在他怀中睡得正香，杨修轻轻地将他放好，然后起身穿好衣服来到了书房。杨家的书房很大，占地面积有半亩，里面收藏有从炼气到化神境的各种功法秘籍上百本。杨修站在门口，在门上输入自己的灵力，大门便自动打开。找到一本修仙界的常识类杂书，杨修翻到金丹期的那一段开始阅读。半炷香后，杨修和尚书满脸的无语。果然我的猜测是对的，我就说谁特么的金丹能修成金球的？童子哥，你不给我个解释吗？系统的声音悠悠的响起，解释什么？本统一生行事，何须向你解释？杨修气得牙痒，要不是够不着这货，非得给他点颜色瞧瞧。强行挤出一丝笑意，杨修舔着脸说道：童子哥，这不是小弟没见过世面吗？还请童子哥指点一下。系统，看在你如此虚心请教的份上，那本统就告诉你吧。这个世界的记载都是基于单属性修炼的，你是七属性同修，自然不能以这个世界的常理来论。杨修还是不解，可是就算大上7倍，也不至于这么大吧？这最起码都有20倍了。系统，那不一样，别人金丹期修炼，那是越修炼金丹越大，你是越修炼金丹越小，最后虽然也会比常规的单属性金丹大上许多，但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夸张。杨修不解，这是为何？系统，别人修炼结丹时，为了提升金丹的质量，会尽力压缩金丹的体积，所以初入金丹期的修士，金丹都非常小。但是你不一样，你体内的灵力本就无比精纯，加上修行的功法也非同一般，所以结成的金丹本就极为精纯。日后你的修为提升，金丹也会变得更加精纯，体积也会缩小。杨修似懂非懂，但是无所谓，反正听童子哥的意思就是自己的金丹很牛逼，这就够了。突然想到刚刚突破消耗的积分，杨修便顺嘴问道：童子哥，为什么筑基巅峰突破到金丹期只消耗了1000点积分？这不合理啊！系统，我的存在本身就不合理，你现在跟我讨论和不合理的问题。杨修说的真特没有道理，但是这样看来，用积分突破大境界是最划算的，小境界基本没有瓶颈，就算有也比较容易突破，但是大境界的突破就不一样了，可能会有瓶颈不说，不仅更难突破，消耗也是惊人。就像筑基巅峰突破金丹初期需要消耗的资源，足够2-3个人从炼气一层突破到筑基巅峰了，看来以后积分都得攒着了。小境界靠自己修炼，大境界的突破靠系统加点，互补才是王道。突破金丹期的杨修精神十足，直接点击学习了甲木剑诀，随后便回到院子中演练起来。庚金剑诀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已经达到了小成阶段。不得不说，经过造化丹的洗礼，杨修的悟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修炼武技功法方面尤为显著。甲木剑诀与寻常剑法不同，这门剑法更多的是以剑招牵引对手的生命力，就如同剥夺他人寿元一般，能让对手防无可防，在对战中不知不觉地损失生命力，越来越虚弱，直至最后生命力流失殆尽，命竭而亡。甲木剑诀虽然属阳木属性，但是在杨修看来比阴木还阴。不过这种功法正合杨修的胃口，没有老鹰比能拒绝这种功法的诱惑。一直到公鸡打鸣，杨修一身的灵力消耗了7-8，这才停下，回到房间取出灵石，开始打坐恢复。待灵力全部恢复后，杨修才回到床上，搂着宋月离接着睡觉。接下来的半个月，杨修都在重复类似的生活，每天除了修炼就是双修。6月初8，终于到了杨修大婚的日子，天还没亮的他就从宋月离床上爬了起来。
一身大红新郎服，让本就气宇轩昂的他更添了几分精神。此时虽然天还没亮，但是杨府门口已经挤满了人，不仅有前来道贺的，还有不少青石城中的居民。成亲这种大喜的日子，不管是在哪里，主人家为了讨个彩头，都会给来人一些好处。平常人家可能只是一把喜糖，一杯喜酒，富贵人家则会散布一些银钱。杨家身为青石城第一家族，出手自然更加阔绰，所有来祝贺的人都是黄金10两。别说是普通百姓，哪怕对于一些炼气境低阶的修士来说，也不算少了。毕竟炼气期可没法辟谷，也是要吃喝拉撒的。杨修牵着一匹通体雪白的金丹7狮吼兽，一出现就亮瞎了不少人的眼睛。他剑眉斜飞入鬓，眼眸亮如星子，看人时带着几分温和笑意，却又不显轻浮。鼻梁高挺，唇线分明，下颌线条利落，组合在一起便是一位人间美男子，越看越是英俊。一身大红喜袍加身，更衬得身姿挺拔如松。虽然年仅18，但是他仅仅立在那里，便有股沉稳端方的气度。杨修与父母交谈一番之后，先遣人前去刘府催庄，自己翻身上了狮吼兽，领着接亲队伍不紧不慢地向刘府而去。因为时间还早，所以倒也不着急赶路，一行数百人一路上敲锣打鼓，好不热闹。沿路还未睡醒的，一肚子的怒火被吵醒，穿好衣服怒气冲冲地出门，却发现是杨家的接亲队伍，顿时大气都不敢喘。在看到队伍沿路洒落的喜钱、碎银后，又立马变了一副嘴脸，笑嘻嘻地说着漂亮话，转身就加入了捡钱大军。这些人虽然知道杨府最近有喜事，但是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天，身边没有那个圈子的人，根本打听不到消息，不然也不至于都这个点了还在睡大觉，早跑到杨府门口讨喜钱去了。一路来到刘府，杨修提前让媒人来通报过，因此刘府大门口十分热闹。不过杨修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熟人——林清宁。作为刘雨林的好闺蜜，刘雨林出嫁，她特意下山过来一趟。虽然她和杨修的关系比较尴尬，但是好闺蜜嫁人，如果她不来，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刘家一群小辈拦着大门，一个接一个的出题，考验这位杨家大少爷。杨修也没摆谱，能答便答，实在答不出就拿红包开路。一番考验过后，杨修终于进了大门，送上聘礼，走过流程，拜过岳父。母亲去世，刘雨林万分不舍，泪流满面。不是因为习俗，而是真心不舍。自幼丧母，被父亲一手拉扯大，如今要嫁做人妻，心中自然不舍。刘贺也是心中不舍，眼眶泛红，但更多的是为女儿感到开心。杨修虽然是杨家少爷，但是为人处事都无可挑剔，对刘雨林也十分宠爱。女儿能找到这样的夫婿，他还有什么不知足呢？杨修见状出言道：“岳父大人尽可放心，雨林进了我杨家大门，便是我杨家之人，日后我定不会让雨林再受半点欺负。”刘雨林一身青绿色嫁衣，不同于往日的娇柔模样，今日的她更显几分端庄雅致。32抬花轿，在这个世界也是最顶级的规格了。杨修婚礼的一切事宜，杨天长都是按照最顶级的规格置办。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数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出发，一路敲锣打鼓撒喜钱，向着杨府返回。一路毫无波澜的回到杨府，路上别说抢路的，连个赶拦路的都没有。跨过火盆进了门，拜过堂之后，杨修与刘雨林正式结为夫妻。刘雨林被送入洞房，杨修举着酒杯游走在席间，每桌都敬了杯酒。说说笑笑间，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群人推搡着杨修，让他赶快去洞房。杨修装模作样了一番，被人推到了房门前，一脸筹措的模样。众人见状起哄道：“杨大少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吗？该不会还是个厨吧？”众人哈哈大笑。杨修解释道：“莫要胡说，只是突然想到一些事情，本来不应该在这种场合说的。但是今日林家主也在此，我倒是想问问林家主，你身为一家之主，对于你女儿上我杨家退婚之事，从未正面回应过。从始至终只有林清明、林若曦和林夫人上门商议，赔偿的问题更是只有林夫人一直与我相商。林家主这是什么意思呢？看不起我杨家吗？”众人闻言都看向了人群外林正杰夫妻二人。关于林家和杨修的事，在场之人全都知晓，但是关于内情却所知甚少。这件事居然一直是李云长从中周旋，着实出乎众人的意料。毕竟得罪人的是林清宁，获得利益的是林家，怎么说也该是林正杰上门赔罪才是。林正杰哆嗦着上前了一步，拱手说道：“杨少，下在下绝无此意啊，只是因为家中唯有剑内精通之事，所以才……”杨修一声冷哼，打断了林正杰的话：“哼，你什么意思？损了我杨家的脸面，还以为这是做生意，随便来个人就能跟我讨价还价？”众人闻言都是点了点头，这可是有损一个大家族颜面的事，岂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的？杨修说完以后，也不等林正杰回话，推开房门就走了进去。刘雨林在屋内把方才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知道杨修是要做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一定是在打李云长的主意。杨修拨开刘雨林手中的团扇，
笑呵呵地说道：“娘子，为夫今日想听你主动喊一声相公。”刘雨林脸色微红，不过好在有烛光的映照，看得并不清晰。相公。杨修上前将刘雨林拉入怀中。今日的刘雨林身着一身青绿色嫁衣，更加几分端庄雅致。杨修的小手开始变得不老实起来，从刘雨林的小腹一路往上，最终停留在了他心脏跳动的位置。仅仅是轻轻一捏，刘雨林口中便发出一声惊呼，这里是他最不容触碰的地方。话说另一边，众人见杨修进了房间，便纷纷散去。闹杨修的洞房，他们可没这个胆子。李云长看到站立难安的林正杰，便说道：“你先回去吧，我去和杨少赔个罪，不然今儿这事只怕不容易过去。”林正杰一脸的忐忑，他现在十分害怕杨修找他算账，毕竟杨修话里话外都表达了对他的不满，但是他心中还是有些疑惑。人家洞房，你去干什么？李云长一脸愤怒的表情，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去他院子里候着，等他一出门，我再去给他赔罪。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林正杰恍然，连忙赔罪。夫人息怒，为夫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杨少此时正在洞房，你过去多少有些不太合适吧？李云长，那怎么办？为了以示诚意，肯定要让他第一时间看到我，我不去，难道让你去？你说，要是杨少知道你听他墙角，你的小命还能保住吗？林正杰打了个冷战，连忙说道：“那就辛苦夫人，我先回去了。”说完，林正杰拔腿就跑，不带任何的犹豫。李云长看着林正杰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唉，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个怂包呢？”说完，转身回到院中，安心地等待着。林正杰只是怕死，但不是真的傻。联想到上次在李云长屋外听到的呻吟声，他走远之后又转了个弯回来，偷偷观察李云长，见他真的只是在院子中坐着等候，心中的怀疑又悄然放下。接着观察了一会，发现李云长并没有可疑的举动，便放心地离开了杨府。然而他不知道，李云长之所以不进去，只是不想打扰杨修和刘雨林的洞房花烛夜罢了。听着屋内传来的声音，李云长早就有了感觉，要不是顾及这是二人的新婚夜，早就忍不住冲进去了。隔壁的宋月离根本无法静心修炼，于是准备出去走走，反正房间里是待不下去了。他一出房门，就见到在院子中坐着的李云长，俩人也是老熟人了，便也走了过去，坐在了李云长身边。俩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地话，心神全都被刘雨林的声音吸引去了。直到子时过半，李云长实在忍不住了，丢下一句已是第二日，拔腿就走。宋月离在原地纠结了一会，又想起上次在刘雨林的闺房，好像挺有意思的，回想到上次杨修落荒而逃的情景，宋月离展颜一笑。第二日一早，杨修便带着刘雨林前来给父母敬茶。虽然说修氏不太注重这些礼节，但是身在世家，一些传统还是不能荒废的。敬完茶，杨修没有着急离开，而是跟刘雨林在正堂陪父母聊了会天。对于杨修修为突破金丹期，两人都没有过多的询问。杨修的身体他们已经明里暗里检查过多次，并没有发现问题，这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眼看已经快到40，青灵宗那老东西还没来，杨修已经有些生气了。你求着收我为徒，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还跟我摆谱。杨修开口道：“还有半刻钟，辰时就要过去了，青灵宗那老不死的再不来，就让他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对于杨修的话，三人都表示同意。如今青灵宗求着收杨修为徒，不是杨修上赶着要拜入青灵宗，对于杨修来说，再乃修炼不是修炼，真想进宗门，大不了稍微跑远点呗，又不是只有青灵宗一家。又等了一会，眼看着就要辰时就要结束，几人还是没有见到青灵宗之人的身影。杨修就开口道：“爹娘，我和雨林就先回去了，那老东西不来救。”就在杨修说话之前，一阵清亮的大笑声由远及近，哈哈哈！杨家主，老夫今日应约前来收徒。声音十分洪亮，小半个青石城的人都能听到，纷纷抬头看向说话之人。然而此人速度太快，一般人根本看不清他的身影，只有筑基以上才能勉强看到一道模糊的身影。城中一些金丹强者见到此人，皆是面色一变，青灵宗的段纯安。再联想到刚刚此人的话，都猜到了他此行前来的目的，收杨修为徒。杨府之内，在话音落下之时，来人已经落在几人面前。杨修打量了一眼来人，一个看上去60-70岁的老头，只是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是面色红润，精神饱满，配上一身出尘的气质，颇有股仙风道骨的感觉。杨修抬头看了看天色，对着杨天长说道：“父亲娘亲，已经40，时间不早了，孩儿就不打扰你们待客，先下去了。”说完便带着刘雨林离去，根本不再去看那老者。杨天长和苏雪莹都明白了杨修的意思，是不打算拜了，这青灵宗他肯定也不会去了。杨天长点头，苏雪莹叮嘱道：“那你们就先去休息吧。雨林这丫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昨晚肯定没休息好，你让她多休息一会。”杨修回头无奈道：“
知道了娘。刘雨林则是羞红了脸，拽着杨修的衣角，亦步亦趋地跟着离开。段纯安见杨家几人对自己视若不见，心中暗自恼怒，心想等杨修拜师以后，再想办法打压他一下。不过表面依旧保持平静，看向杨天长：“杨家主，既然老夫已经来了，便快些让修儿拜师吧。待老夫将他带回青灵宗，便亲自教导他修行。”杨天长瞥了他一眼，淡淡的道：“不必了，段老宗主时间金贵，浪费在我身上就不值得了。”方才在听到段纯安的声音时，杨修就让他遮掩了杨修的气息，所以他还不知道杨修可不是之前传说的18岁的筑基，而是18岁的金丹。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只怕不会如现在这般淡定。段纯安面色阴沉：“杨家主说笑了，是你同意让我收杨修为徒，老夫这才出关前来。你现在这话是什么意思？”杨天长毫不畏惧地与段纯安对视，语气同样不太好：“我什么意思？说好的今日辰时前来，你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喜欢压轴出场是吧？那你回你的青灵宗慢慢玩，我杨家就不奉陪了，请回吧。”段纯安心中愤怒，他确实是想给杨家几人，尤其是杨修一个下马威，这才卡着时间前来。结果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吃这套，直接掀桌子不玩了，这就让他很尴尬了。段纯安，老夫刚刚落地之时，可还是在辰时，可算不得失约。杨天长：“哦，不好意思，刚刚我们家人聊天太过投入，没有第一时间看见你，等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是4时了。”段纯安气道：“你这是诡辩，老夫进入杨家之时，分明还是辰时。”杨天长则依旧不紧不慢地说道：“你说辰时就辰时，我分明是4时才看见的你。”段纯安面色更黑几分，一脸阴沉的道：“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耍我了。”杨天长闻言顿时释放出自己的气势，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苏雪莹也同样如此，二人都没有说话，只是一脸平静地盯着段纯安。段纯安心中更怒，这二人分明就是在挑衅自己。他很想爆发修为与二人大战一场，告诉他们化神中后期和化神巅峰的区别，然而他不敢。且不说他全力爆发以后能不能拿下杨天长二人，就算能拿下，估计自己也没了。本就气血衰败，寿元无多，再强行全力爆发，与联手的二人大战一场，能不能活着回到青灵宗都是个问题。段纯安只能按捺住心中的怒火，冷声道：“好，既然杨修无意拜我为师，那此事便就此作罢，老夫先走一步，告辞。”说完，段纯安便御空而去。杨天长见段纯安离去，便转头看向苏雪莹：“夫人，我感觉这老东西不会善罢甘休，今天这事虽然没到撕破脸的程度，但是也得罪了这个老东西。不行，得找个机会将修儿送出去才好，我怕他会对修儿下手。”苏雪莹也点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修儿在会让我们束手束脚，不如将他送到别处，我们可以放开手脚与他一战。”二人一致决定要将杨修送走。今日段纯安前来，不仅没有收杨修为徒，拉近双方的关系，反而还使得本就微妙的关系恶化，俩人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今的杨修就是俩人最大的弱点，他们绝不能让杨修落入对方手中，得马上将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二人说到这里，就将刚离开的杨修又叫了回来。杨天长语重心长地说道：“修儿啊，我们杨家今天算是彻底得罪死了青灵宗，只怕那个老家伙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很大可能想着临死前把我们也带走。方才没有动手，应该只是没有十足的把握，等他回到青灵宗，可能就要开始召集人手了。杨修，我刚才也想到了，爹您是想说我就在这里不安全，想让我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是吧？”杨天长点头：“没错，如果他们奈何不了我和你娘，肯定会想办法对你下手。这些宗门自诩正道，实则各种下三滥的事情没少做，不得不防啊。”杨修表示理解，所谓的正道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这些人和魔道的区别，无非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干坏事，一个背地里阴搓搓的干坏事。杨修，我明白，只是知不知道要我去哪里？仙灵宗。杨修一愣，仙灵宗？他们宗门最强者也只有化神后期吧？杨天长颔首，没错，仙灵宗最强者就是当代宗主李天雄，修为化神后期。不过仙灵宗的护宗大阵却是6阶中品，即使是面对合体中期的强者，也能阻挡片刻。杨修明白了，杨天长是想让他前往仙灵宗苟着，只要他不出宗门，哪怕段纯安那老狗亲自前去，也拿护宗大阵没辙。杨修又问道：“可是我该怎么进入仙灵宗？如果通过入门测试，可能会暴露我的天赋。”杨天长一脸自信：“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那李天雄曾经欠我一个人情，让他庇护你一段时间，就当是他偿还这个人情了。既然都已经有了安排，杨修自无不可。只是雨林和月离能否进去，我总不能将他们二人丢下。如果青灵宗拿我没办法，可能会对他们出手。放心，你们一起去，又不需要真的让你拜入仙灵宗，消耗他们的资源，只要有个住所就行，多2个人也无非就是房间大点罢了。”
杨修放下心来，这才问道：何时出发？现在，我和你娘亲亲自护送你前去。杨修也知道这事宜早不宜迟，便点头答应。那我回去喊他们收拾东西，一炷香后就出发。说完，杨修便起身飞回自己的院子中，将还在床上的宋月离和李云长喊了起来：别睡了，月离你快起床收拾东西，一会跟我前往仙灵宗。云长你也收拾一下，青石城很快就不安全了。不过你是林清明的母亲，青灵宗的人应该会护着林家，但是你最好还是先离开青石城避避风头，毕竟刀剑无眼，化神期修士战斗的余波也不是你们能够承受的。二人都是一惊，不知道杨修为何会出此言。时间紧急，杨修来不及过多解释，只是简单描述了一下如今的形势，便让二人收拾去了。其实几人也没什么要收拾的，都是修士，随身物品都是放在储物界里面。杨修趁着这会打开了系统面板，经过这半个多月的双修，杨修的积分又从586增加到了1123点，没有任何迟疑，立马打开了抽奖页面。童子哥，情况紧急，这波就看你的了，终极10连抽启动。倒不是杨修舍不得双修只用高级抽奖，只是高级抽奖获得的物品都是合体镜、大成镜和渡劫镜级别的，真抽到宝贝，除非是灵根和升级石这种特殊物品，其他的一时半会也使用不了。丁，消耗90积分，终极10连抽正在抽取中，恭喜获得极品虚神丹、极品化阴丹、极品神石丹。继续。丁，消耗90积分，恭喜获得极品法宝天残甲、极品化阴丹。杨修大喜，出金了。极品法宝一般而言是练虚境后期和巅峰的标配，但是防御类的法宝数量稀少，就算是合体期大能，也有不少还在用极品法宝级别的防御法宝。有了这件法宝，杨修就彻底放心了。虽然对于攻击力没有提升，但是防御力大大增强，凭断纯安化身巅峰的修为绝无可能破防。杨修，童子哥太给力了，才第2轮就出了极品，后面也要给力啊！继续。定，极品神石丹。继续。定，极品虚神丹。继续。定，上品法宝是岩枪。杨修见又出了一件法宝，而且还是上品的长枪武器，也是非常满意，因为他老爹就是用枪的，并且修炼的还是火属性功法。杨天长如果拿上这杆长枪，绝对如虎添翼，战斗力可以提升一个台阶。童子哥继续。我老爹的装备齐了，还有我娘呢，安排一下。丁，消耗90积分，终极10连抽正在抽取中，恭喜获得上品法宝金丝软甲、极品化神丹鬼水剑诀、极品法宝青双剑。杨修，卧槽，童子哥牛逼！这一波10连抽不仅将苏雪莹的武器也抽了出来，还有一副金丝软甲以及杨修所需要的5行剑诀的元婴篇。这要是说不是童子哥在暗箱操作，打死他都不行，还得是咱娘有面子啊，童子哥都得敬畏3分。杨修原本打算今天就算把双修值抽完，也得给爹娘抽几件宝贝出来防身，但是现在看来不需要了，仅仅6发10连，只消耗了不到1半积分，2套防具加武器就都有了。而此时刘雨林几人都收拾好了，全在等着杨修。杨修也没废话，带着几人就前往了前厅。杨天长见到几人到来，取出一枚储物戒指递到杨修面前，修，此战胜负难料，这里面是杨家这些年来积累的大半财富，你收好。如果此次我和你娘不幸陨落，你就拿着这笔资源安心修炼，爹相信以你的天赋，要不了多久就可以为爹娘报仇。杨修没有推脱，伸手接了过来，随后取出了刚才抽奖获得的物品：极品法宝天残甲、上品极品法宝青双剑、上品法宝金丝软甲、上品法宝是岩枪，以及一共40多枚神石丹和虚神丹。杨天长即将收回去的手顿时定在了原地，苏雪莹也瞪大了双眼，满脸的不可置信。修儿，这些哪来的？苏雪莹只感觉自己口干舌燥，说话都不太顺畅了。杨修微微一笑，之前意外获得的机缘中的，我也是最近实力有所突破，才解开了一层禁制，获得了这些东西。苏雪莹二人心中感慨，但是都没有拒绝杨修的好意。现在可不是矫情的时候，真的会死人的。杨天长将东西全部接了过去，把青双剑和天残甲2件极品法宝交给了苏雪莹。夫人，你修为低一些，这2件你拿着，可以增加一份安全，我有这2件就足够了。这次只要青灵宗赶来，我必定让他们有来无回。苏雪莹也没客气，左右只是一件防具，青双剑就算给杨天长用，他也发挥不出啥威力。苏雪莹接过了2件极品法宝，把丹药都留给了杨天长。这些丹药都是极品，你抓紧服用，修儿我去送就行。如果你能短时间内突破到化神巅峰，咱们就杀到青灵宗去，灭了他满门。杨天长摇头，这些丹药不够，还是你服用了吧，里面还有几枚虚神丹在，足够你突破到化神后期有余了。只要你突破化神后期，此战必胜。见到2人一直在推来推去，
杨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剩余的积分全部用来抽奖，反正已经抽到了鬼水剑诀，怎么这都是赚的。叮，杨修屏蔽了提示音，直到系统抽完，这才看向奖励：虚神丹8枚，神石丹40枚，化阴丹9枚，中品法宝5行剑，下品法宝金丝玉履衣，炼虚进攻法，焚天熔岩。奖励很强，绝对的物超所值，除了丹药以外的任意一件宝物，价值都在4位数积分以上。不知道有没有童子哥的功劳，但是先说声谢准没错。感谢童子哥。杨修将神石丹和虚神丹全部取出，一并交给了杨天长。爹娘，你们看这些丹药够不够你俩突破的？杨天长和苏雪莹原本还在推搡手里的丹药，结果就看到杨修又拿了一大把出来。杨天长和苏雪莹，杨天长接过丹药，应该够了，而且只要我和你娘任何一人突破，这次面对青灵宗就都不会输，放心吧。走，我先送你们3去仙灵宗，云长你也考虑好是不是出去躲一躲风头。说完，杨天长带着杨修3人向着仙灵宗的方向飞去。李云长向苏雪莹告辞以后就回了灵府，苏雪莹则是去了密室修炼，她要抓紧时间突破，不然都对不起杨修的这些丹药。仙灵宗距离青石城大约23000里地，前文青灵宗势力范围已作修改，更改为方圆万里。以杨天长化神后期的速度，半个多时辰后就已经到达仙灵宗的山门前。杨天长取出传音玉佩，输入了一段消息，没多久，一个身高的有1米9，肌肉壮硕，皮肤黝黑，留着络腮胡的大汉迎面而来。哈哈哈，杨修，数年未见，别来无恙啊！来人扯着个破锣嗓子说道。杨天长拱了拱手，李兄弟，这次杨某上来，乃是有一事相求。李天雄上前拍了拍杨天长的肩膀，豪爽地说道：杨兄有话但说无妨，兄弟定然竭力相助。杨天长，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为兄和你嫂子最近可能要和青灵宗开战，唯恐修儿有何闪失，所以想让他和妻子在仙灵宗借住一段时间。李天雄将目光转向杨修3人，并没有过多的打量杨修，反而将目光在刘雨林和宋月离身上停留了片刻。没问题，这算什么事？贤侄和侄媳来了我仙灵宗，就把这里当成是自己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虽然李天雄说的敞亮，但是杨修还是皱了皱眉。方才李天雄看向二女时的目光可算不上干净，这让杨修心中有了些许不好的预感。只是没有证据，而且他和杨天长的关系看起来挺不错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杨修也没有多说什么。杨天长，那就多谢李兄弟了，等为兄和你嫂子灭了青灵宗，到时你们仙灵宗也可以顺带扩张一下势力范围了。李天雄哈哈一笑，那就提前谢谢杨兄了。杨天长着急回去修炼，而是此时只有苏雪莹一人在家，他实在放心不下，没有多聊就先回去了。李天雄看着杨修3人道：既然杨兄把你们交给了我，那就不必跟我见外，叫我一声叔就行，走吧，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说着便抬脚向着山门走去，杨修3人连忙跟上。系统有没有什么能弄死这个家伙的办法？有，宿主可以购买6阶符传或者6阶阵法，出其不意之下，这家伙必死无疑。快帮我看看需要多少积分。最便宜的6阶下品火龙符售价6666积分，最便宜的6阶下品符图针售价13000积分。杨修，你他妈逗我呢？这是我能买得起的东西吗？6阶下品就是这个价，这已经算便宜的了。如果宿主实在买不起，也可以考虑贷款哦。杨修，我弟。杨修刚想骂娘，突然想起了之前的事，急忙把说到一半的袋子给咽了回去。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有的宿主，有的。这样的办法一共有3个。那你还不快说？1. 借贷， 2. 抽奖， 3. 任务。杨修，抽你妹的奖啊，我现在抽得起吗？借贷去抽奖是吗？宿主别丧气啊，你不是还有43积分吗？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没准就单抽出奇迹了呢。听着系统充满诱惑的话，杨修没忍住心动，打开了系统抽奖面板。叮，消耗10点积分，终极抽奖抽取中，恭喜获得化阴丹。再来。叮，化阴丹。继续。叮，化阴丹。童子哥，你这就没意思啊，最后40点积分也要给我骗走吗？最后一发，抽。叮，消耗10积分，终极抽奖抽取中，恭喜获得5阶极品赤金剑符。卧槽，我就知道童子哥你还是爱我的，怎么会坑我呢？爱你童子哥。哦，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杨修讪讪一笑，开玩笑呢，童子哥，从你绑定的第1天到现在从来没有掉过链子，我还能不相信你吗？系统，别拍马屁了，所有的后手都被你透支完了，以后的抽奖我可就控制不了了。以后你要是想获得好东西，就努力获取积分升级系统吧。杨修闻言心中一动，果然之前的抽奖都是童子哥在帮忙暗箱操作，只是今后童子哥也没办法再帮他了。
然而不对啊，童子哥，你不就是系统吗？那一切还不是你说了算？谁跟你说我就是系统了？我只是系统的器灵而已，有点操作权限，但不多。那也就是说，童子哥你不是数据程序，而是灵体，还有机会恢复。对，只不过机会渺茫，我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杨修闻言反而来了兴趣，追问：那你知道要怎么才能恢复吗？系统沉默了一瞬，才说道：10000积分赎身，10000积分购买回魂丹。杨修却是眼前一亮，积分，这个简单啊！虽然10000点积分听起来很多，但那只是因为他如今的境界太低。金丹境虽然听起来很牛逼，在青石城也属于1等1的高手，但是实际上还是处于修仙的初级阶段，被人砍掉头颅一样会死。唯有突破元婴，可以凭借元婴遨游天地，那才算是修行途中的第一次超脱。超脱凡俗，不再拘泥于肉身，可以做到肉身灭而神存，借助他人的肉身夺舍重生。当然，元婴境只是最初级的超脱，失去肉身太久依旧会死，依旧需要肉身作为容器，但是也绝非金丹境可比，就如贤者系统一般。金丹期的他如今和刘雨林他们双修，每次可以获得15点积分，可一旦突破元婴，这个数字就会翻倍。若是刘雨林他们修为再突破，这个数值还会增加，由此可见元婴境与金丹境的差距之大。察觉到杨修的想法，系统打击道：这些确实简单，但是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系统商城也没得卖，不是积分能够解决的。杨修有些疑惑，系统商城包罗万象，还有他没有的东西，还需要有一具载体，而且必须得拥有先天琉璃体的女子，否则一切都是白搭。无妨，世界这么大，等我修为提升上来以后，便踏遍这个世界，我就不信这世界10000万人口还找不出一个拥有先天琉璃体的女子。童子哥没有接话，只是心中叹息，别说这10000万人口，整个世界10万年都未必能出一位拥有先天琉璃体之人，在现这性别更是难上加难。童子哥正在暗自感叹，结果杨修这货突然发现了盲点，问道：为啥一定要是女子？难道童子哥你是女的？童子哥不想理他，但是想想又觉得气得慌，于是便送了他一个字：滚。杨修也不恼，知道这是被自己猜中了，他也不由得在心中想象童子哥应该长什么样。不知不觉中，三人已在李天雄的带领下来到了山腰位置的内门弟子的住所处。李天雄，这里是内门弟子的住处，你们便住眼前这座院子吧，虽然偏僻了一些，但是胜在安静，平日不会有人打扰。杨修深知如今自己是寄人篱下，所以也没有挑剔，只要有个住所就行，于是点头道：此地甚好，多谢李叔了。李天雄哈哈笑道：贤侄莫要客气，此地偏僻少有人来，不会暴露你们的身份。这是内门弟子的身份令牌，你们收下，炼化后可以自由进出宗门大阵，不过切记在宗门内不要动武，如果与人发生矛盾，一定要报备执法堂以后去擂台解决，否则就算是我也只能将你们驱逐出去了。李天雄说着便拿出了3个金属令牌递给了杨修。杨修接过令牌回道：杨修明白，多谢。李天雄见状便转身离开，不过转身时的地目光却在刘雨林和宋月离身上停留了一瞬，并且透露出淫邪之色。杨修心中一凝，看来之前在前门处的感觉没有错，这个李天雄有问题，而且是在打自己女人的主意。叮，警告警告，检测到眼前的院子布置有迷魂阵，请宿主小心。杨修刚要迈步进入院子，脑海中突然传来系统的警报声，这也让杨修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系统，这迷魂阵有何效果？虽然根据名字就能猜个大概，但是有系统在，不问白不问，这个阵法有点东西。虽然只是5阶中品的阵法，但是它不仅可以迷惑人的神智，使人陷入幻境之中，而且幻境的内容可以根据布阵者的意愿改变，在幻阵结束后，中招之人很难回想起幻阵中发生的事，记忆一片模糊。杨修听到这里就已经知道李天雄是什么打算了，这老畜生居然想用幻阵对自己的女人图谋不轨。童子哥，有什么办法可以破除这迷魂阵吗？有，但是你买不起5阶阵法，就算你贷款也买不起破阵的道具。杨修有些着急，5阶的阵法只凭他自己肯定是没办法应付，如果系统也没办法，他就只能准备跑路了。那怎么办？童子哥慢悠悠地说道：宿主可以看看你老爹给你的储物戒，没准会有惊喜哦。杨修眼前一亮，自己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于是连忙打开储物戒，开始查看里面的东西。戒指里面除了堆积如山的各品级灵石，就是一瓶瓶的丹药和上百本功法秘籍，法器符传之类的反而比较少，最好的也只有几件极品宝器，法宝是一件都没有。看着这些东西，杨修有些疑惑，这也没有能解决眼前困境的东西啊。童子哥，那个黑色的长刀下面压着一根钉子，看到没？杨修根据童子哥的指引，果然在一把黑色类似唐刀的下面找到一枚钉子。感受着毫无灵力波动的钉子，杨修有些疑惑，这是什么？
老爹为何会将一枚普通的钉子放进来？这叫破阵钉，专门用来破除阵法的。你将钉子钉在院子中的那棵枣树上，就可以让阵法停止运转。杨修毫不犹豫地带人进了院子，然后就将钉子钉在了枣树上。就算直面李天雄，他手中也还有一张赤金剑符，但是面对5阶的阵法，他根本无能无力。所以就算破除阵法会被李天雄发现，他也不得不做。做完这一切，杨修本想立马掏出传讯玉佩给自己老爹发去消息，但是又怕打扰到杨天长备战，又打消了念头。李天雄肯定不敢对自己下杀手，所以才会搞这些小手段。如果真翻脸了，那就把赤金剑符甩给他，自己带人传送跑路。想到这里，杨修又将储物戒中的传送符取出，塞给两女每人2张。在二女疑惑的目光中，杨修将事情讲述了一遍，并且叮嘱二人远离李天雄，如果遇到危险，立马使用传送符跑路。二女听完杨修的讲述，都感到不可思议，没想到仙灵宗的宗主居然是这样的人。也就在此刻，院子外面又响起了李天雄的声音：“杨贤侄。”杨修让二女进屋，自己整理好表情，立马装作一副惊慌的样子，跑去打开了院门。还不待李天雄说话，杨修就急忙道：“李叔，不好了！这院子中居然被人布置了阵法，若非侄儿对阵法一道略有研究，只怕就遭了歹人的毒手了。”李天雄张了张嘴，过了片刻才说道：“啊，对，我也是回去之后感觉到这个院子有些不太对劲，这才急忙赶回来的。要不我给你们再换个院子？”杨修满脸感动：“多谢李叔，不过这倒不必了。这院子中的阵法已经被侄儿破除，不用再麻烦了。”李天雄也不好再勉强，只能哈哈大笑缓解尴尬，只是这笑容怎么看都有些牵强。送走李天雄后，杨修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狗东西，敢打小爷女人的主意，你给我等着！杨修叮嘱二女在院中修炼，谁来都别开门，然后就独自外出，准备打听一下李天雄的情况。主要是打听一下他有哪些女性亲属和女人。正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既然他敢打自己女人的主意，那自己肯定要从这方面下手报复回去。杨修将内门弟子的腰牌挂在腰间，大步流星地向着建筑密集的地方走去。沿路遇到几个仙灵宗的弟子，身穿浅绿色宗门服饰，杨修不想太过显眼，便将之前抽到的金丝玉履衣穿上，变换成了仙灵宗内门弟子服饰的样式。一路来到内门弟子区域的广场上，发现有许多人正聚集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圈，也凑了上去。哎，别挡着我，让我看一眼。滚一边去，就你想看，别人都不想看啊！自己来的晚，就老实在外边，再挤老子弄死你！嘿，你他妈吓唬谁呢？一个炼气8层，还敢跟我这么嚣张？给我滚！说着，两人暗地里开始较量起来，只是碍于宗规，并没有大打出手。杨修见到这些人的样子，也被勾起了好奇心，便透露出了一丝筑基期的气息，便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最前方。杨修这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想往前挤，原来是为了看美女啊！杨修被围起来的两人，一身月白色衣裙，乃是仙灵宗亲传弟子的服饰，而且二人的长相极为相似。两人修为同是筑基初期，此时正在相互对视，眼神恨不得快要冒出火。杨修看着两人的阵势，感觉可能会打起来，便向身旁的人问道：“哎，这是咋了？”身旁的一名内门弟子正在全心全意欣赏两女的美貌，此时被人打扰，十分不爽。刚想要开骂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结果那人筑基期的气势就压在了他的身上，令他浑身一颤。师兄，是李师姐跑过来拦住了季师姐，说季师姐勾引她未婚夫。季师姐否认，说是李师姐的未婚夫天天对她献殷勤，跟苍蝇一样烦人，然后就这样了。杨修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剧情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哦，前世狗血小说看多了，这种类型也不少。杨修仔细打量了二人一番，越看这俩人长得越像，若非二人不同姓，杨修都要认为两人是一对双胞胎基一。你还要不要脸，连自己妹妹的男人都要抢。李暖暖，你不要太过分了，你自己看不住男人，让他成天跑来烦我，我都还没有找你麻烦，你还有脸找我问罪？哼，肯定是你使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不然苏哥哥怎么会一直围着你转？他以前可是最喜欢我的。好家伙，还真是姐妹啊！哼，因为什么你心里没数吗？都23了，还是一副小孩子的模样，个子也矮矮的，谁能看得上你？喂，过分了，萝莉也很可爱的。闭嘴！要不是因为你，我会一直长不高吗？都怪你，我杀了你！说着，李暖暖便手持长剑向着季依依杀去。季依依也不是软柿子，立马持剑反击。两人同为筑基初期，谁也不服谁，一时间打得难舍难分。只是苦了围观的众多弟子，筑基期修士的战斗，哪是他们这群炼气期小菜鸟可以近距离围观的？仅是战斗的余波就将靠得最近的一群人轰飞了出去，只有杨修一人不受影响，还留在原地。打斗中的俩人也发现了杨修，不约而同地收起了攻势，打量了起来。对于这个身穿内门服饰、
却能在自己二人的战斗余波中面不改色，丝毫不受影响的男人，二人都十分好奇。这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男人长得居然如此英俊。个子矮小，大约只有1.55米的李暖暖冲着杨修一指：“喂，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杨修也很配合地回道：“在下杨修，今日刚入仙灵宗。”另一边的纪依有些疑惑地问道：“今日刚入宗就晋升为内门弟子了？按理说这些宗门是不会收带一拜师之人的，除非天资出众者，可能会被长老收为亲传弟子。像杨修这般带一入宗且只是内门弟子的情况，他还是头一次见。实不相瞒，在下并非仙灵宗弟子，只是家父与李宗主有些交情，承蒙李宗主收留，在此暂住一段时日。”纪依恍然，原来如此。只是杨修虽然看上去成熟了不少，样貌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但是也就18、19岁的样子，而杨修表露出来的气息却是达到了筑基初期。纪依眼中闪过一道金芒，对着杨修说道：“你跟我来，我有事找你。”一旁的李暖暖不干了，嚷嚷着说道：“呸！你这水性杨花的女人，见到长得帅的男人就想勾搭，才把我苏哥哥抢走，转头就勾搭别的男人。”纪依都懒得搭理他，而是冲着杨修说道：“随我来。”杨修虽然不知道纪依找自己是何事，但是能和这样一位大美女单独相处，他自然没理由拒绝。迈步刚要跟上，李暖暖从一旁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道：“这女人不安好心，你不能跟她去。”纪依转身拔剑，指向李暖暖：“李暖暖，一再诋毁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李暖暖松开杨修，毫不畏惧地对纪依一拔剑相向：“诋毁你？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不是你勾引苏哥哥，他怎会成日围着你转？”纪依已经有些恼怒，怒声道：“我再说一遍，是他自己非要纠缠我的，我赶都赶不走。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他看紧了，别让他一直来烦我。”李暖暖不信，提剑就冲向了纪依，纪依被迫应战，只能提剑格挡。杨修身为金丹修士，其实早就看出来了，两人虽然境界相同，修炼的剑诀也一样，但是纪依明显对剑诀的领悟更深，实力在李暖暖之上。只是因为一直在放水，所以才打成一副势均力敌、难舍难分的样子。如果动真格的，李暖暖在他手上走不过100招就会落败。不过杨修并未出声，就站在一旁看好戏，毕竟两大美女之间的战斗可以用赏心悦目来形容了。又是300多招过去，二人体内灵力已经所剩不多，只能平局收手，就此作罢。纪依看向杨修：“跟我走。”杨修没有拒绝，跟了上去。李暖暖在后面纠结了片刻，也拔腿跟了上来。纪依把杨修带到后山的一处凉亭内，俩人相对而坐。后面跟上来的小短腿李暖暖则坐在了一旁，两人中间的位置。纪依盯着杨修：“你既然是父亲带来的人，想必是值得信任的。我有个忙需要帮我，放心，不会让你白帮忙。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杨修心中一动，父亲，那也就是说她是李天雄的女儿？不对。杨修扭头看了一眼一旁的李暖暖，这两个都是李天雄的女儿。没想到李天雄长那个熊逼样，女儿居然生得如此水灵，而且自己正要打听消息，这俩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杨修没有急着答应，而是问道：“需要我帮什么忙？在仙灵宗内连你都无法解决的事，我恐怕也难帮上忙吧。”纪依直言不讳：“我需要你做我的挡箭牌，帮我挡住一个人。”杨修：“谁？”纪依：“苏万和。”听到这个名字，杨修猜测可能就是李暖暖口中的那个苏哥哥。果然，一旁的李暖暖立刻阴阳怪气道：“哟，还挡箭牌，怕不是你见色起意，有了新目标就想把苏哥哥赶走吧？”纪依翻了个白眼，压根没有搭理他，而是盯着杨修等待他的回答。杨修疑惑地问道：“你身为宗主的女儿，他怎么敢一直纠缠着你呢？”纪依：“他的爷爷是仙灵宗的大长老，在宗门内威望很高，我也不敢彻底将他得罪死，所以平时都是尽量躲着他。”杨修：“那你让我给你当挡箭牌，不是纯纯的害我吗？他肯定会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纪依：“我不需要你对他动手，只是假装情侣而已，再加上你是我父亲带回来的客人，他不敢对你动手的。”杨修还是觉得不靠谱，倒不是他怕了那个苏万和，而是怕他身后的老东西。看过那么多小说，这种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这种剧情堪称点中点。杨修，抱歉，这事儿我不能答应，我脾气不太好，如果他真的当着我的面挑衅，我肯定会忍不住，没准会杀了他，我可不想得罪你们大长老。纪依还没说话，李暖暖便吃声道：“就凭你还想杀了苏哥哥？苏哥哥已经筑基5年，都已经准备突破筑基中期了，你以为你是他的对手？”纪依瞥了一眼李暖暖，开口就是暴击：“你身子不发育，脑子也不发育了。”在纪依看来，杨修最多不过18、19岁，就已经修炼到筑基初期，这等人物要么有大机缘，要么天资逆天。若是前者，必然会有各种底牌；若是后者，此等天赋不说越阶而战，但是同阶无敌应该难度不大。
毕竟那苏万和的天赋都还不如自己，只不过是年长了几岁，所以修为比他略高一点罢了。李暖暖听到季依依不仅攻击他的身高，居然还攻击他的智商，顿时勃然大怒，一拍桌子站起身，就打算再和他大战一场。季依依也是一拍桌子，怒声呵斥道：“老实点，否则就给我滚！”季依依说完就没有再理他，看着杨修说道：“大长老已经闭关多年，近期不会出关，你别私下动手。若是实在忍不了，可以上擂台，擂台上不论输赢，事后都不得追究，就算大长老出关也找不出理由。那你之前为何不找个人假装情侣骗他？”季依依无奈道：“宗门里的人都知道苏万和在纠缠我，没人敢得罪他。”杨修觉得还是不稳妥，若是回报太低，完全不值得自己冒这个险。可是这依然很危险，我又不是仙灵宗的弟子，不可能一辈子待在仙灵宗。大长老若是在宗门外对我动手，神不知鬼不觉的，谁又能发现呢？季依依想了想，确实如此，自己却实想得太简单了。正准备说此事就此作罢，谁知杨修突然话音一转说道：“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可以帮，只是风险太大，你又能回报我什么？”季依依连忙说道：“功法、宝器、灵石，只要我有，你要什么都可以。如果不够，我可以去找娘亲要。”杨修摇摇头：“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缺，而且你也未必就比我富。”季依依小脸上满是纠结，除去修炼资源，她也没别的了。杨修看她的样子，仔细打量了一番季依依，一袭月白纱衣，彩云为袖，斜月做长，青丝簪花，眉目如画。杨修给她传音：“想要我帮你也简单，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季依依看了看旁边的李暖暖，同样选择用传音的方式交流：“什么要求？”杨修，假戏真做，成为我的女人。季依依噌的一声站起身子，怒目看向杨修。他是承认杨修长得很帅，气质也很出众，但是这不意味着自己就得对他一见钟情。更何况二人相识到现在都不到半个时辰，他就敢说要自己做他的女人，可见他必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休想！留下这句话，季依依转身就走，没有丝毫犹豫。李暖暖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一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季依依很生气，他就感觉到开心。喂，你跟那个贱女人说了什么，让她这么生气？杨修看向李暖暖，个子小小的，很可爱，但是该发育的地方都已经发育，说不上多大，但是也比小兰强上些。关键的是，这可是个合法萝莉啊！杨修敷衍道：“哦，没什么，就是报酬没谈拢罢了。”李暖暖啊，报酬？什么报酬？杨修信口胡诌，他说让我给他当挡箭牌，作为报酬把你送给我，不过我没同意，要他把自己补偿给我，他就生气了。李暖暖脸色一变，怒声道：“你什么意思？你居然敢嫌弃我？”杨修满头问号：“不是，这他妈是重点吗？”“不是，你误会了，我就是觉得这对你不公平，帮他做事怎么能拿你做报酬呢？又不是帮你。”李暖暖想了想，颇为认同的点头：“就是凭什么拿我做报酬，又不是给我做挡箭牌？”杨修附和：“就是，你又不需要挡箭牌，你巴不得那个苏万和对你死缠烂打呢。”李暖暖呼吸一滞，缓缓开口：“我才不想呢，苏哥哥虽然是我的未婚夫，但是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之所以会找那个贱女人麻烦，只是单纯的不爽他而已。”杨修则好奇地问道：“你们俩应该是姐妹吧？为什么一个姓李一个姓纪？而且你对她好像十分的仇视。”李暖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和她确实是亲姐妹，而且还是双胞胎，她随母亲姓纪，我随父亲姓李。我如今这副样子，就是因为她把原本属于两个人的营养全部吸收了，所以我才会一直长不高。难道我不应该恨她吗？”杨修无语了，问道：“谁跟你说你长不高是因为这个的？”李暖暖理所当然地说道：“我爹啊，他可是化神后期的大修士，肯定不会骗我的。”得，这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了仇恨的思想，李天雄肯定是在打什么坏主意。杨修解释道：“双胞胎一高一矮，确实有可能是因为营养摄入不均衡导致，但是这是指出生以后的事情，和你们在娘胎了没有关系。根据我的推测，你和你姐姐差异会这么大，很大的概率是因为你们是异卵双胞胎。”李暖暖听得云里雾里的，不明觉厉。什么是异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是指由两个不同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基因差异较大，就像普通兄弟姐妹一样，身高出现差异很常见。李暖暖好像大概听明白了，什么受精卵和基因她不太懂，但是后面那句话很容易理解，自己这个样子根本不是姐姐造成的，而是因为在娘亲肚子里的时候，她们就是两个个体，互不影响的。自己长不高是因为自己本来就长不高，和营养没有关系。李暖暖有些沮丧：“杨修，这么说我是不是一直都错怪姐姐了？”杨修点头：“是的，但是这也不怪你，你那么小懂什么？如果不是你爹跟你说那种话，你也不会有这种错误的认知。”
李暖暖很想反驳杨修，但是她却找不到理由。正如她所说，如果不是小时候爹爹就一直在耳边念叨是姐姐抢了她的营养，不然她也不会长不高，她也不会如此仇视季依依。杨修趁机又补了一刀，而且你姐姐都还没有婚约，你爹爹就着急把你嫁给你不喜欢的苏万和，你想想是为什么？都是联姻，姐姐还没有出嫁就着急把你嫁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很明显你爹爹也不喜欢你，只是把你当做联姻的工具。李暖暖眼眶通红，哽咽着说道，不是的，爹爹很疼我的，他肯定不会这样做的。杨修继续补刀，你可真好骗，他要是不表现得很疼爱你的样子，你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去联姻呢？李暖暖再也坚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杨修见状露出一副心疼的神色，很自然地伸出双手将她搂进怀里轻轻拍打，安慰着她。李暖暖顺势趴在杨修怀里痛哭，而杨修脸上则是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李天雄，咱们走着瞧。李暖暖哭了好一会才停下，慌张地从杨修怀里挣脱出来，或许是意识到了男女有别，整个小脸都红彤彤的，煞是可爱。李暖暖心中羞涩，自己怎么就靠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了呢？她此时有点不太敢看杨修，瓮声瓮气地说道，杨修，你可以帮帮姐姐吗？杨修摇摇头，沉默不语。李暖暖见状十分失落，原本止住的泪水又差点夺眶而出，她双手抓住杨修的胳膊，可怜兮兮地说道，杨修，求求你帮帮姐姐吧，我对不起她，我也可以的，我和姐姐长得很像，我用自己补偿你好不好？杨修没想到这小丫头这么单纯好骗，刚刚只是信口胡诌的话，她居然当真了。杨修看着她那张与季依依有8、9成相似的脸，不由得浮想联翩。双胞胎啊，而且还是一个少女一个萝莉。杨修拉回思绪，干咳了2声，嗨嗨，看在你如此有诚意的想要修补你们姐妹关系的份上，我可以答应你，甚至可以帮你们俩都彻底解决这个麻烦。只不过李暖暖眼神一亮，立马希冀地问道，不过什么？杨修一把将李暖暖揽进怀里，搂着她的腰，不过我得先收报酬。李暖暖没有反抗，只是依偎在杨修的怀中默不作声。虽然这样做法不太磊落，但是再怎么样也比李天雄使用迷魂阵道德的多。杨修抱起李暖暖虚空而起，向着小院飞去。多亏此处是后山，且杨修所住的小院比较偏僻，一路上倒是没有遇到其他人。回到小院时，刘雨林和宋月离都在修炼室修炼，所以并没有看到2人。杨修，你答应过我的，不能骗我，一定要帮帮姐姐。杨修捋了捋她的头发，放心吧，既然答应了你，我就肯定会帮她的，不过就是大长老的孙子罢了，又不是大长老本人。李暖暖环抱住杨修，静静不语，就这样睡了过去。而另一边，季依依从和杨修分别之后没过多久，就感到心神不宁，身体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她对此毫无头绪，最终只能归结为杨修说的那些话太过放肆，让她心境产生了波动，来安慰自己。于是她强迫自己进入修炼状态，可惜一直静不下来心，最后只能挥舞着长剑练习起破绽百出的剑法。直到不久前，那种感觉才彻底消失。她本能的感觉这事有蹊跷，但是对此又毫无头绪，想查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季依依脸色微红，无奈之下连忙安排下人准备热水沐浴更衣。杨修这边在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李暖暖就起身穿衣离去，并告知杨修明天会安排他和季依依见面。杨修应了下来，季依依原本就是他的目标，他自然不会放过。之前的拒绝也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多争取一些利益罢了。虽然是修仙宗门，但是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到了晚上，仙灵宗一片寂静。杨修在入夜以后出了门，打算探查一下仙灵宗的具体情况。他有一种感觉，仙灵宗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内门弟子区域这会基本没人，毕竟除了外门执事以外，这些弟子都还只是练气期，偶尔还是需要睡个觉的，所以很少有人半夜出来活动。杨修仙是探查了一番内门区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就一路向着外门区域而去。核心区域他不敢去，以他如今的修为，一旦进入核心区域，保准会被人发现。仙灵宗的外门区域比内门大很多，人数也更多，不过外门弟子的修为就要差一些了，只有炼气中期，而且也不像内门弟子那般拥有自己的院子，都是4、5个人住一个院子。杨修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放出神识笼罩住1/4的区域，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接着又换了几个位置，将整个外门区域全都查看了一遍，依旧一无所获。杨修也不意外，接着又去了杂役峰，同样没有收获。这一个晚上，杨修将仙灵宗除了核心区域的禁地、宗主峰和4大副峰以外的地方全都探查了一遍，都没有发现异常。禁地他肯定是进不去的，但是另外4个地方倒是可以借助李暖暖的身份去一探究竟。天色微亮，杨修在收到李暖暖的传音后，立马动手赶往了仙灵峰。仙灵峰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算是山峰，而是宗主峰延伸出去的一座小山包，只是因为海拔比较高，
所以看上去和周围的副峰高度差不多。杨修一路飞来，发现这仙灵峰人数极少，除了山顶有3座庭院之外，整座山峰之上竟然没有其他建筑存在。杨修落在山巅，看到了正在等他的李暖暖。哎呀，你怎么直接就飞上来了？杨修不解，我都成修士了，不飞上来难道走上来？李暖暖见杨修疑惑的表情，才想起他昨日才入宗，一天的时间光在床上辛苦了，根本没时间了解仙灵宗的事情，于是解释道，仙灵峰是母亲和我们的住所，平日里是不允许其他人上来的，如果有事要上山也得在山脚处求见。杨修淡淡开口，那我走。什么玩意，还山脚下求见？我爹堂堂化神后期修士都没你能摆谱。李暖暖被噎住了，走肯定不能让他走，毕竟杨修可是答应要帮他和季依依彻底解决掉苏万和这个麻烦的，关键是他报酬都给了，现在要是让他走，那他不是亏死了。李暖暖，那个上都上来了，就算了吧，我先带你去姐姐那里，你自己去跟她说，我现在不敢见她。杨修没有拒绝，跟着李暖暖来到一处庭院的前面，这里就是我姐姐的住所，你去叫门就行，我先回去了。说完，逃也似的飞向了不远处的另一座庭院中。杨修上前敲响了院门，很快便有侍女前来开门。侍女态度高傲，你是谁？敲门作甚？杨修，季依依喊我来的。侍女闻言态度立马好了很多，也不敢耽搁，立马说道，您请稍等，我去通报大小姐。说完便快步离去。杨修透过半开的院门打量了一眼院子内的布局，亭台水榭，玉石铺路，假山流水，菱花点缀，极尽奢华，自己杨家都没有这么奢侈。没让杨修久等，季依依在听到是杨修以后略一思索就出来了。你来做什么？做挡箭牌咯。哼，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做你的女人的。你的情况我昨天已经了解过了，就算你父母都是化神修士，也休想逼我就范。你想多了，已经有人付了报酬让我来帮你，我可不是那种仗势欺人的人。季依依闻言一惊，忙问，什么？你把话说清楚，谁？什么报酬？然而杨修却并不打算回答，这让季依依更加着急。杨修对自己提的报酬是让自己做他的女人，但是换做其他人，他又会提什么要求？季依依回想了一遍，自己认识的人本就不多，又同时认识杨修的只有李暖暖，可李暖暖对他恨之入骨，怎么可能会帮他？所以李暖暖虽然有很大嫌疑，但还是第一个就被他排除了。但是除了李暖暖，他实在想不到还有谁也认识杨修，又是谁与杨修做的这笔交易。杨修也懒得跟他纠结，而是说道，我的任务就是帮你打发那个叫苏什么的，方法你就别管了，只要效果达到就行。杨修对自己的父母很有信心，有这么多丹药相助，突破乃是板上钉钉的事，根本无需多虑，所以他不打算客气。那个姓苏的识相点还好，如果不识相，杨修不介意送他去找阎王报道。至于青灵宗2件上品法宝，2件极品法宝在手，只要等修为一突破，他们能直接杀到青灵宗去。季依依盯着杨修，沉声问道，到底是谁让你来帮我的？杨修呵呵一笑，你猜？季依依气得差点没直接动手，强忍着这股怒意，他冷声道，既然如此，那就跟我走吧，希望你真的能彻底解决这个麻烦，而不是胡吹大气。杨修耸了耸肩，走着瞧喽。哦对了，昨天我看你剑法熟练度明显在李暖暖之上，但在与他对战时却一直在放水，这是为什么？季依依沉默了好一会才出声，声音冷若寒冰，不该问的事少打听，还有，你要是敢打暖暖的主意，我一定杀了你。杨修闻言乐了，呀，感情这季依依把李暖暖看得这么重要呢？平日里嘴上不说，私底下可关心得紧呢。再想到李暖暖自愿现身，也要帮季依依解决苏万和这个麻烦，这姐妹俩搁着上演姐妹情深呢。杨修不再言语，脸上挂着笑意，跟在季依依身后向山下而去。李暖暖在暗处偷偷看着这边，见杨修跟着季依依离去，心中也是松了口气。恨了季依依这么多年，到头来发现恨错了人，虽然很想缓解这么多年的误会，但是此时的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季依依，只能为他做到这些了。杨修跟在季依依身后，看着前者玲珑有致的身材，再联想到昨天李暖暖在床上的表现，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季依依一直在注意着身后的杨修，自然早就察觉到了他的目光，这时又听到他吞咽口水的声音，脸上顿时露出了厌恶的表情。变态！杨修一愣，不是，哥们你有病啊，招你惹你了你就骂我，敢骂本少爷，信不信我收拾那个姓苏的之前先收拾了你？季依依翻了个白眼，没有接杨修的话，而是来到了宗主峰的广场上。果然还没半盏茶的功夫，一个长相阴柔打扮得十分骚包的青年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哎呀依依，你也在这呢，好巧啊。季依依脸上一脸的厌恶，但是却没有出声，只是给了杨修一个眼神，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杨修表演的。苏万和见今天喊依依没有被反驳，顿时喜上眉梢，态度更加的殷勤。依依，
杨修知道是自己表演的时候了，于是上前一步，将季依依挡在自己身后。喂，你叫苏万和是吧？依依是你能叫的吗？苏万和一脸疑惑地看着杨修，这仙灵宗弟子当中还有敢这样和自己说话的人。感受到杨修身上筑基初期的气势，虽然疑惑这种修为的弟子自己为何会不认识，但是一向嚣张惯了的苏万和怎么会可能会怂？更何况还是在季依依面前。你他妈谁啊？这里有你说话的地吗？给老子滚远点！杨修一愣，这个苏万和有点牛逼的，比自己还嚣张。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依依是我的女人，你以后记得离她远点就行，再敢来骚扰她，别怪本少爷对你不客气。苏万和气急反笑，呵呵，你的女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哪里蹦出的小杂种，敢！然而不等他话说完，杨修听到小杂种3个字，顿时怒火中烧，直接一脚将其踹飞。前世身为孤儿的他，为了活下去，他翻过垃圾桶，也去饭店捡过客人剩下的饭菜，甚至跟猫狗抢过时，就只是为了一口吃的。因为没有父母，为了活下去，他不择手段，没少被人骂作小野种、小杂种。那时年幼的他便敢因为这个和人打得头破血流，这2个词在他这里就是禁忌。苏万和被杨修这一脚踹的，只感觉五脏都移位了，再加上落地时压根提不起灵力保护，直接被摔了个7荤8素。哎呀喂，疼死我了！哪来的小杂种，敢打我？你今天死定了！杨修心中愤怒，周身的气势也开始增长，双眼通红地盯着苏万和。小杂种，哈哈哈哈哈！真是好久没有听过这个词了呢。这会时间还很早，所以广场上并没有多少人。杨修这边仅有季依依他们3人，外加一个苏万和的眼线在。看着杨修的这副模样，苏万和的狗腿子吓得腿都软了，连忙转身就逃，一刻都不敢停留。季依依也是被杨修的样子吓到，他完全没有想到杨修会这么容易被激怒，更没有想到生起气来的杨修会如此恐怖。但是眼下的情况不容他多想，连忙开口：杨修，你冷静一点，他也是无心。话未说完，杨修嗖的一声转头看向了他，那带着血丝通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他。季依依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头荒古凶兽凝视着一般，从心底产生了一种恐惧，竟是不敢再多说半个字，同时心中还在疑惑，同样是筑基初期，就算杨修天赋再高，也不应该给自己这么强的压迫感才对。杨修回头看向苏万和，一步步向他走去。苏万和此时已经恐惧到了极点，拖着受伤的身体往后退，然而杨修给他带来的恐惧令他腿脚发软，还没退2步就摔倒在地。不要杀我，我爷爷是大长老，你不可以杀我。杨修置若罔闻，一步步走向他，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啊！救命！救命啊！依依救我啊！季依依不敢触怒正在气头上的杨修，而且他知道以自己的实力也根本拦不住他，所以只能通过传音玉佩向李天雄求助。杨修走到苏万和身前，一脚踩在他的胸口，狞笑着看向他：你刚刚叫我什么？说着，杨修抓住了他的右臂，连根扯断。苏万和此时才知道杨修是真的可能会杀了他，他想求饶，可是剧痛令他无法开口，只能发出惨叫。老子问你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是看不起我吗？说着抓住苏万和的左臂，再次连根扯断。失去双臂的心理打击自己身体上的痛苦，令苏万和直接晕死了过去。杨修并不打算放过他，今天谁来都没用，苏万和必须死。杨修一脚朝着苏万和2腿中间踩下去，就在即将要将他完成物理阉割的时候，一股化神后期的威压降临，落在了他身上。杨修闲直，脚下留情。李天雄在收到季依依的传音后，就顿感大事不妙，穿上衣服就连忙向这里赶来。只是没想到还是晚了半步，苏万和的双臂已经被废了。眼看着杨修就要让苏万和断子绝孙，想要出手又怕误伤杨修，只能释放自身的威压将杨修镇住。杨修抬眼看着已经来到身前的李天雄，声音嘶哑地问道：你要拦我？李天雄看到杨修的眼神也是吓了一跳，疯狂、暴虐、凶残，杀意太过可怕，这种眼神就不应该出现在人类身上，他只在没有神智的太古凶兽的身上见过。李天雄，杨修闲直，有什么话好好说，没必要打打杀杀的。杨修看着李天雄，突然咧嘴一笑，在李天雄疑惑的目光中猛然爆发出金丹初期的修为。在李天雄还未反应过来之际，一脚给苏万和完成了物理阉割。嗷嗷嗷！原本已经昏迷过去的苏万和直接被痛醒过来，他很想伸手捂住下面，仿佛那样可以减轻一些痛苦，可惜失去双臂的他并不能如愿。李天雄面色难看，苏万和乃是大长老苏长宗唯一的孙子，而苏万和的父亲早年间就在和其他宗门的争斗中不幸牺牲，所以苏长宗将苏万和看得极为重要。如今苏万和被废，而且还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被他带进宗门的人废了，就算命保住了，
他们苏家一脉彻底绝后，苏长宗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李天雄也是心中恼怒，说话的语气也变得十分不善。杨修，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杨修没有搭理他，反而一把抓住苏万和的右腿，就准备将其扯下。李天雄见状眼皮一跳，连忙出手想要将杨修拦下。然而杨修看都不看他，闲着的左手取出一张符篆，立刻输入灵力将其激活。李天雄就像见到了什么大恐怖一般，连忙收起攻势，连连后退。杨修右手动作不停，一把扯断苏万和的右腿，随手扔到一边。刚刚被痛醒的苏万和再次被痛晕过去，这才抬头看向李天雄，咧嘴笑了起来，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你要阻止我？李天雄脸色阴沉，沉默不语。就在这时，远处又有一道身影急速飞来。小何，来人乃是一名看上去30岁左右的女人，一身蓝白色披帛大摆裙，露出暴露双肩和锁骨，一头秀发被高高盘起，此时正满脸惊慌之色。快放开我！女子冲着杨修吼道。李天雄在一旁拦住了正要冲上前去的女人，别过去，他手里有5阶极品攻击符篆。女子闻言止住脚步，满脸泪水的看向只剩一条左腿，躺在地上气息微弱的苏万和。杨修并没有搭理女人，而是弯下腰抓住了苏万和仅剩的左腿，在3人惊恐的目光中将其扯断。不！女人挣脱开李天雄，抬手一掌便向着杨修杀来。杨修不躲不避，只是一把抓住如死狗一般的苏万和挡在身前。女人收住攻势，泪流满面的看向杨修，求求你放了小何，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杨修此时的怒火已经消去大半，神志清醒，看着眼前的女人，杨修问道：什么要求都答应？那我要是要求你做我的性奴呢？女人神色一滞，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杨修，她没想到杨修居然会提出这种要求。沉默了片刻，女人才开口：只要你放了小何，我可以答应你。杨修哈哈大笑，哈哈，行，只要你对天道起誓，从今以后甘愿成为我的性奴，我便放了他。你什么你？你不会以为只是一句话我就会信吧？给你10息的时间考虑，要么起誓，要么收尸。杨修说着，抓着苏万和脖子的手加大了几分力度，让昏迷中的苏万和都翻起了白眼。童子哥，给我搜索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筑基修士的物品。经过昨日和李暖暖双修，算上初次双修的奖励，杨修的积分又积攒到了152，买个筑基期的物品足够了。宿主如果是想搞死这个苏万和的话，可以直接购买化灵液。杨修看了一眼物品描述，可以缓慢化解筑基初期及以下修士的灵力全失以后，开始融化5脏6腑，直至最后整个人都化作一滩脓水，售价只需15积分。杨修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份。这回苏万和被杨修抓在手中，背对着杨天雄2人，杨修趁机给他灌了进去。可惜季依依此时已经被吓得魂不守舍，不然准能发现杨修的小动作。季依依此时心中无比后悔，苏万和落到如今这副模样，其中也有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找杨修来做挡箭牌，也不会有今日之事发生。杨修可懒得管他怎么想的，只是看向那女子，问道：时期已到，看来你是选择收尸了。说完，杨修就要动手，那女人立马说道：别，我发誓。你叫什么？我马上发誓。杨修，我董清燕对天道起誓，只要杨修放过苏万和，我甘愿成为杨修的性奴。若为此事，修为散尽，元婴破灭，生死道消，魂飞魄散。杨修满意的点点头，将手中已经没有人形的苏万和丢给了杨天雄。董清燕上前想要查看苏万和的伤势，却被杨修喊住：搞清楚你现在的身份，我让你过去了吗？董清燕止住脚步，转身看向杨修：我想看看小何，杨修，求求。话未说完，杨修上前一步，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随后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不知礼数的贱货，你现在应该叫我什么？被掐住脖子的董清燕费劲地喊道：主人。杨修这才松开他，并且说道：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仙灵宗的长老，只是本少养的一条狗而已，懂了吗？董清燕低头，眼中闪过仇恨的光芒，咬着牙道：我知道了。燕奴知道了。这才像话。董清燕心中羞愧难当，一肚子怒火，但是依旧在忍着。她在等杨修将手中的符篆收起。小何受了这么重的伤，他若是不为他报仇，简直枉为人母。至于什么天道誓言，他不在乎，就算魂飞魄散，也总好过给这个禽兽当性奴。李天雄检查完苏万和的伤势，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5脏6腑移位，四肢彻底断裂，就算配合灵丹妙药接上，以后也肯定不如正常人。最关键的是他的下面被踩得稀烂，根本没有治好的可能。李天雄怒视着杨修，语气十分阴沉：杨修，我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收留你，
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杨修见于李天雄已经撕破了脸皮，也再无顾忌。我当然知道我做什么。我父亲乃是堂堂化神后期修士，我母亲亦是化神中期修士，此人对我出言不逊，骂我是小杂种。他的言语不仅是在侮辱我，更是在侮辱我的父母。他一个筑基初期是怎么敢的？别说我只是废了他4肢，就算我将他千刀万剐，诛他9族，也是他罪有应得。杨修此言毫不为过，修真界本就是强者为尊，你实力强，甚至可以不尊长辈，但是面对比你更强之人，哪怕只是一句言语上的冒犯，也可能招来灭族之祸。李天雄却不认同杨修的说法，那也不过是无心之失，万何只是不知道你的身份，不知者无罪，你又何必下如此狠手？杨修冷笑一声，呵，不知者无罪，你若是被一个不知道你身份的蝼蚁指着鼻子骂，你还能说出这句话吗？李天雄不答，只是说道，杨修，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别以为一张5阶极品符篆就能保你安然无恙，这里可是仙灵宗。杨修哈哈一笑，交代？我这就给你交代。燕奴，爬过来。一旁低着头还在准备找时机偷袭杨修的董清燕闻言，虽然心中不爽，但还是向杨修走去。本少说话你是听不懂吗？我让你爬过来。董清燕心中屈辱，眼泪夺眶而出，自己堂堂元婴后期修士，居然被金丹初期的家伙如此羞辱。但是看到杨修手中的符篆，他不得不乖乖照做，自己死无所谓。如果惹怒了杨修使出符篆，苏万和定然活不了。董清燕低下头，缓缓跪在了地上，双手着地向着杨修一点一点爬了过去。杨修满意的看向李天雄，我不仅断了他4肢，还要羞辱他亲娘，这个交代够吗？李天雄移开目光，再次开口时语气中已经带上了杀意。杨修，你要知道这里是仙灵宗，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若我开启大阵，就算是你爹娘联手，也绝不可能救你出去。杨修哈哈一笑，那你倒是开启啊，怂什么？李天雄气得牙痒，但是又不敢真的对杨修动手。在杨天长夫妻和青灵宗没有分出胜负之前，他还真不敢拿杨修怎么样。虽然仙灵宗可以开启护山大阵，杨天长2人绝对攻不进来，但是这样一来，仙灵宗就等于彻底与外界隔绝，只能自给自足，大量普通弟子使用的物资就没有了来源。他们倒是可以不吃不喝，但是那些还没有筑基辟谷的内外门弟子和杂役弟子可不行。这么庞大的人数，每日消耗的粮食就是一笔庞大的数字，靠辟谷丹根本就不现实。李天雄虽然愤怒，但是又无可奈何。杨修，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我会将此事告知你父亲，你从今天开始就回到院中禁足吧，等你父亲来了以后再说。杨修刚要说话，突然传音玉佩发烫，在他怀中震动起来。杨修将手从董清燕的胸前移开，取出玉佩，接受了里面的消息，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哈哈哈，不愧是我杨修的爹娘，李天雄，你不是要告知我爹此事吗？不用你说，我已经帮你说了。对了，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爹就在方才已经突破到了化神巅峰，我娘也突破了化神后期。哈哈哈！李天雄闻言先是一惊，脸色闪过一丝嫉妒之色，随后便是一脸怀疑。杨天长天赋并没有比他好多少，虽然杨天长战力确实比他强，但是修为方面并没差距太多。可是他至今都还没有触摸到化神巅峰的门槛，杨天长怎么会这么快就突破了？然而没等他多想，他的传音玉佩也震动了起来。接受了玉佩内的内容，李天雄的脸色更加阴沉了。杨修，纵然你父母突破，但是你伤害我仙灵宗弟子之事也是事实。待大长老出关，自然会亲自找杨兄讨个说法。在此期间，你就安心在院子中待着吧。李天雄虽然震惊于杨天长能够如此快速突破，但是心中也不慌。大长老此次闭关就是为了突破化神巅峰，只要大长老突破，到时他们仙灵宗就也有了化神巅峰高手。就算单体战力不及杨天长，可是他们仙灵宗人多啊。他和大长老联手，不是杨天长夫妻的对手，那宗门所有化神一起上呢。他们仙灵宗一共7位化神，他就不信还敌不过杨天长2人。更何况李天雄用阴翳的目光看了杨修一眼，便带着苏万和离去了。杨修见状也放下心来，将符篆收起，看着姬依依，你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解决，我们两不像。正在说话的杨修突然感受到身后一股巨力袭来，他全力躲避，但是依旧被一掌拍在了脊椎上，将他轰飞了出去，激起一片灰尘。而出手之人正是董清燕，因为方才向天道起誓，如今对杨修下手，他也不好受。不仅肉身承受万针入体之痛，元婴也被神火笼罩，被烧得暗淡了许多。董清燕痛得在地上打滚，忍不住地发出一声声惨嚎。啊啊！姬依依杀了我！他想要自杀，然而此时却痛得连自爆元婴的力气都没了。姬依依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刚刚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啊！基一，快杀了我！我求求你杀了我啊！天道誓言不是可以随便违背的，他以生死道消，神魂俱灭起誓，如今违背誓言，这一切因果皆要由他自己承受。基一回过神来，焦急地看看董清燕，又看看杨修衰落的地方，一时间竟是不知该如何做了。就在董清燕痛得一心求死之际，那一片灰蒙蒙的尘埃中传出了脚步声，哒哒哒。随后便在基一二人震惊的目光中，杨修完好无损地走了出来。也不能说完好无损吧，落地的时候发簪衰落了下来，所以此时一头长发有些凌乱。杨修把玩着自己衰落的发簪，一步步走到痛得打滚的董清燕身前，缓缓蹲下身子。贱人，不得不说我真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居然连自己的贱命都不在乎。董清燕痛得来回翻滚，咬着牙道：畜生，怎么可能，你居然没死。杨修也是心有余悸，若非他身上穿的乃是夏平法宝金丝玉缕衣，今日恐怕就真的要栽在这里了。杨修打开老爹给他的储物戒，从里面找到几根鞭子类的法器，手握着一根中品宝器级别的长鞭，杨修反手就抽了下去。啪的一声闷响，董清燕发出一声惨叫，啊！杨修将她从地上提起，拖着就往自己的院子中走去。董清燕此时痛得已经神志不清，元婴被神火烤了这么久，已经虚幻了很多，连境界都已经跌落到了元婴中期。杨修虚空飞行，董清燕就被杨修用绳子拴着拎在手中，垂在他的下方，被勒得已经翻起了白眼。好在杨修很快就回到了院子中，取出几根绳索，将董清燕呈大字形吊在了院中的枣树上。此刻刘雨林和宋月丽二人都被院中的动静吸引过来，见到杨修将一个女子吊在树上，都感到十分疑惑。杨修，我现在来不及跟你们解释，你们俩现在就出宗，然后立马激活传送符离开此地，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我安全以后会去找你们。至于杨修自己，如果他敢逃，仙灵宗必然会大肆搜捕他的踪迹，甚至可能会给青灵宗传递自己的消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自己在这里，那杨天长就肯定会来接自己。但是如果自己跑了，那仙灵宗说不好会和青灵宗联手，到时会对父母不利。这也是李天雄敢放心的放他回来的原因。刘雨林二人虽然疑惑为何如此，但是都听话的照做。二人手持内门弟子令牌，一路畅通无阻的出了宗门范围，然后就立马使用了传送符，随机传送到了别处。二人的离开自然瞒不住仙灵宗的高层，但是对此没有任何人出手阻拦。毕竟犯事的是杨修，只要他还老实待在仙灵宗就行，他们也没有理由强行阻止两女离去。神识盯着二人的杨修见他们平安离开，这才把目光看向董清燕。此时的董清燕已经痛得昏了过去，杨修拿着长鞭走到跟前，下手毫不留情。啊！原本被痛晕过去的董清燕又被痛醒，此时她完全调动不起一身的法力，只能靠肉身承受杨修的鞭打，痛得撕心裂肺。你这个畜生，你杀我啊！杨修不语，只是继续手上的动作。啊！我臣服，求求你放过我吧！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放过我，我愿意为奴为婢，求求你饶了我吧！杨修看着痛得鼻涕横流的董清燕，一脸的嫌恶，丢下手中的鞭子，向童子哥问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留他一条贱命，又能让他乖乖听话的办法？有的宿主，有的最直接的办法，夺过天道的权柄，掌控对他的惩罚。你逗我呢？跟天道夺权，我几条命够用啊？宿主别着急，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违背了对你的誓言，所以天道才会惩罚他，所以你只需要付出一些积分，就可以获得天道对他惩罚的权柄。需要多少积分？不多，只需要123点积分。换，好歹是个元婴期修士，怎么着也能让我赚一笔。丁，操作成功，宿主现在可以操控对董清燕的惩罚。杨修心念一动，还在哀嚎的董清燕声音瞬间小了很多。母狗，这次先饶你一命，小爷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死的。杨修说着，就对董清燕设置了只要有自杀的想法，瞬间就会激活惩罚的设定。这玩意相当于贿赂天道，帮他盯着董清燕，让他连想死都难。董清燕浑身无力，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杨修将他放了下来，一脚踩在他的脸上，被天道惩罚的滋味如何？以后你但凡心存死志，等待你的就是这样的痛苦。哼，既然选择了做狗，就要有当狗的觉悟。董清燕此时心中只想好好的活着，刚刚那种痛苦，他再也不想经历一遍了。主人，燕奴知错了，燕奴以后再也不敢了。杨修嫌弃的看了他一眼，说道：滚去洗干净，你看你现在的样子，跟路边的野狗似的。董清燕不敢迟疑，虽然身体没力气，境界也已经掉到了元婴初期，但是好在可以运转法力，连忙爬起身跑去沐浴。别说杨修受不了他现在的这副样子，就叫他自己都受不了，真的就和一条路边的野狗没有区别。趁着董清燕洗澡的间隙，杨修向童子哥问道：童子 G 姐，那个苏万和还
还能活多久？他担心苏万和要是死得太快，李天雄或者苏长宗失去理智，直接对他出手。童子哥，哦不，童子姐沉默了片刻才说道，半个月左右。杨修放下心来，半个月，青灵宗早就不复存在了。有没有什么可以破除仙灵宗大阵的东西？如果仙灵宗拿我威胁爹娘，只怕他们会束手束脚，无法全力施为。有，但是你买不起。不过有可以助你逃脱的东西，但你积分不够。积分不够吗？杨修看了一眼正在房内洗浴的董清燕，嘴角挂上一缕坏笑。杨修打开房门，正在洗澡的董清燕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双手抱胸，一脸惊慌的看向他。杨修脸上的笑容消失，脸色阴沉的看向董清燕。杨修刚要继续下一步动作，储物戒中的传音玉佩发出了震动。杨修取出一看，原来是李暖暖发来的消息。早上发生在宗主峰的事并没有传开，李天雄下令封锁了消息，所以李暖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在看到季依依一个人失魂落魄的返回仙灵峰住处之后，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于是便来询问杨修早上发生了何事。杨修躺在床上，把主动权交给了董清燕，他则是给李暖暖大致讲述了一下早上之事。李暖暖大惊：什么？你把苏万和四肢给废了？杨修淡定地回道：李暖暖急道：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冲动？他爷爷可是仙灵宗的大长老，化神后期强者，而且他如今正在闭关突破化神巅峰，你把他废了，等大长老出关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杨修无所谓的说道：那不是还没突破吗？而且他的实力连你爹都不如，就算突破化神巅峰，也是同境界战力垫底的存在，无需担心。李暖暖，就算战力垫底，可那也是化神巅峰啊，杀个筑基初期的修为，你还不是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杨修，小屁孩，哥哥我可是金丹初期，筑基初期不过是骗你们的而已。反正早上就已经暴露过修为，所以也没有再隐瞒的必要。李暖暖大惊：什么？你是金丹境？怎么可能？杨修，不信去问你姐啊，她亲眼看到的。李暖暖，你才多大啊，就已经金丹境了？这天赋也太可怕了。不对，就算你是金丹境，结果也是一样，依旧不是大长老的对手。杨修说的好像谁家没有化神巅峰似的，就他那战力，我老爹能打10个。好不容易修炼到化神巅峰，为了一个不成器的孙子赌上自己的老命，甚至是整个宗门的未来，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子和魄力。其实杨修之所以有恃无恐，并不是赌苏长宗不敢动手，而是因为有系统。因为就在刚刚，杨修收获了536点积分，这可是5次终极10连抽的机会。面对眼前的困境，就算没有童子姐帮忙，系统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吧。而且杨天长和苏雪莹双双突破，只要等修为稳固，便会前往青灵宗做客。等段纯安那老东西见了两人的修为，还敢不敢动手就难说了。不论是打是和，主动权都在杨家，倒是没了青灵宗的威胁，杨天长自然会接回杨修，不用再在仙灵宗寄人篱下。李暖暖可不知道这些，他还是有些担忧。可是苏万和是他唯一的孙子，而他儿子又已经离世，可以说苏万和就是他们苏家唯一的后代了，保不准他会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杨修安慰道：放心吧，虽然境界越高越难留下子嗣，但是他还有几百年寿元，只要肯下功夫，不是没有再生一个的可能。而且就算他想杀我，那也得你爹同意才行，他可不敢让我在仙灵宗的地盘出事。说到这里，杨修眼眸闪过一丝惊芒，除非你爹本就打算对杨家动手，唯有这一种可能会让李天雄坐视苏长宗对自己下手。一想到这个可能，杨修就忍不住心跳加速，他有一种直觉，李天雄或许真的有这个想法。杨修心中不安，也不再和李暖暖闲聊，而是一把拽过董清燕，就开始修炼。他现在非常需要积分。2天的时间，杨修都在修炼中度过。只是李暖暖在见到董清燕的时候十分震惊，之前只听杨修说降服了董清燕，可是他实在没想到居然是这种降服。看着曾经高高在上，被无数仙灵宗弟子爱慕敬仰的董清燕，在杨修面前言听计从的样子，给李暖暖小小的心灵一击大大的震撼。这2日的时间，杨修又获得了400多点积分，总数已经来到了1086。之所以结束，不是他不想继续，而是他真的不行了。他现在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快被掏空了，虚的一批。童子姐，抽奖，终极10连抽，给我狠狠的抽！叮，消耗90积分，终极10连抽正在抽取中，恭喜获得极品化阴丹星号石。杨修啊，没了，不然呢？10件相同的物品就是会这样咯，不得不说10连保底，你是真的黑。杨修无语，10连抽为什么不必出金？明明是系统心黑，这可都是自己用命换来的积分啊！继续，叮，恭喜恭喜获得化阴丹星号石。杨修被气笑了，人在无语的时候，原来真的会无语。继续，叮，
恭喜获得极品化阴丹星号10。这不是省略号，这是杨修真的被气无语了。这种情况还是他头一次见。童姐，这合理吗？非常合理。杨修彻底无语住了。哎，继续吧。连续10轮，杨修一共获得了100枚极品化阴丹，除此之外毛都没有。看着仅剩的186点积分，杨修的心已经落到了谷底。再来，丁，消耗90积分，终极10连抽正在抽取中。恭喜获得6阶极品符传咫尺天涯，6阶下品符传炎龙符，6阶下品庚金剑符，5阶极品赤金剑符，全是符传，整整10张符传，最低的也有5阶上品，最强大的更是达到了6阶极品。卧槽，卧槽，童子，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再来个10连抽。丁，极品破虚丹。卧槽，童子牛逼！破虚丹，化神巅峰突破炼虚境的辅助丹药，极品破虚丹更是能直接增加40%突破的概率。他老爹如今已经突破到了化神巅峰，哪怕只是刚突破，但是只要等他境界稳固，就有50%的概率突破。如今有了极品破虚丹，概率直接就能提升到90%。杨修心中激动，大爆，真正的大爆啊！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对于杨修来说，这枚极品破虚丹的价值还要超过那10张符传之和。而且这一次抽奖也恢复了正常，终于不再是10连化阴丹了。加上原本的赤金剑符，如今杨修身上已经有了11张符传，其中有10张都是攻击型的。另外一张品级最高的恰好是挪移符，品级超出仙灵宗护宗大阵，如果真的不敌，他也可以使用符传逃跑，然后就带着老爹老娘在仙灵宗外面蹲点，仙灵宗的人只要敢露头就给他秒了。收获满满的杨修立马大摇大摆地出了院门，全然把李天雄的话丢在了脑后。此刻的他底气十足，之前他就怀疑仙灵宗藏着什么秘密，也是该去探查一番了。不过他对仙灵宗属实说不上熟悉，所以打算去找李暖暖带路。一路来到仙灵峰，杨修压根没想过等人通报，径直地落在了李暖暖的院子中。刚回来没多久的李暖暖正在休息，这2天里可把他累坏了，一沾床就睡着了。隔壁院子中的季依依这几天都有些魂不守舍，脑子里全都是那天早上杨修的身影。根据他了解到的消息，杨修如今也不过才18岁，刚过完成人礼。原本他以为杨修18岁就筑基初期，这等天赋已经非常强了。然而现实给他上了一课，让他知道自己的眼界究竟有多窄。18岁，金丹初期，这等天赋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只能说他连做梦都不敢梦到有人能逆天到这种程度。这几日的他都没有修炼，一直坐在院子里发呆，然后亲眼目睹杨修飞进了李暖暖的院子中。杨修，他来做什么？季依依有些疑惑，杨修什么时候和李暖暖这么熟了，都不用敲门就径直落在了李暖暖的院子中。突然他想到了，不对，是暖暖。杨修，季依依飞身而起，立马冲向了李暖暖的院中。杨修这边神识一扫，就发现了李暖暖的踪迹，看着他睡得正香，也不忍心打扰，心想等晚点再过来。然后就在他想要离开之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他的面前。杨修，是不是暖暖让你来帮我的？你把他怎么样了？杨修，确实是暖暖求我帮的你，至于代价吗？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季依依美目圆睁，满脸怒意地看着杨修。杨修，你怎么敢对暖暖做这种事？杨修面色一寒，我怎么敢？你应该问问我有什么不敢。别说是他心甘情愿地为你献身，就算是我用强又如何？季依依指着杨修，你，杨修一把甩开指向他的手，你什么你？别一副不爽的样子，说起来你还应该谢谢我。季依依气急反笑，谢你？谢你什么？谢你玷污了暖暖吗？杨修，谢我什么？谢我帮你化解了暖暖对你的恨意，谢我帮你和暖暖彻底解决了苏万和这个麻烦。季依依一愣，问道，你刚刚说什么？化解了暖暖对我的恨意？杨修冷笑，不然你以为暖暖凭什么会为了帮你，甘愿成为我的女人？季依依心中五味杂陈，一时间竟然有些无言。可是一想到暖暖的身子被杨修玷污，心中就有一口玉气难消，二人的动静早就惊醒了李暖暖，只是他没有出去，而是安静地听着二人的对话。他听着二人的对话，才知道自己这些年错的有多离谱。他一直视姐姐为仇人，而姐姐却一直都在默默地关心他。姐姐，李暖暖喃喃轻语，起身穿上衣服便跑了出来，扑在了季依依怀里。姐姐，你别怪杨修，都是我自愿的。季依依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紧张的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20多年了，这还是他第一次听暖暖喊他姐姐。你，暖暖，我是不是吵到你休息了？手足无措的季依依语无伦次，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了。他现在满心都是暖暖喊我姐姐了。
李暖暖躲在季依依怀里，瓮声瓮气道：“姐，没有，我就是躺着休息一会，没有影响。”季依依这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仿佛有很多话想对她说，可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是喃喃了2句：“没有就好，没有就好。”杨修看着两人姐妹情深的样子，心中忽然生出一计，对着李暖暖说道：“暖暖，既然你醒了，那我们是不是该继续修炼了？”季依依一脸复杂的看着杨修：“杨修，谢谢你，但是暖暖现在身体有些不适，你再等几日如何？”李暖暖选择与谁欢好，她都没有质疑的权利。既然她选择了杨修，季依依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暖暖此时的身体明显在抗拒双修之事，所以她不得不出面替李暖暖说2句。杨修一脸的戏谑：“她身体不适，那我怎么办？难道你想替她帮忙？”季依依闻言心中恼怒，但是此时不能发作，被这样明目张胆的调戏，让她的脸也变得通红。李暖暖闻言连忙出声：“不行，杨修，你不可以强迫姐姐，我还能坚持。走，我们进屋。”说着，李暖暖就脱离了季依依的怀抱，来到杨修的身旁，拉着他就往房间去。季依依心中感动，但是想到李暖暖的身体，便连忙阻止：“暖暖，没关系，我是自愿的。杨修如此年轻便有这般修为，我也难免心生敬仰。”说完又看向杨修：“杨公子，不知可愿与我促膝相谈，深入交流一番？”杨修轻笑：“自无不可。”李暖暖虽然心中觉得季依依说的很有道理，杨修这么优秀，喜欢上他也很正常，但是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可是季依依都这样说了，他也不能拦着，况且他此时的身子确实是有些吃不消了。于是松开了抓着杨修胳膊的手，对着杨修道：“那你要好好的对姐姐，不要欺负她。”杨修揉了揉他的脑袋，笑道：“放心。”李暖暖又看向季依依：“姐姐，这个家伙要是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帮你揍他。”季依依挤出一丝笑容：“知道了，妹妹。”李暖暖目送着杨修跟季依依离去，便回房补觉去了。虽然修炼也能恢复，但是他现在一动不想动，只想躺着睡觉。季依依带着杨修回到自己的房间，并推了下人，脸色羞红，躲闪着目光，不敢看杨修。杨修只觉得好笑，他此前一共只见过季依依2次，今天这是第3次。季依依给他的感觉一直都是一副女强人的做派，今天倒是让他见到了她不同的一面。怎么还害羞了？杨修吊笑着问道。季依依抬头直视杨修：“我被修士一生追求长生大道，怎会被肉体皮囊所困？无非一场鱼水之欢罢了。你来吧。”说完这句话，季依依的心跳明显加速，也变得更加有力，就连杨修都听到了她急促的心跳声。轻笑一声，杨修问道：“那你脸红什么？心还跳得这么快？”季依依哑口无言，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眼神也变得漂浮，东看西瞧的，就是不敢看杨修。杨修上前一步，一手将季依依揽在怀里，一手勾起她的下巴，直视着她的眼睛：“心跳这么快，是心动了？”季依依看着杨修那张英俊的脸庞，再想到他面对化神后期修士怡然不惧，傲视全场的身姿，是真的有点心动了。但是他可不会承认，结结巴巴地说道：“你放屁，我只是……”杨修笑问：“只是什么？”季依依实在找不出借口，干脆眼睛一闭，将脸扭到一边，不再搭理杨修。一个时辰后，杨修随口问道：“你们仙灵宗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或物，或者有什么地方不让外人踏足的？”季依依不知道杨修问这个做什么，但还是仔细的想了想，然后摇头道：“没有什么奇怪的。你说的这种地方不就是禁地吗？每个宗门和家族都有吧？除了宗主和家族，一般其他人都是不让靠近的。仙灵宗除了禁地之外，没有其他地方符合你说的情况。”杨修颔首，确实如此。杨修最怀疑的地方也是禁地，只是其他地方他也不想错过，打算仔细探查一番。毕竟在内门弟子院落中布置迷魂阵这事，李天雄都能干得出来，鬼知道他会不会把秘密也藏在别的地方，用阵法掩饰起来。有句话说得好，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许那老登就是这样想的呢。季依依疑惑道：“你问这个做什么？”杨修只是敷衍道：“没什么，就是问一下，免得哪天不小心闯了进去，惹出不必要的误会。”虽然杨修很想继续，可是这2天被掏空的身体还没有补回来，这一轮结束之后便显得有些有心无力。休息了一会儿，杨修起身对着季依依说道：“你好好休息，我还有点事，就先回去了。”季依依趴在杨修怀里，闻言立马回道：“我不用休息啊。”杨修也有尴尬：“你不用休息我用啊，你知道这2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杨修：“那你就修炼吧，事情有些着急，我得赶快回去了。”说罢，杨修起床穿好衣服，打了声招呼，立马跑路。果然还是不能太放纵啊，这2天修炼的太频繁，身体有些吃不消了。系统空间中的气灵骂道：“活该！杨修，童姐你没事吧？你是不是忘了这是啥系统了？”
贤者系统啊，我不双修难道还要清心寡欲啊？童姐，那你也不能这么频繁的双修啊。杨修，拥有贤者系统，进入贤者模式就能变强，我不双修我干啥？童姐，你随你的便。杨修，童姐，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呵，杨修，嗨，算鸟，惹不起，自己还是别刺激他了。几句话的时间，杨修就已经回到了院子中，董清燕还在睡觉，杨修这会也没有需求，就没有叫醒他。毕竟经过天罚的惩戒，修为跌落了2个小境界，又高强度双修了2天，就算有系统的反哺，也早就扛不住了。好好休息了一番，第2日中午，杨修才起床，仿佛是把这2天损失的元气都补了回来，整个人都精神奕奕。起床后第一件事，杨修就是来到季依依的住处，昨日丢失的颜面，他今天要全都找回来。一番炮火连天的大战，终于在晚间时分以季依依的求饶结束。杨修神清气爽，心满意足，趾高气扬地离开了季依依的院子，转身又去了李暖暖那边。别误会，只是单纯的想去找李暖暖带他逛一逛仙灵宗的其他几座副峰，不然以他一个外人的身份，以及前几天在仙灵宗做的事，仙灵宗的高层没一个待见他的，想进门都难。在李暖暖的陪同下，杨修在夜间将整个仙灵宗除了禁地以外的地方都查看了一遍，依旧没有任何的发现，看来就是在禁地里面了。杨修没有怀疑自己的直觉，而是将目光看向了仙灵宗禁地的方向。他决定今晚就夜探禁地，搞清楚李天雄究竟有什么秘密。当日深夜，杨修独自来到了禁地入口处，躲在暗中静静观察。仙灵宗的禁地位置比较奇怪，就在主峰后山的山腰处的一处山洞中。杨修在此地已经观察了1个时辰，并没有发现有人看守，这让他感到十分疑惑。按理说此地是仙灵宗最核心的地方，怎么会没有把守呢？而且他也让系统探查过，此地并没有阵法存在，这就让人很疑惑了。宗门禁地没有阵法守护，没有人把守，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这一切显得太过于诡异。杨修心中略有不安，但是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让他放弃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杨修现出身形，大摇大摆地向着禁地入口而去。经过悠长的通道，前进了上百米，杨修的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处约有2亩、约1333平空间的天然溶洞，不过可以明显看出有后期人为修整过的痕迹。整个禁地内空荡荡的，除了几张石质的桌凳之外，什么都没有，空的。杨修眉头紧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随后散开神识想要探查，却发现神识根本无法离体。有古怪，如果禁地真的是空的，那为什么我的神识无法离体？不说李天雄是否有秘密隐藏在禁地之中，就算没有秘密，一个宗门的禁地空空如也，怎么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杨修没有头绪，但是他有系统。系统，帮我探查此地，看有没有异常。丁，宿主所在地无异常，建议宿主前往2层查看。2层，原来如此。他就说这么大一个宗门，禁地怎么会空空如也？原来是还有1层。系统，帮我查找2层入口。丁，已标注入口位置。看着系统标注的位置，杨修也不得不感叹，隐藏的是真好。真正的禁地根本就不是这里，而是在刚才的通道中的一扇石门之后。杨修回到通道内，往回走了20-30米停下。此处的石壁与其他地方并没有区别，若是没有系统的标注，他还真不一定能找得到。对着旁边的石壁用力一推，杨修十分吃力才将石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向上的通道，没有犹豫，立马走了进去。一路上，杨修终于进入了真正的仙灵宗禁地，大小和下方溶洞差不多的山洞，而入口处摆放着的就是一块人头大小的漆黑色石头。难怪让我发现不了，原来是使用了静默石，隔绝了神识的探查。仙灵宗还真是下了血本了。静默石并非炼器材料，硬度也不高，唯一的作用就是隔绝神识的探查，而且个体越大效果越好。别的不说，单单眼前这么大一块静默石就价值10多万灵石。杨修毫不犹豫地将之收起，白捡的宝贝，傻子才不要。随后杨修才开始看向所谓的禁地，然而仅是一眼就让他呼吸一滞，心脏狂跳。只见偌大的山洞中，地上密密麻麻躺满了身无寸缕的女子，粗略一看，最少也有上百人。这些女子绝大多数都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只有2-3个还活着，但是状态都不是很好。而且看他们的死状，无一例外全都是被吸进阴元而亡。同样是靠阴阳调和修炼，见到眼前这一幕，杨修怒火中烧。这不是双修，这种情况明显是修炼了邪功，把女人当作炉鼎。在山洞中心处，一名头发黑白相间、面容阴翳的老者正在打坐修炼。看到此人，杨修纵然没有见过，也立刻猜到了对方的身份——仙灵宗大长老苏长宗。看着正在修炼的苏长宗，
杨修心中一动，默默掏出了一张5阶极品符传。这老登还没突破化神巅峰，5阶极品符传对付他应该足够了。苏长宗早就感知到了有陌生人到来，只是他此时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强行停止体内周天运转定然会遭受反噬。虽然不一定会让他受伤，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状态。正值突破的关键时刻，一点影响都可能会让他前功尽弃，所以他不敢赌。直到杨修取出符传，开始注入法力激活，感受到强大的灵力波动，他才惊慌地停止运功。苏长宗强装镇定，摆出大长老的威严：“小辈，你是哪峰的弟子？可知这里是什么地方？”杨修捕捉到了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慌乱之色，心中大定，笑道：“自然知道，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说话的同时，杨修神识扫过还活着的3名女子，发现她们全都只是普通人或者炼气1、2层的低阶修士，被采捕之后元气大损，已然回天乏术。苏长宗见杨修分神，毫不犹豫地向他发动攻击，大手向杨修一拍，一只蒲扇大小的粉色透明手印便杀了过来。杨修全力运转所学的筑基期身法，同时主动激活金丝玉履衣的防御，向着一旁躲去。轰的一声巨响，杨修身后的通道被这一掌拍塌，碎石四溅，杨修也被余波震飞了出去。苏长宗仓促出手，这一击的威力只勉强达到化神中期，再加上并没有命中。杨修虽然被狼狈震飞出去，但是并没有受什么伤。杨修原本还想和这老登拉扯一下，给自己激活符传争取一点时间，但是没想到这老登如此不讲武德，1000多岁的人了还搞偷袭。老登，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一个18岁的少年！说话间，杨修已经从被轰塌的通道下到了1层，此时符传也已经被激活。杨修站在通道口，果然看到苏长宗追了出来。杨修见状，毫不犹豫地将符传向通道内甩去，然后转身就跑。一声清亮的剑鸣声响起，而后便是苏长宗凄厉的惨叫声。不！紧接着轰隆一声，禁地2层轰然坍塌，整个宗主峰都能感受到震动。杨修见势不妙，立马撤得更远。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引起人的注意，他必须尽快撤离，也没工夫去查看那老登死没死。禁地如此大的动静，仙灵宗高层自然察觉到了，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便陆续有人御空而来。最先到来的便是离得最近的李天雄，看着已经坍塌的禁地通道，他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散出神识扫视四周，然而却没有任何发现。杨修已经花费积分，让系统帮他隐藏了气息，阴沉着脸进入通道，一路来到真正的禁地入口，却发现通道已经坍塌。整个禁地2层也是一样，彻底和下方的溶洞合为一体。在一堆碎石中，李天雄发现了已经破烂不堪的苏长宗。此时的苏长宗肉身已经破烂不堪，浑身上下找不出一块好肉，就像被人凌迟过一样。神魂也是千疮百孔，原因如同布满裂纹的瓷娃娃，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破碎。这也多亏了他在见到杨修手中的符传以后，便一直在留心保护着自己的神魂，否则要是出其不意受到这一击，他早就魂飞魄散了。纵然如此，苏长宗的元婴也已经到了濒临破碎的地步，眼看就要消散。他不甘心自己化神后期修士居然会死在一个金丹初期的小屁孩手里。见到李天雄，苏长宗的元婴飘出：“宗主，小心符。”话未说完，元婴破碎，神魂消散，一代化神后期大修士就这么憋屈的死去。李天雄脸色阴沉如水，苏长宗的陨落对仙灵宗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仙灵宗的整体实力在各大宗门之间本就算不上多强，顶多也就是个中下水平，宗门的最强战力也只有2尊化神后期罢了。大长老虽然战斗力很水，但是再怎么说也是化神后期，远不是普通的化神中期能比的。原本他还打算等大长老一突破，就将杨修拿下控制起来，以此要挟苏雪莹。以他已经突破化神后期的修为，只要采捕了他，自己定能突破化神巅峰，并且有杨修在手，杨天长也得乖乖听他驱使。没想到意外先一步到来，大长老居然陨落了。看着禁地内的战斗痕迹似乎并不算激烈，只是最后击杀大长老的这一击已经达到了化神巅峰。仙灵宗有大阵守护，化神期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而宗门内部压根就没有化神巅峰战力，唯一算得上化神巅峰战力的就只有杨修手中的那种符传。而且刚刚大长老让他小心符，应该就是让自己小心符传。小畜生，原本只是打算拿下你，要挟杨天长和苏雪莹，还想留你一命，既然你自己笑死，那就怪不得我了。说罢，李天雄取出一块令牌，注入法力后令牌白光大作，将禁地内照得亮如白昼。随后一道白光从宗主峰冲天而起，融入到仙灵宗的护宗大阵当中。紧接着护宗大阵显化而出，将整个宗门封锁，任何人不许进出。这阵法是属性单一的极致防御阵法，不仅可以防外，同样可以防内，特殊时候可以当作困阵使用。
耽搁了几息功夫，仙灵宗另外5位化神修士也全部到来。见到境地这副模样，以及李天雄全面激活护宗大阵的行为，让他们心中一凛，出大事了。一位面相40多岁的中年男子来到近前，此人乃是仙灵宗的2长老王延上，化神中期修为，也是仙灵宗的第3强者。现在是第2了。宗主，发生了什么事？大长老他……李天雄咬牙切齿，沉声道：“诸位长老，此事是我之过，我不该看在与杨天长有私交的份上，将他儿子带进宗门，不然大长老也不会被那小畜生用符篆击杀。”符篆！众人想到了前些日子杨修与宗主对峙之时手持的符篆，当时并未发生战斗，再加上是宗主帮大长老的孙子出头，他们就没有出面，所以并没有在现场感受到那张符篆的威力。不过今日他们算是见识到了，大长老已经是化神后期修士，想要将他一击必杀，最少也得是5阶极品符篆才能做到。可是杨天长也不过化神后期而已，并未听说他有涉猎符篆之术。杨修怎么会有这种等级的符篆？李天雄，诸位长老，我已经主动激活了护宗大阵，封锁山门，那个小畜生应该还没有逃出去。现在诸位分头寻找，一旦找到小畜生的踪迹，立马将他拿下。5位长老面面相觑，王延上一脸担忧：“宗主，可是那杨修手中的符篆，实非我等所能抵挡的啊！”李天雄，不必担心，这种等级的符篆，他不可能再拿出第2张。这里残留的气息与前些日子他所拿出的符篆气息相同，向来他也没有第2张符篆可用。虽然李天雄这样说，但是几人还是不放心。只是李天雄都这样说了，他们也只好先应下来。要是真碰上了，那自己就跑远点摇人。另一边，杨修知道自己在仙灵宗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刚要向山门处飞去，便发现护宗大阵被全面激活，任何人不得进出。既然事已至此，杨修也不着急了，实在不行再使用指使天涯符跑路呗。想到这里，杨修调转方向，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禁地的时候，他悄悄摸摸地落在了仙灵峰上。之前李暖暖说过，这里是他母亲的居所，一般人不敢来此放肆，眼下正适合他藏身。而且在这里还有一对姐妹花可以助他修炼，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至于董清燕，她本来就是仙灵宗的长老，跟着自己也没几天，仙灵宗的人应该不会对她下手。如果真拿她开刀，那他也没办法，总不可能让他把指使天涯符给他用吧。杨修落在峰顶，还在想着究竟是去找季依依还是李暖暖的时候，峰顶他唯一没有去过的建筑中，一道传音进入了他的识海。过来。尽管只是传音，杨修也能感受到传音之人的语气温柔，但是又带着不容置疑之意。杨修看向那座不大但很是精美的宫殿，取出一张符篆暗暗激活，这才动手走了进去。毕竟这里住的可是季依依和李暖暖的母亲，李天雄的妻子，仙灵宗的宗主夫人，他不得不防备一手。进入宫殿，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安静，杨修甚至都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宫殿不大，说是宫殿不如说是这里属于居住的寝殿，布局也和寝殿一般无二。外间，一名年约30、肤白胜雪、纤腰楚楚、一身雪白宫装的女子正端坐于此桌旁，目光注视着门口。杨修抬眼便看到了此人，眼中闪过一丝惊艳之色。若非知道这人是季依母亲，杨修甚至都要怀疑她是不是还有个姐姐了。在杨修打量对方时，季景哥也在打量着杨修，却实生的一副好皮囊，年纪轻轻便已是金丹期，这等天资也是闻所未闻，难怪能将自己2个女儿都失身于他。然而他只知道季依依和李暖暖失身，却不知道2人是因何失身，否则绝不会陷在这副丈母娘看女婿的心态。季景哥问道：“你便是杨修？方才禁地那边的动静是你惹出来的？”杨修颔首：“正是，不知宗主夫人叫我前来所为何事？”季景哥面色一肃：“我2个女儿都失身于你，你难道不打算给我个说法吗？”杨修一顿，心中明白了叫他前来的目的。他们2人既然已是我的女人，我定然会负责，只不过我不可能在仙灵宗久留，到时他们2人是去是留，还是要他们自己决定。季景哥闻言点头道：“你能有此心便好，方才进的到底发生了何事？”季景哥如今修为跌落到元婴境，面对6位化神修士，他也不敢随意释放神识探查，哪怕他是宗主夫人也不行。杨修，没什么，应该是苏长宗那个老东西死了吧？季景哥大惊，噌的一声站起：“你说什么？苏长宗死了？”杨修目光不自觉地被那一双大长腿吸引，一边欣赏着眼前的美景，一边随口答道：“应该是死了吧，就算不死也废了。”季景哥注意到了杨修的目光，脸色有些微红，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整理了一下衣裙，口中喃喃道：“死得好，死得好啊！”杨修闻言看向季景哥问道：“听你话中的意思，你是巴不得苏长宗死？”季景哥毫不犹豫地说道：“没错，我巴不得他早点死，不仅是他，还有李天雄那个畜生，最好也一起死。”杨修的兴趣被吊起，
没忍住问道：“你为何对他们二人这么大的敌意？苏长宗就算了，李天雄可是你丈夫，你居然盼着他死？”季景哥有些犹豫该不该说，但是一想到杨修有办法杀死苏长宗，也许还能再杀一个李天雄，思虑再三，他还是说道：“这二人狼狈为奸，修炼采补邪功，掳掠少女修行，祸害了不知多少女子，死不足惜。”杨修原以为只是苏长宗一人修炼这种邪功，没想到堂堂仙灵宗宗主居然也修炼了。不过对于季景哥的回答，杨修并不相信修仙之人争资源、抢机缘，一路争斗过来的有几个是圣人。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季景哥定然不会对二人如此痛恨。杨修，若是夫人不愿回答也无妨，原本也是和我无关之事，出于好奇问一句罢了。既然对方不想说，杨修也不愿多问。既然无事，那晚辈便先告辞了。眼见杨修要走，季景哥紧张起来，这可是自己唯一的报仇的机会，他自然不会让杨修就这样离开。季景哥急道：“等等，我如此痛恨他们二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杨修停下脚步，无奈地暗道：果然还是无法改掉这个爱听八卦的爱好。阿夫人请讲，晚辈洗耳恭听。季景哥叹了口气，缓缓说道：“此事还要从24年前说起。时值老宗主作画之际，李天雄以宗主的身份彻底接管整个仙灵宗，并且与大长老苏长宗狼狈为奸，从他那里习得采补之术。那时我也还是化神中期，与那李天雄境界一致，却在行房时遭他暗算，被他强行采补，导致修为跌落，落得个只有元婴后期的修为。即使经过20多年的修炼，也才在今日恢复到了元婴巅峰。李天雄却通过采补之术夺取我的修为，一举突破到了化神后期，成为了宗门最强者。李天雄突破后，苏长宗向他讨要我，那个畜生竟然真的同意了，要将我送给苏长宗做炉鼎。若非我查出怀有身孕，他又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孩子，只怕我早就不堪受辱自尽而死了。季景哥咬牙切齿地说完最后2句，语气中透露着滔天的恨意。杨修也是惊了，如果李天雄仅仅是采补季景哥，他也还能理解，毕竟为了提升修为而不择手段的人多的是，多他一个不多。但是把自己妻子送给别人当炉鼎，这就很炸裂了。莫非李天雄是有什么 NTR 爱好？杨修不明觉厉，所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苏长宗大概率是已经死了，我也算帮你报了一半的仇了，说起来也算你半个恩人了。季景哥目光灼灼地盯着杨修，坦言道：“你既然有办法杀死苏长宗，那有没有办法将李天雄也一并击杀？”杨修淡然点头，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只要有准备的时间，我确实可以击杀他。他如今的金丹初期的修为还是太低，激活5阶符传需要1秒钟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个境界的修士来说，1秒钟已经够做很多事了。两人修为差距太大，如果让李天雄有防备，根本不会给杨修激活符传的机会，只有出其不意才行。如果他有季景哥的修为，就算李天雄有准备，也能一击必杀。季景哥眼神一亮：“那你能不？”杨修打断了他的话，摆了摆手：“不能，我完全没有必要冒去这个风险，这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季景哥神色一滞，自己自从20多年前搬到仙灵峰之后，资源供给就被减少一大半，手头穷得要死，确实没有什么能给杨修的，连我2个女儿都是你的女人了，你还想要什么？杨修，一码归一码，她们成为我的女人，那是她们自愿的，现在谈的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况且就算你把她们当作利益交换筹码，你觉得以我的天赋背景，让我冒着生命危险帮你击杀李天雄，你的筹码够吗？季景哥神色晦暗，正如杨修所说，以他18岁金丹的天赋，以及已经突破化神巅峰的父亲和化神后期的母亲，完全不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就去冒这种生命风险。就在他以为自己报仇无望之际，谁料杨修话锋一转：“不过。”季景哥忙问道：“不过什么？”杨修打量着季景哥仿佛少女般火辣的身材，还有那完全不逊色于季依依，并且有几分相似的姣好面容，说道：“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不用我冒这个险，并且能够让你亲手报仇。”季景哥的眼神重新充满光彩，甚至都忽视了杨修不怀好意的目光。他太想李天雄死了，李天雄一日不死，他便要被困于仙灵峰一日不出。什么办法？只要能让我亲手杀了那个畜生，我一定会记住你的恩情。杨修，我这里有一张5阶极品的符箓，只要你将李天雄骗过来，再出其不意地对他出手，定然能一击必杀。季景哥心中惊讶，杨修为何会有这种极品符箓？但是此刻的他只有即将手刃李天雄的喜悦，哪还顾得上那么多？好，我可以将他骗来仙灵峰，他清楚我的状况，不会对他有任何威胁，肯定不会防备我。杨修，别急啊，5阶极品符箓的价值你应该清楚，你先想想能拿什么来换吧。这么珍贵的东西，你总不会想要白嫖吧？季景哥平复下心情，他也知道这种品级的符箓有多么珍贵，同时开始回忆自身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和杨修交换。可惜思来想去，他实在想不到自己身上
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如果有，也不可能在他身上留到现在，早被李天雄搜刮走了。季景哥语气尴尬地说道：我没有能够交换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先借给我，等我杀了李天雄再想办法还你灵石。杨修嗤笑一声，借？如果是我向你借，你会借给我吗？季景哥神色讪讪，借？他怎么可能借？这种保命的宝贝，谁舍得给别人？看着季景哥的样子，杨修也不再卖关子，直言道：其实给你也不是不行，代价你也付得起，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了。季景哥疑惑地看向杨修，问道：什么代价？杨修伸出手指，指着他：你。季景哥不解：我？没错，就是你。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女人，那我自然不会做事你被欺负，这符箓我送你又如何？季景哥闻言心中恼怒：你说什么？我2个女儿都已经委身于你，你还不知足，居然还想打我的主意？杨修无所谓的笑道：不用这么激动，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提议罢了，决定权还是在你的手里，不是吗？我即将离开仙灵宗，以后你我或许再无相见之日，你若是不同意，就当我今日没有来过，对你也没有任何影响。季景哥神色变幻不定，心中虽然恼怒，但是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报仇机会，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他对李天雄只剩下恨意，没有丝毫爱意，所以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若是换做其他人，他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下来，可这个人偏偏是杨修，偏偏杨修是他2个女儿的男人。杨修并不着急，对他来说，季景哥能答应自然是最好，不答应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季景哥在极度纠结中挣扎了半盏茶的功夫，最终还是艰难地下定了决心，哪怕是和依依他们一起，也总比在仙灵峰不得外出，孤独终老的好。况且还可以手刃李天雄，这20多年里，李天雄已经成为他的心魔了。如果能够手刃李天雄，以他原本的境界，没准能一举恢复到化神初期。整理了一下情绪，季景哥才开口道：你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一点要求，等我杀了李天雄以后，再做你的女人。杨修点头，可以。杨修答应的如此干脆，让季景哥原本一肚子解释的话术一句没说出来。他有些疑惑地问道：你为何答应的如此干脆，就不怕我反悔？杨修看着他轻笑一声，首先你跑不了，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尽，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不是那种人。其次，就算你跑了或者自尽了，你还有2个女儿在，如果你敢违背承诺，后果自然会由你的2个女儿承担。如果你舍得带着她俩一起死，我杨修算你是个人物。要是你能带着她俩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走，那也算你有本事，这个亏我自己认了。季景哥闻言心中一沉，倒不是因为被杨修猜中了想法，而是他没有想到杨修心思竟如此缜密，并且对自己极其自信。好，等我杀了李天雄之后，自然会兑现承诺。杨修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取出2张符箓递给了季景哥。这2张分别是5阶极品的赤金剑符和5阶上品的火龙符。如果赤金剑符没有一击杀死他，不要犹豫，立马使用火龙符补伤害。季景哥接过2张符箓，感受着里面蕴含的庞大灵力，纵然他曾经乃是化神中期修士，也不禁感到胆寒。小心翼翼地将2张符箓收好，季景哥看向杨修说道：你找个地方躲一下，我现在就喊李天雄过来。杨修连忙摆手：不，现在不行，你和他虽然相隔不远，但是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今日仙灵宗刚发生这种事情，你就马上联系他，如果他不傻，一定能猜到这是个陷阱。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在他们翻遍仙灵宗也找不到我的踪迹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仙灵峰。李天雄若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修炼邪功之事，就必然不敢让其他人上来搜查，届时肯定是他亲自来。只有他主动送上门来，才是最没有戒备的时候，也是你最容易得手的时候。季景哥听到杨修的分析，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便只能按捺住着急想要报仇的想法。事情说完，2人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方才谈起正事，季景哥只是将之当成一场交易，还没有什么感觉。此时事情谈完，再单独面对杨修，就会想起答应他的事情，再也没法用先前那副丈母娘看女婿的心态面对他。杨修倒是还好，夜店小王子，商 K 小霸王，如今这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但是看着季景哥那被一身白色工装包裹起来的风神绰约的玉体，心中一股无名火慢慢燃起。杨修上前几步，来到季景哥身前，身子都快贴到了他的身上。在季景哥疑惑的目光中，杨修微笑盯着他，提前收点利息应该没有问题吧。季景哥毕竟是活了近1000岁的人了，杨修的意思他如何不明白？不过他也没有拒绝，反正这一劫是逃不过的，提前给他点甜头罢了。季景哥俏脸微红1刻钟后，看到季景哥已经吃饱，杨修笑着转身离去。出了寝殿门，杨修左右看了看，最终向着李暖暖的院子走去。这2天先是收了他姐姐，今日又撩拨了他娘，倒是有些冷落他了。此时天色还没有亮，
李暖暖还在自己的房间中修炼。感知到杨修的到来，李暖暖结束了这个周天的运行后，立马从床上一跃而起，扑到了杨修的怀里。杨修，你怎么这个时间来找我？杨修伸手拖住李暖暖，笑道：想你了就来了呗，你不欢迎啊？李暖暖咯咯一笑，你肯定又想做坏事，我才不欢迎你呢。说着还扭动了2下，惹得刚消火的杨修又心痒难耐。杨修没好气地拍了一巴掌，道：老实点，别乱动。李暖暖乖乖挂在杨修身上，轻声说道：杨修，娘亲今天出关了，她知道了我和姐姐跟你的事情，你说她会不会不准我们在一起啊？杨修心中暗笑，你娘也快要被我搞定了，还用得着担心这个问题？但是表面上装做一副惊讶的样子。啊，你娘亲知道了？那她怎么说？李暖暖想了想，娘亲没有说什么，只是指点了我和姐姐修炼上的问题。而且娘亲知道我和姐姐和好了，可高兴了呢。我跟她说都是你的功劳，嘿嘿，但是我没告诉她你骗我的事。杨修有些尴尬，他当初也不知道这小妮子这么好骗，他就是随口一说，没成想他就当真了。轻咳2声掩饰自己的尴尬，杨修说道：嗨嗨，那就行，你放心吧，我这么优秀，你娘肯定不会拆散我们的，没准她也会喜欢上我呢。李暖暖捶了下杨修的胸口，清脆道：呸，臭不要脸，娘亲才看不上你呢。杨修嘿嘿一笑，玩味地看着他，那不如我们打个赌，如果她真的愿意做我的女人，你说该怎么办？李暖暖不悦，杨修，你别说这种话好不好，那是我娘亲，我不许你开这种玩笑。杨修看着李暖暖小生气包的可爱样子，低头亲吻她的嘴唇，一触即离后说道：好，我不说，但是如果有一天真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你不准生气。李暖暖想到季景哥这么多年来清心寡欲的样子，非常自信的点头，没问题。杨修嘿嘿一笑，心中暗道小丫头果然上当了。杨修这边修炼的热火朝天，整个仙灵宗此时却已经大乱。5大内门长老、23位外门长老带领众多执事开始了全宗大搜查，别说是房屋建筑，就连一些弟子偷情交合的地方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但是此时要说最难受的，莫非李天雄和董清燕。李天雄原本还等着苏长宗突破以后大展手脚，结果等来的是苏长宗陨落的噩耗，这让他计划大乱，原本的所有谋划在失去苏长宗之后都成了空谈。而且苏长宗修炼采补邪功之事，杨修定然已经发现，这也让他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而董清燕这边原本在屋里好好的修炼着呢，院子直接被人给围了，并且来人他基本都认识，全都是他的同门，或者说以前的同门。那日他被杨修以性奴的身份带走以后，李天雄就召开会议，将他逐出了宗门，否则仙灵宗外门长老给别人当性奴的事传出去，他们仙灵宗的人以后也没脸出门见人了。搜索杨修住处的任务最危险，所以李天雄派了修为最高的王延尚带人前来。董清燕看着王延尚以及身后的一众执事，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他，还以为这些人是来救自己的。他心中感动，但是一想到杨修那能够控制天罚的手段，心中一颤，对着王延尚说道：王长老，感谢您前来救我，但是已经被宗主逐出宗门，您还是请回吧。王延尚看着曾经清冷傲人的董长老沦落到这副下场，心中也是感慨不已。董长，董清燕，你的主人杨修杀害了大长老，如今他人消失不见，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董清燕闻言心中大惊，杨修杀了谁？大长老苏长宗，他公公，开什么玩笑？杨修天赋再高，但是年龄摆在那，如今也不过金丹初期而已。说他杀了苏长宗，还不如说苏长宗是修炼出现了意外，走火入魔而死更让人信服。董清燕急道：王长老，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杨修他怎么可能杀得了大长老呢？王延尚也是无奈地说道：我也不相信这么离谱的事，可事实就是这样。那小子不知从哪里来的5阶极品符篆，他使用符篆击杀了大长老，而后逃之夭夭。你作为他的 X 仆人，自然也要接受调查。不过你放心，你身为大长老的儿媳，而且是被迫追随杨修，这件事如果和你没有关系，宗主定然不会迁怒于你的。董清燕无奈，儿子被废，公公被杀，自己也沦为了仇人的玩物，此刻还要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被带回去调查。他沦为杨修性奴的事，在仙灵宗高层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一想到待会要面对曾经的同门，他心中就感到无比羞愤。该死的杨修，是不是有病？你要做这种事，为什么不提前让我离开仙灵宗？董清燕心中大骂杨修，如今他实在是没有脸面对一众同门，要不是害怕天罚，他现在就想求王延尚杀了他。董清燕被带走之时，杨修正在和李暖暖刻苦修炼，根本没时间理会外界的纷乱。季依就火急火燎地冲进了房间，暖暖出事了。然而看到房间里的画面以后，他大脑宕机了一瞬，
把要说的话都给忘了。杨修早就发现了季依依，只是装作不知。李暖暖被吵醒，刚睡了没一会儿的她，此时睡眼朦胧，艰难地从杨修怀中坐起身，瓮声瓮气地问道：“姐姐，怎么了？”季依依看着还在迷糊的李暖暖，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偏偏自身的规模似乎并不比自己小。没事。咕咚。虽然尽力忍着了，但是一开口说话，还是差点让口水流出来，好在被他及时咽了回去。李暖暖还没有意识到此时的自己身上毫无遮挡，应了一声就又躺下，往杨修怀里拱了拱，接着睡了。如今的仙灵峰也算不得安全，杨修不敢保证李天雄不会心血来潮突然上来，他也不敢出门，就在李暖暖这里找了个房间开始修炼。李暖暖的院子，除非是李天雄亲自来，否则没有人敢随意调查，还算比较安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修炼，杨修的境界也向前迈进一步，修为有所精进，但是离金丹中期还差了一点。双修值了也积攒了一些，虽然上次抽奖将双修值花了个精光，但是和季依依双修又奖励了100，加上这些日子的双修奖励也达到了330点。等到拿下季锦阁以后，系统还会再奖励1000点双修值，到时候又可以抽一波奖了。杨修收敛心神，回想起自己突破金丹也有段时间了，但是整日忙着双修，除了甲木剑诀之外，还没有学习过其他的金丹进攻法。上次面对苏长宗之时就十分危险，若非对方出手仓促，他绝对躲不过那一击。想到这里，杨修开始翻起了储物戒。杨天长可是把杨家80%的底蕴都装在了里面，功法秘术更是一股脑的打包塞了进来。攻击手段可以再辅修一门拳法或者掌法，主要还是得修1-2门身法秘术，不然再遇到上次那种局面，可就不一定会再有那么好运了。翻看了许久，杨修才从里面找出了2本秘籍，一本拳法碎丹拳，一门身法踏影步。碎丹拳据介绍说，修炼至圆满境界，可以一拳轰碎对手的金丹。当然，杨修觉得这纯粹是放屁，任何一门金丹境法术武技，只要修炼到圆满境界，面对武技入门和小成的战五渣，都能一招败敌。实际上的威力比他之前抽中的筑基期拳法强的有限。杨修思虑再三，还是给丢了回去，准备一心学习身法。反正攻击方面已经有了甲木剑诀，其他的倒是不着急。打开踏影步，杨修跟着书上记载的内容开始修炼起来。踏影步，一门小范围内腾转挪移的身法，修炼到圆满境界，可以跟在敌人身后而不被发现，哪怕对方瞬间转身，也能以极快的速度移动到对方的身后，让对方找不着人。总之一句话，小范围内的挪动，这门功法极快。修炼这门身法并不需要太大的场地，在房间内就可以，也省得他出门被人发现。经过造化丹的洗礼，杨修的悟性早已脱胎换骨，修炼起这种级别的功法毫无压力。一中午的时间，踏影步就已经入门。晚间时分，杨修刚准备回李暖暖的房间继续双修，身上的传音玉佩震动了起来。杨修拿起一看，是杨天长发来的消息。杨天长，修，你最近在仙灵宗怎么样了？杨修，爹，救命啊！你儿子可能要死了。杨天长，什么？怎么回事？修儿，你慢慢说，我先找李天雄问问他到底是怎么照顾你的。杨修，爹，不要去。接着，杨修把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全部给杨天长说了一遍，只不过把符篆的来源归功于之前的奇遇。杨天长没有怀疑，只觉得杨修牛逼。杨天长，不愧是我儿子，牛逼！18岁斩杀化神后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杨修，别吹牛逼了，你那边怎么样？你再不来接我，我就得死这里了。杨天长，我去了也没用啊。李天雄开启了大阵，以我现在的修为，根本打不破。杨天长，青灵宗选择和谈，愿意付出一部分代价，以及答应我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换我以后不对青灵宗动手。杨修，不算过分的要求？呵，玩文字游戏呢。到时只要他们不想认账，你提的每个要求都是过分的。杨天长，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打算现在就把这个承诺用了。老子可不想以后跟他们扯皮。儿子，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老爹，我帮你要来。杨修闻言想了想，青灵宗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杨天长二人有帮助的东西，就算有，段纯安早就用了，根本不会留到现在。忽然，杨修想到了宋月离，嘴角挂上了一丝淫荡的笑容。爹，不如把柳青寒要过来给我做小妾如何？杨天长那边没有第一时间回复消息，过了一会才回道，恐怕不行，段纯安那老不死的宁死不屈。杨修，没事，你就告诉他，我这还有几张6阶符篆，他不答应，那青灵宗也不需要存在了。我们不是在和他商量，这是通知杨修心中不屑，连面对自己老爹的勇气都没有，真以为他们能有多硬气？不过是死鸭子嘴硬罢了。杨修不知道杨天长是怎么和段纯安谈的，直到半盏茶后，杨修才收到他回的消息。杨天长，那个柳青寒有些不识抬举，
还想拿自爆威胁我，看在他是你看上的女人份上，留了他一命。不过我怕他趁我不在的时候对你不利，就答应了他，只需要侍候你3年，等3年后你就会放他自由。杨修点头，确实如此。毕竟那柳青寒虽然年轻，今年也不过才400多岁，但已经是化神初期的高手。如果他真不顾一切出手，自己肯定跑不了。只有给他希望，才不会让他鱼死网破。杨修，好的爹，别说3年，1年都可以，但是得让他起誓，这1年内必须对我言听计从。他可是要为宋月离报仇的。都说柳青寒乃是青灵宗第1美女，他倒是要看看到底有多美。杨天长应了下以后，2人便结束了这次对话。对于杨修来说，这又是一个意外收获。就算杨天长灭了青灵宗，也不过是搜刮一些资源而已，他们一家子不会有人愿意接手青灵宗。但是何谈可以不动手就能获得一次资源，关键是还能获得柳青寒的1年使用权，这对杨修来说就赚大了。那可是化神期修士啊，而且没准原因还在，这哪是美人，这活脱脱就是一大笔双修值啊！杨修还在美滋滋的想着又能有一大笔双修值进账，忽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不远处季景哥的寝宫紧接着就变为了一片废墟。杨修出门看去，就见季景哥悬浮空中，手中握着已经被激活的火龙符，身下的寝宫早已成为一片废墟。哼，这李天雄还是个心急的家伙，原本还以为要等几天他才会上仙灵峰，没想到这么沉不住气。杨修冷笑一声，不过他并没有出去，而是转身跑进了李暖暖的闺房。这里发生这么大的动静，仙灵宗那些长老肯定很快就会来，得赶快躲起来。毕竟就算是李天雄死了，他杀了大长老的事实也不会改变，仙灵宗的人依旧不会放过他。除非季景哥能证明2人修炼邪功的事，不然他和仙灵宗绝无和解的可能。哎，这符箓什么都好，就是威力太大了，要不是把禁地2层给毁了，把那些少女的尸体留下，苏长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杨修念念叨叨，目光一直注视着季景哥那边。只见季景哥衣袖一挥，满地的碎石烂木被扫飞到一旁，露出李天雄残破的身躯。李天雄这回心中已经把杨修的祖宗18代问候了个遍，不用想都知道季景哥手中的符篆定然是来自杨修，这和杀死苏长宗的符篆一模一样。好在他还是要比苏长宗实力强上一些，虽然没有防备，但是看着几件法宝抵挡，小命算是保住了。不过他此时的状态可不算好，肉身密密麻麻全是剑痕，遍布了伤口，神魂也受创严重，元婴都变得虚幻，别说逃命，现在连起身都困难。李天雄注视着季景哥，咬牙问道：区区几天时间，你是怎么和杨修混到一块的？季景哥见他还没死，本想补上一招，听到李天雄发问，他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出口就是暴击。哼，当然是因为他年轻体壮长的帅，气大火好时间久。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个废物一样吗？李天雄听到季景哥的话，气得眼冒金星，倒不是因为季景哥给他戴帽子，而是因为季景哥的意思是说他不行。贱人，你说什么？季景哥又是咯咯一笑，哥哥，怎么？你自己不行还不让我说？这么多年没少跑出去祸害无知少女吧？就你那大小，只能让没什么见识的无知少女夸你一句好厉害吧？李天雄气急，贱人，你这个臭婊子，给我住嘴！说完，气急攻心的李天雄一口老血喷出，气息再次下降了一大截。季景哥见状，连忙关心的说道：别生气啊，你可别把自己气死了。你要是把自己气死，我该怎么亲手报仇呀？李天雄闻言顿时气晕了过去。季景哥也懒得再跟他废话，这口气出了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念头都通达了，现在只差手刃李天雄，消除心魔，再入化神。一掌朝着李天雄的脑袋拍出，却被突然出现的一只大手放下。来人正是如今仙灵宗的第2强者王延上。王延上，季长老这是要做什么？季景哥心中暗道麻烦，果然应该听杨修的，如果李天雄没死，就立马补刀，免得横生枝节。季景哥紧了紧左手的火龙符，心中又感觉底气十足，还好杨修有先见之明，多给了他一张火龙符。季景哥，王长老，李天雄和苏长宗修炼财卜邪功，已然属于邪魔歪道，我辈正道修士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王延上闻言眉头皱起，问道：季长老此言可有证据？季景哥哈哈一笑：证据？我就是证据。说着，季景哥是放出自身的气势，赫然只有元婴巅峰。王延上一惊：怎么会？你境界跌落了？季景哥修为乃是化神中期，这是诸位长老尽知之事，可是20多年没见，修为居然跌落到了元婴巅峰。季景哥笑道：不然呢？你以为李天雄凭什么这么快突破到化神后期？那是因为他吸收了我的功力，这功法就是苏长宗传给他的。这2人多年来不知掳来多少少女作为修炼的炉鼎，又有多少少女死在2人手中。王延上沉默了，他想到这些年来宗门外出的弟子也有许多未归的，但是每次调查都查不出东西。
如果这些都是二人所为，那就解释得通了。王延上目光闪烁，他又想到了仙灵宗如今的形势。大长老已死，季景哥修为跌落，如果李天雄再死了，季景哥没有说话，他在等王延上的态度，手中只有一张符篆了。如果这个时候用了，后面再有其他长老赶来，他将无路可逃。然而就在他想着一会儿该怎么跑路之时，就见到王延上毫不犹豫地一掌拍向李天雄的脑袋。王延上看向季景哥，一脸的笑意。季长老所言极是，李天雄修炼邪功，人人得而诛之，我仙灵宗的宗主绝对不能是一个修炼采补之法的邪修。季景哥心中大怒，也顾不得其他了，直接催动手中的火龙符向王延上杀去。王延上心中惊骇，连连后退，喝骂道：季景哥，你这个疯婆娘在干什么？快住手！季景哥不语，而是一掌拍碎了李天雄的脑袋，这才看向王延上，抢我的人头。如果不是亲手杀死李天雄，他的心境就不够圆满，他自然不能让李天雄死在别人手中。威名赫赫的仙灵宗宗主，化神后期修士李天雄，足！王延上快要疯了，自己只是想杀死李天雄，占个大义灭亲的名分，再以武力压迫，接任宗主之位而已。结果就因为这个，季景哥毫不犹豫祭出5阶上品符篆，这是他能对付的吗？可是尽管他一直躲避，依旧逃不过火龙符的追杀。轰隆一声，6丈长的火龙撞在王延上身上，直接湮灭了他的神魂，连一招都没抗住。暗中观察着这里的4位长老心中胆寒，季景哥太狠了。王延上也是挺悲哀的，一天之间，先是从宗门第3变成宗门第2，紧接着又变成了宗门第1。只是这个宗门第1只当了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升级成为了宗门第0，直接没了。赶上了，今日2更，希望明天能出小黑屋，不想改文删文了，烦死了。季景哥此时表面稳如老狗，实则心里慌的一批，因为他手里已经没有符篆了。他用神识扫过剩余的4位长老，传音说道：等我出关开宗门大会。说完收走了2人的储物戒之后，便来到李暖暖的院子中，找到了杨修。季景哥，我心魔已除，心境圆满，马上就要突破，等我出关以后就会兑现承诺，你再等2日。杨修自然没有意见，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他在突破便是化神境，首次双修他也能获得更多的双修值。杨修，没问题，你只管放心修炼，这2日我会为你护法。说着，杨修随手取出一张符篆，在季景哥面前晃了晃。季景哥点了点头，便一头扎进了修炼室。这么大的动静，季依依和李暖暖自然早就醒了，只是看到这个场面，2人都有些呆滞。他们的娘亲亲手击杀了他们的父亲，2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向与世无争的母亲会做出这种事，而且母亲为什么都顾不得和他们解释一句，却会第一时间去找杨修。他们心中满是疑问，但是季景哥此时已经闭关修炼，他们也没法问他。杨修也不想跟他们解释这种事情，他自己知道的也不过是季景哥的口述，对于内情并不清楚，还是等季景哥出关以后让他们去问他吧。虽然看剩余4位长老的样子应该不敢来捣乱，但是为了万无一失，杨修激活了一张5阶上品符篆，就坐在修炼室门口守着。这里面可不仅仅是一个季景哥，还有他保底上千的积分。关键是李暖暖自幼便是在李天雄身边长大的，12岁才搬到仙灵峰，所以对他的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如今父亲死在母亲手上，导致他情绪很不稳定，哭得死去活来的，这种培养安抚他感情的机会还是让给季依依吧。当然主要还是他怕麻烦，他最怕女人哭。杨修这一等就是2天的时间，百无聊赖的他还在想着等回去以后怎么调教柳青寒，身后的密室大门突然打开，季景哥一身清凉白衣纱裙迈步而出，气质清凉又带有妩媚的诱人感，倒是让杨修看得有些呆愣。季依依和李暖暖察觉到动静，也连忙赶来，3女站在一起的画面让杨修大饱眼福。李暖暖最是着急，一见面就跑上前抓着季景哥的胳膊红着眼问道：娘亲，你为什么要杀爹爹？季依依虽然没有问，但是脸上也满是疑惑之色，同样不解。季景哥先是看了一眼杨修，见他脸上没有着急之色，才对着李暖暖道：先回房间吧，这些事也该让你们知道了。说着便带头往大厅走去。客厅内，季景哥又详细的将事情描述了一遍。季依依自幼跟着季景哥，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所以心中对李天雄死没有任何惋惜。但是李暖暖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她不相信自己慈爱的爹爹居然是一个修炼邪功、采补少女的邪修。娘亲，爹爹他怎么会是邪修呢？这么多年来，他为了仙灵宗。季景哥打断了他的话：暖暖，我知道你一时半会无法接受这个消息，但这就是事实。这是你爹爹的储物戒，上面的神识我都还没有抹去，现在我当着你的面抹去神识，让你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季景哥拿出一枚储物戒，当着3人的面抹去了上面的神识，神念一动就取出了一本古朴的书籍。
几人都将目光放在了那本书上，书封面上赫然写着“游龙吸水”4个大字。杨修见状轻笑一声，嚯，功法不怎么低，名字倒是取得不赖。三人都没有接话，而是随着季景哥翻开书页，仔细看着上面的内容。结果不必多说，确实就是一本采阴补阳的功法，不仅有文字记载，还有各种插图，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功法健壮。李暖暖就算心中再不愿意相信，也没办法欺骗自己了。自己的爹爹居然真的是一名邪修。虽然季景哥并没有冤枉李天雄，但是这本功法还真不是李天雄的，这是苏长宗死后李天雄从他身上得来的。苏长宗传给他的功法，直到化神巅峰，这本功法一直都在苏长宗的手里。也是因为如此，他才会表现得有些巴结大长老，别人都以为他是为了稳固自己宗主的地位，其实是为了得到游龙吸水的后续功法。也就是苏长宗修为不低，虽然战力不强，但是好歹也是个化神后期，李天雄没有把握在他毁掉功法前弄死他，要不然根本无需杨修动手，李天雄早就弄死苏长宗抢夺功法了。杨修阴了苏长宗之后就立马跑路了，根本没时间收集战利品，这就让李天雄捡了个便宜。可惜的是他获得了功法，还没仔细看呢，人就没了。不仅如此，这本功法成了证明了他修炼邪功的证据，让李暖暖都完全相信了。铁证如山，事实摆在了眼前，李暖暖也停止了哭泣，但还是小声抽噎着。季景哥见状便对着季依依说，依依，你带暖暖去休息，好好安慰她，善恶终有报，李天雄作恶多端，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要过多伤心。季依依应了声势，便扶着李暖暖离去了。只是临走前目光在杨修和季景哥身上流转，眼神中透露着一抹深意。二人离去之后，杨修也不再顾忌，来到季景哥的身旁，一把将他揽进了怀里。修为已经突破，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季景哥大大方方的回应，自然，既然已经报仇，那我从今日起就是你的女人。杨修没想到季景哥如此干脆，令他都有一瞬间的惊愕，他还以为季景哥怎么也得扭捏一下呢。杨修大笑，哈哈哈哈，李夫人如此干脆，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季景哥一脸厌恶的说道，别喊我李夫人，这个称谓让我感觉恶心。杨修对此也能理解，便改口道，那我是叫你季长老呢，还是季前辈，亦或者景哥？季景哥此时神色才有了些许变化，景哥叫的也太亲密了吧，可是一想到自己都是他的女人了，还需要在乎一个称呼吗？随你。杨修轻笑，还有点傲娇。那景哥，我们是不是该做点正事了？季景哥不语，只是一味的低着头。杨修将他抱起，来到他前2日修炼的那个房间。季景哥一路上都是将头埋在杨修的怀里，不敢看他。杨修一门心思都在季景哥的身上，没有注意到暗中的2双贼溜溜的眼睛。姐妹俩人躲在窗后，透过窗户看着杨修的背影。季依依，你看我没骗你吧？杨修和娘亲肯定有秘密。李暖暖抽着鼻子，带着哭腔问道，杨修怎么可以这样？他都和我们那样了，现在又……那我们以后怎么喊他吗？季依依也被他问住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父亲死了，娘亲又和杨修这样，那杨修不就成了他们的后爹？季依依感觉自己的脑袋有点发胀，连忙摇了摇头，将这个问题抛之脑后。呸，要喊你喊，我可不喊，我才不会让他占这么大便宜。李暖暖，那要是娘亲让你喊你？季依依，好了，你别说了，我要过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李暖暖小脸纠结，迟疑地说道，这样不好吧？那毕竟是娘亲。季依依翻了个白眼，要是别人他还懒得看呢。那你自己在这待着，我过去看看就回。说着就打开房门离开了房间，悄悄地往杨修进的房间摸去。来到房间外，季依依也不敢偷窥，里面2个人的修为都远在他之上，只要他敢把目光放在2人身上，保准会被察觉。所以他就是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着里面的动静。只是看到身旁的李暖暖，季依依传音问道，你不是不来吗？李暖暖，我怕你一个人害怕，所以来陪着你。季依依，谢谢你啊。李暖暖，我们可是亲姐妹，客气什么？接着2人便停止了传音，不是没话聊了，而是房间里面已经传来了动静。杨修，这白真腿，不是，这腿真白啊。季景哥，哥哥喽，别摸货窝，好痒啊，哈哈哈。杨修，好，那我往上点。季景哥，2姐妹听着里面的对话，想象着杨修的动作，同时都想到了杨修往哪儿摸去了，顿时身子一颤。就在2人心里痒痒的时候，房间里又传来了新的对话。季景哥，等一等，衣服。杨修，不碍事。接着便是让2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熟悉是因为和杨修在一起的时候都听过，陌生则是因为这声音出自季景哥。2人听得心痒难耐，决定先离开，脑海中就收到了杨修的传音。杨修，听了这么久墙角，好听吗？
二人脚步一顿，面面相觑，表情中都带着一丝尴尬。就在二人不知所措的之时，一股庞大的吸力将二人吸入了房间内。第二日未时过半，季景哥带着杨修给他的4张符传离开，前往宗主峰召开了宗门大会。杨修实在是太累了，以他金丹境的修为也感到十分疲惫，倒头就睡下了。等杨修一觉睡醒，已经是第2日早上，身旁的人已经不见了身影。杨修穿好衣服出门，发现院子中并没有人。自从杨修住进仙灵峰之后，山上连下人都被打发到了山脚下。杨修神识扫过整个仙灵峰，发现都是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拿出传讯玉佩联系李暖暖，才知道是仙灵宗在开全宗大会，这个热闹杨修不打算去参加。打开系统面板，查看这次获得的积分。贤者系统，宿主杨修，年龄18，修为金丹初期加，灵根阴阳五行灵根9品，功法阴阳五行诀，积分2560，物品咫尺天涯符、炎龙符星号2、赤金剑符、鬼水剑诀、焚天熔岩、五行剑，极品破虚丹，极品元阴丹星号136。商城点击打开，抽奖点击打开。如果景哥元婴还在，第一次最少也能获得翻倍奖励4000积分。虽然这样说，但是杨修已经很满足了，2000积分对现在的他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了。只要他愿意，现在就可以把修为提升到金丹中期。整理了一下物品，杨修看着背包中的焚天熔岩，想着该怎么将它变现。这本功法乃是一门火土双属性的功法，虽然只是炼虚境功法，但是双属性的特性注定了它价格不菲。而且自己身边也没有火土双属性的人，这本功法留着也是无用，不如换成灵石实在。不过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这附近能买得起这本功法的人应该不多。以杨家为例，如果杨天长灵根契合这本功法，并且无牵无挂，他肯定愿意掏出全部身家购买。但是到了这个修为，无牵无挂的人太少，真正的逍遥散修一般身家也算不得丰厚，所以想要真正的卖出高价，只能前往更发达的地方。不过问题不大，这次回去以后，杨天长可以借助极品破虚丹突破炼虚境，也有足够的底气前往更大的城池。青石城终究还是太小了。此时季景哥3人回来找上了杨修，宗门事务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我们什么时候走？杨修一脸懵逼，我们走去哪？看到杨修的样子，季景哥解释道，我们现在是你的人，自然是要跟着你的。杨修，如今仙灵宗群龙无首，正是你接任宗主的好时机，你舍得放弃？季景哥无所谓的道，被困仙灵峰20多年，好不容易脱困，还想让我被宗门困住？更何况，季景哥抬起手，露出手指上的储物戒，宗门最强3人的遗产都在我手上，宗门宝库也被我取走了一半，我一个人就比仙灵宗还富，为何舍不得？杨修诧异，他们居然能让你取走一半宝库？季景哥，当然，不说我手握符传，想杀他们易如反掌，就说护宗大阵的阵盘，可是落在我手上了，他们不付出代价就想拿回去。做梦！杨修明白了，不过这些事与他关系不大，既然都已经安排好了，那就直接走人。对了，景哥，董清燕现在怎么样了？季景哥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放心吧，没人苛待他，现在就在峰脚下等着呢。那就行，走吧，出来这么久，我也该回家了。杨修大手一挥，带着几人朝青石城的方向飞去。当初来的时候有杨天长带着，只花了半个多时辰，如今回去没有那么着急，几人一路走走停停，杨修在季依依和李暖暖的飞剑上窜来窜去的，在2人身后很不老实。终于3个时辰后，一行5人到达了青石城杨家。杨天长夫妇2人和刘雨林、宋月离、李云长都在大厅等着。在青灵宗服软以后，刘雨林和宋月离就回了杨家，所以2女在此杨修并不意外。但是李云长为什么也会在这里？杨修带着季景哥几人和众人相互认识之后，看向了李云长。云长，你怎么会在这里？李云长不悦地回道，怎么，我不能在这里？杨修否认，解释道，不是，我是疑惑你不是应该在林家吗？怎么会在这里？李云长神色暗淡了几分，缓缓开口，我和离了。杨修一惊，急忙问道，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和离？他林正杰若是发现了什么，更不可能有这个胆子和离才对。李云长神色落寞，不是，他没有发现，只是此次青宁退婚之事必然需要有一个人出来担责，青灵宗必不可能背锅，林正杰作为林家家主也不可能背锅，那就只能把锅丢在我身上了。原本林家是要将我逐出来，是杨，是父亲和母亲出面才让林正杰签下和离书。杨修安慰道，没事，既然离开了林家，以后就在杨府好好待着，他林正杰不识好歹，那是他没福气。李云长摇头，不是因为这个，
你不是喜欢我林夫人的身？嗨嗨！杨修干咳两声，急忙打断李云长的话。那什么，你放心，既然都已经改口了，那以后杨府就是你家。这还有这么多人呢，李云长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杨修扭头看向众人，发现众人神色如常，毫不意外。完了，自己的名声是真的没了。一番交流以后，杨修将极品破虚丹交给了杨天长，叮嘱道：爹，你抓紧突破，青石城还是太小了。杨天长明白他的意思，以前杨修天赋太低，可以说没有未来。他们夫妻二人就只想找个小城，让杨修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就好。但是如今的杨修天赋异禀，天资无双，自然要去更大的舞台发展。杨天长接过丹药，郑重的点了点头，放心，接下来的日子很平淡，杨家彻底成了方圆万里内的霸主，无人敢招惹。杨天长开始了闭关，临闭关前还贴心的为杨修叫来了新的修炼伴侣，青灵宗宗主柳青寒。杨修的房间内，柳青寒一身粉色齐胸长裙，外面一件轻薄纱衣，连发饰都是粉色，看得人蠢蠢欲动。有谁能拒绝猛男粉呢？柳青寒青丝如瀑，梳着古典发髻，插着精致珠花，眉眼含情，眼波流转间似藏着春日柔光，琼鼻挺秀，唇若粉樱，面容姣好，尽显古典气韵。杨修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位女子居然会是个童。杨修打量着眼前的佳人，笑着说道：柳宗主果然不愧是青灵宗第一美人，果然生得俏丽。柳青寒原本脸上还带着的一丝笑意彻底绷不住了，他堂堂青灵宗宗主，何时被人如此羞辱过？杨修见状哈哈一笑，心中暗道：这才哪根啊！说了要帮月离报仇，就一定会说到做到。走到柳青寒身前，杨修轻佻地勾起他的下巴，一脸玩味地说道：柳宗主别急，1年时间还长着呢，你会慢慢习惯的。说完，杨修放开了手，冲着门外喊道：月离，进来吧。柳青寒心中一颤，难道他心中羞涩，但是又有些跃跃欲试。杨修在不在无所谓，关键是有月离啊。宋月离听到杨修的喊话，扭扭捏捏地走了进来。虽然早已有过和刘雨林、李云长一起经历，但是今天这人可是自己的师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太自在。见到房中那一袭粉色身影，宋月离轻声喊道：师傅。柳青寒身子轻轻一颤，转身看向了宋月离，想要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感到难以启齿。杨修将宋月离拉进怀里，当着柳青寒的面亲热了一番，看得柳青寒咬牙切齿，恨不得取杨修代之。看到宋月离乖巧配合的样子，更是感到心中一酸。他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一上头就决定送宋月离给杨修。看着如今两人亲热的场景，他体会到了窒息的感觉。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放空，不去看，不去听，不去想两人在做的事。然而杨修可不会轻易的放过他，战场很快就发生了转移。柳青寒心中抗拒，但是又不敢拒绝，只能皱眉忍着心里膈应的感觉。你再敢调戏月离，我就给你丢出去。柳青寒不语，只是狠狠在宋月离嘴上啄了一口，然后又生气的回头盯着杨修。宋月离羞红了脸，不敢再看二人。事后杨修立马钻进了修炼室开始修炼。他确实没想到这一次的收获居然如此丰厚，不仅给他提供了5000点积分，还让他立马有了要突破的感觉。进室内铺满了灵石，布置了一座小聚灵阵。杨修盘膝而坐，全力运转阴阳五行诀，浓郁的灵气钻入他的体内，得亏他的经脉远超常人宽阔，对于涌来的灵气来者不拒，通通笑纳。丹田内的金丹也在不停的旋转，不断吐出一缕缕精纯的七属性灵力，顺着功法运行的路线在经脉中流转。那些涌入体内的灵气全部都纳入了七属性灵力中，开始跟着运转周天，最后归入金丹中。金丹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进一步压缩，体积逐渐缩小，但是散发的七彩色光芒却更加耀眼。在金丹缩小到一定的程度，再也无法压缩的时候，杨修身体一震，一股磅礴的气势散发而出，突破金丹中期。杨修睁开眼，一缕七彩色光芒闪过，而后又瞬间消失，归于黑白二色。强！杨修现在只有这一个感觉，之前基本上都是靠加点提升修为，没有直观的感受。他都没有任何感觉，身体在系统的帮助下就已经适应了突破后的修为。这次是他自行突破，而且还是金丹境，他清晰地感受到如今的自己有多强大，一拳能锤死突破前的自己。杨修甚至有一种感觉，别说金丹境无敌，他甚至能碰一碰元婴初期强者，并且战而胜之。收敛心神，杨修继续修炼，直到地上的所有灵石都化为灰烬，将境界稳固以后才出关。问过才知，这一次闭关已经过去了3日时间。杨修问过童子姐，杨天长这次闭关短则3-5日，快则7-8天。如今3日已过，要不了多久杨天长就能突破炼虚。届时杨家可能会从青石城搬走，别人倒是无所谓，季景哥母女3人一起，宋月离也有他师父在，李云长孤身一人，
没有什么牵挂。但是刘雨林不行，他还有父亲和家族在这里，突然间要离开，定然会不舍。但是将他一人留在青石城，杨修也不放心。杨家虽然强大，但是敌人也不是没有，只是因为杨家太过强大，没人敢露出敌意罢了。没有强者坐镇，刘雨林留在青石城定然危险重重，甚至还可能会牵连到刘家。杨修也想过带着刘家一起走，只是刘家不是刘贺一人说了算，家大业大，多年的基业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在青石城，他们好歹也是个二流家族，但是去了繁华之地，可能就是个不入流的小家族了。杨修也考虑让刘贺将家主之位交给别人，跟他们一起走。只是刘贺并不愿，直言自己亏欠家族太多，要用余生为家族奉献。就连杨修说替他偿还欠家族的资源也拒绝了。对此杨修也没办法，总不能强行把人家带走吧。这几日刘雨林都是住在刘府，杨修今日出关便打算去看看，顺便再给刘贺留下一些修炼资源。不管怎么说，那也是自己老丈人，最起码也得有自保的能力才行，不然他要是出了意外，刘雨林还不得伤心死。一路来到刘府，杨修见到了正陪在父亲身边一脸不舍的刘雨林，以及一脸开怀笑意的刘贺。只是那笑容里，杨修怎么看都透露着一丝不舍和落寞。杨修来到身前，作揖行了个礼，岳父大人安好。刘贺呵呵笑着，好，好，贤婿修为又有精进，我都看不出你的境界咯。杨修微微一笑，没有接话。他修炼的功法可以遮掩自身气息，除非超过他一个大境界，否则无人能看透他的境界。刘贺虽然积累深厚，在和杨府结姻之后也获得了大力支持，但如今也才突破金丹中期罢了，与杨修同境，看不透他的境界也是正常。杨修取出一枚储物戒，递到刘贺面前，岳丈，这里是一些修炼资源，数量不多，但是足够刘家培养2-3位元婴期修士出来。倒不是杨修舍不得，主要还是因为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不敢给太多。储物戒里面还有2把上品和极品宝器级别的武器，以及同级别的法衣。这些资源青灵宗看不上，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东西出手。周围城池最强者也只有金丹巅峰，有这几件宝器在，自保是没有问题的。刘贺听闻里面的东西如此贵重，就想要拒绝，却被杨修拉住胳膊塞进了手里。岳丈莫要推脱，没有足够的实力，在青石城也难以立足。如今各大家族知晓你是我杨家姻亲，尚会给刘家几分薄面，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久了，这些人可就未必会顾及我杨家了。或许正面不好出手，但是也不能不防备地里的阴招。刘雨林也在一旁劝道，爹，您就收下吧，您难道不想突破元婴再增寿元，等我给您生个外孙吗？说到这里，刘雨林偷偷看了一眼杨修，脸蛋通红。刘贺在二人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将东西收下了。女儿说的对，他好不容易看到女儿身体康复，怎么着也得看到他给自己生个大胖外孙才行。杨修如今修为不知深浅，或许都已经不在自己之下，想要留下子嗣不是那么容易的，自己确实的多活几年。好好好，那就多谢贤婿了，老头子一定好好修炼，等待你们给我生个大胖外孙哈哈哈。杨修也是笑着回应，好。刘雨林羞红着脸没有说话，只是看向杨修的目光中满是情意。刘贺也不是没有眼力见的人，看到杨修和刘雨林之间情意绵绵的样子，便先行离开，把空间留给了二人。刘雨林主动牵起杨修的手，夫君，一起走走吧。杨修点头，陪着刘雨林在刘府花园里逛了起来。一路走到刘雨林的院子前，两人停下了脚步。刘雨林低头红着脸，不敢去看杨修。杨修微微一笑，牵着刘雨林走了进去。1个多时辰后，杨修离开了刘府，走在回家的路上。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林若曦，那个冰山女神人设，背地里凶狠泼辣的美人。没有上一次相遇的狗血英雄救美的剧情，林若曦也只是简单路过。见到杨修，林若曦也是有些惊讶，这位杨家大少回来了。微微一笑，点头示意一下，杨修也是救过他的，算得上是救命恩人了。杨修看着这位青石城第一美人，微微点头示意，便打算离开。他对林府的人可没有好感，如今他身边的女人已经够多了。虽然林若曦号称青石城第一美人，但是和他身边的女人相比，也没有太过突出。他现在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修为高深的女子。说直白点，就是林若曦只有筑基期的修为，他有点看不上了。林若曦看着杨修即将离开的身影，心念一动，出声道：“杨公子。”杨修停住脚步，看向林若曦，有些疑惑地问道：“有事？”林若曦：“杨公子，我嫂嫂在杨府还好吗？”杨修讥笑：“嫂嫂？你哪位嫂嫂？你嫂嫂不是都在林家好好待着吗？”林若曦有些哑然：“我是说，云长姐姐在杨家还。”杨修打断了林若曦的话：“云长在杨府好得很，就不劳林姑娘牵挂了。”林若曦心中有些不满，自己从未得罪过杨修，上次见面时杨修还救过自己，为何这次杨修说话这么冲？林若曦也知道
自己在杨修面前没有必要装人设，便直言问道：“不知若曦可是哪里得罪了杨公子？”杨修：“没有。”林若曦：“那为何杨公子对若曦如此不待见？”杨修冷笑一声：“不是针对你，我是针对整个林家。如今的青灵宗可保不住你们，我劝你跟本少说话还是注意点的好。”林若曦无言，这事确实是他们林家有错在先。如今的林家还能在青石城存在，也是杨家不屑与他们一般见识。可惜他不知道，压根不是因为杨家人都心善，纯粹是因为李云长的面子。如今李云长与林正杰已经和离，也彻底对林正杰失望，可不会再插手他们林家的事。如果杨修愿意，林家今晚就会在青石城除名。林若曦，此事确实是我林家有错在先，但是该赔偿的也已经赔偿，杨公子也该消气了吧？杨修用看白痴的眼神看向林若曦，问道：“你脑子是不是忘家里没带出门？”林若曦闻言一怒，说的话压根没有经过大脑，放你娘的屁，你才没脑子！经常说国粹的人都知道，只要一激动，这问候亲人的话压根就控制不住。杨修听到林若曦这话也是怒从心起，上一个骂他父母的苏万和，这会应该已经下去报道了。杨修大手一挥，一根下屏保器级别的绳子就从储物戒中飞出，将林若曦捆得死死的。林若曦此时也回过神来，心中满是后悔，只可惜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杨修来到林若曦面前，冲着她的脸就是一个大逼兜：“你怎么敢的？我没去找你们林家的麻烦，你还敢跑到本少面前跳，没死过！”杨修这一下没有动用修为，但是仅是肉身的力量也不可小觑。林若曦的脸甩向一边，上面浮现了清晰的五指印。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当街给了一个大逼兜，从小到大都是活在赞誉之中的林若曦何曾受过这种屈辱？屈辱。林若曦心中疑惑，为何她没有感受到屈辱？甚至还林若曦心中疑惑，甚至有些惊慌，自己这是怎么了？被杨修如此羞辱，不是应该内心愤恨吗？杨修打完也有些后悔，他看得出来林若曦并不是真心想要骂他，只是顺口而出的想要反驳自己，自己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可是看着林若曦期待的眼神，立马抬手送了他一个对称。你变态是吧？林若曦顶着一张左右对称印着巴掌印的脸，虽然疼痛，但是却乐在其中。不过他自然不会承认，立马骂道：“废物，就只会欺负女人吗？难怪青宁侄女看不上你。”杨修抬起胳膊就想动手，但是看到林若曦那闪动着微光的眼神，又把已经举起的手放了下去。草贱货，本少偏偏不满足你。林若曦有些失望地看着杨修：“你不过是仗着父母强大而已，不妨告诉你，老娘已经拜入幽女宗，现在可是幽女宗的弟子。”杨修一愣：“幽女宗？你说的是哪个幽女宗？”林若曦脸色一红，不过因为巴掌印的存在，倒是看不出什么。当然是大名鼎鼎的幽女宗。杨修闻言气的又给了他一下：“老子问你是玉女宗还是玉女宗？”林若曦如愿以偿，看着杨修挑眉道：“我说的自然是以双修之法闻名的玉女宗。”杨修听到这乐了，他还以为林若曦说的是大陆顶级宗门之一的玉女宗呢，搞了半天原来是玉女宗。虽然玉女宗同样很强，也是顶级宗门，但是和玉女宗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宗门。玉女宗全宗只招收女弟子，不在乎女子容貌，只要天赋足够，认可玉女宗的宗门借条就都能加入。杨修之所以担心他加入的是玉女宗，是因为玉女宗十分护短，敢得罪他们必然会被群起而攻之。这个宗门整天喊着女修帮助女修的口号，打心底看不起男性修士，但是对于男性赠送的礼物，那是来者不拒的。嘴上喊着女修不应该依附男人，自己也可以挣到飞升，禁止宗门弟子与他人结缘，实际上背地里玩的比谁都花。玉女宗则完全不同，虽然同样是女修主导的宗门，但是一直提倡男女平等，对于宗门弟子的管理十分松散。而且玉女宗提倡阴阳交合，性欲亦是本欲，只有阴阳结合才能领悟大道，所以玉女宗内男女弟子都有，比例也一直控制的比较平衡。进入玉女宗之后，宗门每年都会安排结亲大会，方便单身的修士寻找到合适的道侣。当然，阴阳结合不是让你到处瞎搞，人家玉女宗的修士也是很注重自身名节的，选定道侣以后，除非特殊原因，否则一生只会认定一人。只不过在玉女宗，这种特殊原因发生的概率稍微高一些罢了。玉女宗拥有一门辅助类的双修功法，可以加快修行速度，但是双修功法的弊端就是两人境界差距不能太大，否则就会变成低境界之人对另一人的索取。所以当两人修为差距过大时，境界高的道侣一般都会选择重新寻找道侣。说起来，这两大宗门本是同根同源，只是因为理念不同导致了分家。玉女宗的老祖为了膈应玉女宗老祖，特意给宗门取了这样的名字。这么多年来，两宗也没少争斗，光是因为宗门名字都打过10多次。杨修看向林若曦，笑道：“
你如果是进的女权聚集地的玉女宗，我还忌惮你几分，搞了半天是玉女宗啊。林若曦不知道女权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梗着脖子说道，我们玉女宗也是顶尖宗门之一，你若敢杀我，宗门一定会为我报仇的。杨修笑道，威胁我？玉女宗那群疯婆娘我暂时确实不敢招惹，但是玉女宗你说就你一个外门弟子，同辈相争，我要是杀了你，玉女宗会管吗？修真界又不是幼儿园，哪一天不再死人？筑基期在这一片确实能算得上一方高手了，但是对于玉女宗来说就是个普通外门弟子而已，哪怕他是冰灵根。这些顶尖宗门的内门弟子都是金丹境，亲传更是元婴起步，他一个筑基期的修士在玉女宗真算不得什么。当然他要是有杨修的天赋，10几岁突破金丹，那玉女宗长老也会抢着收他做亲传。林若曦有些慌了，他确实是拜入了玉女宗，可也正如杨修所言，他只不过是一名外门弟子罢了。哪个宗门的弟子外出历练不死几个，同辈之间的矛盾，宗门长辈一般是不会插手的，除非你是亲传，有师傅撑腰。上一章有改动，以他的资质还不足以在顶级宗门成为亲传弟子。林若曦底气有些不足，再看向杨修的目光已经变得有些躲闪。你别乱来啊，我可没有得罪你。杨修满脸黑线，这家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以为人人都和他一样变态。不过杨修看着林若曦，杨修不禁咽了口唾沫。咕咚，杨修发现自己自从绑定了双修系统以后，似乎对这方面的需求变得极高，很容易上火。杨修立马在脑海中呼唤童子姐，童姐，童姐，我发现有点不对劲啊。没有不对劲，都是系统的影响，安心。哦，没事。杨修抬手轻轻抚摸着林若曦被自己扇红了的脸庞，问道，疼吗？林若曦微微一顿，心中有点奇怪，这种打一棒再给一个甜枣的感觉，让她有种说不上的感觉。疼。杨修解开了林若曦身上的绳索，问道，要不要跟我走？林若曦没有迟疑，当即点头，要。在她加入玉女宗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必然要与人双修的结局。既然如此，为什么第一次不选择一个就过自己也喜欢的人呢？关键是杨修真的长得很帅，怎么算自己都不吃亏。杨修没有多说什么，自顾自地往杨府走去。林若曦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用法力消除了脸上的巴掌印，倒不是觉得羞耻，而是怕被别人看到，以为杨修要对林家下手。一路回到杨府，杨修却惊奇地发现，平时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的众女居然都不见了踪迹。杨修召来小兰问道，怎么回事？今日府中为何如此安静？小兰偷偷瞄了一眼杨修身后的林若曦，心想，少爷怎么出去一趟就带一位姑娘回来？少爷，各位姨娘说不能拖您的后腿，就都去修炼了。杨修无语，修炼比和自己双修效果还好啊！自从身边女人多了以后，好像自己就没办的，每天都陪他们双修了。杨修无奈地叹了口气，女人太多了也不好啊，顾不过来了。杨修挥挥手，行了，我知道了，你下去吧。小兰用羡慕的目光又看了一眼林若曦，才恭敬施了一礼。是。杨修有被雷到，没想到林若曦居然会提出这种要求。杨修心地善良，与人为善，自然是要满足他的。杨修在满足林若曦愿望的同时，也没忘给李云长传音让他过来，说是有客来访。李云长结束一圈灵力运转，随后便来到了杨修这边。还没有进门，就能听到房间里传来的动静。这声音听起来极为耳熟，似乎有点像自己的前小姑子。可是他怎么会在这里？而且还和杨修做这种事？李云长疑惑地推开房门，眼前的景象证实了他的猜想。最醒目的就是进门的地上躺着零散的破布，李云长瞬间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他肯定想不到是林若曦主动要求的。李云长早就发现杨修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所以对于他能拿下林若曦虽然惊讶，但并不意外。缓步走上前，在林若曦失神之际轻抚着她的秀脸，这不是小姑子吗？怎么落得这副模样了？林若曦回过神，看着身前李云长，有些惊慌地问道，大嫂，你怎么会在这？她惊讶的不是李云长怎么在这里，而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他们可是在双修啊。李云长居然能毫无避讳地进来，甚至杨修也没有丝毫的意外。林若曦恍然，你们？李云长轻笑，伸出食指按在他的嘴上，嘘，就是你想的那样哦。林若曦心中五味杂陈，她没想到往日贤良淑德的大嫂居然早就和杨修暗通款曲。杨修可不管他怎么想，又立即开始了修炼。呀！林若曦一声惊呼。战斗结束时已是深夜，杨修神清气爽地洗了个澡，美美地睡了一觉。修炼，他和李云长、林若曦都已经修炼一天了，很刻苦了好吧。第二日一早，杨修就前往了杨家在城内的几处产业，与刘贺做了交接，以后就交由刘贺打理了，其余产业则全部出售。
杨修不保证以后还会不会再回到青石城，所以除了杨府这座府邸，其余产业全部出手。倒不是不舍得将所有产业都交给刘贺，而是利益太大，他把握不住。此时，刘府主厅，岳丈，这些产业已经经营了10多年，模式早已成熟，各处负责人也是经过杨家层层考核选拔出来的，你可以放心用。杨修对着刘贺说道。刘贺点头，贤婿放心，我不会动这些人，他们之前做什么的，以后还是做什么，运作模式也不会发生改变。杨修对这话不置可否，如今说的再好听也没用，家族中那么多人都没有私心。这些产业虽然不是杨家最大的几处，但是每年的利润也不低，眼红的多的是。就算别人畏惧杨家的名头，不敢打这里的主意，但是刘家内部的人就难说了。如此便好，不过丑话我也说在前头，我与雨林成亲之时，该给刘家的礼是一分没少的，所以这几处产业是我作为女婿孝敬你的，与刘家无关。日后若是让我知道有谁敢把手伸到这几处产业上来，不论我在何处，都会回来灭了他那一脉。杨修狠急的目光扫过在场的刘家众人，一些原本还在打这几处产业的人都心虚的低下了头，不敢和他对视，剩余一些人则是恭维的应和着。杨修不知道自己的话能威慑他们多久，但是自己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如果都这样了，刘贺还守不住这份产业，那只能说他无能。此行的目的达到，杨修也没有久留，带着刘雨林就离开了。杨天长修为已经突破，此时正在巩固境界，待他出关就可以出发了。深夜，在季景阁房间中结束了修炼，杨修躺在床上查看了一眼系统面板，积分8175。杨修，童子姐，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娘亲快速突破炼虚的东西？童姐，有的宿主有的，但可惜你买不起。杨修已经无力吐槽了，怎么感觉自己爽？不是，辛苦了这么久，到头来发现还是这么穷。哎，要不抽奖碰碰运气吧。提醒宿主，暂时不建议你抽奖，应该说暂时不建议你消耗积分。杨修疑惑，为什么？童子姐解释道，你目前的积分已经突破8000，当积分达到1万的时候可以升级系统。虽然之前就听童子姐说系统可以升级，但是具体需要多少积分他却不知道，以前差的太多，他问了童子姐也不回答他。系统升级有哪些好处？很多，各方面都会升级，包括商城、抽奖系统、积分的获取等等。听到这里，杨修就已经打定主意，接下来主要的事就是升级系统。前世那么多小说也不是白看的，系统升级只会变得更牛逼，这点他还是知道的，问童子姐也不过是想知道都有哪些方面的提升而已。杨修有了决定，也不再去看商城和抽奖了，他怕自己忍不住剁手。童子姐，你以前叫什么啊？整天童子姐童子姐的喊也不合适啊。童子姐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道，江云溪。杨修，江云溪，好名字。江云溪，杨修，啥？夸你名字好呢。江云溪追问，哪里好？杨修麻了，不是，哥们就顺嘴夸一句。你怎么还追着问的？你真的很不礼貌，知不知道？杨修，好听。江云溪，什么好听？杨修，你名字好听。江云溪，我名字叫啥？杨修快要崩溃。云溪，江云溪，江云溪名字好听，行了吗？江云溪心满意足的下线，独留杨修风中凌乱。别问哪来的风，问就是石海风暴。收拾了一下心情，杨修倒头就睡。第二日一早，杨修就刚起床不久，就收到了杨天长的传音，他出关了。在极品破虚丹的帮助下，他只用了4天时间就完成了突破，又花费了1天时间巩固了境界，今早才出关。杨修赶到书房，杨天长和苏雪莹2人都在。杨天长见杨修到来，便开口问道，什么时候走？杨修早就做好了准备，该处理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完，便回道随时都行。3人一番合计，决定明日一早便出发，前往合欢城。这是一座归玉女宗管辖的城池，就在玉女宗山脚下10里之外。之所以选择这里，杨修也是受到了林若曦的启发。不论怎么看，玉女宗都是为杨修量身准备的修行圣地。首先就是阴阳交合，男女双修，与他的双修系统极为契合。其次便是玉女宗对弟子的限制极少，可以说是放养的程度。除了每年最少需要完成1次的宗门任务，其余时间你爱干嘛干嘛，根本没人管你。亲传弟子除了每个月必须要前往各峰聆听1次师尊讲道，其余时间也是一样。也正因为玉女宗的制度十分宽松，像杨天长这种外来者也能加入，并且获得不错的职位。以杨天长炼虚初期的修为，混个长老当应该是没问题的。至于苏雪莹，虽然只有化神后期，但是作为杨天长的道侣，就算不拜入玉女宗，也同样可以跟随杨天长在宗门居住。等他以后修为突破炼虚境，再加入玉女宗也不迟。
最主要的是玉女宗女修多啊，而且个个修为不俗，凡是内门弟子9成都是金丹期，剩余的1成也都是天资出众之人，破例升为内门。这对杨修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事情商量完，杨修将杨天长之前给他的储物借递了过去。爹，这枚戒指还是你收着吧，放我身上不安全。杨天长也没有推脱，杨修境界还太低，拿着这么大一笔财富，被人发现确实不安全。不过杨天长还是给杨修留了20万灵石日常花销。杨修离开后，找到了正在修炼的刘雨林，将明天要走的事告诉他，让他回家和父亲好好道个别。经此一别，再相见便没了定期。随后杨修又找到了柳青寒，我们明早就要出发前往合欢城，如果顺利的话便会拜入合欢宗，你有什么打算？柳青寒默然，他身为青灵宗宗主，自然不可能加入玉女宗，就算他想，玉女宗也不会收，除非他辞去青灵宗宗主的职位，传位给他人。柳青寒，我既然答应了做你1年道侣，自然是不会食言，我会跟你一起去，不过我不会加入玉女宗。你若是有办法带我入宗，我便随你居住宗内，若是没办法，那我便住在合欢城等你，待1年之期满自行离去。其实心里想的是，我倒是想回宗门，关键是你那死鬼老爹能放我回去？杨修没有意外，微微颔首，既然如此，你便将青灵宗的事务安排妥当，明日随我们一起出发。从柳青寒这里离开，杨修便回到了自己的院子，开始修炼功法武技。要前往大城市见世面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得提升一下自己的。不过金丹期的术法他就只学了2门，除了甲木剑诀，这门攻击武技就只有1门身法踏影步。甲木剑诀修炼的时间更久，虽然修炼难度更高一些，但是如今的熟练度却是最高的，已经到达小成境界，距离大成也已不远。这种术法修炼速度放在常人身上是想都不敢想的，也就他在造化丹的洗髓之下，悟性拔高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才能有此效果。1日时间转瞬即逝，翌日清早，杨修从宋月离怀中起身，看着又搂着宋月离睡觉的柳青寒，心中就是一股火气，上去就给了他1巴掌。柳青寒眼皮都没抬，只是孤勇着贴紧了宋月离，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让杨修气得牙痒，但又没办法。半个时辰后，杨家所有人都聚集在了前厅。杨天长将1枚储物戒交给了管家张强，嘱咐道：杨府就交给你了，这里有你们所有人10年的工钱，如果10年后我们没有回来，你们就把这府邸卖了分钱散了吧。此行路远，而且杨修的目标是加入玉女宗，肯定不可能把所有仆人都带着，只能遣散了一部分，剩下不愿离开的就花点钱养着，若是以后有机会再接到合欢城，毕竟都是10多年的老人，用着放心也更顺手。交代完俗事，杨修一行人便御剑离去。有4位化神境带着修为最低的刘雨林、宋月离和季依依姐妹，所以速度非常快，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到了天雍城。这里是距离青石城最近的一座拥有传送阵的大城池。众人到达天雍城之后没有停留，立马乘坐传送阵离开，中间又中转了2次，才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合欢城。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繁荣城池，杨修并没有什么感觉，前世春运都见过了，眼前这场景甚至比不上5·1国庆期间国内任何一个叫得上名号的景区。杨天长2人早些年走南闯北，更不用说了，说的难听点，放眼望去能看到的人可能还没有死在他们手上的多。但是杨修的一众女人就不一样了，除了季景歌、柳青寒和董清燕之外，剩余几人都是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奇。不是说修士就一定是超凡脱俗的，面对没有见过的东西一样会有好奇心。李暖暖更是毫不掩饰，一把抓住杨修的手说道：夫君，我们能不能去逛一逛啊？杨修想了想，还是婉拒了。我们先去加入玉女宗，然后再下山来陪你们逛好不好？想到前世看过的众多小说，主角新到一个地方，总会有不长眼的东西出来挑衅，然后和人结下梁子，并且对方还背景不俗，他就感觉到烦。所以杨修决定先去加入玉女宗，再说其他。如果能得到亲传弟子的身份，那就可以在合欢城横着走，应该就没有不长眼的来挑衅他了吧。李暖暖倒也不是非要马上就去逛一逛，听到杨修答应陪他们逛街，就心满意足地撒开了手，又抱住了季依依的胳膊。杨修一行人行至玉女宗山门前，望着无人看守的大门，都是有些面面相觑。李暖暖，我听别人说过这玉女宗宗规松散，倒是没想过会松散到这个程度，山门处连个守卫都没有。杨天长却是说道：这里看似没人看守，可以随意进出，实际上却有大阵守护，并且这里还单独布置了阵法，不过级别太高，我只能看出有预警阵法和幻阵，应该还隐藏有杀阵。众人闻言皆是心中一惊，难怪这么放心，连个守山弟子都没有安排，原来是根本没必要。连杨天长都说级别太高，
那最少也是6阶初级以上的阵法。众人之中，也就只有杨修清楚此地的底细。方才在李暖暖说话的时候，杨修就往前迈了一步，果不其然，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疯狂响起。叮！警告！警告！前方检测到前方布置有阴煞阵、水月阵、凌云阵、锁龙阵，请宿主注意安全。杨修人都妈了，宗门入口而已，都已经有护宗大阵笼罩了，还额外布置这么多高阶阵法。4个阵法中，阴煞阵是攻击阵法，达到了6阶极品；困阵锁龙阵6阶上品；幻阵水月阵6阶中品；预警阵法凌云阵6阶下品。他们一行人要是误闯进去，不小心触动了阵法，保准死的只能剩个渣。杨修心有余悸地往后退了一步，向杨天长问道：“那接下来怎么办？现在连宗门都进不去，这儿还没有个能通报的人。”杨天长没有说话，而是伸手对着面前的虚空一点，只见空气泛起一阵涟漪，又马上恢复如常。这时杨天长才道：“我已经触发了预警阵法，应该很快就有人来。”就在杨天长话音刚落之时，便有一名中年男子御空而来，落在众人身前。中年人先是看向了杨修等人，微微蹙起眉头，随后又看向山门的两侧，发现空无一人，顿时满脸怒气。今天是哪2个小兔崽子值守山门的，居然又玩忽职守，一个人都不在。杨修等人这才明白，感情不是人家自信，而是守山弟子溜出去了。随后中年男子平息了怒火，看向杨天长，笑着问道：“敢问道友来我玉女宗所为何事啊？”中年男子此时也明白预警阵法为何被触发了，分明就是人家上山有事，结果前门前居然没人，没有守山弟子通报，无奈之下只能触发预警阵法喊人来。也得亏杨天长修为高，这要是换个修为低点的，没准就会一头扎进阵法中。要是被困在幻阵、困阵中还好，要是不小心触发了杀阵，等他们赶来收尸都收不完整。心中打定主意，等回头查一查今日是谁值守，定要给他点好果子吃。杨天长察觉到对方身上的气息还要在自己之上，态度也恭敬了一些，抱拳回道：“道友见谅，在下杨天长率领族人前来加入玉女宗，还望道友帮忙引荐一番。”中年男子眼前一亮：“好好好，哎，道友请进。对了，忘记介绍了，陈记，玉女宗旨法堂长老。”杨天长等人都是拱手叫了一声陈长老。陈记哈哈一笑，说道：“哈哈哈，客气了，杨道友，前方就是宗门大殿，宗主此时应该正在里面，我们直接过去就行。”有感受加入他们玉女宗，这让陈记很开心，尤其是杨天长这种拖家带口，将整个家族都带来的，更令人开心。全家老小都在玉女宗，还怕他有二心？这不比那些平时没事的时候享受宗门供奉，一出事就找不到人，甚至倒戈相向的散修强多了。一行人来到宗门大殿前，根本不等人通报，陈记就径直冲了进去。哈哈哈，宗主快出来，有道友来加入我们玉女宗了。陈记的笑声响彻大殿，正在翻看账本的玉女宗宗主不满地抬起了头。杨修等人都跟着进来，也看到了玉女宗宗主的容颜。一头秀发间，华丽头饰缀着珠翠流苏，眉眼端庄，面容清丽，一袭淡蓝纱裙，仙气飘飘，尽显温婉优雅。众人都没有想到，传说中的玉女宗宗主顾雨堂竟然长得如此美艳。顾雨堂先是瞪了一眼陈记，才一脸温和笑意地看向杨修等人，将目光放在了杨天长身上。道友愿意加入我宗，本宗主十分欢迎，只是冒昧地问一句，道友为何想要加入玉女宗？杨天长行了一礼，恭敬地回道：回宗主，我们一家人皆是在世俗闲散惯了，受不得其他宗门的那些规矩，只有贵宗最适合我等。虽然眼前的女子看起来年轻，但却是实打实的活了3000年的合体期强者，杨天长不敢在她面前撒谎。顾雨堂点了点头，他能感受到杨天长没有撒谎，所说都是真话。既然如此，道友便在玉女宗安心住下，明日一早我便召集长老开会，公布你的事情。不过，顾雨堂说到这里，话音一顿，杨天长十分懂事地接过了话茬，说道：宗主有话但说无妨。顾雨堂接着说道：不过你的族人还是多了些，而且修为目前确实不高，如果给予亲传弟子的身份，怕是会有人不服。炼气期，普通人寿命每一层增加1年寿元，筑基期增加到200年寿元，金丹期500年，元婴期1000年，化神期2000年，炼虚期5000年，合体期1万年，大成期3万年，渡劫期5万年。每个小境界的突破都会增加1/10的寿元，如元婴期初期增寿1000年，中期则是1100年，后期1200年。杨天长自然明白顾雨堂是什么意思，亲传弟子和内门弟子每个月发放的资源可是天差地别。他要是一入宗就带着这么多低境界的亲传弟子，别说其他弟子了，其他的长老都不会同意。于是杨天长说道：在下明白，我只求一个名额即可，宗主放心，18岁的金丹中期做亲传，想来其他长老也不会多说什么。顾雨堂点头：只是一个名额的，
你说什么？18岁的金丹中期。说着说着，顾雨堂的声音就突然拔高，吓了众人一跳。原本老神在在的陈寂在听到杨天长的话后都惊呆了，此时才回过神来。陈寂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18岁的金丹中期是什么概念？10万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啊！不行，如此天才，老夫也要争一争。他刚要开口，就听到顾雨堂说道：“那个杨长老啊，咱们同属玉女宗，就别再下得了。不就是亲传弟子名额吗？好办。你说的18岁的金丹中期就是这位少年郎吧？当真是一表人才。这样吧，你让他拜入我门下，日后我亲自教导他修行。你再额外从这几个筑基弟子中任意挑选2个作为亲传弟子，如何？我看你的族人中还有几位化神期的道友，明日我便一同给他们执事的职位。还有你那位元婴期的晚辈，符合亲传弟子的条件，自然可以不占名额成为亲传弟子。”顾雨堂说的化神期便是苏雪莹、季景歌和柳清寒3人，元婴期的自然是说的董清燕。听到顾雨堂开出的条件，陈寂将已经迈出去的腿又默默收了回来。这老女人仗着自己宗主的身份乱开条件抢人，不讲先得。杨天长也没想到顾雨堂会开出如此令人心动的条件，1换2怎么看都划算，当即就想答应。不过他还是看向杨修，问道：“修儿，你怎么看？”顾雨堂闻言也将目光看向了杨修。杨修迎着顾雨堂的目光，不卑不亢地说道：“多谢宗主赏识，只是晚辈贪恋俗世，早已成婚，弟子不愿与妻子分离，只怕要辜负宗主的厚爱。”顾雨堂想说拜我为师跟你和妻子分不分离有什么关系，但是缓过神来才发现是这小鬼在找他有好处呢。年纪不大，心眼子倒是不少。有些好笑的看着杨修，顾雨堂问道：“哦，那你要怎么才能不跟妻子分离呢？”杨修自然是和妻子同拜一师。杨修其实也不想如此，但是没办法，刘雨林此时才炼气8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只能从衙役弟子做起。这可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让他去做杂役弟子，那不是打他的脸吗？顾雨堂明白了杨修的意思，便问道：“你妻子是哪位？”杨修环视了一圈，很想说这里除了他娘，剩下的女人都是，但是他也知道这样做只会让人觉得他贪得无厌，便牵过刘雨林的手，说道：“回宗主，这位便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顾雨堂愕然，他是真没想到，以杨修这般逆天的天赋，妻子居然会是这群人中修为最低的那个。不过他也明白了杨修为何要这样做，若非如此，他的妻子就要成杂役弟子了。虽然有杨天长给他撑腰，做杂役弟子也没人敢欺负他，可杂役就是杂役，身份就是最低等的。顾雨堂，我可以收你们2人为徒，但是再多我也没办法了。虽然我是宗主，但是玉女宗也不是我的一言堂，希望你理解。杨修闻言毫不犹豫就拉着刘雨林来到顾雨堂面前，往地上一跪，叩了3个响头，徒儿杨修拜见师父。说着就拿起旁边书案上的茶盏举过头顶：“师父请喝茶。”顾雨堂接过茶盏喝了一口，又看向了刘雨林。刘雨林从杨修拒绝拜师，说要与他同拜一师的时候就已经呆了，后面听闻顾雨堂要收自己为徒时更是惊愣当场，就连过来拜师都是杨修拉过来的。我刘雨林炼气8层拜师合体大佬。见他没有反应，杨修连忙给他传音，才让他回过神来。咚咚咚3个响头，结果杨修再一次从书案上端起的茶盏举过头顶：“师父请喝茶。”顾雨堂无奈地瞪了杨修一眼：“你们夫妻俩穷到拜师连杯茶都得蹭我的是吧？”接过茶杯喝了一口，顾雨堂说道：“喝了你们的茶，那我就是你们的师父了。你们2人日后当用心修行，以求早日证得大道。杨修、刘雨林，弟子谨记。”顾雨堂取出2件法宝，分别递给2人。这法宝就当做你们2人的拜师礼吧。2件法宝分别是一柄下品法宝青光剑，下品法宝月流衣。杨修2人接过，齐声道谢：“多谢师尊。”顾雨堂颔首：“好了，都起来吧。”杨修拉着刘雨林起身，刚要退到一边，就听到顾雨堂带着些许尴尬的声音响起：“那个，你们2人叫什么？”众人：“弟子杨修，弟子刘雨林。”顾雨堂只觉得有些尴尬，便对陈寂说道：“你带杨长老他们去安排洞府，尽全力满足他们的需求。”说完看向杨修2人：“你们俩跟我走，我带你们去挑选洞府。”杨修2人与众人道别，随着顾雨堂虚空而起，向着宗门大殿的左后方飞去。没用多久，3人来到了一处山峰之上。顾雨堂对着2人说道：“这座玉兰峰上除了我之外，只有你们的一位师姐住，其余地方都是空着的。如果有人住的洞府都会挂有门牌，你们自己去挑选洞府吧，挑好了再回这里来找我。”杨修和刘雨林行了一礼之后告辞离去。玉兰峰上的洞府分布并不规则，散落在峰上的不同位置，且每一座洞府之间相隔都比较远。
二人站在山峰背面一处石门前，杨修对刘雨林说道：“就这里吧，地方比较幽静，应该不会有人来，门口就是一片树林，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杨修选择了这处洞府后，刘雨林也选了一处相邻的洞府。虽然两人大部分时间应该是住在一起，但是洞府的空间不大，标准的3室1厅，只有一间卧室和一间修炼室以及一间浴室，俩人如果同时闭关会比较麻烦。选好洞府，注入自己的法力激活阵法，便能直接掌控整个洞府的阵法。之后俩人又回到了峰顶的玉虚殿前，还没落地，两人就收到了顾雨堂的传音，让二人前往玉虚殿，也就是宗主的寝殿。二人迈步走进大殿，看着连地板都是陵墓切割铺成，杨修就忍不住吐槽：“嚯，真奢华，比咱们那山洞可强多了。”刘雨林：“山洞也很好啊，里面虽然空间不大，但是该有的都有，而且靠近灵脉，灵气非常浓郁，已经很好了。”顾雨堂的声音也传来：“玉虚峰并不禁止弟子修建住所，你如果对洞府不满意，可以自己寻找位置修建住所，我不会阻拦。”杨修：“这些以后再说，不知师尊喊我们来是有何事吩咐？”顾雨堂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取出2枚令牌和2份资源，分别交给二人。这是亲传弟子的身份令牌和这个月的资源，以后每个月的宗门物资就需要你们自己去领了。杨修不解，不是可以送上门吗？而且为何没有宗门服饰？你觉得他们敢随意进出玉虚峰吗？杨修这才反应过来，这地方一般人还真不敢上来。不等杨修说话，顾雨堂接着说道：“亲传弟子没有统一的宗门服饰，你们过来盘膝坐好，我来传你们玉女宗的双修之法。”杨修和刘雨林上前盘膝而坐，顾雨堂伸出双手，分别点在两人的眉心。17左右，杨修两人睁开眼睛，对视了一眼，然后齐声道：“多谢师尊。”顾雨堂轻轻嗯了一声，说道：“我传授你们的乃是完整版阴阳交合大法，唯有亲传弟子可以修炼，切莫外传。”是。顾雨堂取出一块菱形的透明水晶，递向了杨修。虽然为师知道你们的天赋都不差，不过具体如何还需要检测一番。杨修倒是没二话，接过水晶就注入了灵力。云溪，云溪，江湖救急，快帮我隐藏一部分天赋。哼，放心吧。随着杨修的灵力注入，水晶上开始闪耀起红色，并且光芒十分耀眼。顾雨堂此时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小嘴圆张都能塞下杨修的大拇指了。随着杨修停止输入灵力，水晶上的光芒才渐渐暗淡下去。顾雨堂也顾不得身份，一把抓住杨修的肩膀，激动地说道：“9品火灵根，果然天赋异禀，我徒儿有成仙之姿啊！”在系统的遮掩下，杨修只显露出了火灵根，这反而让顾雨堂更加激动。毕竟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灵根是越少越好的。杨修看着眼前激动的身子都在颤抖的师尊，忍不住咽了口水。众所周知，身子颤抖的话，身上别的东西也会跟着一抖一抖的。杨修的眼神不自觉就被吸引了过去。顾雨堂感受到杨修的目光，立马松开了杨修，平复了一下心情。杨修，你的天赋超出我的预料，我本以为你能有8品灵根就已是极限，没想到会是9品单属性灵根。不过，顾雨堂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刘雨林，有些欲言又止。杨修知道他想说什么，便主动开口：“师尊，说句不谦虚的话，以我的天赋，同辈之中没有几人能追上我的修行速度，这不是换个道理就能解决的，除非……”杨修也学顾雨堂卖了个关子，不过他的眼神却是一直停留在顾雨堂身上，意思不言而喻。顾雨堂翻了个白眼，这臭小子还敢打自己的主意。没有接杨修的话，顾雨堂说道：“你说的我也明白，不过我们玉女宗的核心便是双修，若是不双修便没了优势。你与雨林感情深厚，为师也不好拆散你们，不过为师可以给你再推荐一位道侣。”说完，顾雨堂眼神在杨修和刘雨林之间流转，等着杨修的回答。一直沉默的刘雨林这时却笑着出声：“师尊不必试探，夫君如此优秀，身边多一些红颜知己也是在所难免。徒儿能嫁于夫君为妻就已经满足，不敢有其他奢求。”听到刘雨林的话，顾雨堂只是点点头，取出传音玉佩。不多时，一位身穿粉蓝色衣裙的女子便走了进来。来人对着顾雨堂行了一礼：“如玉见过师尊，不知师尊唤如玉前来所为何事？”杨修了然，这应该就是师尊口中的那个师姐了。顾雨堂、如玉，这二人是为师新收的弟子。杨修和刘雨林，这是你们的大师姐秦如玉。秦如玉转身看向杨修二人：“杨修和刘雨林见过大师姐。”秦如玉眉头微皱，不解这两人修为为何如此低，但还是点了点头：“师弟师妹好。”顾雨堂这时又开口道：“如玉，你不是一直看不上宗内的其他男修，不愿结道侣吗？”杨修拥有9品火灵根，以18岁之龄突破金丹中期，不知可能入你法眼。秦如玉惊呼：“什么？9品火灵根，18岁金丹？
方才看出杨修只有金丹境修为之时，他还疑惑，没想到这位师弟居然才18岁。9品火灵根，这等天资，莫说他看不看得上，应该问师弟能否看得上他才是。秦如玉，师尊言重了。师弟虽然暂时只有金丹境，但也是因为年岁尚小，我观师弟有正道飞升之姿，徒儿怎敢肖想。顾雨堂看向杨修，示意让他表个态。杨修这时也大胆起来，上下仔细打量起自己这位师姐。秦如玉长得眉眼清秀，面若桃花，盘起的黑发如墨瀑，仪态温婉，气质清雅。单论容貌，在杨修所有的女人中，也仅有刘雨玲能与其相提并论。杨修轻笑道：“师姐言重了，师姐如此天姿国色，天下谁人配不得？只可惜师弟桃花运旺盛，不敢委屈了师姐。”秦如玉被杨修夸得有点不好意思，虽然经常被人夸，但是杨修不一样，这可是有成仙之姿的人。至于说杨修桃花运旺，修仙之人强者多几个道侣不是很正常吗？虽然杨修目前修为还不高，但是就凭他的天赋，没人会认为他不配。秦如玉，师弟过奖了，以师弟的天赋，有再多女子也不为过。杨修轻笑，看向顾雨堂，轻轻挑眉。顾雨堂瞪了他一眼，然后说道：“既然如此，那为师做主，日后你二人便结为道侣，共同参悟大道。”是，师尊。星号2。顾雨堂此时也露出了一丝微笑，自己这个大徒弟眼光高得很，宗门这么多青年才俊，愣是没有一个能入他的眼。如今和杨修结为道侣，也算圆了他的一桩心愿。既然如此，你们就多交流一下吧，宗门还有事务要处理，为师就先走了。说完，顾雨堂便起身往主峰飞去，留下3人在原地面面相觑。刘雨玲见状，便主动开口：“夫君，师姐，你们聊，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一步了。”说完便一溜烟的溜走了。杨修在心里暗暗给刘雨玲点了个赞，然后扭头看向秦如玉：“师弟今日才加入宗门，对宗门尚不熟悉，不知能否请师姐为师弟介绍一番？”秦如玉原本也是有些尴尬的，虽然生活在玉女宗，但是她眼光太高，一直没有看上的人，所以还没有过道侣。今天突然就有了道侣，一时间还真不知道怎么相处。听到杨修的话，他心里暗自出了口气，微微一笑说道：“自无不可。”杨修也笑道：“那师姐不妨陪师弟边走边说。玉虚峰的何处我都还不熟悉，刚好可以趁机了解一下。”秦如玉听师弟的。两人说着便向外面走去。两人一路向下，秦如玉给杨修介绍着玉女宗的情况。杨修虽然了解过一些，但终究也只是一些传闻。我们玉女宗共有9大峰，除了最大的是主峰，还有8大副峰，分别是玉虚峰、清虚峰、灵虚峰、太虚峰、紫虚峰、道虚峰、法虚峰以及天虚峰。我们脚下的玉虚峰也称宗主峰，历代宗主皆是居住于此。天虚峰乃是我宗祖地，也是禁地，非宗主或老祖传召不得进入。其余6峰分别担任不同的职责：清虚峰炼丹，灵虚峰炼气，太虚峰阵法，紫虚峰符传，道虚峰授道，法虚峰传法。主峰就比较复杂了，内外门都在主峰，还有长老殿、执法堂、任务厅、内务阁等等。除了9大峰外，还有36小峰，像是杂役峰、药园等等，这些师弟日后都会了解的。一路上，秦如玉都在一心地为杨修讲解玉女宗的情况，也让他对玉女宗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过走着走着，秦如玉发现了不太对劲，这怎么越走越偏僻了？二人不是从玉虚殿出来就一路往下走的吗？怎么会走到后山来的？这一切当然是杨修带的路。方才秦如玉一直在给杨修介绍宗门情况，根本没有注意再往哪走，都是杨修在前面带路，他就跟着走了。结果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后山杨修的洞府门口。秦如玉发现不对，便向杨修问道：“师弟，我们为何会来这里？”杨修微微一笑，方才听师姐说的太过入迷，便下意识往这里来了。师弟在玉虚峰上只有自己的洞府比较熟悉，师姐莫怪。秦如玉本来听到杨修前半句话，心中都已经相信杨修是下意识的往这儿走，结果听到杨修的洞府就在这里，他立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这个新入门的小师弟心眼子还挺多，不过在玉女宗生活了300多年，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是耳濡目染之下，对双修之事也算颇为了解。何况阴阳交合大法可是每个玉女宗弟子必修的功法，所以秦如玉仅仅是微微顿了一下，便恢复了正常。师弟言重了，既然已经到了师弟洞府，那师弟便先回去休息吧，明日师姐再来带你去熟悉一下宗门其他地方。她一个黄花大闺女，明白归明白，但是该有的矜持还是得装一下的。都已经到了洞府门口了，杨修又怎么可能放她走？伸手抓住了秦如玉的手，微微握紧。杨修说道：“师姐，都到师弟洞府门口了，何不进去坐坐？莫非是师姐嫌弃师弟洞府太过简陋？”秦如玉微微用力，却没能将手挣脱出来，脸色稍有些红，不过并不明显，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师弟误会了，师姐没有那个意思。杨修，既然如此，那师姐进来坐坐吧。说着，便拉着秦如玉来到洞府门前，注入灵力打开了石门，牵着秦如玉走了进去。看着空荡还未来得及布置的洞府，杨修直接坐在了石床上，对着秦如玉说道：师弟还未来得及收拾，确实过于简陋，师姐不妨就坐师弟腿上吧。说完，也不等秦如玉回话，便顺势一拉，让秦如玉坐在了自己的腿上。秦如玉没想到师弟这么心急，猝不防急之下便跌在了杨修的腿上。不过既然都已经坐下，他也没有再起身，反正已经是道侣了，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他也心知肚明，没必要装矫情。杨修见秦如玉没有反抗，甚至连起身的意思都没有，胆子顿时就变大了，双手从秦如玉的腋下穿过，对着洞府的石门一挥，石门便紧紧关闭。师姐往日里没少研究咱们宗门的正宗绝学啊。秦如玉轻声回道：这是每个弟子都要学习的，我身为宗主亲传，更要勤加学习才行。那师弟帮师姐温习一下，纸上的来中绝浅，光是自己闭门造车可不行，那就有劳师弟了。说起来，这还是杨修第一次修炼正经的双修功法，他也是才知道，双修功法并不是单纯的行房事就可以，除了要运转功法以外，还要配合功法中的动作，修炼到高深处更是需要神魂交融。这一次双修，让杨修也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着实令他大开眼界。因为系统和双修功法同时发挥作用，杨修这一次真的是大丰收，不仅获得了师姐第一次的1500点积分，他的修为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上次与柳青寒双修时，他的修为就已经稳定在金丹中期，这一次双修之后，他能感受到自己的修为已经距离金丹后期不远了。如果能和柳青寒、季景哥两位化神强者双修几次，就能彻底踏入金丹后期的境界。杨修搂着已经陷入沉睡的秦如玉，脑海中看了一眼系统面板，积分10010，已经满足了1万点，可以升级系统了。云溪，快帮我升级系统。好的，扣除1万点积分，系统升级中，预计需要1个时辰，在此期间系统商城正常开放，抽奖功能暂不可用。杨修看着面板上只剩下10点积分，内心充满了对系统升级后的期待。最初级的系统都已经这么强，那升级后的系统还不强到飞起。看着已经熟睡的秦如玉，杨修也闭上了眼睛休息。午夜时分，秦如玉醒来，看着还在睡觉的杨修，心中一阵异动。300多岁都未经人事，突然尝试到了作为女人的快乐，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夜，杨修是又累又快乐，到最后连升级完成的系统都来不及去看，就沉沉睡了过去。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日午时，两人才起床。杨修看着穿戴整齐后温婉贤淑模样的秦如玉，很难想象到她昨晚疯狂的样子。二人一同走出洞府大门，杨修再次看到洞府门前的小树林，不禁心念一动，对着秦如玉说道：师姐，下回师弟带你去个好地方。秦如玉哪知道他在想什么，只以为杨修是要带他去宗门外的地方，满心欢喜的就同意了。杨修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误会了，不过他并没有介绍，只是嘿嘿一笑，搞得秦如玉有点莫名其妙。送走了秦如玉之后，杨修并没有急着去找父母，而是心神沉入了识海，查看升级后的系统。杨修、云溪，系统升级后都有哪些变化？江云溪，系统本次升级后的变化有抽奖系统升级、双修收益增加、叠加收益、自主可控收益。江云溪说的前面2个杨修都能理解，后面这个叠加收益和自主可控是个什么鬼东西？搞国产研发呢？江云溪感受到杨修的想法，主动解释道：叠加收益就是宿主修炼了双修功法后，双修所获得的修为可以和系统反馈的修为叠加。自主可控收益是指在双修过程中，宿主可以选择反哺给双修对象的收益。如果宿主的双修对象与宿主同境界，那么两人获得的收益多为1，共计2点收益，宿主便可以自由操控分配多少收益给对方，剩余的收益全部归宿主所有。江云溪这样一说，杨修就明白了，意思就是以后双修反哺给对方多少修为，全是自己说了算。这个好啊，如果哪天被个什么女帝啥的抓去做播种机器，那他就可以疯狂吞噬系统反哺给对方的修为，让自己飞速提升。杨修心中美滋滋的想着，又看起了升级后的抽奖界面。抽奖界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抽奖所需的双修值变了。原本的初级到高级抽奖需要的积分分别是10100，现在全都翻了10倍，变成了10100、1000。杨修顿时急了，妈的升个级，怎么抽奖的消耗还变高了？云溪，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抽奖消耗的积分整整翻了10倍？江云溪则安慰道：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1分价钱1分货嘛。升级后的抽奖系统获得高品质奖励的概率大大提升了哟。杨修惊呆了，江云溪怎么会知道这句网络用语？莫非江云溪是老乡？你这句话从哪学的？
江云溪，你脑子里整天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要有一瞬间想到我，我就能获取你的想法哦。包括你想等我重塑肉身后 XXO 我都知道哦。杨修顿时尴尬的脚趾抠的，他记得之前江云溪好像跟他说过这个事来着，但是当时没太在意，以至于后来都忘了。杨修感受到传音玉佩震动，赶忙把心神退出识海，得知是顾雨堂喊他俩去宗门大殿，便找到刘雨林一起赶往了主峰。此时主峰之上，玉女宗众多长老齐聚宗门大殿，杨天长、苏雪莹、季景歌以及柳青寒也都在其中。关于杨天长的长老职位已经确定，苏雪莹和季景歌也获得了执事之位。柳青寒如今虽然是杨修的女人，但是终究还是青灵宗的宗主，自然不可能拜入玉女宗。杨修与刘雨林一同来到大殿，见到里面的众多大佬，即使他底气再足，也有些头皮发麻。这里除了3个化神期，其余的可都是最低炼虚境的大佬，随便拎一个出去都能开宗立派的存在。虽然各自都没有刻意散发气势，但是这么多大佬坐在一起，光是气场就让他俩感觉压力山大。二人硬着头皮走了进去，恭恭敬敬行了一礼，弟子见过师尊，见过诸位长老。然后走到了杨天长几人身旁，轻声道：爹娘怎么样了？苏雪莹：没事，有你师尊在，都安排好了。杨修点头，不再言语。不是他不想说，而是几十位大佬打量的目光都停留在了他身上，额头都冒出了冷汗，根本说不出话来。这时顾雨堂说道：诸位长老，这位便是本宗主新收的弟子，9品火灵根的杨修，另一位是他的妻子刘雨林。随着顾雨堂话音落下，大殿内顿时变得嘈杂。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如此天赋10万年罕见啊！是啊，有此天骄，我玉女宗将再出一尊仙人了啊！是极，听说今年才18岁就已经是金丹中期，纵观历史上的9品灵根天骄，也未曾有此等修炼速度啊！一时之间，这个大殿内的长老都对杨修赞不绝口。顾雨堂，嗨，安静！我唤他们2人前来，便是让诸位认识一番。以杨修的天赋，未来有望正道飞升，我绝不允许在宗门内有人对他不利。众长老连连答应，没有人在这个时候敢唱反调，但是心里是怎么想的，那就没人知道了。杨修见没有自己什么事，就安静地立在一旁，思索着找个时间出宗将焚天熔岩卖了。毕竟这玩意留在身上没用，还不如趁早换成资源提升修为。他现在可是有一大家子要养，总不能坐吃山空吧。忽然杨修扫视了一圈在场之人，心中升起一个念头，这里这么多大佬，不就是最好的出售对象吗？或许这门功法与他们的灵根不契合，但是他们还有晚辈啊。想到这里，杨修看了一眼顾雨堂，见他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准备散会之时，杨修一步迈出：师尊，恕徒儿冒昧，徒儿有话要说。顾雨堂虽然不解杨修这个时候出来要说什么，但还是点头答应了。这可是宗门的宝贝疙瘩，这点小事就认着他来呗。杨修冲着众多长老拱拱手，说道：诸位长老见谅，杨修此前巧遇过一场机缘，获得了一本双属性功法，只可惜此功法与弟子灵根不符，所以便想趁着诸位长老都在，为他寻一位有缘人。杨修话落，大殿内安静无声，却是无人出声。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双属性功法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杨修见现场如此安静，也是尴尬的脚趾抠地，但是为了不冷场，只能接着说道：这本功法乃是火土双属性功法，修炼此功法不仅可以加快修炼的速度，还可以同时修炼火土属性的术法神通，使自己战力大增。说着，杨修拿出了一枚玉简，周边围绕着浓郁的火土灵气。见到杨修都已经将功法拿出来了，众多长老这才将信将疑地观察起来。可惜任他们如此看，这门功法都确实散发着火土2种气息，确实像是双属性的功法。不过杨修师侄，并非师叔不相信你的话，只是双属性功法闻所未闻，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啊。其余长老也在一旁附和。杨修微微一笑，此事简单，雨林，你来给诸位长老展示一下你的功法。刘雨林闻言立马盘膝而坐，运转自身的功法，浓郁的木水灵气顿时蜂拥而来，往他体内钻去。这一下所有人都不得不相信了，这世上居然真的有双属性的功法。而且刘雨林不过炼气8层，但是修炼时的动静怕是炼气巅峰也有所不及。众人一时间皆是目光火热地看向杨修手中的玉简，显得蠢蠢欲动。杨修满意的笑道：诸位长老现在相信了吧？众人疯狂点头。杨修接着说道：有些遗憾的是，这门功法品阶还是低了些，只能修炼到炼虚巅峰，并且没有后续功法。若是灵根有7品以上，修炼此功法就有些得不偿失了。众人的热情并没有因为杨修的话减少，反而更加高涨。6阶极品双属性功法已经算是品阶很高了，谁家里还没有几个天赋差点的后辈了？甚至在座的人中，有一大半灵根都只有6品，修炼到炼虚境就已经是到头了。但如果转修这门功法，
虽然境界会跌落，需要重修，但是对战力的提升那也是实打实的。杨修师侄，师叔这里有一株3000年的青云藤，不论炼丹还是炼器，都是极品材料。你看，杨修师侄，师伯这里有一瓶6阶上品破虚丹，对你以后突破炼虚大有益处。杨修师侄，师叔没有什么贵重的宝物，但是这金灵丹、化阴丹、神识丹、炼虚丹管够。一时间，大殿又变得热闹起来，吵得杨修脑瓜子疼。最后还是顾雨堂出声：好了，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你们所有人以灵石为单位出价竞拍好了，结算的时候再将物品折算灵石抵扣。这人这才安静下来。顾雨堂的话正合杨修之意，否则这么多老家伙都想要，他给谁都会得罪人，但是竞拍那就得看你们的财力了，还能把杨修撇得干干净净。杨修向顾雨堂投去一个感激的目光，然而后者压根就没看他。在座的这群人可以说是玉女宗最富有的一批，所以一个个出价都很有底气，半盏茶的功夫，价格就已经上了100万。对物价有疑问，可见作者说。杨修已经乐开了花，果然还得是大地方，100万灵石都已经抵得上杨家大半积蓄了。然而100万并不是终点，价格还在继续飙升。对于拥有6品火土灵根的长老来说，一点战力上的提升都远超这个价。而且火土属性的功法又不是只有火土双修性才能修炼，3属性、4属性甚至5属性都可以，只要有这2种灵根就可以。竞价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杨修乐的嘴都合不拢了。杨天长几人也已经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原本杨修拿出双属性功法就足够让他们震惊了，后面刘雨林更是当场展示双属性功法的强悍之处。而看到这些人随随便便就喊出100万灵石的高价，他们才知道自己到底是有多穷。杨天长叹了口气，对着苏雪莹说道：只怕今日过后，修儿要比咱俩都富有了。苏雪莹点头：是啊，没想到我们俩奋斗了半辈子，不仅积蓄不如儿子，就连法宝都是儿子给的。趁着众人竞价的空隙，杨修心神沉入识海，研究起新的抽奖界面。云溪，这个抽奖到底有多大的提升？江云溪，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杨修看着自己仅剩的10点双修值，想着那就抽一次试试水，看看升级后的系统到底有多牛逼。抽！初级抽奖给我抽！叮，扣除10点积分，初级抽奖正在抽取中，恭喜获得春花秋露卷2。杨修先是一愣，接着就是狂喜，卧槽牛逼！单抽出奇迹，一发出惊了，升级后的系统果然给力。想当初他为了这门功法的筑基篇，还了3天的债，都成了他的噩梦了。如今居然只花费了10点积分，就获得了金丹篇血传。也就在杨修抽奖的时候，竞拍也已经进入了尾声。最终焚天容颜这本功法被一名叫张衡的炼虚境长老以146万灵石的价格拍下。张衡全部以灵石交易，然后美滋滋的从杨修手里接过了功法。倒不是别的长老出不起更高的价格，而是觉得有些不值。张衡本身就是火土双灵根，而且品级只有6品，这辈子修炼到炼虚巅峰，就算是到头，没有逆天机缘，无缘合体，所以这门功法可以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与他极为契合。事情结束，众人也都一一散去，杨修2人也跟着杨天长他们来到了主峰东南侧的一座山峰。杨修有些好奇地问道：爹，你已经成为了长老，不是因为住在长老殿吗？来这里做什么？杨天长解释道：我们一大家子，我总不能把他们丢下吧，所以我主动求了看守一峰的任务，宗主就把我安排到火灵峰来了。杨修恍然，这样也好，有单独的山峰，就可以让季依依他们不用去内门，可以在这里安心修炼。内门弟子也不是全部都在内门的，每个内门弟子每年都会有宗门任务指标，简单一点的就是看守宗门，或者帮每个山峰的长老做一些杂物，难一些的就需要出宗执行一些斩妖除魔的任务，若有不慎就会小命不保。有杨天长在，他完全可以季依依他们发布常年在火灵峰打杂的任务，反正都是他儿媳妇，肯定不可能真让他们打杂。说话间，众人就已经落在了火灵峰之上。火灵峰上原本人就不多，而且整个山峰上植被都很稀疏，火灵力浓郁，但是又不如主峰，所以没有长老愿意来这里驻守。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火灵峰下镇压有一种天地灵火，名叫淬灵炎。这种火不论是炼丹还是炼器，都是极为上等的火种。不过灵火珍贵，除非有宗主的许可，才能采取一点火焰，否则是不允许其他人靠近的。杨天长在大殿的时候，就已经和之前坐镇这里的吴长老交接完了手续，对方屁颠屁颠的交出了阵法核心，都没再打算回来看一眼。峰上此时只剩下10几人，都是接了任务的内门弟子。吴长老的亲信们早就接到了传信离开，众人安排好了住处，便齐聚峰主大殿。杨天长看向杨修问道：修儿，你在那边怎么样？杨修嘿嘿一笑：我好得很，还给你又找了个儿媳。
杨天长和苏雪莹都欣慰地笑了，多找道侣好啊，这样才能让杨家开枝散叶。杨天长满脸的欣慰，好，你可要多努力，我们杨家的未来就靠你开枝散叶了。苏雪莹听到杨天长的语气却是不乐意了，听你的语气，你好像很羡慕。杨天长立马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没有，夫人你误会我了，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苏雪莹倒也不是真的不让杨天长多找几个道侣，甚至也曾帮他物色过几个，只可惜杨天长就是死脑筋，怎么也不肯纳妾，还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什么的，让他也颇为无奈。聊了会天，杨修便带着众女离开了。刚获得了双修之法，杨修还急着跟他们试试呢。杨修带着9人离去后，杨天长也一脸期待地看着苏雪莹，夫人，咱们也去试试这功法。苏雪莹翻了个白眼没有理他，起身往后面的寝殿走去。杨天长嘿嘿一笑，立马起身跟了上去。另一边，杨修已经开始了修炼，2日的时间，杨修便一败涂地，尊严尽失。尤其是林若曦，一见到杨修想要休息，就直接贴脸开大，各种嘲讽女人不少，可惜自己不中用，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便宜别的野男人。最后杨修实在是顶不住了，只能在众人带着戏弄的笑声中拉着刘雨林落荒而逃。尼玛，实在是太丢人了。刘雨林轻笑，谁让你非要逞能，以后看你还敢不敢了。杨修瞪了一眼刘雨林，我可是整整2天都没休息，你居然还敢嘲笑为夫，等会回去有你好看的。9个人我打不过你1个人，我还治不了你了。刘雨林脸色羞红，柔声道，夫君，妾身错了，夫君最厉害了。杨修，现在知道认错了，晚了，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跪地求饶。刚落在洞府前，杨修就将刘雨林拦腰抱起，回了自己的洞府，开启 1v1 对战模式。呀，夫君，你都累坏了，还是休息一下吧。你什么意思啊？觉得我不行？没有啊，没有，你明明就是这个意思。我看你是不知道为夫的厉害。夫君厉害，夫君最厉害了。哼，也就是为夫大意了，没有考虑到车轮战的问题，等我找到一会，一定好好报复回去。啊，是，夫君是最强的，他们肯定啊，肯定不是夫君的对手。杨修满意的说道，哼哼，算你识趣，今天就只对你小惩大戒，不然非要让你好看。半日之后，杨修和刘雨林携手走出了洞府，刘雨林身上的气势也与之前不同。自从系统升级后，杨修都会将系统的反哺的修为全部分给他们，毕竟他们修为越高，杨修能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只是依靠阴阳交合大法以及董清燕、柳青寒和季景歌提供的修为，他依旧能稳步提升。刘雨林修为最低，依靠完整版的功法以及杨修给他开了半天的小灶，此时已经突破到了筑基初期。刘雨林抓住杨修不老实的手，红着脸说道，夫君，妾身需要闭关几日稳固修为，你若是实在憋得难受，就去找大师姐，或者去火灵峰找诸位姐妹，可别再来找我了。说完就立马跑了，生怕杨修将他留下继续。杨修见状立马追了上去，拦在了刘雨林身前。刘雨林一脸慌张地看着杨修，怯生生地说道，夫君，妾身要回去修炼了。杨修嘿嘿一笑，捏了捏刘雨林的小脸，怕什么？为夫还能吃了你不成？诺，春华秋露金丹篇，你回去以后学习了。刘雨林开心地接过玉简，在杨修脸上啄了一口，谢谢夫君。随后就接着跑路了。杨修摇头失笑，这小妮子至于吗？杨修也没有回洞府，准备在宗门转一转。入宗也已经有几日了，他还没有好好看过宗门，对于传说中的玉女宗，他也很是好奇。玉虚峰被他直接略过，加上他一共就4个人，属实没啥好看的。一路飞行到主峰，杨修向下走去，来到了内门弟子区域。内门弟子住的还挺好，杨修甚至觉得比自己还好一点。每个人都有一个独栋的小院子，虽然面积只有100平左右，因为主峰的山体更加的粗壮，所以有足够的地方用来建造房屋，并不需要住山洞。其实杨修如果不怕麻烦，也可以平一块的出来，别说建房屋了，就是建一座宫殿都没问题。而且主峰上也是有亲传弟子区域的，只是他一入宗就拜师宗主，随后就被带去了玉虚峰，所以不知道而已。此时虽然是大白天，但是内门弟子区域却没有多少人在外面，只有三两的路过。倒是有路过女弟子的目光被杨修吸引，一直在往他身上看。只是见杨修没有穿宗门的制式衣服，一时间拿不准他的身份，所以没人敢上来搭讪。杨修有些摸不着头脑，便打算去找秦如玉问问。玉女宗怎么说也是顶尖宗门，怎么会大白天的见不着几个人呢？给秦如玉传信以后，杨修才知道今天是1月1次的授道课，内门弟子们都去到虚峰了。对于传道，杨修没有兴趣，有那听课的时间，还不如去找师姐大战一场。只是这2天身体有些透支，得缓一缓再去。既然内门弟子都不在，那就去外门看看呗。
外门这里可就热闹多了，论道的、切磋的、招道侣的，甚至还有出租的。没错，出租道侣，把自己租给别人做道侣。杨修看了一圈，收费从20灵石到100灵石不等。真不愧是玉女宗啊，真他妈开放，太狂野了。杨修不禁感叹，这他妈不就是出来卖吗？而且是男女都有，不过男修的开价还是要低上很多的，都是20到30之间。杨修不理解，但是大为震撼，这简直就是老色批天堂啊！当然，前提是你得有灵石。既然外门有这种东西，那内门是不是也有呢？而且内门弟子基本都是金丹期，就算他们不是第一次不在，系统升级后首次双修也得有几百点积分吧。想到这里，杨修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只需要花1点灵石就能换取大量的积分，简直不要太划算。外门这边修为最高也只有筑基巅峰，现在的杨修已经有些看不上了，干脆就打道回府，打算等明天再去内门看看。如果内门也有出租道侣的，那第二日一早，杨修便急冲冲地赶到了内门区域。与昨日清冷的景象不同，此时虽然时间还早，但是这里已经有不少人了。杨修逛了一会，发现还真有出租道侣的，只不过数量很少，而且大多都是男修，甚至还有人标注元阳还在的，他妈的身为玉女宗弟子都修炼到金丹境了，居然还能保住童子身，也真是牛逼。杨修无了个大语，看着那几个油头粉面的男修，嘴角直抽搐，他甚至都有些怀疑，是不是这几人打扮得太娘了，所以才找不到道侣。小帅哥，我看你一直在看这些出租道侣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吗？如果不介意的话，姐姐可以帮你，不收费哦。就在杨修还在物色目标的时候，身后响起一道清脆的女声。杨修转过身，看着说话之人，1.7米左右的身高，在女修中不算出众，但是也高于平均水准。长相甜美，眉眼清秀，红唇娇俏，脸型线条柔和，身材纤细，体态优雅，发髻插着珍珠花朵及飘带，增添灵动，佩戴珍珠项链，耳饰精致典雅，身着粉白件便抹胸裙，缀有粉丝花朵，外搭带毛绒装饰的薄纱袖，浪漫又仙气。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确定。女子微微一笑，开始自我介绍，我叫赵诗琪，如今金丹后期，至今元婴尚在，小帅哥要不要考虑一下啊？杨修闻言有些惊讶，这个赵诗琪样貌在整个内门应该都是数1数2的，肯定不缺少追求者，怎么会至今仍是处子之身？赵诗琪看出了杨修的疑惑，不过他并没有解释。他之所以会主动找上杨修，是因为他昨日就应该见过他了。当时虽然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但是他对杨修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因为他正巧见到杨修飞往玉虚峰，没有身穿宗门服饰，可以自由出入玉虚峰。再联想到最近宗内流传的宗主新收了1男1女2位弟子，他第一时间就猜到了杨修的身份。传言宗主新收的弟子天赋极高，震惊了宗门所有长老，皆是称赞其有成仙之姿。虽然他赵诗琪的眼光很高，但是面对杨修这种天骄，他也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而且就算不谈他的资质，单单是他宗主亲传弟子的身份，就足以令宗内无数弟子心动。赵诗琪在听到杨修的消息时，直接就告诉他，这就是他在等的人，能让他一飞冲天的人。杨修虽然不解，但是送上门的美人岂能辜负家人的美意？道友既有此意，不妨到我洞府一叙。赵诗琪求之不得，当即点头答应。杨修也不废话，带着赵诗琪便往自己洞府飞去。这一行为也让周围不少偷偷注视这里的人心碎了一地。赵诗琪在内门弟子中也算颇有名气，长得好看，天赋也不差，关键是至今还是处子身。追求他的内门弟子都能排到山脚下，就连亲传弟子都有好几个。然而今日他们的梦中女神居然跟着一个男人走了啊！我的女神！现场一片哀嚎，直到落在杨修的洞府前，赵诗琪的心才算彻底安定。赌对了，他果然是宗主新收的亲传弟子。都到了自家门前，杨修自然不会再客气，一把拉过赵诗琪，将手搭在了他的肩上。赵诗琪裸露的双肩被异性触碰，让他身体本能的一颤，杨修的手顺着肩膀直直朝下，赵诗琪身体颤抖得更为剧烈。杨修微微一笑，也不打算回洞府了，直接将赵诗琪拉到了旁边的树林里。反正整个玉虚峰就4个人，除了他自己有2个都是他的女人，他也不怕被看到。至于他师傅，爱看就看呗。2个时辰后，2人早已将现场转移到了洞府内。杨修看着面板上的1888点积分，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昨日从火灵峰回来时，他的积分就已经达到了911点。今日与赵诗琪双修后，加上系统奖励了800点，再次突破了1000大关。系统升级之后，每次双修获得的积分明显增加了许多。要知道，之前和董清燕第一次阴阳交合之时，也才获得了500点积分。看来还是要多与不同的人共探大道，才能快速获取积分。杨修心中想着，
又将主意打到了出租道侣这事上。虽然宗主亲传做这种事有点丢人，但是为了双修值，丢人就丢人吧，大不了戴个面具呗。到时候他就一次找10个，获得初次的奖励就换下一个。他要为自己证明。想起昨天从火灵峰落荒而逃的情景，他就感到憋屈。云溪，有没有什么能提升战斗力的宝贝？江云溪没有回话，而是直接帮他打开了系统商城，筛选出了符合要求的商品。从最便宜的壮阳丹到最贵的纯阳体，看得杨修眼花缭乱。杨修花了一点积分买了一枚最便宜壮阳丹，打算试试效果。一枚丹药下肚，杨修只感觉到体内有一股暖意从丹田升起，见效快，效果好。这就是杨修对壮阳丹的评价。翌日中午，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小说作者诚不欺我。最便宜的壮阳丹效果都这样牛逼，那要是拥有最贵的纯阳体，杨修越想越激动。看着已经达到2025点的积分，打开了抽奖面板。2次机会，云溪，你懂我意思吧？高级抽奖，给我抽！叮，扣除1000点积分，高级抽奖正在抽取中。这还是除了刚获得系统那天之后，杨修第一次使用高级抽奖，而且还是系统升级后的高级抽奖。杨修心中也十分忐忑，毕竟抽一次就是1000点积分啊！恭喜获得功法炼虚屠龙诀，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听名字就是一本功法，高级抽奖合体起步，肯定不亏。杨修看了一眼功法介绍，顿时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炼狱屠龙诀，火土双属性度节气功法。简介虽少，但是功法牛逼啊！不仅因为这是一本凡间最顶级的功法，更是因为这本功法正契合杨天长的灵根。杨修之前双修值不多，一直苦于无法为父母更换功法。商城里出售的渡劫气功法，双属性功法最低也需要好几万积分。这本炼狱屠龙诀，杨修之前为杨天长挑选功法时也看到过，售价88888积分。当时杨修还在想，自己的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结果今天让他1000积分给抽到了。云溪牛逼，爱死你了！再来，这次别歪了。叮，扣除1000点积分，高级抽奖正在抽取中。恭喜获得道家房中术。道家房中术，道家的双修法门。杨修不确定这是哪个版本的，但是高级抽奖出的应该不会太差。点击查看信息，功法的简介就让杨修大吃一惊。道家房中术，上古公孙轩辕对阵9黎一族，9战而无一胜。祭天幻玄女下界，得传金传玉函、奇门遁甲等术，战蚩尤而胜之。后玄女与素女、才女一同传授轩辕房中之术，留有玄女经与素女经，合称玄素经。后经道教先贤整理合并，创房中之术。杨修疑惑地挠着头，满心的不解，这咋还和皇帝扯上关系了？难不成神话传说是真的？算了，这些不是我该想的，还是先看看这本房中术吧。嘿嘿，道家房中术并不是与功法相同的御简，而是一本纸质的书籍。皇帝曰：所说九法。玄女曰：九法。杨修看到这里，立马将书合上，悄悄地起身来到修炼室，仔细地翻阅起来。好家伙，上古时期的人对于床子之事还真是开放。单就这书而言，尺度比阴阳交合大法还大。还是自己一个人偷偷看吧，否则让他们俩看到，还以为他在看什么小黄书呢。这本道家房中术的字数不算很多，主要是将性行为与养生、修炼结合，并非单纯的双修之法。但是杨修看得很仔细，等他全部看完，已经是傍晚时分。他从修炼室出来时，秦如玉和赵诗琪正在面面相觑，相互打量对方。两人虽然互不相识，但是都见过或者听过对方。秦如玉身为宗主大弟子，此前更是唯一的弟子，在玉女宗可以说无人不识，赵诗琪自然也认识。赵诗琪只是惊叹杨修太有实力，才入宗几日，居然就已经将全宗弟子心中女神拿下。秦如玉虽然不认识赵诗琪，但是也听说过他的名字，深受内外门弟子的追捧。就连亲传弟子中也有人追求过他，只是都被他婉拒。方才听到这个名字，他还没有多想，这会仔细打量了对方一番之后，才知道为何有那么多师弟对他念念不忘。心中也感叹杨修当真魅力无双，这才几日时间就将这位让众多师弟铩羽而归的赵师妹拿下。两人此时心中的想法出奇的一致，杨修牛逼。杨修啊，谁？我妈。不得不说，脑补果然可怕。看到杨修出来，两人当即起身，秦如玉来到杨修身旁，轻唤了一声相公。赵诗琪则有点尴尬，他可不是杨修的道侣，只能低头叫了声师兄。外门弟子只要见到内门弟子，不论修为高低、年龄大小，都得唤一声师兄或师姐同礼。内门见到亲传弟子也同样如此。杨修颔首，看着赵诗琪问道：你可愿做我道侣？赵诗琪内心狂喜，这不正是他所求吗？但脸上只是露出一缕惊喜之色，
开心地回答：“诗琪愿意。”见过夫君。杨修点点头，他不管赵诗琪心里有什么算盘，但是既然夺了他的处子之身，总是要问一下的。他若是不愿，杨修自会给他一笔零食，从此把他当作出租道侣。他若是愿意，那便收作道侣，左右不过区一个金丹镜，养得起。杨修虽然很想试一试刚学的道家房中术，但是两人刚经过1天多的战斗，还是让他们多休息一会吧。而且他也着急将炼虚屠龙诀给父亲送去，留下赵诗琪的传音玉佩气息后，杨修就将2人送走，自己也朝着火灵峰飞去。见到杨天长，并将功法交给了他，得知众女都开始闭关修炼，他也打消了一雪前耻的想法。不过身怀100万巨款，放在身上也不会生出灵石来，他决定全部用来购买修炼资源，提升众女的修为。多的不说，最起码也要将刘雨林他们的修为堆上元婴期，成为亲传弟子。玉女宗内就有内外门都有方式，只是里面的商品参差不齐，数量也少，所以杨修还是决定去一趟合欢城，找个大点的商铺。要说大点的商铺，合欢城最大的商行就是玉女宗的产业，以杨修亲传弟子的身份，还能打个9折。虽然合欢城距离玉女宗只有10里路，但是杨修一就不敢单独出门，没别的原因，就是担心遇到玉女宗的人下黑手。毕竟这种事情也没少发生过，两宗弟子互蹲对方，打不过就当没看见，打得过就背地里下黑手。两宗谁先开始蹲门的已经不可查，现在也没人在乎，反正遇到对方的人只要看打不打得过就行。杨天长刚拿到功法，就迫不及待地去修炼了。杨修想了想，还是给柳青寒发去了传音。作为众女中修为最高之人，足以震慑诸多宵小。不多时，被迫出关的柳青寒来到杨修身前：“找我有什么事？”杨修没有废话：“保护我去趟合欢城。”柳青寒哦了一声，随后便一言不发，默默跟在了杨修身后。10里路对2人来说，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便到达。两人落在城门前，步行进入合欢城。杨修对于逛街没有兴趣，进城之后就朝着城中最高的建筑而去。这座7层高楼阁式的塔式建筑，就是玉女宗经营的商行聚宝斋。杨修带着柳青寒入内，立马便有一位身穿蓝色衣裙、长相清秀的侍女迎了上来。女子眉眼精致，眼眸明亮有神，鼻梁挺翘，增添了几分灵秀，唇色柔和，如春日花瓣般娇美，发髻优雅，插着白花与流苏，又添了几分温婉。女子带着淡淡的笑意问道：“2位客人，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2位介绍。”杨修看着这侍女，或者说师妹，轻笑一声说道：“我需要一些从筑基修炼到元婴境的丹药，麻烦师妹带我去看看。”许云舒听到对方称呼自己师妹，便知晓对方是同门，态度也很更热情了一些。原来是师兄，师兄需要的这些丹药在不同的楼层，是要上去看看，还是我取样品下来？杨修还没有见识过这种商铺，也比较好奇，便说道：“带我们上去看看吧。”许云舒微微一欠身，做出一个请的姿势：“2位这边请。”杨修顺着许云舒的指引上到了2楼，顿时感觉清静了许多。虽然合欢城就位于玉女宗脚下，但是还是以普通人居多，绝大多数修士天赋不足，此生只能在炼气期徘徊，能修炼到筑基期的都是少数。玉女宗身为大陆顶尖宗门之一，外门弟子也不过是筑基期而已。许云舒带着2人来到一处区域前，向杨修介绍：“师兄，这里便是丹药区，市面上常见的2阶丹药这里都有，所有丹药的功效都有介绍。”许云舒说着，拿起一枚丹药给杨修继续介绍：“这是中品回灵丹，适合筑基修士日常修炼所用，也是目前市面上流通最广的2阶丹药，售价6枚灵石1瓶。”杨修点头问道：“有没有品质更好的？”许云舒回道：“有的，目前极品回灵丹还有210枚，因为比较稀缺，所有一点溢价，售价是11灵石1瓶。上品的话量就要多一些，目前还有1260枚，售价8灵石1瓶。”杨修估算了一下，宋月离已经快要结丹，这些丹药用不了多少。林若曦和李云长都是筑基后期，需要的量也不会太大。只有刘雨林、季依依和李暖暖3人，目前都是筑基初期，需要用的比较多。极品回灵丹全部打包，再来30瓶上品回灵丹。许云说：“好的，师兄，我这就给您打包，等下去1楼一起结算就行。”杨修点了点头，等许云舒打包完后，又上了3楼。金丹期修炼使用的运灵丹数量就少了很多，极品加上品一共才500枚，被杨修全部包圆了。3阶丹药的价格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价格也贵上许多。1、2阶丹药还是按瓶卖的，3阶丹药就已经是按枚卖了。最便宜的下品运灵丹也要5灵石1枚，500枚运灵丹一共需要4560灵石。许云舒领着杨修来到4层的入口处，但是在前往4楼的楼梯前，他却停住了脚步。“师兄，上面1层便是出售元婴期资源的楼层，您上去以后会有侍者接待您。”杨修疑惑：“你不能不上。”许云舒露出一丝羡慕的神情，说道：“我只负责1到3层的接待，
上面会有更专业的人接待您的。杨修点点头，也没打算做硬要他接待的脑残戏码。你将丹药拿下去吧，我一会儿下去结账。许云说，好的师兄。说完，杨修就拾阶而上，前往了4层。4层的空间更小，人数也更少，除了10多位侍者，只有3个人在选购物品。见到杨修2人上来，立马就有一位身材火辣的侍者上前询问：“2位需要看看什么类型的商品？”杨修：丹药。好的，请跟我来，这边是丹药区，常见的4。不等侍者介绍，杨修就打断了他的话：化阴丹上品和极品有多少？另外有没有结阴丹？上品化阴丹目前一共有124枚，极品化阴丹36枚，结阴丹最高只有上品的，共有6枚。杨修大手一挥，打包。那身材火辣的侍者一愣，发出了疑惑的声音：啊！杨修，全部打包，快点！哦，好的，客官，您稍等。侍者心中激动，立马将这些丹药全部打包了起来。杨修最后想了想，又去了一趟5楼，把神石丹也买了。那身材火辣的侍女见杨修出手如此阔绰，心中一动，冲着杨修说道：“公子需要送货上门吗？奴家可以给您送到府上哦。”说话之时还拉了个尾音，听得杨修心中发痒。杨修打量了一眼女子，容貌虽然称不上绝佳，但是身材绝对火辣，即使是聚宝阁的工作服也难掩她那波涛般的胸怀，臀部更是将蓝色工作服撑出一个圆润的弧度，标准的 S 型身材。杨修自然明白他话中的意思，对于白送上门的积分，他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可以，一会你跟我一起送过去吧。女子心中暗笑，果然没有男人可以拒绝她引以为傲的身材。看着杨修那俊朗的面容，舔了舔唇角道：“好的呢，公子。”柳青寒在一旁将一切尽收眼底，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对杨修翻了个白眼。杨修当作没有看见，先在4楼把4阶以上的丹药结了账，就下楼去找许云舒了。然而走到1楼的楼梯转角处，他就听到了许云舒的声音：“许云舒，张志德，就算你哥哥是亲传弟子，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哼，许云舒，我劝你识相点，老子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跟老子装什么清高呢？许云舒，我不同意，你又能如何？亲传弟子就敢无视宗规了？哈哈哈，不同意。你若是不同意，我会让你在玉女宗待不下去。宗规，在亲传弟子眼里，宗规就是个屁。杨修听到这里，大概也明白是什么事了。走下楼梯，杨修冷喝一声：“哼，宗规是个屁！”真是好大的口气。那叫张志德的听到有人反驳自己，顿时大怒，看向杨修，刚准备骂他，就看到了他身后跟着的柳青寒和那名侍女。咽了口唾沫，张志德盯着2女说道：“小子，你胆子挺肥，知道我是谁吗？”杨修没有说话，而是对着许云舒问道：“这人也是玉女宗弟子？”许云舒点点头。杨修，那就好办了，蔑视宗规和威胁强迫他人结缘应该怎么惩罚？许云舒不知道杨修要做什么，但还是如实回答：“按照宗规，蔑视宗规杖责30，威胁强迫他人结缘断一臂。”杨修颔首，又环顾了一圈，问道：“聚宝阁执事何在？”听到杨修的问话，一旁一位站着看热闹的中年男子不悦地看了杨修一眼，满脸不爽地开口了：“小子，我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别以为带个化神期的女人就可以在聚宝阁放肆，我背后可是玉女宗，说话小心点。”杨修看了眼中年男子，嗤笑一声：“好好好，看来你就是聚宝阁执事了。身为宗门执事，放任弟子威胁强迫他人不管，对弟子蔑视宗规不顾，你真行。”中年执事心里有点不安，听杨修话里的意思，他也是玉女宗弟子。他有些摸不清楚杨修的身份，但是不论他怎么看杨修和柳青寒，都没有对这2人的印象。其实也不怪他，虽然被宗门看中，派来执掌聚宝阁，但是说到底也就只是个执事。上次宗门大会他压根没有资格去，所以也没有见过杨修他们。但是一想到张志德的兄长乃是2长老的亲传弟子，他又将不安的心放了回去。小子，或许你有点身份，但是我劝你说话还是小心点，在合欢城什么身份都不好使。杨修不再废话，取出一块银色的令牌展现在众人眼前。令牌上正面写着玉女宗3个大字。杨修持着令牌转动了半圈，让所有人都看清。中年执事在看到令牌的瞬间，心就沉到了谷底。他身为玉女宗执事，自然知道这块令牌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有一块。杨修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又将令牌翻转，露出了令牌的背面，上面赫然雕刻着一座山峰，而且还是众人十分眼熟的山峰——玉虚峰。宗主亲传。中年执事沉下去的心也彻底死了。银色令牌有2种含义：执事或亲传弟子。如果背面雕刻的是主峰，那便是执事；但如果雕刻的是其余8峰，则代表了是亲传弟子。其中玉虚峰是最为特殊的，只有宗主亲传，
背面才会雕刻玉虚峰。见到令牌，聚宝阁一层的所有侍者皆是抱拳行了一礼，见过师兄。杨修微微颔首，不必多礼。随后看向已经被吓傻的中年执事和瘫软在地的张志德。虽然身边跟着柳青寒，但是杨修也不想冒险。为了防止中年执事抱起伤人，他掏出玉佩给顾雨堂发去传音，将此地之事如实上报。等了也就20几息的功夫，玉女宗的执法队便已经到来。为首者乃是一名白色劲装女子，身材修长，剑眉星目，一头干净利落的高马尾被一根白色的发带绑着，更显得她英姿飒爽。来人进门以后，看见杨修便笑着打了个招呼：“杨师弟，介绍一下，我是白秋桐，执法殿刑罚堂副堂主，师从武长老，你可以称呼我白师姐。”杨修心中感叹，刑罚堂副堂主，这师姐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啊！毕竟刑罚堂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不仅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还要做到心如坚铁才行。不敢怠慢，杨修立马行了一礼：“杨修见过白师姐。”白秋桐笑了笑，扶了杨修一把：“不用客套，加个联系方式，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师姐。我还要将这两人带回宗门，就不多聊了。”杨修闻言立马掏出传音玉佩，和白秋桐的碰了一下：“好的，师姐，今天麻烦您了，师弟下次再登门拜谢。”“师弟客气了，本就是我分内之事，无需客套。”说完，白秋桐带来的执法队的人已经将张志德二人拿下。白秋桐见状便不再寒暄，打了声招呼就带着人走了。见事情已经处理完，杨修来到许云舒身旁：“没事吧？”许云舒一脸受宠若惊的表情，磕磕巴巴地说道：“没事，多谢师兄。”许云舒内心激动不已，那些亲传弟子往日里来聚宝阁都是直接上4楼，他们根本没有接待的机会。他今日不仅接待了，而且接待的还是宗主的亲传弟子。不仅如此，他还为自己解了围，这让他一时间忍不住浮想联翩，自己是不是也会像画本小说里面那样，遇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命之人。杨修，既然没事，那就赶快结账吧，我一会儿还有事。见杨修完全没有把方才的事放在心上，许云舒内心微微有些失望，不过还是马上调整好情绪，满脸笑意的带着杨修前往柜台办理了结账。杨修交了零食，取过丹药就准备离去，毕竟还有送货上门服务还没有享受，他可没有时间在这里耽搁。许云舒见杨修就要走，犹豫再三，还是喊出了等等。“那个杨师兄，感谢您今天替我解围，我能留一个您的传音玉佩气息吗？等闭店之后，师妹再去感谢您。”杨修看着许云舒带着扭捏的表情，心中已经猜到了大概，轻笑一声：“没问题。”许云舒心中长出了一口气，这么多人看着，如果被杨修拒绝，今后肯定会被人笑话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许云舒和杨修相互留下了玉佩气息，杨修才带着柳青寒和身材火辣的师妹离去，没有回宗门，直接在城中找了一家客栈，杨修就带着火辣师妹开房去了。杨修心里清楚，这位只是看他出手阔绰就主动倒贴的师妹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一通发泄之后，杨修给他留下了1000块零食，便悄然离去，连联系方式都没有留。杨修身心愉悦地打开房门，满面春风，带着柳青寒返回了宗门。单纯只是因为获得积分而愉悦，跟凶器绝对没有关系。不得不说，这位师妹的身材当真是极品，若非是晚上还有一位清纯师妹要来，他还真舍不得这么快离开。回到宗门以后，杨修将还在闭关的几人喊了出来，把刚才购买的丹药还有之前抽奖剩下的丹药分给了他们。化神丹被他全部交给了苏雪莹，毕竟是自己老妈，他和老爹的修为越高，自己就越安全。做完这一切之后，杨修就回到了自己的洞府。因为在客栈耽搁了许久，这回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杨修刚回到洞府，传音玉佩便震动了起来，取出一看，果然是许云舒的消息。许云舒师兄，我在玉虚峰下，可以上去吗？若是寻常山峰，他也不会多问，但是玉虚峰他是真不敢。杨修将洞府的位置告诉了他，让他直接上来便可。不多时，洞府外的禁制被触发，许云舒的声音也传了进来：“杨师兄，师妹特来感谢师兄今日出手相助。”杨修打开洞府大门，便见到许云舒俏生生地站在门口，发梢还带着一丝水迹。对于修士而言，洗完澡将头发变干可谓轻而易举，许云舒发梢还带着水迹，摆明了就是告诉杨修自己已经洗过澡了。懂得都懂。见到杨修，许云舒叫了一声：“师兄。”杨修颔首，让开身位放他进来，便关上了石门。杨修，今日之事不过举手之劳，况且也是那张志德无事宗规在前，师妹何须特意感谢？许云舒微微躬身行了一礼，对师兄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但对师妹来说却是大恩。那张志德纠缠师妹已久，若非今日师兄出手相助，只怕师妹最终只能委身于他，清白不保。许云舒此时穿着一身宽松的交领裙，随着他一躬身，深深的沟壑就呈现在杨修的眼前。
杨修心中大呼受不了，看着清纯的师妹居然如此懂男人的心。咕咚，杨修看着还弯着腰的许云舒，上前一把抓着她的胳膊，将其扶起，摩挲着娇嫩的手臂。杨修说道：“师妹太客气了，师兄既身为宗主弟子，自当以身作则，捍卫宗规。那张志德在师兄面前蔑视宗规，我定然不会坐视不管。”许云舒感受到胳膊上大手的抚摸，心中也是隐隐一动，顺势就靠在了杨修的怀里。不管怎么说，师兄都帮了师妹一个大忙，想来师兄身为宗主弟子，师妹也没有什么能报答师兄的，只有这一身金丹修为还有些许价值。师兄若是不嫌弃，师妹愿助师兄修一臂之力。杨修抱着怀中家人的娇躯，手已经帮许云舒做起了按摩。听到许云舒的话，杨修佯装生气：“师妹这是什么话？师兄岂是挟恩图报之人？”说着手中的力度又加大了一丝。许云舒闷哼一声，心道：“你不是那种人，倒是把手拿出去啊。”不过嘴上说的却是：“师妹是自愿与师兄双修，师兄莫要多想。”杨修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师妹有此心，师兄若是再推脱，倒是显得不识抬举了。那师妹，我们开始吧。”许云舒脸上一副娇羞的模样，俏脸通红的轻轻嗯了一声。杨修不再废话，抱起许云舒就进入了卧室内。石床之上，许云舒衣衫凌乱，若隐若现的身材更加令人疯狂。许云舒终究是败在了杨修灼热的目光下，眼含春水的看着杨修。哪个干部经得住这种诱惑？杨修立马开启牛马模式，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山林寂静，玉虚峰人少，所以更加如此。天边的夕阳染红了天空，连洁白的云彩都被染成了红色。半夜时分，杨修感觉修为即将突破，在匆匆结束了战斗后，立马前往了修炼室修炼。第二日一早，杨修走出修炼室，整个人容光焕发。这次的能量只是刚好够他突破金丹后期，不同上一次如柳青寒霜修时那样，倒是没有花费那么多时间。随着修为突破，体内的金丹再度缩小，只有一开始一半的大小。金丹后期，3种加成 buff 叠加，这效果简直逆天。杨修心中不禁感叹，虽然他天赋很高，但是正经修炼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就算如此，在3种双修之法的帮助下，依旧以极快的速度突破到了金丹后期。虽然这其中有双修对象修为高深的缘故，但是这3种辅助的功劳也毋庸置疑。别人在金丹境突破一重境界都得数十年，天赋卓绝之辈也得数年才可突破。可他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连破2重境界，可谓前无古人。杨修出了修炼室，发现许云舒已经穿戴整齐，正坐在大厅发呆。杨修走过去，从后面环抱住他的腰，趴在他耳边轻声问道：“在想什么？”许云舒回过神来，叹了口气：“我在想，既然先天元婴已失，是不是也该找个道侣了？玉女宗便是如此，如果先天元婴或元阳还在，那么就会对这一方面看得很重，但是如果失去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放得很开。道侣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只是一个修炼工具人。如果哪天道侣的修为太低，无法为自己提供帮助，甚至要吸自己的血，便会毫不犹豫地分手。”杨修的手从许云舒的肩膀向下滑去，问道：“哦，那不知道师妹想找个什么样的道侣？”许云舒摇摇头，也没有阻止杨修的手，有些失落的道：“我也不知道。杨修，既然如此，那师妹不如做师兄的道侣如何？”许云舒惊喜地回过头：“真的可以吗？”许云舒一开始只想着把自己的第一次给杨修，以他的身份和天赋，自己肯定不吃亏，而且他还救过自己。至于做杨修的道侣，他当然也想，只是他自己也知道不太可能。以杨修的身份，他的道侣最差也得是亲传弟子，甚至是宗门所有弟子的梦中女神大师姐秦如玉。他区区一个内门弟子，根本不敢设想。杨修微微一笑：“当然可以，不过师兄我生性博爱，道侣比较多。”许云舒狠狠点头：“师兄身份尊贵，天资无双，多几个道侣也是理所应当。”杨修微微一笑，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丫头懂事。然而就在杨修正准备和许云舒再做些什么的时候，传音玉佩震动了起来。杨修拿出一看，是顾雨堂发来的消息：“徒儿，来玉溪殿一趟。”杨修见状，只好打消了大战300回合的想法，让许云舒下山去。他自己则是来到了玉虚殿。杨修一进门就发现师姐秦如玉也在，先是冲着顾雨堂行了一礼后，便退到了秦如玉身边，从后面捏了一把，也获得了秦如玉的一个白眼。顾雨堂将一切都尽收眼底，心中无奈，但是人家身为道侣，虽然在自己面前如此不太好，但是他也没法多说什么。见二人都已经到来，便说道：“玉女宗1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即将开启，为师召你们前来，便是为了此事。”杨修心道：果然，穿越者加入宗门必备的宗门大比，自己也没能逃过。一天天哪有那么多赶巧的事？刚加入宗门没多久，就是10年一次的大比。于是不等顾雨堂继续说，杨修就疑惑道：“我也要参加？”
顾雨堂瞪了他一眼，继续说道：“宗门大比获胜者可获得丰厚的奖励，参与与否全凭自愿。你刚入门，有许多事不清楚，但是有一点要告诉你，宗门大比向来都是亲传对亲传，内门对内门，不会因为你是金丹中期，你金丹后期了。”顾雨堂说着说着，才发现杨修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金丹后期，音量瞬间加大了不少，甚至都有些破音。秦如玉也满脸惊讶地看向杨修，散出神识想探测他的修为，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看不透。杨修如今已是金丹后期，刚好比他低一个大境界，他当然看不透了。杨修点头，一副风轻云淡的表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一不小心就突破了。顾雨堂看着杨修那副装逼的样子，真想帮帮给他两下，但是一想到自己这个徒弟如此逆天，心中又大感欣慰，自己没准真能教出一尊仙人，成为仙师，不是凡人口中被修士尊称的仙师，而是真正的仙人之师。看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顾雨堂，杨修问道：“师尊方才的意思是说，就算我只有金丹期，如果参与宗门大比，也要和元婴期的师兄师姐们交手吗？”顾雨堂收回心神，说道：“没错，宗门大比历来如此，亲传弟子所修功法秘术更为精湛，若是对阵内门弟子，对他们不公。”杨修想想也是，虽然他至今还没去过法虚峰，但是也知道亲传弟子在这方面有很多特权。于是杨修说道：“既然如此，那我肯定是不会参加的。顾雨堂，我也没想让你参加，不过观看他们的战斗对你也有好处。照你来，就是让你到时去看一看，别整天就知道躲在洞府双修。如果只有境界而没有战力，渡劫境之时可能会陨落天劫之下。”杨修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谁说的？我昨天还帮宗门抓出2只害虫呢。顾雨堂也是无奈，天赋这么高的弟子，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就连说他2句都怕他闹脾气，恨不得捧手里供着，被他念叨几句也只能当作没听见。见到顾雨堂一副头疼的表情，杨修立马乖到弟子遵命。顾雨堂这才神色好转，但是还没等他说话，就听到杨修说：“徒儿见师尊脸色不好，正巧徒儿学过一套按摩手法，不如徒儿帮您按按。”顾雨堂脸色一黑，他哪里不知道杨修在想什么，这臭小子又想打他主意，滚回去好好修炼。杨修，师尊，徒儿是说真的，这套手法可是徒儿从数十位从业多年的老师傅手。不等杨修把话说完，顾雨堂大袖一挥，杨修就被扫了出去，出现在自己的洞府门前。一旁看戏的秦如玉掩嘴偷笑，被顾雨堂瞪了一眼：“你笑什么？”秦如玉忍住笑意，说道：“徒儿笑师弟如此大胆，不仅敢打师尊您的主意，居然还能惹得师尊您动怒。”顾雨堂听到秦如玉的话，脸色更加难看：“我有点后悔让你与他结为道侣了，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跟着他学坏了。”秦如玉，师尊可莫要冤枉师弟，徒儿只是实话实说罢了。顾雨堂轻哼一声，不再接话，而是与他说起了此次宗门大会的细节。杨修站在洞府门前，看了眼天色尚早，便打算去找赵诗琪温习一下双修大法。询问到赵诗琪的住处所在，杨修便前往了主峰。因为即将到来的宗门大比，此时内门区域的广场之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是人，许多相熟之人聚在一起，或相互论道，或互相切磋，就连出租道侣都变多了。只不过蓝修还是上次见过的那几个人，杨修都有些疑惑，这几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若说那几个已经先天元阳不在的是为了赚点零食，可是那几个还是出的是个什么鬼？怀着疑惑的心情，杨修来到赵诗琪的门前，敲响了房门。赵诗琪打开门，杨修进来以后的第一时间就问出了这个问题。听到杨修的疑问，赵诗琪突然就笑了起来。杨修不解：“你笑什么？”赵诗琪过了一会儿才停下笑声，为杨修解释道：“那几人都是来自归化城之人，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男修中有童身与没有童身之人一样多？”杨修之前一直没有留意这个问题，此时听赵诗琪一问，他仔细想了想，好像还真是。可杨修依旧不解，这和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赵诗琪，问题就在这里，归化城是一座极具包容性的城池，所以就有一些拥有龙阳之好的人喜欢居住于此。而你所说的那些男修，皆是来自归化城。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吧？杨修目瞪口呆，愣神了好一会儿，才吐出了2个字：牛逼。若是别的宗门他都能理解，可玉女宗是以双修立宗的宗门啊，他属实没想到玉女宗里面居然还有基佬，难怪他刚刚就觉得归化城听起来有些耳熟。在听到赵诗琪的解释后，杨修终于想起来了，前世在蓝星就有一座极具包容性的城市，有个别名好像也是叫这个。不过这些都不关他的事，解开了疑惑后，就将这些事抛到脑后。杨修将赵诗琪揽进怀里，在对方隐隐带着期待的眼神中吻上了娇艳红唇。赵诗琪激烈回应着杨修，双手缠上了他的脖子。10多息后，唇分，赵诗琪趴在杨修的耳边悄悄耳语：“师兄，鬼水碍事，
不宜走水路。这要巧，师兄见谅，但是确实赶上了。杨修眉头一皱，打算就此作罢。赵诗琪却一把拉住了他：“师兄别急，旁边。”一刻钟后，杨修有些好笑地看着赵诗琪，明明不是对手，还非要咬着牙继续，真是又菜又爱玩。我看你也累坏了，不如今天就到这里吧，你好好休息一下。赵诗琪不但不领情，还一脸嘲弄地说道：“师兄，你是不是不行了？事实证明我无敌，你不行，小菜鸡。我还没有输，我还可以再战。好好好，还在这死鸭子嘴硬是吧？我今天非得让你跪地求饶。来啊，你有本事就让我输得心服口服。”一炷香后，杨修神清气爽地走出赵诗琪的院子，许多附近的男弟子都对他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不过没有一人敢上前找事。赵诗琪与宗主新收的弟子结为道侣的事已经传遍了玉女宗，如今已经没人再敢打他的主意。杨修没有穿宗门服饰，又在赵诗琪的房间孤男寡女的待了半个时辰才出来，动动脚趾都能猜出他的身份。杨修再次路过出租道侣的地方，看着仅有的8位女修，心念一动，便快步离开了这里。走到无人之处，杨修控制着金丝玉缕衣画作内门弟子服饰的样子，又从商城花费50点积分购买了一面半遮脸的一次性面具戴上，接着又来到了广场上，把这些女修全都租了下来。起初他们是死活不同意的，但是耐不住杨修舍得花钱，在他的加钱大法之下，众人最终还是屈服了1000灵石，都抵得上他们平时出租5-6天的价格了。杨修没敢把人带回玉虚峰，免得又被师尊念叨，而是带到了火灵峰，上次落荒而逃的那座院落。今天他就要在这里一雪前耻。到了晚间，杨修才将人打发走。虽然只要获得第一次的奖励就行，但是加起来还是花了他不少的时间。不过也让他一共获得了2800点积分，可谓是大丰收。看了一眼自己的积分，杨修没忍住露出了笑意。果然系统升级之后，获取积分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很多。积分6560，距离给江云熙赎身只差最后3000多积分了。话说自从上次被江云熙说穿心思之后，自己都好几天没有找过他了。不过不要紧，等他再努力，先将他的神魂赎出来再说。等到时候江云熙落到自己手里，嘿嘿嘿，系统空间内的江云熙在杨修刚念起他的时候，就已经获取到了杨修的想法。只不过他并没有出声，而是羞红着脸抱膝蹲在角落中，身影显得有些孤独。杨修连洞府都懒得回，就在火灵峰好生休息了一晚，才将昨日损失的精气弥补回来。既然都已经来了，肯定是要去见一下父母的。杨修来到火灵殿的时候，杨天长已经在等他了。爹，怎么只有你一人在此？娘呢？杨天长喝着茶，吐出一片茶叶，淡淡道：“有所感悟，闭关呢。”杨修心中一喜，这是好事啊。苏雪莹若是再突破，就是化神巅峰了。到时再想办法弄一枚破虚丹，那他们杨家就是2尊破虚了。真不愧是我娘，距离上一次突破才过去不久，没想到又要突破了。杨天长诧异地看了杨修一眼：“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那么快？只是稍有精进罢了，离突破还早着呢。”杨修尬住，原来是自己理解错了。嗨嗨，有所精进便离突破更进一步，好事好事。杨天长点点头，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反而提起了宗门大比的事。宗门大比在即，你要不要参加？杨修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宗门大比，狗都不去，让我和那些元婴期的师兄师姐比试，不是纯纯找虐吗？杨修虽然自认为以自己的是同境修士7倍的灵力，以及精湛的甲木剑诀，可以和元婴初期对战且胜之，但是亲传弟子可不是只有元婴初期，就为了装个逼上台被人虐一顿，那不是纯纯脑子有病吗？就算他是主角模板，也不可能以金丹圣化神啊，这已经不是法力雄厚就能弥补的差距了。与其上去装个逼然后被锤一顿，还不如找个凉快的看他们比试呢。以他的天赋，宗门有好处肯定不会忘了他，何必去和别人拼死拼活的去争？再说了，有系统在，他也没必要去争，有那时间还不如多双修2次来的实在。杨天长闻言也是很赞同杨修的选择，以他的修为必然不可能进入前10，那就没有参加的必要。至于实战经验，他一堆红颜知己从筑基到化神都有，谁不能陪他过2招？宗门大比不也是切磋吗？真想生死磨砺，还得去妖兽森林。那就不参加，你就安心修炼，有什么需要的只管跟爹说，爹一定想办法给你弄来。真的吗？杨修闻言一喜，那爹你能给我找2个练虚境的道侣吗？初期的就行，高了我怕你打不过。杨天长脸色一黑，一手指向门外，怒声道：“你给我滚！”杨修站起身，一边向着外面走去，一边还不忘嘴不怂：“你看你又急。”杨天长一听更来气了，抓起手中的茶杯就对着杨修丢了过去。久等了，又被审核卡了一晚上。杨修笑嘻嘻地躲过飞来的茶杯，
随后毫不停留地溜了出去，同时也将2枚玉简扔给了杨天长，正是他复制的房中术。杨天长接过玉简，看了一眼内容，笑骂了一句臭小子，便仔细研究起来。杨天长越看越是心惊，这本房中术虽然不是功法，但是对修炼的辅助效果甚至还要在阴阳交合大法之上，最关键的是二者可以同时修炼，并不会冲突，这效果就远远不是单独修炼某一种双修功法可比了。杨天长甚至有信心，凭借这2门功法，哪怕没有任何机遇，他也能在1000年内突破炼虚巅峰。至于合体境，以他的6品灵根，若无大机缘，恐怕此生无望了。杨修在离开火灵峰之后，便朝着法虚峰而去。入宗这么久，他还没有去挑选过功法呢，正好趁着今日无事，去给自己挑选几门合适的功法。法虚峰传功阁，这里收藏着玉女宗数万年来收集的术法武技。杨修站在传功阁前，看着眼前白发苍苍的守阁长老，恭敬地行了一礼。弟子杨修见过长老。传功阁和藏经阁的守阁长老，除非是事关宗门生死存亡之事，否则是不会轻易离开的。所以上次长老会议并没有这位长老，杨修也不认识。不过他不认识守阁长老，但是别人可是认得他的。老人一脸慈祥地看着杨修，感受到杨修的修为又有精进，也是一脸的笑意，里面还夹着隐藏的震惊。哈哈，杨修是吧？不存不错，果然有仙人之姿。我与你师公出自一门，以后有不懂得可以随时来问我。杨修再次行礼，是，弟子多谢师叔公，师叔公过誉了，弟子笨拙，日后还需您多指点。守阁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天资过人，心性沉稳，谦虚有礼，是个好苗子。好好好，你来此必然是为了挑选功法，去吧。以你的天赋，要不了几年就能突破元婴，我准许你可以挑选3门元婴期功法。杨修大喜，多谢师叔公，那弟子就进去了。杨修心中激动，事实证明嘴甜果然是有好处的，正如师叔公所言，以他的天赋，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元婴期，现在苦练金丹期术法武技只是浪费时间罢了。以他被造化丹优化过的悟性以及体内庞大的灵力，其实已经可以修炼元婴期术法。若非五行剑诀的修炼要求比较高，必须上一招式修炼到圆满才能继续修炼，他早就开始修炼鬼水剑诀了。杨修迈步走进传功阁，直奔第4层而去。攻击手段他已经有了剑法，现在欠缺的主要还是身法武技。杨修先去身法区找了一会，选中了一本名为逍遥步的功法。这门功法在众身法类功法中只能算是上等，完全算不得顶级。此功法在短时间爆发和长时间赶路方面都有增幅，但是又不及专修此类的功法。也正是因为全方面的增幅，又使得它没有明显的短板。最为重要的是，这门功法还有后续，并且玉女宗就有。日后他若是获得后续功法修炼逍遥步的熟练度，也能转化为后续功法逍遥游的熟练度。选好身法后，杨修又分别选了一门拳法和防御功法。五行剑诀虽好，但终究是需要手中有剑才行。杨修没有剑道的特殊天赋，可孕育不出剑意这东西。若是遇到的对手有什么剑意啊、剑心啊、剑骨啊之类的东西，还是不用剑为妙。毕竟他只是人，不是全能王，各方面都牛逼。选好功法，杨修正要出去，一转身就发现一位女子正在看他。女子相貌清秀，眉眼含情，挺鼻红唇，面容姣好，身材纤细窈窕，体态轻盈，身着一袭蓝白件变色衣裙，白色抹胸裙搭配绣有花朵的浅蓝外披，腰间系着绿珠腰带，裙裾飘逸。杨修看了对方一眼，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点头示意后就打算离开。谁知对方却开口说道：“杨修师弟，见到师姐也不打个招呼吗？”杨修停下脚步，狠狠看了两眼女子胸前的深沟，说道：“师姐好，不知师姐是。”女子察觉到杨修的目光，非但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还特意挺了挺，就像生怕杨修看不清楚似的。四长老门下，王之遥，怎么样，杨师弟，好看吗？杨修看着庞然大物，由衷的说道：“原来是王师姐，师姐仙容绝世，自是好看的。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句话对修士一样好用。”王之遥咯咯轻笑：“那师弟想不想摸摸看？”杨修虽然心动，但是却害怕其中有诈。师姐这是何意？王之遥字面意思喽？难道杨师弟是不敢？咯咯喽。杨修哪能受得了这等挑衅？反正是师姐先挑逗他的，他怕啥？于是杨修装作要离开的样子，从王之遥身边经过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伸了进去。王之遥先是惊愕，然后震惊，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连忙后退一步，脱离了杨修的魔爪。王之遥脸色微红，虽然不是未经人事的黄花大闺女，但是在这种场合被一个陌生男子袭胸，还是让他感到尴尬。生气倒是没生气，杨修样貌本就帅气，天资又高，师尊天天在他耳边念叨着
让他多与杨修走动，打好关系。也是因为如此，他方才会出言调戏杨修。只是他没有想到，杨修的胆子居然这么大，真敢在这里动手。杨修空抓了2下，用带着一丝可惜的语气说道：“可惜了。”王之尧见状翻了个白眼，师弟真是好胆魄，居然当真敢动手。杨修笑了笑，师姐盛情邀请，师弟怎能不识好歹呢？王之尧一挑眉，哦，那师姐要是邀请你做一些更大胆的事，不知师弟是否还敢呢？杨修一脸正色，师姐有所不知，师弟我唯一的优点就是胆大。即使王之尧再大胆，也有点遭不住杨修的厚脸皮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小师弟，脸皮能厚到这种程度。王之尧念头一转，随即咯咯笑了2声，小师弟，不是师姐看不起你，恐怕你毛都还没长齐吧？师姐对白切鸡可不感兴趣。说完，根本不给杨修解释的时间，转过身就快速离去。以他对男人的了解，自己这话说出去，杨修肯定就想要证明给自己看。可是自己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急死他。看着转身急速离去的王之尧，杨修将已经到了嗓子眼的话又憋了下去，差点给自己憋出内伤。不得不说，王之尧这招太狠了，对人心的把控非常精准。憋着一肚子的郁气，杨修出了传功阁，和守阁长老打了个招呼后，便阴沉着脸离去了。看着杨修的脸色，守阁长老也是笑出了声。方才传功阁内发生的事情自然瞒不过他，他很清楚杨修为何脸色难看。年轻人啊，年轻真好啊。杨修回到洞府，打算先学习一下新挑选的功法，但是一想到刚才的事，就静不下心来。前世吊儿郎当的活了20多年，这一世继承的技艺又一直都是在修炼，所谓的心性就是笑话，这口气不出不行。这里也是为了回应昨天有人在前面章节说主角活了2世，心性的问题，男主2世加起来才活了多少年？正常人家的孩子都能长歪，前世一个孤儿，全靠自己摸爬滚打长大的孩子，你要求他要有什么心性，稳如老狗？没成鬼火少年就不错了。杨修将功法收起，掏出传音玉佩，联系了秦如玉。杨修师姐，你知道王之尧师姐的洞府在哪吗？秦如玉收到消息的时候还有些懵，王师妹平时很少在宗门走动，师弟是怎么和她认识的？秦如玉知道。你怎么突然问起她来了？杨修，把地址给我，我找她有点事。秦如玉虽然不解，但还是将王之尧的洞府地址告诉了杨修。杨修收到地址便立即动身，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他不是君子，而是个十足的小人。杨修根据地址来到了清虚峰，清虚峰就要比玉虚峰热闹多了，而且整个山峰都仿佛笼罩在药香之中。王之尧的洞府在玉虚峰的半山腰处，一座建立在溪流上的庭院，四周生长着不同品阶的灵花灵草，风把木叶吹落，飘进溪水里，打着旋儿从庭院下流过。庭院地基是用3阶灵芝玉樟树支起，溪水从庭院下穿流而过，颇有一副世外桃源的意思。杨修来到院门前，敲击院门，触动了禁制。谁？院内传来王之尧的声音。杨修掐着嗓子模拟出秦如玉的声音：王师妹，是我。王之尧听到是秦如玉，便立马赶来打开了大门，然而眼前的人却让他心脏猛地一跳。哈哈，杨师弟啊，你怎么有空来师姐这里啊？杨修看着露出尴尬笑容的王之尧，脸上也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方才师姐走得着急，师弟还未来得及解释，此番前来当然是来让师姐验证一下师弟到底是不是白切鸡啊。王之尧，那个不用了，我相信师弟肯定不是，就不用再验证了。杨修摇了摇头，那可不行，正所谓眼见为实，师姐要是不亲眼验证一下，要是对师弟有什么误会，那就不好了。王之尧现在是既后悔又无奈，后悔当时不该说杨修是白切鸡这种话，无奈则是他也没想到杨修居然能找上门来，这也太不要脸了。师弟啊，师姐是真的相信你了，至于亲自验证就不必了，毕竟男女授受不亲。杨修上前一步，王之尧下意识的后退，杨修也趁机进入了院子里。哦，师姐真的信了，深信不疑。杨修轻叹一声，可是师姐之前所言却是让师弟道心难安，连功法都看不下去，这才想着来找师姐解释一番。王之尧忙道：杨师弟，师姐信了，你快回去安心修炼吧。杨修，师姐乱我道心，仅是3言2句，只怕难安我心啊。王之尧，师弟要如何？杨修没有回道，而是问道：听说师姐进入内门以后便没再找过道侣。王之尧闻言算是明白了杨修的意思，是有此事，不过倒是听闻杨师弟道侣不少，言下之意便是你已经有一堆道侣了，别再打老娘的主意。杨修轻笑一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师弟也无法免俗啊。王之尧不以为意，师弟的行径可不似君子所为啊。杨修也不恼，因为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君子。
哈哈，师姐若是无意，师弟自然不会强求。说着，杨修靠近了王之瑶的耳边，轻声说道：“不过师姐的手感确实不错。”杨修后退了2步，又道：“师姐全当作师弟今日是来认个门，既然误会解除，那师弟就先告辞了。”说完，杨修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只留王之瑶脸色微红地站在原地，神色变幻不定。与赵诗琪他们不同，他如今已是亲传弟子，身份地位资源都不缺，无需依靠杨修帮助，结个善缘，混个面熟就够了。就在他这样想时，他的师尊四长老已经落在了门口杨修这边，从王之瑶那里离开之后，便回到了洞府准备修炼。之前王之瑶在传功阁的表现让他以为是对自己有意，可惜最后证明是他想多了。不过他也能感受到王之瑶对他印象应该不坏，若是努力或许也能成功，但这不是他的风格。想让他花费时间去追求一个人，整天围着女人转，那真是想太多了。他更喜欢直接纯粹的关系，就像赵诗琪图他的身份和资源，杨修图他的身子，简单明了，各取所需。你要说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有感情，鬼都不信，感情都是日后培养的。清虚峰，王之瑶院中，四长老吴成江正一脸怒气不争地看着王之瑶。多好的机会啊！啊，多好的机会啊！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巴不得将自己扒光了送到杨修的床上？你倒好，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把握不住。吴成江是一边说一边唉声叹气，他想不通平日里那么精明的徒弟，怎么就在这个时候犯浑了呢？王之瑶，可是师尊，大家都是亲传弟子，获得的资源都是一样，我无需依靠他，同样可以修炼。况且我虽然看不透他的修为，但是都说他修为只有金丹境，就算双修都是便宜他。吴成江一脸失望地看着自己这个徒弟，他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他这么傻呢？你懂什么？对，他确实是金丹境，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才18岁？方才他离去时我看了一眼，入门短短几天时间，修为又有突破，已经是金丹后期了。你说以这个速度，他追上你，超过你，又需要多少时间？王之瑶震惊，虽然知道杨修有仙人之姿，但是却不知道他居然如此年轻。吴成江继续说道：“你们虽然同为亲传弟子，但是他有天命在身，连双属性功法这种闻所未闻的宝物都能得到，并且愿意给自己的道侣学习。你若是成他道侣，日后必然福源不断。哎，你糊涂啊！”王之瑶这时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蠢的事。找道侣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够帮助自己进步吗？如果以这个条件来看，杨修就是完美人选，而且长得还帅。师尊，你说要是现在主动去找他，他还会接纳我吗？吴成江，你先别管这个了，最起码先去试了再说。王之瑶闻言不再迟疑，立马说道：“多谢师尊指点，徒儿这就去找他。”说完便动身往玉虚峰而去，同时也不忘找秦如玉要了杨修的洞府地址。秦如玉虽然不知道这俩人在搞什么，但还是把地址发给了他。杨修洞府前，谁？杨修正在领悟功法，洞府禁制突然被人触发，让他有些疑惑。若是熟人，肯定会给他传音，不会直接触发洞府禁制的。王之瑶，师弟，是我。听见是王之瑶的声音，杨修有些疑惑。该说的刚才都已经说完了，这回又来找自己做什么？虽然不解，但是杨修还是打开了门，眼前的人顿时让他眼前一亮。王之瑶换了一身淡绿色轻薄外衣，身材可以一览无余，下身的裙子也换成了相同的材质的透明纱裙，光洁的大腿就这么明晃晃地呈现在了杨修的眼前，已经不是若隐若现能形容了。见到这一幕，杨修就已经猜到了王之瑶的目的。杨修明知故问，不知师姐到访，所谓何事？王之瑶脸上露出一丝羞涩之意，抓住杨修一条胳膊埋进深谷之中，当然是来验证师弟到底是不是白斩鸡。杨修感受着包围住手臂的舒适，原本打算再吊他胃口的话也咽了回去，拉着王之瑶就往里走。师姐，请。王之瑶躺在床上揉着脸颊，一动不想动。师姐，既然吃饱了，现在有力气做正事了吧？小坏蛋！太阳的余晖照耀大地，1日时间到了傍晚。这1日的时间，他将整个景区逛了个遍，一处景点都没有落下。杨修满足地躺在床上，对着王之瑶问道：“师姐可曾听过一句话？”王之瑶累的眼睛都懒得睁开。什么话？杨修，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小人报仇，嘿嘿，1日到晚。王之瑶疑惑，不是小人报仇，从早到。你这个坏东西。杨修哈哈一笑，并没有反驳。深夜，二人休息好之后，又开始研究奇遇女宗的核心宗旨，共探阴阳大道。杨修还将道家房中术也交给了他，双修的效果更上一层楼。第2日一早，杨修神清气爽地离开了洞府，在柳青寒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合欢城。
许云舒给他传来消息，聚宝阁又到了一批丹药，这一次倒是没有发生狗血剧情。杨修在买完丹药之后，又在合欢城大肆采购了一番，将各大店铺都光临了一遍，就连方士都没放过，但凡是2阶到5阶的极品上品和极品丹药，全部被他给买了下来。最后各种丹药宝器买了一堆，同时他身上的零食也花了个七七八八。穷啊，一大家子要养，这还只是元婴期以下的资源，以后境界高了，他们要想追上我，得花多少钱啊？杨修感叹了一声，出了城就朝着火灵峰飞去。柳青寒全程跟在杨修身后，将他的所作所为都看在眼里，也难免对杨修的看法有所改观。以杨修如今的境界，他与季依依等人双修所能获得的收益几乎已经没有，但是他却没有抛弃他们，反而砸入大量的资源帮助他们提升修为，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杨修刚回到火灵峰，就被迎面而来的宋月离撞了个满怀。宋月离抱着杨修，开心地说道：“夫君，我突破金丹了。”杨修揉了揉宋月离的脑袋：“月离真棒，一会夫君好好奖励你。”宋月离知道杨修所说的奖励是什么意思，低头红着脸没有吭声。杨修将购买的一公一房2件极品宝器交给宋月离，便将众女都喊了出来，为他们分配了资源。我最近获得了一本功法，对修炼很有帮助，有没有想学的？杨修将购买的物资分给众人后，对着他们说道。李暖暖抱着怀疑的态度说道：“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可信度都不高，我感觉你肯定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自从和季依依关系缓解，2人也成了真正无话不谈的好姐妹。李暖暖也知道了当初杨修骗自己的事，所以她现在对杨修并不信任，感觉他不管说什么，最后都会变成少儿不宜的东西。杨修瞪了李暖暖一眼，接着说道：“这是一门双修之法，可以。”杨修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暖暖大声打断：“你们看，我就说吧，他就是在打坏呜呜。”季依依一把捂住李暖暖的嘴，打断施法，将她拉到了身后，并向杨修投去一个歉意的眼光。季依依感觉心累，李暖暖从小被惯坏了，说话也不看场合。但是杨青此时正在恢复修为，不在这里，只能他多看着点。杨修也知道李暖暖的性子，并没有在意，而是继续说道：“这门功法可以与阴阳交合大法同时运转，达到1+1、2的效果。我将功法传给你们，你们好好参悟，这对你们修为的提升尤为重要，特别是依依和暖暖你们俩。你俩天赋很高，此时修为又最低，双修获得的收益是最大的。”季依依点头应下，李暖暖却嘟囔着：“明明雨林才是修为最低的。杨修，雨林如今也是筑基初期了，修为并没有落后你们太多，而且他就在玉虚峰，我可以给他开小灶，没准要不了多久就会反超你们咯。”李暖暖大惊：“啊，雨林都已经筑基了，你还给雨林开小灶，这不公平，我也要。”闻言，杨修还没有表态，其余几女都笑了起来。李暖暖此时才反应过来这个小灶是什么，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虎狼之词。杨修见笑道：“好啊，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给你开个小灶。”说完还不忘看了一眼一脸心累的季依依，他们2人可是在那种时候有些心灵感应的。杨修若是给李暖暖开小灶，他也没法安心修炼。杨修将功法传给众人之后，让他们好生参悟，又将刘雨林几人也喊了过来，打算来一次突击培训。大半个月的时间，杨修都在教导众人修炼，在系统拳法返还以及阴阳交合大法双重辅助下，筑基期几人的境界如同火箭一般飞速提升，加之大量的丹药辅助之下，使得几人全都突破到了金丹初期，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内门弟子标准。而杨修也没亏，损失的收益全在季景阁和柳青寒身上找不了回来，一举突破到了金丹巅峰。看着已经积累到了16580点的积分，杨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点，是否消耗5000点积分提升到元婴初期？是。随着杨修选择完成，丹田内顿时一阵翻涌，杨修连忙取出大量的灵石，并且将早已准备好的化阴丹大口吞下。他的金丹在突破金丹巅峰时就已经浓缩到了棒球大小，约是正常人的2倍大小。虽然大小只有2倍，但是其中蕴含的灵力可远远不止2倍。按照杨修从董清燕那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金丹内所蕴含的灵力已经与元婴中期相差无几，但是被反复压缩后的质量最少也是2倍以上。随着大量灵力涌入体内，杨修的七彩金丹仿佛是要被撑爆了一般，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最终金丹碎裂，中间出现了一个七彩琉璃般的半透明小人。透明小人与杨修相貌一致，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杨修，这正是杨修的元婴。元婴修的睁开眼睛，小嘴一张，周围的金丹碎片飞入他的口中。随着元婴将金丹碎片吞下，身体变得更加凝实了一些。杨修内视自己的元婴，除了颜色有点炫目，个头比别人的大一些，貌似也没有其他区别。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灵力，杨修顿感豪情万丈，恨不得立马找个元婴巅峰的对手试试手。
膨胀了，膨胀了，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修仙不是打打杀杀，狗才是王道。压下心中的想法，杨修走出了修炼室。算了一下时间，宗门大比应该就在这2日就要开始，杨修也没了继续修炼的想法。主要是腰子属实顶不住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得修炼6、7个时辰，太伤肾了。云溪，这么久，咱们也该见面了吧？杨修的声音在识海中响起，已经安静了许久的江云溪冷不丁的被吓了一跳。但是听到声音的内容，江云溪又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他又何尝不想脱离系统空间呢？可是代价实在太大了，仅仅只是赎身就需要1万积分，这可是杨修辛苦攒了很久才攒到的。江云溪没有回答，杨修也没追问，而是直接说道：系统，我要赎回江云溪的神魂。丁，检测道素主要玻璃器灵，需要支付1万积分，并自备养魂法器接收器灵神魂，请问是否确定？啊，怎么还要养魂法器？杨修一脸郁闷，他还以为花费1万点积分就可以了呢。不过他记得之前杨天长交给他的储物戒中，貌似就有一件养魂法器来着，虽然只是下品法器，那也是法器。想到这，杨修立马找到了杨天长的修炼室。爹，我记得咱家是不是有一件下品的养魂法器来着？是有一件下品法器级别的养魂灯，你要用吗？你如果不用的话，就先给我用下呗，我有用。杨天长闻言也没有问别的，立马取出来交给了他。杨天长知道自家儿子有大机缘，所以对他神神秘秘的行为并会过多的询问。养魂灯的外观如同青莲，通体青翠色，中间是灯芯，只不过此时是熄灭的状态。杨修拿到养魂灯以后，便起身回到了玉虚峰的洞府，关上了石门。激动地搓了搓手，杨修再次在识海中说道：云溪，欢迎再现人间，系统确定玻璃器灵。丁，宿主确认玻璃器灵，器灵玻璃后，系统将会按照设定程序运行，已确认神魂法器正在玻璃中。玻璃成功。随着系统机械的声音落下，一道虚幻到几乎肉眼不可见的人影从杨修的脑袋中飞了出来，钻进了养魂灯中。养魂灯的灯芯也随之燃起。诸位不妨猜一猜，童子劫长什么样？灯芯跳动着火焰，映红了杨修的脸。想起方才的那道身影，杨修才知道系统为什么要让他准备养魂法器了。就江云溪那虚幻到快要消散的神魂，如果没有养魂法器温养，离开系统空间估计要不了半个时辰就得魂飞魄散。云溪，杨修轻轻唤了一声，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杨修见状，还以为是江云溪在休养，就打算将养魂灯收起来，等过段时间再说。杨修，一道极轻的声音响起，若非此时的洞府十分安静，杨修都要以为自己听错了。云溪，一道魂体从养魂灯中飞出，出现在杨修面前，只是魂体太过虚幻，连面容都看不清。谢谢你，杨修。江云溪说着，便向着杨修行了一礼。杨修想要伸手阻止，但是他的手从江云溪的身体穿过，才想起他此时只是灵魂体。江云溪深深看了杨修一眼，又缩回了养魂灯中。如果有恢复的那天，你以前想过的那些情景，我都会满足你。只留着这句话在空荡的洞府中回响。杨修一时间又有些心猿意马，自己都想过哪些情景来着？太多了，完全数不过来。云溪，你放心，就冲着这句话，我也一定会尽早帮你恢复肉身的。江云溪不再说话，神魂陷入了沉睡。杨修将养魂灯放入修炼室中，养魂灯收纳了江云溪的神魂，便无法再收入储物戒，而且也不方便随身携带，他只能先找个地方放起来，日后再想办法。处理完了此事，杨修便朝着玉虚殿而去，他要去找顾雨堂询问先天琉璃体的事。江云溪的神魂已经从系统那里赎回来了，只要再有一具先天琉璃体的尸体，他就能让江云溪复活。至于回魂丹，区1万积分而已，他如今已经突破元婴境，贤者模式获得的积分相比金丹境时翻了1倍，1万积分还不是简简单单。来到玉虚殿外，杨修朗声道：弟子杨修求见师尊。在该有的礼数这方面，杨修从不含糊。顾雨堂的声音从殿内传来：进来吧。杨修进入殿内，没有丝毫废话，直入主题：师尊可知世间何人拥有先天琉璃体？顾雨堂微微一愣：先天琉璃体？你问这个做什么？杨修并没有回答，只是说道：还望师尊告知。顾雨堂想了想，最终摇摇头：据我所知，当今世间应当是没有人拥有此体质。杨修闻言心中一沉，若是如此，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复活江云溪。顾雨堂接着说道：先天琉璃体为女子最强体质之一，与太阴神体、九州神皇体、先天玲珑体同为女子4大圣体。自从4000多年前我宗一位拥有此体质的天骄陨落之后，就再没有听闻有诞生过此种体质。杨修听到顾雨堂后面的话，原本沉入谷底的心又再次活络起来，连忙问道：师尊，敢问那位前辈的尸身在何处？顾雨堂一听到杨修的问题，就顿时一脸怒容：哼，
玉女宗那群贱人拉拢不到琉璃体的天骄，又怕他带领玉女宗全面超过他们，就派人暗害了他，尸身也被他们夺走了。什么？玉女宗？杨修这下心是彻底凉了。如果尸身是在玉女宗最省事，就算讨厌不来，他想办法偷出来便是。就算事后被发现了，宗门也不会为了一具尸身将他处死，顶多就是略施小惩罢了。而且他还能还宗门一位复活的先天琉璃体天骄，没准宗门不仅不会罚他，反而还会奖励他。但是玉女宗两家宗门早已势同水火，想从他们手中拿回尸身，只怕不是简单事。顾雨堂点头，没错，就是玉女宗。当时因为此事，两宗爆发了一场大战，双方连长老都陨落了数名。然而两宗实力相差无几，两方都没有讨到好处，最终各大宗门介入调停，这事才算结束。但是却没能将尸身讨要回来，此事乃我玉女宗之耻，立宗以来最大的耻辱。杨修看着怒火中烧的顾雨堂，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师尊，弟子或许有办法拿回前辈的尸身。顾雨堂稳住心神，看向杨修：你有什么办法？杨修没有回答，而是问道：师尊可知玉女宗天赋最高的是谁？顾雨堂毫不犹豫地答道：于雨清，玉女宗宗主，此前一直未曾听闻过的人，在500年前突然横空出世，一举踏入合体境，接任了宗主之位。横空出世？杨修眉头紧蹙，这人怎么这么像主角剧本呢？不会是什么穿越者，或者是有老爷爷吧？顾雨堂：对，就是横空出世。此前整个修仙界都没有关于此人的一点消息，就连我们在玉女宗的探子都不知晓此人。杨修微微一笑，有点意思，难不成是遇到老乡了？既然如此，就想办法引他出来，将之拿下，用他跟玉女宗交换尸身。我想他们不会拒绝。顾雨堂叹了口气，他还以为杨修是有什么好办法呢，原来就这。你说的这个办法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对方精明得很，根本就不出宗门，这个方法行不通的。敢问师尊，我们玉女宗如今的实力比之对方如何？听到这个问题，顾雨堂十分自信地说道：只强不弱。那就简单了，不出宗只是因为没有筹码不够。师尊可知那于雨清是何灵根？顾雨堂：木火双灵根。双灵根啊，那就好办了。师尊，你说要是有一本木火双属性的功法面世，他还能坐得住吗？顾雨堂眨了眨眼，突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不大的小徒弟心眼子倒是不少。至于如何让于雨清相信，那还不简单，让拍到焚天容颜的张衡长老露个面，最好是对玉女宗的人下手，到时对方自己就会相信。别说于雨清会相信，整个大陆到时都会轰动。好，你计划一个可行的方案，我安排人配合你。对于能打击玉女宗的事情，顾雨堂都无比热衷。杨修点头，又向顾雨堂询问了一些关于玉女宗的情报，便返回了洞府，准备出一份详细的计划。他只有一次机会，务必要做到万无一失，否则打草惊蛇就更加没有机会了。除非两宗彻底开战，彻底消灭玉女宗，但是这几乎不可能，除非玉女宗的实力能碾压玉女宗。杨修仙是让人放出在宗门放出消息，张衡长老寻到一处遗迹，获得了一份火土双属性的绝世功法。玉女宗在他们那边有眼线，对方自然也不至于无能到在这里没有眼睛。张衡当天下午就露了一面，以切磋的名义施展出了火土两种属性的灵力，并且以重修后的炼虚初期跃进对战炼虚中期而不败。这当然是杨修安排的，与他对战的孙长老所修功法是金属性，灵力被他克制，再加上切磋之前孙长老的灵力就被消耗过一波，当然打得难解难分。调人学了一堆的土属性防御法术，孙长老灵力不足，根本没法破防。这件事很快就在宗门内传开了，热度很快就压过了即将开始的宗门大比。同时杨修也让顾雨堂安排人放出了不少小道消息出去，虽然说法不一，但是意思都是在说玉女宗找到了一处远古遗迹，并且在里面发现了从未出现过的双属性功法。事情发酵了2天，终于到了宗门大比之日。原本没有准备参赛的杨修也临时报名参加了这次比赛，甚至就连刘雨林也上台过了几招木水双属性的灵力，震惊了在场所有弟子。杨修对战的第一场就抽到了师姐秦如玉，这自然是杨修的安排，却让所有弟子都认为宗主大公无私，没有暗箱操作。开局就让自己的2个徒弟撞上了。杨修站在擂台之上，冲着秦如玉拱了拱手，挤眉弄眼地说道：师姐，一会还望手下留情。秦如玉脸色微红，又想到了昨晚那些羞人的姿势。师弟请。杨修率先出手，火属性灵力汹涌而出，一记岩钢拳直扑秦如玉面门而去。秦如玉不慌不忙，伸手一拍，便将杨修这一击化解。试探过后，2人瞬间暴起，杨修也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暴露出了真实修为。元婴初期，要说震惊，肯定是宗门众长老和顾雨堂最为震惊。上次杨修见顾雨堂时，他一心都在怎么夺回琉璃体上，根本没有注意杨修的境界。
此时再看，却发现杨修已经突破元阴境，他怎能不惊？距离他上次见杨修突破金丹后期，也才过去1个月时间而已，1个月便接连破境，甚至还是大境界的突破，这等天赋已经不是逆天能形容了。众长老也是心中震惊，杨修入宗1个多月的时间，便从金丹中期突破到了元阴初期，这种突破速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此时擂台之上，杨修借助逍遥步靠近秦如玉，运转土属性灵力，施展出了玉相功。仗着防御功法，杨修硬抗了秦如玉一击，突破到了他的身前，一拳轰向他的胸口。这一表现再度震惊了所有人，他们没想到杨修居然也有双属性灵力。而顾雨堂和众长老则是表情疑惑，杨修不是9品火灵根吗？为什么会有土灵力？杨修这次为了引诱于雨清，可是下了血本，甚至暴露了自己的双灵根，甚至马上还要再暴露一种。秦如玉面对杨修这一拳，心中甚至生出了无力抵抗的想法。不过终究活得久见得多，他稳定心神，一掌拍向了杨修的拳头。在2人拳掌相碰的瞬间，杨修散去拳头上的攻势，靠着防御印接了秦如玉一掌，同时手上又爆发出了水属性灵力，然后身形暴退，跌下了擂台。秦如玉一脸懵逼，啥情况？剧本里没有这一段啊！负责作为裁判的长老也是愣了一瞬，随后大声宣布秦如玉胜。秦如玉一脸懵逼地走下擂台，来到杨修身旁，师弟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杨修摇摇头，放心，我好得很，跟你当场大战500回合都可以。秦如玉啐了他一口，瞎说什么呢？这里这么多人，你刚刚……杨修，演戏就要演全套，同为师尊弟子，只有我和雨林修炼了双属性功法，你身为大弟子，也是双灵根却没有学，太不合理了。秦如玉瞪大了眼睛，师弟你是3灵根，还修炼了对应的功法？杨修没有承认，但是也没有否认，只是微微一笑。好了，这里的事情想必很快就能传到玉女宗，我要去准备下一步计划，就先走一步了。说完，杨修冲着高台上的顾雨堂使了个眼色，便离开了这里。接下来的比赛已经没有看的必要，秦如玉的对下一场对手就是亲传弟子中年纪最大、修为最高的沈度金，必败无疑。反正败在沈度金的手下也不算丢人，这也是为了防止暴露他真实实力。秦如玉毕竟修炼时间短，境界还是低了些，在亲传弟子中修为不算出众，一些年纪大、入门早的早就已经突破了化神，在宗门任职了。比如他之前见过的白秋桐。杨修回到洞府以后，立马联系了杨天长。杨修，爹，布置的怎么样了？杨天长，已经差不多了，玉女宗可真是大手笔，一下子掏出这么多好东西。杨修，想啥呢？最后还不是会回到宗门，只是当个诱饵罢了。杨天长，我知道，不过还是感到震惊，真不愧是顶尖宗门，就是财大气粗。杨修，好了，你再仔细检查一遍传送阵，这个一定不能出问题。杨天长，放心，绝对没问题。爱儿子，你说我要是偷偷留个1-2件宝物下来，他们能发现不？杨修一脸无语，你至于吗？跟没见过宝贝似的。杨修，挑最贵的毛衣件，到时就说被玉女宗的人偷走了。杨天长不过开开玩笑，自然不会真的下手。而今天宗门大比发生的事情，也以极快的速度传到了玉女宗高层的耳中。此时，玉女宗宗门于雨清正在召集长老开会。就在众人商议如何将秦如玉等人引诱出来抓住逼问功法时，于雨清的传音玉佩又再度震动起来。于雨清查看完信息，顿时激动地站了起来。众长老面面相觑，不知宗主为何如此激动。诸位长老，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改变一下了。秦如玉几人就在玉女宗，跑也跑不了，但是眼下有了更紧要之事。玉女宗大长老看上去30多岁，脸上浓妆艳抹，让原本虽算不上出众，但也算清秀的容颜看上去无比怪异。一身性感的红裙将她瘦得皮包骨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听到于雨林的话后，他疑惑地问道：宗主，究竟是什么事能比获取这等功法还要重要？于雨清面色严肃，沉声说道：玉女宗发现的那处遗迹位置暴露了，有人趁着玉女宗宗门大比之日，守卫宽松溜了进去，带出了一件上品灵器。而且，说到这里，于雨清的目光变得火热，激动地说道：而且他还在里面发现了一本萦绕木火2气的秘籍。众人恍然，原来如此，宗主这副身体便是木火双灵根，得知有此功法，自然无法淡定。大长老有些迟疑，但还是皱着眉说道：这会不会是玉女宗专门设置的陷阱，目的就是为了针对宗主您？不会，于雨清笃定地说道。那人在里面匆匆瞥了一眼功法，记住了开篇的几句，只是因为守护兽苏醒才仓皇逃离。那几句功法已经传开，我方才推演了一番，没有问题。大长老还想说什么，但是一想到玉女宗都已经出现了几种双属性的功法，觉得应该是自己想多了。然而他不知道，他的感觉是对的，
所谓的功法也只是杨修购买的一门木火双属性功法的炼器篇，请宗门老祖看过之后改编了一下而已。没办法，系统出品的功法都是无法外传，只能辛苦一下老祖了。不过好在只是炼器篇，难度不算太大。大长老，那宗主，我们接下来怎么做？于雨清，那处秘境在玉女宗与我宗交接处，离我们不远。诸位长老，随我一同前往秘境，抢夺机缘。另外，刘长老，你留下去禁地外等待我的消息，随时准备唤醒诸位老祖。这仅仅为了一处秘境，便要倾巢而出，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很明显，有不少长老都不太赞同于雨清的这个决定。所有长老一同前往，若是对方设有陷阱，便会被人一网打尽。而且宗门空虚，若是被玉女宗的人拖住，宗门被人趁虚而入，根本来不及回援。于雨清眉头微蹙，这群家伙平日里表现得很团结，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无数个心眼子，只有利益才能让他们乖乖听话。此次前往秘境所得，宗门一分不取，并且这次所能打击到玉女宗，对我等也有好处。大家可别忘了我们和玉女宗的关系。众人听到这话，顿时也安静了下来。虽然他们平日里都有800个心眼子，但是面对玉女宗这个共同的敌人，还是会一致对外的。于雨清想了想，还是说道：你们说的也有道理，玉女宗此时正在忙着宗门大比，基本上所有高层都在场。如果他们有人离开宗门，眼线定会传来消息，倒是再召集人手也不迟。而且我们离得也不算远，速度快一点的话，等他们赶到，我们早已经搜刮完撤离了。这样，为了防止被人偷家，愿意去的跟我走，不愿去的就留下看守宗门，待我回宗以后另行奖赏。说着，于雨清带头离开大殿，殿内的长老有一半左右都跟了出去。剩余的人有一些眼中神色不定，思虑再三，还是跟了上去。最终于雨清带着46位长老离开，只剩下22位炼虚初期自知实力不足的长老留下守驾。于雨清其实也不想出门，他自己的身体有问题，若是遇到相熟之人，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但是为了那本功法，他不得不冒险一次。这门功法他势在必得，不容任何人染指，他可不想这种绝世功法被其他人修炼。再加上离得确实不算远，他才决定搏上一搏。而另一边，玉女宗此时的宗门大比现场，众弟子皆是神色不定地看着擂台上的王之遥。顾雨堂阴沉着脸，其他长老的面色也不好，四长老更是一脸着急的神色。顾雨堂面色阴沉，冷声道：同门切磋，你居然下如此狠手，你可曾念及一丝同门之意？眼里还有宗规吗？王之遥一脸慌乱之色，解释道：宗主明鉴，弟子修为最近有所精进，所以才一时没有收住手，绝非有意为之。四长老吴成江也在一旁说道：宗主，之遥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绝对不是那种心肠歹毒之辈啊。大长老钱无量怒道：失手？他不是那种人，将我弟子伤成这样，一句失手就能撇清干系吗？顾雨堂看着另外一边服用了丹药之后面色有所好转的弟子，说道：今日先到这里，宗门大比暂停。如玉，你带几人将仲康送回去休息。王之遥，随我前往大殿，大长老和四长老一同前来。说完，顾雨堂便向着后方的宗门大殿走去，三人也一同跟上。其余长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一副前去吃瓜的样子跟了上去。随着长老们离去，弟子们才彻底松了口气。刚才大佬们的气息压得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喘。王师妹这次估计要倒霉了，惩罚肯定不会轻。大长老平日里最疼爱他这个小徒弟了。是啊是啊，王师姐也是惨，大长老可是出了名的护短，估计他这次要惨了。众弟子议论纷纷，而宗门大殿内众人一脸严肃，完全不似方才那般。顾雨堂，诸位长老，老祖，我已得到消息，于雨清带着40多位长老离开玉女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这次定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打击对方的顶级战力，若有可能便彻底覆灭玉女宗。顾雨堂说完就带头走进传送阵，众人全都陆续跟了上去，只剩下王之遥这个倒霉孩子看守大殿。顾雨堂带着人传送到与玉女宗交接处的一处荒山之中，杨天长立马迎了上来。宗主，一切都布置好了。顾雨堂颔首，辛苦杨长老了。杨天长摇头，都是为了宗门，再说只有我是生面孔，即使不在也不会有人在意，若是诸位长老不在，恐怕会引起对方的疑心，事情也不会这么顺利。顾雨堂点头，不再寒暄，而是开始安排任务。红羽老祖、九季老祖，得麻烦您二位各带10人前去秘境中埋伏。清虚峰一脉长老随我回宗门，从宗门出发过来，扰乱对方视线。其余长老携带九季老祖的9灵图前往500里外隐蔽，等待我的消息。杨长老，还需你冒险再次等待一会，若是发现玉女宗来人，不要犹豫，立马逃走。这是7阶挪移符，若是来不及逃，就使用符转传送走。诸位，
秘境内的阵法最多只能阻拦对方半刻钟，在阵法被摧毁之前，必须对玉女宗之人完成合围，务必不要放走一人。是。随着顾雨堂的指令下发，众人纷纷行动起来。顾雨堂见众人都已就位，临行前对杨天长说道：“杨长老，等我带人离开后，你立马摧毁传送阵，切莫留下任何痕迹。”杨天长，宗主放心。顾雨堂这才带着清虚峰一脉的长老们离开。杨天长在他们走后，立马将传送阵摧毁，甚至为了保险起见，他还请红羽老祖出手，确保不留下一丝痕迹。玉女宗这边，顾雨堂带人回来以后，立马带着众人冲天而起，向着秘境的方向飞去。因为事发突然，弟子们都没有注意到顾雨堂带走的都有哪些人，只知道是有10几人，气息都在炼虚境以上。于雨清很快就收到了这个消息，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诸位长老，顾雨堂带着10几位长老往秘境去了，咱们加把劲，争取在他们到达之前将秘境搜刮干净，确保一株灵草都不给他们留下。众长老哈哈大笑，全力爆发往秘境而去。秘境入口处，杨天长一直在留意着玉女宗方向。此时他的传音玉佩开始震动，并且远远的就能感觉到有一股庞大的灵力波动在快速接近，立马起身，二话不说转身就逃。之所以不进去秘境和其他人会合，也是为了防止对方起疑心，毕竟没人会往死路上走。杨天长若是进了秘境，就成了瓮中之鳖，无路可逃，除非秘境里有埋伏。所以杨天长向相反的方向逃去，反而能降低他们的疑心。于雨清等人自然也察觉到了杨天长的行为，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意。此行的目的是秘境，不是为了杀一个区区炼虚初期。于雨清等人落在了秘境前，仔细打量了一番，发现并没有问题，只有一些被破除的残阵。看来此地被发现的时间不久，有没有哪位愿意进入其中打探信息，带回宗后奖励极品法宝一件。正所谓财帛动人心，极品法宝已经是炼虚巅峰的标配，一行人中还有不少炼虚中期的，自然有人愿意冒险。毕竟小仙女只是在外光鲜亮丽，背地里没准穷的丹药都买不起。我来。一位看上去40多岁的大龄小仙女自告奋勇，一马当先就进入了秘境。于雨林等人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出来，若非是询问了宗门弟子，他的魂牌完好，都要以为他出什么意外了。就在于雨清准备再次让人进入秘境的时候，先前进去那人终于出来了，带着一脸喜色，对着于雨清说道：“宗主，里面危险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没有埋伏，而且里面宝物众多，全都是高阶宝物。”众人看着他满脸喜色的样子，就猜到了他这么久才出来，定然是去寻宝了，顿时感觉心中不爽。不用想都知道，他肯定是觉得自己修为低，大家都进去以后抢不到好处，所以趁机抢个先手。虽然平日里喊的口号是女修帮助女修，女修才是一家人，但是背地里小算盘打得啪啪响。不过现在还是说这事的时候，于雨清大手一挥，走。众人顿时鱼贯而入。秘境内一处方圆只有10多里的森林，众人刚一进入秘境，就感受到了好几处灵气极为浓郁的地方，顿时眼前一亮。这些可都是宝物啊！就在于雨清准备下令开始探索时，身后的秘境入口突然关闭，那几处宝物散发的灵气也随之消失。众人一惊，心都沉到了谷底，中计了。于雨清第一时间拿出传音玉佩，准备请求支援，却发现空间已经被封禁，消息根本传不出去。于雨清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很明显，这所谓的秘境就是一个陷阱，就是为了将他们骗进来，瓮中捉鳖。玉女宗此次是有备而来，自己等人只怕危险了。大小仙女们此时也开始惊慌，七嘴八舌地吵了起来。于雨清眉头一皱，怒喝一声：“闭嘴！我们这么多人，破除个阵法而已，根本要不了多少时间。此地虽有阵法，但是无人主持，顾雨堂带人还在来的路上，我们还有机会。但是你们如果再吵下去，就都等着死吧。”一群女人这才安静下来，随后开始对着身后的阵法攻击。隐藏在暗处的2位老祖以及20位长老也不再耽搁，全都现出了身形，向着敌人杀去。正在攻击阵法的玉女宗众人察觉到身后的动静，连忙后头，就见到一群人正在向自己杀来。此时也顾不得再攻击阵法，全都转身准备迎敌。于雨清在看到对方人群中的红羽和九记2位老祖时，原本悬着的心彻底死了。2尊大成期老祖，其中红羽还是大成中期，这特么怎么打？于雨清暗中取出一张挪衣符，想要尝试传送离开，结果根本就行不通，秘境的空间已经被封锁，他手中的符篆等级不够，不破除阵法根本逃不了。没有办法，于雨清只能带领众人奋力抵抗。然而一切都是徒然，面对2尊大成期修士，他们这群炼虚合体境修士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更别说还有20尊合体境修士在一旁虎视眈眈。对于玉女宗这群表面立牌坊，背地里当婊子的贱人，他们可是早就看着不爽了。再加上2宗多年来的恩怨，
一个个下死手来，完全没个轻重。不到半刻钟，玉女宗众人就已经有超过一半失去了战斗力。但是因为双方的战斗太过激烈，周围的阵法也受到了战斗余波的波及，变得摇摇欲坠。于雨清见状，凝聚一身灵力，一剑刺向阵法薄弱处。随着空间一瞬间的扭曲，阵法终于崩溃。然而还不等于雨清开心，就见到了让他更绝望的一幕。秘境入口处又涌入了40多位炼虚境以上的修士，全是玉女宗的长老。于雨清见状不妙，想要借助挪衣符跑路，可惜红羽老祖一直在盯着他，怎么可能让他如愿？红羽真人闪身来到于雨清身前，直接封印了他的修为，将其丢到了一旁。随着玉女宗其余长老的加入，玉女宗众人彻底失去了抵抗之力。不过几十个呼吸间便全部被擒下，没有一人能够逃脱。哈哈哈哈，爽！这还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面对玉女宗的时候获得如此战果。哈哈，没错，这群臭婊子平日里装清高，整天造谣诋毁我们玉女宗，如今落到我们手里，定要让他们好看。没错，这个贱人曾经就因为他喜欢的男人对我展开追求，便到处造谣我是个勾引别人道侣的婊子。呵呵，没想到吧，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一天。这群贱人污蔑造谣别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多少男修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而他们却凭借这种战绩拜入玉女宗。像这种贱畜，依我看也没有带回去审问的必要，不如直接杀了算了。在众多长老争吵之际，顾雨堂带着人也赶到了。听到众人的议论纷纷，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些人都恨之入骨。好了，先别吵了，先将他们带回宗门，再行商议如何处置他们。随着顾雨堂话音落下，众人也停止了争吵，将玉女宗众人封印了修为，压着往玉女宗而去。至于秘境，本来就是红羽老祖为玉女宗特意开辟的一处空间而已，就连阵法都只在入口附近布置了几处。随着众人离开，红羽老祖大手一挥，秘境便轰然崩塌。玉女宗杨修已经从杨天长那里得知了大获全胜的消息，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宗门大殿。此时众人还没有回来，殿内只有王之遥一人坐在地上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看到杨修推门进来，王之遥立马起身：“师弟，你怎么来了？”杨修满脸止不住的笑意，自然是来接收战利品。王之遥闻言脸色一喜：“胜了。”杨修点头：“大获全胜。”王之遥：“好好好，不枉我演这一出戏。”杨修上前轻抚着王之遥的脸庞，轻声道：“辛苦师姐了。”王之遥身躯一颤，这还是杨修第一次对他这么温柔，搞得他怪不适应的。然而还不等他说话，顾雨堂就已经带着1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归来，只不过其中有40多人都是被人提着回来的。杨修二人见状，立马迎了出去：“见过师尊、宗主、各位长老。”众人都是乐呵呵地看向杨修。真说起来，此次大胜，杨修才是最大的功臣。若是没有杨修提供的功法，于雨清断然不会轻易离开宗门。顾雨堂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杨修啊，这2位是红羽老祖和九纪老祖，快过来行礼。”杨修闻言立马上前：“弟子杨修见过红羽老祖，见过九纪老祖。”王之遥也跟着有样学样的行了一礼。2位老祖一脸慈爱地看着杨修，对于这个拥有9品灵根的弟子，他们也有所耳闻。好好好，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老族隐世多年，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这块极品灵髓就当做给你们小俩口的见面礼吧。红羽老祖能看得出杨修和王之遥身上都有彼此的气息，自然而然地将2人当做了一对道侣。杨修也没有否认，更不可能拒绝送上门的宝贝。弟子多谢老祖。九纪老祖见红羽老祖都给了见面礼，自然也不能落后，拿出了一枚储物戒递给了杨修。我观你身上有许多驳杂的气息，而且看气息境界都不高，这些丹药可以帮助你和他们快速提升修为。杨修大喜过望，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能提升刘雨林等人修为的东西，只有他们的修为提升，他才能获得更多的双修值。而且老祖出手肯定不可能只是一些低阶丹药，这可太贵重了。弟子多谢九纪老祖。杨修这次感谢的声音都因为激动大了一些，搞得一旁的红羽老祖很是不开心。那个杨修啊，老祖这里也还有一些丹药，你也一并拿去，记得好好修炼。红羽老祖也取出一枚储物戒递给了杨修。杨修大喜，居然还有。接过储物戒，杨修道谢：“弟子多谢红羽老祖。”红羽老祖脸上露出笑意，满意的捋了捋胡须。其余人则是嘴角抽搐，这么大年纪了，还是改不了这个争强好胜的毛病。顾雨堂看到自己弟子拿了这么多好处，也是十分开心，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得哪天找个时间带杨修去禁地里转一圈。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有事雨堂丫头再联系我，我们先回去了。红羽老祖知道自己2人在这里肯定会影响他们的决策，所以说了一声后就和九纪老祖一同离开。杨修则是将目光看向被封印了修为的玉女宗等人。虽然这些人都是极端的拳师，但是不可否认，
他们的修为都不差。若是能与这些人双修一次，杨修心中一动，不过却没有出声。具体情况还要看宗门决定怎么处置他们。大殿内，众人争论不休。对于这些人的处置，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搜魂，然后处死。虽然搜魂的手段不太光彩，但是用在玉女宗之人的身上，倒也不算过分。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同意这个做法，想要拿这些人和玉女宗换资源。杀了他们，对玉女宗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换来的资源那是实打实的提升。两方吵得不可开交，顾雨堂也感到头大，两方说的都有道理，让他难以做出决定。顾雨堂一抬头，看到站在大殿大门旁一脸傻乐的杨修，突然灵光一闪。杨修，关于如何处置玉女宗等人，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随着顾雨堂说话，大殿内其余的声音逐渐消失，一个个都看向了杨修。杨修一直在清点两位老祖给的储物戒中的物资，乐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此时突然听到顾雨堂的问话，先是微微一愣，随后才说道：师尊，徒儿的意见是不能放虎归山。我们玉女宗与他们本就是敌对关系，此次玉女宗失去这么多高手，必然元气大伤。我们不是没有一举拿下玉女宗的机会，只要拿下玉女宗，他们所有资源都是我们的，还需要用他们去换那三瓜两枣吗？况且我们此次一举抓获他们这么多人，以他们这群人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性格，若是放回去，定然会伺机报复。两宗本就是敌对关系，今日之事过后，就算放他们回去，以后也是不死不休的局面。顾雨堂点头，杨修说的也是他心中所想，只是他要顾及那些议和之人的感受，不便说出口。杨修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就在这时，杨修又接着道：而且师尊莫不是忘了我们的立宗之本是什么？杨修的目光扫视过玉女宗之人，脸上露出了一缕笑意，这些可都是上家的炉鼎啊。杨修一语惊破千重浪，就连顾雨堂都被震惊了。杨师侄，此话可不能乱说，我玉女宗虽然是以双修之法立宗，但可从不行采补之事，这可是被正道唾弃之法。是啊，杨师侄，虽然阴阳交合大法中有采补之术，但这可是禁术，属于邪道之法。大殿中众人又因为杨修的话变得热闹起来，而玉女宗之人没有晕过去的，全都被杨修的话镇住了。杨修撇了撇嘴，什么狗屁的正道邪道，能正道才是正道。所谓正道，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偷偷摸摸行邪道之事罢了。安静！顾雨堂一声轻喝，众人安静下来。徒儿，你可知若是被外人知晓修炼采补之术，可是会被归为邪修的。杨修满不在乎地说道：师尊此言差矣，这些人如今已是我宗的俘虏，我们有权如何处置他们，只是让他们做炉鼎而已，没有杀了他们已经是大恩大德，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对，这怎么能算是邪修呢？再者说，所谓的正道修士，有几个人是干净的？就算被知道了又如何？他们会为了一个落魄的玉女宗与我们为敌吗？只要消息能封锁一段时间，在座的各位男长老都能修为大进，我们也有了周旋的资本。若是担心其他宗门联手，也可放出一些利益，大不了就将采补之法公布出去。要封，那就大家一起封，到时整个大陆都修炼采补之术，那采补之术还算是邪功吗？杨修的言论再度震惊在座众人，有人觉得杨修的话颠倒没边，有人却觉得杨修说的有道理，毕竟说的再多都不如修为提升来的实在。不过就算赞同杨修说的话，他们也不能明面上支持，没别的，要脸。顾雨堂皱着眉，仔细思考着杨修的话，衡量其中的利弊。良久之后，顾雨堂开口：此事稍后再议。谢长老，麻烦你对于雨清等几人搜魂。闻言，一位身材纤瘦，脸色仿若病态般苍白的中年女子起身，走到了于雨清身前。在对方惊恐的目光中，谢长老伸手成爪，抓在了于雨清的天灵盖上。修为和嘴巴都被封印的于雨清表情开始变得扭曲，身子不断挣扎，可惜并没有什么用。谢长老专研精神秘法，神识强度远超同境强者。10息之后，谢长老睁开双眼，脸上满是怒色。不待众人发问，谢长老便出声道：宗主，这于雨清就是玉女宗上任宗主于盈盈，依靠秘法借尸众生的。而且说到这里，谢长老脸上怒色更盛，而且这具尸体便是当初我宗那位琉璃体弟子的。此言一出，全场皆惊，随后便是一股怒火窜上心头。当初那位弟子被寄予厚望，当作仙苗培养的，结果玉女宗臭不要脸，请出老祖出手，不仅暗害了他，还击杀了一尊合体境的护道者。这件事一直都被玉女宗当作一种耻辱。顾雨堂年纪小，没有经历过这件事，只是因为宗主的身份，所以对这件事十分在意。但是在座的其余长老不同，他们大多数都是见过那位弟子的，甚至可以说看着他长大的，他们比顾雨堂更看重这件事。谢长老继续说道：宗主，于盈盈花费了1000多年时间，在临终前终于借尸重生成功，
此后一直重新修炼到合体境，才接任了玉女宗宗主之位。而在这1000多年中，身体的样貌也开始向他年轻时的相貌靠拢，所以才会让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来。此时众人皆是面色阴沉，看着玉女宗众人的眼神全都恨不得活剐了他们。就连此前还想要拿他们和玉女宗换资源的长老，此时也打消了这个想法，只想弄死他们。顾雨堂沉着脸冷声开口，现在诸位认为该如何处置他们？听到顾雨堂的问话，原本的激进派依旧保持意见，依旧坚持要杀了他们，不能放虎归山。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嫉恶如仇之辈，心中还算有些底线，认为杀了一了百了，但是此前提出拿他们换资源的保守派依旧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激进派太过保守，就应该像杨修说的那样，把他们留下来做炉鼎。顾雨堂想了想，说道：若是充当炉鼎，可能会影响我宗声誉，此事我需要问过老祖才能决定。不过于雨清占据我宗弟子身躯，必然不能留下。徒儿，你此前询问关于琉璃体的消息，你是何计划？在场这么多大佬，尤其是谢长老这种主修精神力的大佬，他若是说谎，估计很难瞒过他的感知。杨修也没有再隐瞒，回师尊，徒儿之所以询问有关先天琉璃体的消息，是因为徒儿一道侣需要借助尸体还魂。不过师尊放心，等他恢复以后，便是玉女宗之人，定然不会埋没前辈的英名。在杨修看来，一具尸体和一位活着的天才，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怎么选。顾雨堂听到这个回答，倒是没有想那么多，只要尸体不落入玉女宗手里，他都能接受。更何况还能为宗门增添一位拥有先天琉璃体的天才，他自然是愿意的。倒是有一些看着琉璃体长大，与他比较亲近的长老，脸上露出纠结之色。但是一想到此次能大获全胜，杨修当即守功，便也没有出言阻止。至于其他人，本就对杨修十分看好，对于杨修的要求，只要不是太过分，他们都会尽量满足。顾雨堂见没有人反对，便对杨修说道：可以，那我就将于雨清交给你了，需要为师帮你磨灭他的神魂吗？杨修，多谢师尊，但是此事不急，如有需要，徒儿再请师尊出手。顾雨堂点点头，对着众长老说道：既然如此，此事等我询问过老祖们的意见之后再议，这些人就暂且关押在玉虚峰，由我亲自看守。众人见状便纷纷告辞离去，最终大殿内只剩下杨修师徒2人和玉女宗一众人等。顾雨堂看着一脸兴奋之色的杨修，没好气地说道：臭小子，便宜你了。杨修嘿嘿一笑，多谢师父。顾雨堂看着杨修傻乐的模样，无奈地摇头。他根本没理解自己话里的意思，也根本不知道有多大的造化在等着他。顾雨堂大袖一挥，带着包括杨修在内的所有人一同回到了玉虚峰上。杨修的洞府前，他一脸懵逼地看着顾雨堂问道：来我洞府干嘛？顾雨堂，你是不是傻？为师拖延时间还不是为了你。玉女宗的人明面上宣称要和南修分割，有不少都还是厨子。杨修也知道这点，点点头赞同，问：是啊，然后呢？顾雨堂气得恨不得给他一巴掌，平日里那么机灵，这个时候装傻。没有然后，你只有3天的时间，3天之后我要给众长老一个交代，能达到什么地步全看你自己了。说完便已经不见了踪影。看着被封印了修为和声音的玉女宗众人，杨修这才明白过来顾雨堂是什么意思，这是留给他做炉鼎的啊。杨修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这群人可是最低都是炼虚境，合体境也有不少，更是有不少人还是处子之身。杨修激动的眼睛都快要冒绿光了，嘴中喃喃道：师父啊师父，你真是我师父啊，比亲爹还亲，徒儿可就不客气了。杨修看着眼前的人，咧嘴一笑，打开了洞府的大门。3天时间，杨修一刻都不敢停，为了收益最大化，积分够了就立马加点提升修为。3天的时间一晃而过，杨修带着玉女宗众人来到了玉虚殿，向顾雨堂交差。顾雨堂在看到杨修的第一眼，就被震惊的张大了嘴，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炼虚初期，3天时间，从元婴初期到炼虚初期，这他妈是人能做到的事。顾雨堂深深的被震撼到了，同时也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庆幸。杨修果然没有让他失望，甚至大大超出他的期望。师尊，师尊，想什么呢？喊你好几遍了都没反应。杨修有些无奈，但是也能理解，属实是自己突破的速度太过天方夜谭。啊，哦，对了，你找我什么事？顾雨堂迷迷糊糊的，明显还没有缓过劲来。杨修无奈的又重复了一遍：3日之期已到，徒儿前来归还人质。顾雨堂回过神来，好，你先回去巩固一下修为，为师去找长老们开个会。说完，顾雨堂就带着人质走了。他有些怕了，以杨修这种突破速度，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追上自己。关键是这臭小子从入门第1天就在打自己的主意。杨修看到顾雨堂急冲冲的离开，还以为是自己来得太晚了，耽搁了时间，才让他这么着急，心里还生出了一丝愧疚感。师尊对自己这么好，
自己还害他开会迟到，真是太不应该了。不过这丝愧疚感升起不到3秒便被他抛之脑后，因为接下来要登场的便是他心心念念的童子姐江云溪。杨修一路回到自己洞府，来到了修炼室之中，看着那盏不断跳跃着微弱火光的养魂灯，杨修小心翼翼地将它拿起，来到了厅房。双目呆滞的于雨清正坐在墙角处，头埋在了双膝之间，无声地哭泣。他既恨玉女宗，也恨自己。若非是他为了一己之私，带着众人前往秘境，也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但是更多的还是恨玉女宗，恨杨修。在他的心里，这一切都是玉女宗的错，是玉女宗设计害了他们。最恨的自然是杨修。这3日，他亲眼将杨修的所作所为尽数收入眼中，恨不得亲手杀了他。杨修看着于雨清的样子，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甚至心中还有一股快感。一群修真界的极端女权婊而已，不值得丝毫同情。杨修对着养魂灯轻唤了2声，没有得到回应，便分出了一缕神识，进入了养魂灯内部，看到了那尊虚幻的神魂。杨修神识靠近，小心翼翼地钻入神魂体内，江云溪才苏醒过来。杨修，怎么了？琉璃体找到了，你可以复活了。江云溪闻言沉默了一瞬，随后神魂飘出养魂灯，目光看向了角落里的于雨清。杨修也花费了1万积分，购买了一枚回魂丹，放在了江云溪眼前。江云溪看了看于雨清，又看了看杨修，好一会才说道：他都被封印了，你怎么不和他双修？杨修先是一愣，随后疑惑出声：啊，江云溪，他可是合体境的大能，而且还是处子之身，与他双修你能获得。你怎么练虚境了？江云溪很猛，自己从系统空间剥离至今才几天时间啊，杨修怎么就突破练虚了？感情之前自己待在系统空间里，妨碍到他发挥了。杨修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跟他讲述了一遍，江云溪听的是直呼不可思议，同时也为杨修感到开心。这一次的遭遇对杨修而言可以说是天大的机缘，令他一飞冲天。直到杨修说完，江云溪才说道：有系统出品的回魂丹，我只需要有一具琉璃体作为载体就行。简而言之，就是丹药的力量会为我重塑肉身，原本的尸体也会被改造成全新的，最契合我神魂的身体。所以这具尸体只要不是缺少肢体，什么样都无所谓。这可是合体境大能，以你现在的修为，可是能获得24万积分。你是不是傻？杨修原本是想着给江云溪一具完整的肉身，没想到根本用不着。那他还客气个毛？跟什么过不去，也不能跟积分过不去啊。24万积分，这可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况且这还是一位合体境大佬，效果绝对没得说。江云溪原本还想趁此机会学2招，结果却发现于雨清跟个木头似的，一点反应都没有。杨修此时心中全在想着帮江云溪复活，也没有打持久战的想法。加上江云溪的神魂就在一旁盯着看，不到1刻钟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次双修。24.5万积分入账。杨修看着系统面板上的34万6550点积分，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杨修连衣服都懒得穿，随便扯了一件衣服围住下身，来到江云溪神魂旁。接下来要怎么做？是不是要磨灭他的神魂才行？江云溪摇了摇头，不用，留着神魂最好。他此时连神魂都已经被封印，吞噬他的神魂正好可以让我增加神魂的强度。不过我现在神魂还是太虚弱了，他的神魂虽然被封印，但毕竟是合体期的神魂，若是单靠我自己吞噬，需要的时间太久了。系统商城有一种丹药名为养魂丹，你若是积分富裕的话，可以帮我买一枚5阶的。杨修闻言没有二话，立马打开系统商城，花费了2万积分，给他买了一枚7阶极品养魂丹。江云溪看到眼前的丹药，没有多说什么，心里却是感到十分开心。神魂状态下的江云溪将养魂丹吞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磅礴的灵魂力量顿时充斥在他神魂体内，将回魂丹喂进他嘴里。留下这句话后，江云溪化作一道白光，直接钻入了躺尸的于雨清体内。杨修按照江云溪的话，将回魂丹塞入于雨清口中。接下来的半个月，杨修都待在洞府中，没有出门。每日除了看一看江云溪吞噬神魂的进度，就是修炼鬼水剑诀。以他的悟性和境界，修炼起源阴期的武技简直不要太简单，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修炼到了圆满之境。系统终极10连抽，为了后续功法，杨修选择开启10连抽。一次终极10连抽也才900积分，对现在的杨修来说完全不是事儿。丁，扣除。春华秋露卷3。好家伙，第一发就出金，继续。不水自数了，直接跳过。终于在杨修花费18000积分抽了20次10连之后，终于集齐了5行剑诀的最后2招，丙火剑诀和极土剑诀。好家伙，取名是真简单。足足200抽，除了2门剑诀和大量丹药以外，杨修还抽到了许多法宝和功法秘籍。不过这些先不着急处理，杨修又开始剑诀的修炼。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转眼又是一个3个月过去，五行剑诀已经被他彻底融会贯通，成为了完整版的合体境剑诀。而江云熙也终于将于雨清的神魂全部吞噬，开始融合肉身。这3个月中，杨修只出过一次门，便是给众女去送资源。当初2位老祖给的各种丹药可不少，得尽快让丹药转化成实力。同时，这次抽出的各种功法，有一部分都是李云长他们可以学习的。于是，财大气粗的杨修也没有吝啬，再度开启10连抽，将所有人的功法全都补齐。至此，包括他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修炼起了多属性功法，将灵根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林若曦除外，他只有单属性的冰灵根，修炼的功法自然也是单属性的。极品灵髓被他交给了苏雪莹，毕竟是自己老妈，不能让她修炼落下太多。最近柳青寒已经有了突破的迹象，马上就要追上他了。又是3天过去，整整108天的时间，江云熙终于重铸肉身，再现人间。杨修看着白光渐渐淡去，一道身影越来越清晰，也是屏住了呼吸，心中十分紧张。江云熙可以说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后，陪伴他最久，帮助他最多，也是了解他最深的人。而他对于这位陪他一路走来的童子哥也十分好奇。如今终于能够一睹童子哥芳容，说不紧张那完全是扯淡。随着白光彻底消失，杨修终于看清了那道身影的容貌，一瞬间也有被惊艳到。只见江云熙一头长发盘起，又有卷发垂落，头戴精致发饰，发髻上点缀着精美的珠花和流苏，随着他的走动轻轻摇曳，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脸上略施粉黛，眉眼含情，身着飘逸粉白纱衣，如同画中走出的仙子。江云熙缓步走来，看着有些呆滞的杨修，他轻轻一笑，明眸皓齿，笑容灿烂。怎么，被姐姐迷倒了？杨修回过神来，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确实有被惊艳到。江云熙闻言心中欣喜，又上前2步，整个人都几乎快要贴在杨修的身上。那，你想不想做些什么呢？听到江云熙娇柔又带有妩媚的声音，杨修心头激荡，恨不得立马将江云熙压在身下。但是一想到江云熙刚重塑肉身，杨修还是有点担心。你的身体，我身体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身体还行不行就不好说了。杨修一挑眉，激将法，我还就真吃这套。说完，杨修公主抱起江云熙往卧房走去。江云熙双手自然地搭上杨修的脖颈，歪着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静静地看着他。杨修感受到江云熙的目光，低下头与他对视，微微一笑。看什么？江云熙也露出一丝笑意，当然是看说爱死我的好弟弟啊。杨修闻言尴尬地扬起头，不再和他对视。江云熙的话又让他想起来绑定系统的第一天10连抽之后说过的话。当时他还以为系统就是一个智能化的程序，口无遮拦地说了一句让他至今还后悔不已的话：童子哥，你真是我亲哥，爱你一辈子。也是这句话让他知道了系统拥有自主意识，虽然后来也知道了不是系统有自主意识，而是江云熙本来就是人类神魂成为的器灵。至于怎么成为器灵的，他也不知道，反正死了以后再睁眼就在系统空间内了。江云熙看着杨修尴尬的样子，嘴角的笑意更浓。好弟弟，怎么不说话了？杨修不语，只是拖着他大腿的手往上挪了点，给了他一巴掌。江云熙闷哼一声，脸色有些微红，不再开口。这种时候一直讨论这个问题，那可就太扫兴了。杨修将江云熙轻轻放在床上，但是江云熙的手却没有放开，依旧搂着杨修的脖颈。在杨修疑惑的目光中，江云熙微微用力，杨修就配合着贴了过去，吻上了他的红唇。江云熙本就搂着杨修脖颈的胳膊更加用力，激情地回应着杨修。不论是杨修为他赎身，还是购买丹药，亦或者为了他身体坑害于雨清获取先天琉璃体，都是莫大的恩情。在他重获新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决定自己是杨修的人，再生之恩唯有以身偿还。良久，唇分。江云熙媚眼如丝，含情脉脉地看着杨修，你躺好。江云熙风情万种地看了杨修一眼，却发现他居然在神游天外。杨修从未想过，来到这个世界之后，陪伴他最久的童子姐居然会江云熙看着杨修在出神，并没有多说什么，冲着杨修妩媚一笑，趴在他的耳边说道：想什么呢，好弟弟。时间一晃，已是傍晚时分，杨修带着江云熙来到了玉虚殿，却发现顾雨堂不在。一问得知顾雨堂正在宗门大殿开会，杨修又立马带着他前往主峰，正好长老们都在，也让他们看一下自己借尸还魂的成果。虽然江云熙如今修为只有化神期，但是资质相比于当初的先天琉璃体还要更胜一筹。在系统的帮助下，原本于雨清体内的大量灵力被用来提升了灵根品级，这才导致修为只有化神。来到宗门大殿外，看着紧闭的大门，杨修给顾雨堂发去消息。大门很快打开，杨修带着江云熙一同走进大殿。
虽然江云熙重生后只有化神初期的修为，但也比杨修第一次入宗时强了太多，所以此时面对一众长老的凝视，也显得风轻云淡。更何况在系统空间这么多年，他也不是光沉睡了，作为器灵，他还是有一些权限的。不说修为如何，但是见识可比在座的所有人高出太多，并非刻意释放的威压对他毫无影响。莫说是他们，就算玉女宗老祖此时站在他面前，他也能做到面不改色。弟子杨修见过师尊，见过诸位长老。江云熙见过顾宗主，见过诸位长老。江云熙此时还不是玉女宗弟子，自然不会以弟子自称，虽然身为杨修的道侣，自称一声弟子也没问题。殿内众人在见到江云熙的时候，都是有些惊疑不定。关键是江云熙这也不是于雨清的容貌啊。虽然说神魂夺摄肉身以后会在时间的推移下，容貌会像神魂的样子生长，但那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江云熙这才多久啊？这么短的时间能完成借尸重生就已经是奇迹了，更何况连容貌身材都彻底改变。顾雨堂仔细打量了一遍江云熙，出声问道：江云熙是吧？你已是杨修道侣，按理来说也算我玉女宗弟子。你如今修为已至化神，无论拜师亲传或是担任执事都可，但我有意收你为徒，你意下如何？忽然顾雨堂面色一变，连忙启动宗门大阵，笼罩住了宗门大殿。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刚要开口询问，就听到顾雨堂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着急的语气：江云熙，你与我徒儿杨修已是道侣，说起来我们本就是一家人，本尊意欲收你为徒，你可愿意？江云熙还没来得及回答，大殿外就响起了红羽老祖有些气急败坏的声音：顾雨堂，快把大阵给我打开！听到大殿外的声音，众人都是心里一突，红羽老祖怎么来了？而且一副语气不善的口吻。顾雨堂没有应答，而是目光灼灼地盯着江云熙，等着他的回答。江云熙略一沉思，还是摇头说道：抱歉宗主，我暂时没有拜师的想法，还是先担任执事吧。顾雨堂眉头微皱，目光看向杨修，发现后者脸上挂着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后，他想了想说道：云熙啊，我徒儿杨修平日里可是在玉虚峰修行，那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哪怕是执事也不例外，你可想清楚了。此时大殿之外，红羽老祖气的胡子都快竖起来了。好你个顾雨堂，跟老祖我耍心眼子玩手段是吧？你给我等着！如今顾雨堂身为宗主，掌握有阵法的最高控制权，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是自家的宗门，他总不能强行破阵吧。在得知先天琉璃体重生之后，他就立马赶了过来，准备要收徒。结果被顾雨堂看破了心思，直接升起护宗大阵，将他拒之门外，差点没把他气死。气急败坏的红羽老祖也不管自己能不能收下这个弟子了，直接神识传音给了顾雨堂的师尊：红羽、潘和，你给我滚过来看看你教的好徒弟。正在修炼的潘和一脸懵逼，不知道红羽老祖在发什么疯。但是这位辈分比他高，修为比他强，被骂也只能老老实实听着，不敢顶嘴。潘和，红羽老祖您别急，我马上过来。话音落下，人已经出现在了红羽老祖身前。潘和刚到这里就察觉到了护宗大阵被开启，而且只笼罩住了宗门大殿，这让他有些疑惑，为何护宗大阵会被开启，并且只笼罩了大殿？但是一看到眼前的红羽老祖，他又反应过来了，这是在防着红羽老祖，不让他进去啊。潘和心头觉得好笑，但是面上却是十分严肃，还带着几分不满的表情。胡闹！雨堂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规矩，居然敢把您拒之门外！您等着，我这就让他解除阵法。潘和说完就对着大殿内传音：雨堂，你在做什么？快撤去阵法！随着潘和的话音落下，笼罩住整个大殿的阵法立即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这一幕让潘和心中一跳，大呼要完蛋！这臭丫头平时不是最叛逆了吗？怎么今天这么听话？完了，红羽老祖最好面子，雨堂这丫头将他拒之门外，我却一句话就让他解除了阵法，红羽老祖会怎么想？潘和此时心中七上八下，但是直觉告诉他要倒大霉。悄悄地看了一眼红羽老祖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原本就在生气的脸上依旧是怒容，不过眼睛是不是比之前眯得更小了？潘和确定了自己确实要倒霉了，这臭丫头都当宗主了，还进坑为师。红羽老祖看着消失的阵法，向着大殿走去，大门随着他的靠近缓缓打开，露出了里面的场景。顾雨堂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弯腰扶起了跪在地上的江云熙。红羽老祖看得心头一阵恼火，很明显拜师礼已经完成了。好！红羽老祖连道3声好，大袖一挥便转身离去，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杨修的修为。潘和幽怨地看了顾雨堂一眼，转身也准备跟上，却被顾雨堂喊住了：师父，您老难得出来一次，这次出来怎么也得看看我给您新收的几个徒孙吧。潘和嘴角抽搐，臭丫头不仅坑了自己，还要图自己的财啊！潘和尴尬一笑，转身来到了顾雨堂不远处，
看向了杨修二人。弟子杨修，江云熙见过师祖。哎，好，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当真是万古罕见啊！他仔细看过杨修二人的修为，心中惊叹，两人的骨龄居然都不超过100岁。以往修仙界也有过100岁化神的天才，但是100岁炼虚简直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突然他愣了一下，杨修，你说你叫什么？杨修，你多大了？回师祖，弟子正是杨修，今岁18。什么？18？炼虚初期？潘和震惊的下巴都快掉在了地上，他怎么也不敢想，这个杨修居然真是他听到的那个9品灵根的天才。可红羽老祖不是说他才元婴期吗？怎么才几个月的功夫就炼虚了？听到潘和的话，在场其余长老也纷纷散出神识查看杨修的修为，结果一大半人根本看不透他的境界，只有合体中期及以上境界的几人能看到杨修的境界确实是炼虚初期。这一发现让在场之人呆若木鸡，一个个都站了起来，直勾勾地盯着杨修。几个月之前还是金丹境的小家伙，这才过去不到1年的功夫，就已经达到了晋升长老的标准。别说眼见为实，现在事实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依旧感到不可置信。只有顾雨堂站在一旁，心中暗爽。原本众人的关注点都在江云熙身上，没有发现杨修修为突破的事。他原本还在想怎么才能装一个圆润的逼，没想到好师尊帮了个大忙。战术性咳了2声，嗨，我徒儿有仙人之姿，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基本操作而已，别站这了，坐，都坐。全然不记得当时自己被杨修震惊的样子。众人被顾雨堂的话唤回神来，稀里糊涂地坐下，人还处于震惊之中。师父，这可都是你的徒孙，初次见面，你不表示？潘和闻言，一脸肉痛地拿出一柄长剑和一枚玉佩，分别递给了二人。就连顾雨堂脸上都露出了惊诧的表情，没想到潘和会将自己的佩剑都拿了出来。杨修接过长剑，仔细感应了一番，也明白潘和会一脸肉疼了。中品灵气，而且还是无属性的中品灵气。众所周知，带有属性的灵气会对同属性法术有增强效果，但是相克的法术威力会大打折扣，而无属性的灵气就没有这个特点，什么法术都能施展，但是没有增幅效果。可杨修恰巧是7属性灵力，之前的中品法宝五行剑已经跟不上他的修为，这柄剑来的正是时候。至于给江云熙的那枚玉佩，则是一件辅助修炼的下品灵气，同样价值不菲。潘和在送完礼之后，还没来得及说话，接到顾雨堂传音而来的刘雨林也进入了大殿。潘和在听到刘雨林喊顾雨堂师傅的时候，脸都肉眼可见的绿了。好在刘雨林如今境界不高，没把他那点家底给掏空。是了，顾雨堂看着杨修说道，杨修，你如今修为已至炼虚，可以获得长老身份，并且获得一次进入禁地参悟1天的机会。正好趁今天你师祖在这里，你便随他一同前往禁地吧。说完，顾雨堂取出一枚金色的令牌递给了杨修，顺带将他的亲传令牌转交给了江云熙。对于这种好事，他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便随着潘和一同前往了宗门禁地。杨修原以为禁地便和他洞府一般，一群老祖在里面苦修寻找突破。然而在他迈进山洞以后，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山洞里面是一处秘境入口，进入秘境以后，杨修才知道到底什么才叫做仙境。刚进入秘境，就能感受到整个人都被浓郁的灵气包裹，灵气的浓郁度比他在玉虚峰布置的聚灵阵强了至少5倍。眼前的树都泛着淡淡的光，叶子是翡翠色的，花瓣上滚着露珠，一沾光就折射出7彩虹光。风一吹，花瓣簌簌落下来，落在身上凉丝丝的，还带着股子像蜜又像兰草的香。空中时不时飞过几只鸟，羽毛是五彩的，体内还有灵气波动，就连路边的石头缝里冒出些草都是灵药。杨修以前一直生活在青石城，进入玉女宗之后，也就觉得灵气更加浓郁，高阶修士更加多，其他方面真的没有太多的感受，根本看不出来有一丝顶尖宗门的气象。现在他才知道，原来不是玉女宗不像修仙圣地，而是真正的仙境是在禁地里。潘和带着杨修来到秘境中央的一处黑色石碑前，对着杨修说道，此碑是我玉女宗至宝，也是初代先祖意外所得，当初初祖便是从此碑中参悟获得阴阳交合大法，才会脱离玉女宗，建立起了玉女宗。你有1天的时间参悟，能悟得多少全凭你的悟性，明日此时我会来带你出去。杨修行了一礼，多谢师祖。潘和没有说话，摆摆手就走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吹嘘自己的这个徒孙了，虽然可能会被红羽老祖暴锤一顿，但是只要这个逼装到了就值。杨修目送潘和离开后，便立马盘膝而坐，将神识探入石碑之中。眼前骤然炸开亿万光点，定睛细看，竟是无数悬浮的金色经文，有的如游龙盘绕，有的似星斗罗列，每一字都泛着大道共鸣的微光。这石碑内里竟是片无垠空间，
四面八方全是各种功法秘术，从基础炼气期到破碎虚空、飞升成仙的无上法门，密密麻麻铺成了光的海洋。杨修选择了一篇由经文组成的金色巨人，神识将其包裹。他也不知道这些功法都是什么，只能盲选。这尊符文巨人十分高大，再加上他周围没有其他经文敢靠近，杨修本能地觉得他很牛逼。九转玄元功，杨修如今的悟性不必多言，可谓天赋异禀，神识一扫，便觉那些晦涩经文如遇故知。刚入识海，丹田便自发运转起玄奥气流，开始运转起功法。九转玄元功共分9重，分别对应着从炼气到渡劫的9大境界，效果也非常简单粗暴，凝练体内灵力，在短时间内不顾后果的加快灵力运转，爆发出双倍战力。强是真的强，但是后遗症也很严重，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经脉破裂，更甚至会导致爆体而亡。杨修神识依旧在石碑空间内，此时已经附着在那巨人身上，体内再一遍又一遍运转功法，仿佛他亲自修炼一般。直至大半日后，那金色巨人的身影才逐渐散去。九转玄元功第6重正式小成。别问为啥这么快，问就是前面5重没学。杨修也知道时间紧迫，又开始寻找起下一篇功法。不多久，他就发现了新的目标，一只符文组成的鹏鸟。众所周知，大鹏鸟便是速度的象征。杨修没有犹豫，神识再度包裹住这只大鹏鸟。天鹏瞬影，一门没有任何技巧，只讲究一个快字的极限身法秘术。修炼至圆满，一步迈出便能横跨万里，比缩地成寸的千里牛逼多了。然而这门功法太过高深，杨修虽然悟性超凡，但终究境界尚低，即使有符文大鹏的帮助，半天的时间也只是勉强入门。眼看时间所剩不多，天和日意义不同，一天是一个白天，一日是一天一夜，也不再纠结天鹏瞬影的进度，赶忙寻找起下一个目标。最终杨修选择了一只冲天而起的拳头。这个小拳头并不起眼，龟缩在角落里，周围并没有其他符文。杨修在看到它的一刻，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是在呼唤自己。他一直以来都很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没有任何的犹豫，神识当即就将小拳头包裹了起来，开始参悟。时间流逝，此时早已到1日的时间，潘和也早就在一旁等候。只是他到来之时，感觉到杨修身上那股玄之又玄、刚猛无比的气势之时，没有选择打扰。又是半天时间过去，杨修才睁开双眼，眼中金光一闪而逝。长出了口气，杨修起身就看到了等在一旁的潘和。秘境内没有白天黑夜，再加上他方才修炼太过投入，一时间有些分不清时辰失足，我是不是超时了？潘和摇摇头，无妨，你能在规定时间内参悟到功法，便是再多修炼2日也无碍。你在石碑内触动了多少篇功法？杨修如实说道：3篇。潘和皱眉，只有3篇吗？以你的天赋不应该啊。当初老夫第一次参悟的时候都触动了8篇，纠结了许久才选中了一本开始参悟。杨修眨眨眼，啊，师祖你说的触动是这个意思啊？我还以为是问我学习了几篇呢。潘和听到杨修的话，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你学习了3篇秘法？杨修点头，是啊，挑得眼花缭乱的，可惜时间还是太短了，最后只学习了这3门。师祖，我以后还有机会再来参悟石碑吗？潘和得到杨修的确认，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也没有回答杨修的问题。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杨修的那句挑得眼花缭乱。如果让杨修一直在这里参悟，那他们玉女宗是不是就可以获得海量的珍贵典籍？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在难压下看了杨修一眼，说道：那个徒孙啊，师祖有点事要去找老祖们商量，你自己顺着原路出去就行，出去时没有禁止的。杨修不知道刚刚等半天都没事的他怎么这会儿突然有事了，不过他也没多问，点头便应下了。潘和见状瞬间消失，将杨修留在了原地。杨修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往出口处走去。路经一座庭院处，杨修发现房顶之上有一绿衣女子坐在上面，怀中抱着一只兔子，呆呆地望着出口的方向。禁地不是宗门老祖们的闭关之地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啊？杨修可以清晰地感应到女子的修为只有炼虚期，比他强一点，但也没有强太多，肯定还没有到炼虚巅峰。而且骨龄看起来也不大，应该还不到1000岁，为何会在这里？不过杨修也不是爱多管闲事的人，这里大佬扎成堆，这女子要是有问题，肯定也活不到现在，所以他只是看了几眼，便转身继续往出口走去。绿衣女子在方才杨修看过来之时，就已经感知到了他的目光，只是并没有搭理。直到杨修向着出口处走去，进入他的视野，他才发现是个陌生面孔，而且看起来非常年轻，长得还很好看。喂，你等等！杨修听到声音，疑惑的左右看了看，没有见到人影，便转身看向绿衣女子，伸手指了指自己，疑惑的问道：我吗？
绿衣女子从房顶一跃而下，一个闪身便来到杨修面前。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要出去吗？杨修，是要出去，有事吗？女子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渴望之色。杨修，你可以带我出去一起出去吗？杨修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一身绿色衣裙，外面是一件浅绿色绣花纱衣，发间插着白玉雕刻而成的花朵，个头不算高，应该只有1.6米出头，胸前的宏伟呼之欲出，十分夺目。怀中还抱着一只白兔，与另外2只形成3足鼎立之势。奇怪，这看上去也不像有病的样子啊。女子不知杨修为何不说话，便追问道：可以吗？杨修，出口就在前方不远处，而且出去是没有禁制的，你想出去不是可以直接出去吗？女子闻言顿时变得咬牙切齿，手上的力道也大了不少，怀中的白兔都被她抓得伸出了舌头，一副要死不死的样子。还不是因为遭老头子说要等我找到道侣才放我出去，但是禁地的人，年轻一点的重孙都比我大，平日里除了雨堂师姐偶尔会来以外，根本没人进来。800多年来，除了雨堂师姐外，就只有另一位师姐和你进来过。下次有人进来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而且进来的没准又是个老头子，我不想再等下一个800年了。杨修这下明白了，这乃是让他找道侣啊，这分明就是不想让他出去嘛。而且他刚刚说什么？雨堂师姐，那也就是说，眼前这女子是他的师叔。嘿嘿，那个，你叫什么？看着眼前看上去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子，长得又呆萌呆萌的，师叔这个称呼他确实有些叫不出口。我叫唐诗瑶，你可以叫我诗瑶，他们都这样叫我。杨修，那个诗瑶啊，听你话里的意思，是你师父不想让你出去啊？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唐诗瑶闻言，表情不悦地说道：我才不管他呢，他自己说的，只要我能找到道侣，就让我出去，否则就要等修炼到合体期，等我突破合体期还不知道要多久呢，我才不要等那么久。杨修有点头大，白送上门的可爱道侣，而且还是练虚境，傻子才不想要。但是听他话里的意思，很明显他师父就是不想让他站再出去，所以才会如此说。他要是真不识好歹的将他带出去，肯定会惹得对方不快。就在他沉思之际，刷刷刷，10数道身影出现在了他周围，将2位围住。为首者是一名满头白发的老妪，身旁还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扶着他。杨修见状，立马恭敬行了一礼：弟子杨修见过诸位老祖。而唐诗瑶则是轻哼一声，扭过头去，根本不理会他们。一名看上去30多岁的妇人面色一冷，上前一步揪住了他的耳朵，将他拉到了自己身后。为首的老妪打量了一番杨修，脸上堆满了笑意，不住的点头：不错不错，果然天资无双，我玉女宗有望再出一尊仙人啊。其余老族打量过杨修之后，也纷纷点头赞同这个观点。杨修有些莫名其妙，秘境空间虽然不小，但是对他们这种修为的人来说，神念一扫就能尽收眼底，有必要专门跑一趟来看吗？好孩子，你很不错，我们玉女宗未来就靠你们了。老族隐世多年，身上也没有值钱的东西，这几枚丹药老祖也用不上了，就送给你吧。老妪说着，拿出一个半透明的白玉瓶，里面隐约可见有几枚丹药滚动。杨修虽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丹药，但是老祖出手肯定不会寒酸，立马欣喜的接过。多谢老祖。其余老祖见状也纷纷跟着开口，一边夸一边往外掏东西，可把杨修给乐坏了。只有红羽老祖和九季老祖自己攀合站在一旁，无动于衷。该给的已经给过了，本来就穷，真拿不出东西来了。这一波境地来的不亏，不说学到的3门秘法，单是见面礼就收了个盆满钵满。杨修咧着个嘴一一道谢，开心的把各种宝物往空间戒指里塞。唐诗瑶看杨修和老祖们聊得火热，还收了一堆的好处，担心一会儿杨修更加不愿意带自己出去，连忙出声：师父，我找到道侣了，杨修就是我的道侣，我要跟他出去。众人的交流被打断，随后都用惊疑不定的目光在杨修和唐诗瑶之间来回打量。唐诗瑶的师父刘林看了一眼他，随后一脸无语的说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什么都不了解你就敢说是你道侣？唐诗瑶嘟着个嘴，耍赖般的说道：我不管，反正我就认定他是我道侣，我要跟他出去。一众老祖看着唐诗瑶的样子，全都莞尔一笑。唐诗瑶从小就在境地长大，从来没有出去过，身边也没有一个同龄人，一直以来都被他们当作小孩子看待，因此他哪怕已经800多岁了，也还是一副小孩子心性。可能他连道侣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刘林叹了口气，坦白道：诗瑶啊，不是师父不愿让你出去，而是你身负太阴神体，乃是极品炉鼎体质，师父是怕你出去遭歹人惦记啊。那我就在宗门内活动，不突破合体境不出宗门总降了吧。哎，你要是真想出去就出去吧，你也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为师不拦你了。唐诗瑶见师父真的答应让他出去，心中满是惊喜。真的，谢谢师父。杨修，我们快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等等，还没等唐诗瑶转身，刘玲就立即开口：你出去可以，但是不能和杨修结为道侣。唐诗瑶原本就是为了出去才想和杨修结为道侣，原本就没在意。但是现在刘玲不让他和杨修结为道侣，他反而更加想要成为杨修的道侣了，主打一个晚来的叛逆期。为什么？杨修这么优秀，我就要做他道侣？胡闹！杨修是你师侄，你怎么能和他结为道侣？唐诗瑶神色一顿，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看向杨修：你是我师侄？杨修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确实是。唐思瑶，你的修为我都看不透，你说你是我师侄？杨修，其实我还不到20岁，修为高可能是因为我天赋异禀吧。唐诗瑶更加震惊，什么？不到20岁？那我算什么？蠢笨如猪吗？众人原本都是在看热闹，唐诗瑶能不能与杨修结为道侣，其实他们都不介意。以杨修现在的修为，已经有唐诗瑶这一代弟子水平，在弟子中也很难找到道侣了。区区师叔侄罢了，算不得多大问题。但是随着唐诗瑶这句话出口，众人感觉全都受到了侮辱。啥玩意？800多岁的炼虚后期蠢笨如猪，那他们这些800多岁的时候还在炼虚初期的算什么？猪都不如吗？别看只差了2个小境界，炼虚期的2个小境界，就算天资如他们这般，也得花费数百上千年的时间去积累。就算顾雨堂当年也是1200岁时才突破的炼虚后期。唐诗瑶这话一出，可以说是让众人集体被羞辱了一遍。刘玲面色也不好看，她的天赋在众人之中算是最差的几人之一，既没有灵体，灵根也只有7品，修为至今还停留在合体巅峰，能否突破大成还是未知数。听到唐诗瑶的话，他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唐诗瑶，你要是不想出去，就一辈子待在这里吧。唐诗瑶不知道师父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暴躁，拉着杨修就立马离开。嘿嘿，师侄、道侣之间都是怎么称呼的？应该也是称呼夫君和夫人吧，或者相公和娘子。哦，那你以后就是我夫君了。相公、夫君。杨修有些尴尬，他能感觉到有一道怨念很深的目光正在注视着他。刘玲听到唐诗瑶的话，这分明就是没把自己的话听进去，连夫君都喊上了。但是对于自己的宝贝疙瘩也没办法，只能用包含怨念的目光盯着杨修了。没办法，谁让唐诗瑶不仅是他徒弟，还是他的亲侄女呢？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杨修拉着唐诗瑶快速离开，再到秘境出口的地方，杨修才回道：娘子、夫人。说完就拉着唐诗瑶离开了秘境。一众老祖都被2个小家伙给逗笑了，忘了刚才的不快，刘玲除外。一个人受伤的世界就此达成。境地外，唐诗瑶看着宗门内的一座座山峰，都感到非常新奇。夫君，那些就是山吗？好高啊！夫君，原来我一直生活在山腹中啊！夫君，杨修一一给出解答，想着自己从境界出来，应该向顾雨堂汇报一下，而且还有唐诗瑶，也需要一个身份，便带着他往玉虚殿而去。平日若是无事，顾雨堂大多还是待在玉虚殿中的。玉虚殿中，顾雨堂看着杨修和他身旁的唐诗瑶，满脸诧异之色。唐诗瑶他自然认识，每次他去境地的时候都会缠着他，让他说一说外面的世界。而且他也知道刘伶师叔许诺他出来的条件的是什么。他能感觉到唐诗瑶此时只有炼虚后期的修为，远远没到合体期，那就只能是第二种，找到了道侣。而他此时又站在杨修的身边，你们。唐诗瑶嘿嘿一笑，跑到顾雨堂身边，亲昵地抱住了他的胳膊。嘿嘿，师姐，我找到道侣了，杨修就是我夫君，他还是你的徒弟呢。顾雨堂脑袋有点晕，等等，你是我师妹，杨修是我徒弟，你们俩又结成了道侣，这关系怎么算？唐诗瑶对这种事情不太懂，没能理解他的意思。杨修看着顾雨堂，十分认真地说道：先各算各的，等以后你们俩成姐妹了，就能捋清了。顾雨堂闻言脸色一黑，这孽徒还在惦记着自己。事情我都知道了，赶快滚蛋。师父别急啊，徒儿最近修为到了瓶颈期，需要一位合体境修士与我双修助我破境。师父您看。顾雨堂不再忍耐，彻底爆发，屈指成爪，将杨修吸到手中，抓住了他的脖子。杨修心中有些惊慌，完了，这下玩笑开大了，真把师父惹怒了。顾雨堂将杨修按在了床上，扬起巴掌就冲着他屁股拍了下去。臭小子，让你不尊师重道，让你惦记为师，小屁孩还想做冲师逆徒是吧？我让你想，让你想。顾雨堂一连10几巴掌下去，才将心中的怒气消散，松开了杨修。杨修起身后揉了揉屁股，别说，还真有点疼。师父，你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奖励我？顾雨堂闻言，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还在疑惑自己什么时候奖励他了，不是刚揍了他一顿吗？然而当他看到杨修脸上的贱笑时，顿时明白了。
臭小子，你！杨修不等他话说完，做了一个极为夸张的转身动作，手从他身前扫过，然后就带着唐诗瑶快速逃离。顾雨堂的话也被堵在了口中，感受着方才那一瞬间被杨修触碰的感觉，脸色有些微红。他在突破合体境之前，也是在禁地中修炼，直到突破合体才出来接任了宗主的职务。所以虽然身为玉女宗宗主，实际上压根没有与人双修过。没办法，天赋太高，没人配得上他。别说双修了，就连和异性亲密接触都没有过。一想到刚才杨修碰到那里的时候的感觉，他的脸色就更加红润。臭小子，还真想冲尸啊！杨修带着唐诗瑶离开玉虚殿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洞府之中。刚才走得着急，忘记找顾雨堂要身份令牌，唐诗瑶也没办法挑选洞府。没办法，杨修只能将他带回自己洞府了。唐诗瑶打量着杨修的洞府，有些好奇地问道：夫君，你天赋修为这么高，为什么会住在这么简陋的山洞里面啊？杨修，这是我金丹境的时候挑选的洞府，我对住所没有什么要求，能休息就行。唐诗瑶，反正我不太理解，如果修行都过得这么苦，即使长生也没有乐趣，还不如在俗世享乐呢。杨修点头表示赞同，你说的有道理，都修仙了还不享受，那还不如做个凡人呢。唐诗瑶，是吧是吧，我就是这样觉得，不说一定要多好，最起码也不至于住在山洞里。杨修，你等等，我找找看储物界里有没有什么能用的。说是在储物界中找，实际上是打开了系统商城。商城包罗万象，基本上只要是存在过的东西全部都有，区区建筑更是不在话下。杨修筛选了一遍，看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建筑，一时之间有些挑花了眼。从最低级的普通建筑到最高级的极品灵气级的宫殿宝塔等等，杨修现在的积分还剩下30万出头，极品灵气级的就不用想了，不过下品灵气还是可以看一看的。但是想到这是在玉虚峰，完全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他还是把目光移向了法宝区。法宝级别的就比灵气级的便宜太多了，就算是极品法宝级别的，最贵的也就5、6万而已。杨修看了一圈，最后看中了一座售价18000点积分的极品法宝级宫殿。一座真正的宫殿，不是玉虚殿那种寝宫。整座宫殿除了一间主殿，还有24间寝宫组成。宫殿自带6阶巅峰的防御阵以及聚灵阵，比这个洞府强了太多。杨修来到洞府外，神识覆盖整个玉虚峰，在前山靠近山腰处下找到了一处开阔的平台。没有废话，杨修来到这里后，将宫殿安置在了此处。顾雨堂察觉到了山上的动静，但是看到是杨修弄出来的，就没有去管。哇，好大的一片宫殿，夫君好厉害！整个宫殿群连成一片，规模宏大。这还是因为受地形限制，没有发挥到最大的结果。唐诗瑶看到杨修变出这么大一片恢宏的宫殿，真的夸赞道。杨修也很高兴，该说不说，唐诗瑶心思单纯，该夸他是真夸啊，情绪价值直接拉满。走，进去看看，你也给自己挑一处寝宫。杨修带着唐诗瑶进入宫殿，大致参观了一番。主殿除了大厅可以用来开会，后面耳房的空间也很大。杨修也懒得去挑，就把主殿当做了寝殿。唐诗瑶也很快选好了一处寝宫，离主殿不远。杨修来到唐诗瑶选的清华宫，唐诗瑶一看到他，立马就上来抱住了他的胳膊。夫君，我以后就住这里好不好？杨修感受着包裹住胳膊的柔软，顿时心猿意马，心不在焉的点头答应。好，诗瑶想住哪都可以。唐诗瑶开心的原地跳了2下，这可让杨修爽坏了。诗瑶，你知道道侣之间要做什么事情吗？唐诗瑶一副我当然知道的样子，说道，道侣之间就应该如同夫妻一般，一起修炼，一起生活。杨修先是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你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因为你只说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你没说。唐诗瑶疑惑地问道，还有什么？杨修，还要一起休息，一起双修，还要生孩子。唐诗瑶虽然不谙世事，但是阴阳交合大法也是学习了的，自然知道双修是什么意思。他有些好奇地问道，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一起双修？杨修一脸肯定的样子，当然了，我们可是道侣，当然要一起双修了。唐诗瑶沉思了一瞬，才恍然大悟地说道，哦，我知道了，我是不是要脱衣服？杨修看了一眼唐诗瑶身上的衣服，齐胸汉服，其实不脱衣服也可以的，要不要为夫叫你啊？不脱衣服也可以吗？可是我看阴阳交合大法里面记载，双修都是脱了衣服的，夫君你快教我。唐诗瑶对这方面可以说白纸一张，杨修说什么他都会照着做，可把杨修开心坏了。太阴神体也不愧为顶级儒鼎体质，杨修虽然没有使用采补之术，但是效果依旧非常强，尤其是第一次的效果更是胜过合体中期的雨雨清。只不过他体内灵力总量太大，尤其是突破炼虚以后，每次突破所需的灵力堪称海量，所以并没有突破接下来的几天，
杨修将所有道侣都接到了玉虚峰，住进了宫殿中。在自己修为无法短时间内突破的情况下，杨修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提升刘雨林几人的修为上。转眼半个月过去，杨修收到了顾雨堂发来的消息，召他和唐诗瑶前去开会。毕竟已经获得了长老的身份，这种会议如非必要还是得参加的。宗门大殿，杨修在末尾的位置找了个座位坐下。随着人员到齐，会议开始。唐诗瑶，你身为刘伶长老之徒，如今修为已至炼虚中期，既然已经离开禁地，理当替宗门分忧。今日任命你为外门长老，这是你的身份令牌。顾雨堂说完，运转灵力将一枚金色的令牌送到了唐诗瑶面前。他将令牌拿起，发现背面雕刻的是玉虚峰，和杨修的令牌一样，也颇为开心。玉女宗的长老令牌除了背面雕刻，其余都是一样，而且内外门长老唯一的区别就是修为。炼虚期全都是外门长老，合体期则是内门长老，在权力和义务方面都一个样，没有区别。将金令收起，唐诗瑶起身行了一礼，多谢宗主。说完唐诗瑶的事，顾雨堂终于开始了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玉女宗，我得到消息，玉女宗在损失了7、8成的高层之后，全面激活了护宗大阵，进入备战模式。而这么久的时间，他们一直在做一件有违人道的事，并且已经成功。顾雨堂说到这里，面色很不好看。众人都没有出声，等着顾雨堂的下文。他们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一种上古遗留的邪恶大阵，布置在了宗门主峰的一处洞穴内。这阵法功效十分邪恶，据说乃是上古大战时期我方世界的人间勾结外域邪修共同研究出来的阵法。此阵可以吸收灵脉，转化为至阴之气，在阵法内，只要是化神境女修，就可以献祭一名同境界的男修，炼化成一种名为保炎丹的丹药。他们将那处洞穴取名国武大穴，目前已经有不少化神境男修遭到了毒手。而且据我们的探子传来消息，他们宗门有一位资质普通的弟子，在炼化了一名男修之后，更是对他家族赶尽杀绝，不留活口。而他们宗门老祖得知此事之后，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在他服用保炎丹突破炼虚后，顺利让他晋升为宗门长老，还给了他进入宗门禁地修炼的机会。如今这事尚未彻底传开，但是想来纸包不住火，要不了多久，整个大陆都会知道此事。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众人听闻这个消息，皆是满脸震惊，一时间难以相信。有人不可置信地问道：这世上居然还有如此邪恶的阵法？顾雨堂面色沉重，我也不敢相信，可事实如此。而且这阵法最恐怖的一点在于，在大阵中炼制出的保炎丹可以无视服用者的天赋，强行提升到炼虚境。玉女宗在损失了于雨清等人之后，如同疯魔了一般，根本不在乎资质，不管什么臭鱼烂虾都收，哪怕是使用丹药强行提升上来的化神也不在乎。这也导致玉女宗最近这段时间冒出了大量炼虚境长老。这个消息太过骇然，众人都被震惊得无法言语。顾雨堂看着沉默的众人，有些担忧地说道：诸位，我们与玉女宗早已是不死不休的立场，如果让他们再继续发展下去，等他们实力反超我们的时候，便是我等陨落之日啊！见到众人面色难看，杨修便出声道：师父，各位长老不必如此悲观，此事也不见得全然都是坏事。众人见杨修出声，顿时都打起了精神，准备听听杨修的见解。毕竟上次坑害玉女宗一众高层，杨修可以说是头功。原本我们与玉女宗不对付，只是我们两家宗门的私怨，就算斗得再狠，其他宗门最多出面调停，并不会插手。毕竟玉女宗虽然名声不好，但是终归是大陆顶尖宗门之一，没有人愿意得罪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现在不同，玉女宗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其实宗门也不会坐视不理。我们正好可以当出消息，再趁机联合其他宗门，一举覆灭玉女宗。顾雨堂看着杨修，有些欲言又止。此事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玉女宗虽然看不起男修，号召女修独立，但那只是针对普通修士。这么多年来，玉女宗嫁到其他顶尖宗门的女子也不少，而且普通人他们看不上眼，嫁的都是位高权之人，在宗门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如果我们号召其他宗门一起对付玉女宗，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没准会腹背受敌。杨修都惊呆了，好家伙，女权师遍布各大宗门高层，这特么还怎么玩？不对，有一座宗门肯定不会被玉女宗渗透，而且他们肯定愿意出手相助。哪一座宗门？杨修目光坚定地吐出2个字：剑宗。众人恍然，对啊，他们怎么把剑宗给忘了？剑宗位于南七里山，整个宗门以剑修为主，只有少量主修其他法门的，而且就算修炼其他法门，各种剑诀也是必修功课。这座宗门男女修士比例达到了惊人的7比1。虽然剑宗从弟子到老祖都是一群剑痴，但也正因如此，这座宗门的正义感极强。而且宗门基本盘就是男修，肯定会更愿意为男修的权益出手。杨修一语惊醒梦中人，顾雨堂立马问道：哪位长老愿意代表我宗出使剑宗，
商议联手之事。顾雨堂话落，大殿内瞬间一片寂静，没有一人接话。剑宗虽然人数少，但是实力却不容小觑，剑修的战斗力本来就高，再加上剑宗男多女少，没有什么心事，关心儿女情长，一个个都埋头练剑。后来时间久了，就逐渐养成了苦练剑道的风气，对儿女情长并不关心，就连平日里见面打招呼都是你见一几接了。这导致他们对剑道的领悟更加深刻，远胜其他宗门的剑修。同样也是因为剑宗男修太多，个个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是个厨，没有阴阳调和，导致体内火气旺盛，脾气也臭，所以其他宗门的人都不太愿意和他们接触。在外人看来，他们就是一群沉迷剑道的疯子。见无人出声，顾雨堂也颇感无奈，只好说道：既然都不愿意去，那就我亲自走一趟吧。不可，宗主你切不可冒险，如今玉女宗肯定在盯着我们，你若出宗，他们肯定会对你下手啊。是啊，宗主，此事万万不可，您不能以身涉险啊。看着吵闹的人群，顾雨堂淡淡说道：我不能去，那你们谁去？原本吵闹的大殿又瞬间归于安静。杨修看着一言不发的众位长老，起身说道：我去。不行，你不能去，我去。对，你不能去，你可是宗门的希望，要去也是我们去，我去。一听到杨修要去，原本寂静的大殿彻底乱了套。以杨修9品灵根的天赋，未来有望成仙，他们怎么舍得让他去冒险？虽然说唐诗瑶天赋也不错，8品阴灵加上太阴神体，只要不出意外，将来稳稳的渡劫大能，但是能否成仙，当真不好说。顾雨堂满意的看了杨修一眼，给了他一个干得好的眼神，随后开口道：你去什么去？你的分身未必没有暴露，如果玉女宗得知你的身份和天赋，只会更加疯狂。你给我老实在宗门待着，既然众长老都如此热情，那便由陈长老前往吧。如今形势不明，你今夜独自一人出发，不要惊动宗内其他人。顾雨堂话落，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站起身拱手：宗主放心，老夫定然将消息带到。顾雨堂无奈地叹了口气：哎，早知有这一天，当初就应该多与剑宗之人交流，最起码留个联络方式也是好的。谁又能想到这一日呢？不过如今玉女宗内部问题尚未解决，应该不至于派出一尊老祖盯着咱们，宗主放心吧。若有危险你立即逃命，我会请9级老祖出关暗中护送你。杨修疑惑，那为啥不直接让9级老祖去？顾雨堂，你平日里挺聪明的，今天怎么也开始犯傻了？他们都不愿意面对剑宗那群人，你觉得老祖们就愿意了？感情就是选个外交官啊。杨修恍然，嘿嘿一笑，不再出声。事情商定完毕，众人散去，杨修被顾雨堂留了下来。顾雨堂面无表情地盯着杨修，看得杨修直发毛坏了，该不会是要算上次碰了他那里的账吧？然而顾雨堂仿佛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盯着杨修看了一会才说道：你今天表现不错，若不是你出头，他们肯定不会愿意去。不敢不敢，诸位长老都是为了我玉女宗才会踊跃报名前往，和徒儿关系不大。顾雨堂对此话不置可否，究竟是因为什么，他心里一清二楚。无论剑宗是否答应联手对敌，宗门都不会再放任玉女宗发展下去，不久之后便会对玉女宗动手。杨修对此非常赞同，如果让玉女宗这样发展下去，实力要不了多久就能超越玉女宗了。虽然合体境修士断层，但是练虚多啊。这个世界同样不缺少极端女拳师，更不缺化神境的男修。若是让玉女宗隐瞒消息，发展个3-5年，玉女宗就离灭宗不远了。我明白了，师父放心，徒儿定然不会丢了你的脸面，一定冲上一线，奋勇杀敌。顾雨堂气得差点爆粗口，我是那个意思吗？我是告诉你，到时不要去，就待在宗门内保护好自己。杨修，这不好吧？我身为宗主亲传，怎么能在宗门危难关头龟缩在护宗大阵内？狗也不能这么狗啊！对付玉女宗，只要剑宗能帮忙牵制其他势力，我们就有9成胜算，多你一个不多。但是你若是露面，你信不信玉女宗老祖能不管一切，只为杀了你？不管是为于雨清他们报仇，还是扼杀你这个天才，他们必然不会让你活着。我觉得待在宗内也挺好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师父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一定会照看好宗门的。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咒我？杨修疯狂摇头否认，没有，绝对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师父你放心的去对付玉女宗吧，宗门有我呢，我怎么可能会咒你？冲师逆徒都还没。不等杨修话说完，顾雨堂抬腿一脚就将他踹飞了出去。孽徒！杨修被顾雨堂一脚踹飞了出来，满脸的不悦之色，嘴里嘀嘀咕咕的念叨着。真是的，踹人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速度这么快，只看到一截小腿，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看清。拍了拍屁股，杨修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继续带领众人修炼。反正也没他什么事，不如抓紧时间提升刘雨林他们的修为。时间流逝，转眼又是半个月过去，陈长老早就从剑宗回来，并且跟随而来的还有剑宗宗主慕容天河。
剑宗起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如同玉女宗之人一样不敢置信，但是通过多方渠道调查后，发现情报属实，顿时全宗都被震动。他们本就看玉女宗不爽，对于他们那套理论嗤之以鼻，如今得知他们还用男修炼丹，直接就炸开了锅。要知道剑宗男女修士比例可是达到了7比1，而且个个还都是铁直男，在得知此事后顿时群情激愤，恨不得立刻提剑杀上玉女宗。剑宗宗主亲自前来，也足以看得出剑宗对此事的看重。他们商议了什么，杨修不得而知，但是各大长老最近都不怎么露面来看，应该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估计很快就要动手了。时间一转，来到1个月后，宗门广场前，除杂役弟子外，齐聚于此。顾雨堂率领众长老出场，杨修与唐诗瑶自然也在其中。看到宗主和长老们出场，原本喧闹的弟子们全都安静了下来。顾雨堂环视四周，朗声道：“诸位，今日召集大家在此，乃是要宣布一件事关我玉女宗生死存亡之事。”除了个别亲传弟子之外，其余所有人都一脸懵逼，不知道好端端的宗门怎么就到了生死存亡之际。然而顾雨堂并不打算解释，接着说道：“现在所有内外门弟子以100人为一组，实习时间快速分队，立刻马上。”随着顾雨堂话落，众人立马就进组队，也不管身边的人认不认识，先组队了再说。实习时间很快过去，队伍也分组完毕。顾雨堂又接着道：“所有亲传弟子各自配合1名执法堂弟子，负责维护一组秩序。人员再次调动，不过这次的人换成了亲传弟子和执法堂人员。今日我郑重宣布，立杨修为宗门圣子，唐诗瑶为宗门圣女，2人拥有代理宗门之权。若我陨落，则由杨修接任宗主之位。”顾雨堂此言一出，众人哗然，都被这个消息震得发懵。杨修，那不是宗主刚收没多久的弟子吗？怎么就成宗门圣子了？还有那个唐诗瑶又是哪冒出来的？众人满心疑惑。杨修和唐诗瑶从顾雨堂身后迈步而出，转身向着顾雨堂行了一礼：“弟子遵命。”众人这才看到杨修和唐诗瑶的真容，不由得大为震惊。2人居然这么年轻。修仙者的样貌会骗人，但是骨灵不会。那些内外门的弟子或许看不透2人的骨灵，但是真传弟子中一些已经突破化神的，还有那些宗门执事，都能隐约感觉到2人的骨灵都不大，甚至年轻的过分。顾雨堂微微颔首，又继续说道：“所有亲传弟子及执法弟子听令，严格看管自己负责的弟子，所有人不得使用任何传音方式，如有发现胆敢传音传讯之人，可就地格杀。”顾雨堂这话一出，所有弟子都是面色一变，不过大多数人还好，只是联想到宗门要有大动作。但是玉女宗的探子心里就慌了，这个时候玉女宗有如此大的动作，不用想都知道是要对玉女宗下手了。弟子遵命。上千人的回应响起，震耳欲聋，也让那些准备传音的探子打消了念头。开玩笑，玉女宗灭了，他们还能在玉女宗苟活？要是这个时候敢搞小动作，那可是必死无疑。玉女宗可都是极致利己主义者，宗门和自己的命该怎么选他们还是有数的。顾雨堂其实也不想搞这么大阵仗，但是没办法，全宗高层包括老祖都全部出动，肯定会被有心之人发现。与其被他们发现，不如直接摊牌，将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不说绝对封锁消息，只要能让玉女宗的情报延后就行。交代完这些事情，顾雨堂冲着杨修点头，就打算带人出发。杨修上前一步，看着顾雨堂，轻声道：“师尊一定要活着回来。”顾雨堂展颜一笑：“放心，10拿9稳。”这还是杨修第一次见顾雨堂露出笑容，才发现师傅笑起来这么好看。杨修取出一枚储物戒，抓住顾雨堂的手塞给了他：“这里是我准备的一些保命符篆，如果是不可为，一定不要拼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顾雨堂接过储物戒，心头一暖，有些感动：“放心吧，此战必胜。”杨修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出征在即，一直说丧气话很容易打击大家的信心。杨修看着一脸自信的顾雨堂，做出了一个震惊了所有人的动作。杨修轻轻抱住了他，趴在他的耳边说道：“师傅保重。”顾雨堂有些懵，但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杨修就松开了他，恼怒地瞪了杨修一眼。顾雨堂直接带着众长老出发，与剑宗约定的时间快到了，不能再耽搁了。目送众人离去，杨修转身将目光投向了众弟子。众人见杨修望来，纷纷低下了头。见过圣子圣女，不必多礼。所有人就地打坐修炼，亲传弟子和执法弟子负责看守。白师姐，你过来一下。顾雨堂已经将所有事情安排好，倒是没有需要他操心的。看到人群中许久未见的白秋桐，杨修将他喊了过来。白秋桐依旧是一身白衣，来到杨修身边笑道：“使不得，你如今已是宗门长老，而且贵为圣子，这一声师姐我可不敢当。”杨修没有在称呼的问题上纠结，而是问道：“那好，就叫你秋桐吧。执法堂的弟子你了解多少？会不会有其他势力的探子？”
白秋桐摇了摇头，不可能的，所有弟子在进入执法堂的时候，就都已经向天道起誓，一心维护玉女宗，永不背叛。然而杨修却抓住了重点，玉女宗。可是我们玉女宗和玉女宗是同名，怎么能保证他说的是玉而不是玉呢？这个问题将白秋桐问到了，他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杨修心中隐隐有了些许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准长老中也可能会有玉女宗的人。想到这里，杨修连忙给顾雨堂发去了消息，将自己的担忧说了一遍。好在没过多久，顾雨堂就传回了消息，只有简单的2个字：放心。杨修这才放下心来，但是看着在场的众多弟子，杨修对执法堂的弟子也不敢100%信任了，立马在识海中打开了系统商城，找到了一款能够彻底隔绝传讯的阵法，直接买下，并且布置在了广场周围。哎，早知道还不如让老祖帮忙开辟一处秘境呢，用封锁空间的阵法就能隔绝传讯，结果现在还得浪费我的积分。将阵法布置完以后，杨修也彻底的放下心来。这座阵法只能维持1日时间，不过对杨修来说已经足够了。1日之后战斗都快要结束了，他们在报信还有个屁用。做完这一切，杨修回到大殿前，发现唐诗瑶已经跑去和刘雨林他们围着苏雪莹聊天去了，只有白秋桐还等在原地。自上次一别，已有半年多未见，白师姐风采依旧啊。白秋桐闻言有些无语，我是风采依旧还是修为依旧啊？半年多时间，你从金丹到炼虚，我见面都得叫你一声圣子了。圣子您还是叫我秋桐吧，短短半年多时间再见，圣子倒是风采更胜往昔，修为进步神速。修炼也是要讲究方法的，只是苦修只会拉开自己与天才的差距，找对方法很重要。白秋桐闻言眼中一亮，杨修的天赋高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就算仙品灵根，也无法做到这么短时间就连破3个大境界。此时听到杨修是有特殊的方法，心中暗道果然。杨修看到白秋桐的样子，笑着问道：想学吗？我可以教你。白秋桐惊愕地盯着杨修，难以置信地问道：你愿意教我？有何不可？只不过这个方法的代价你不一定能接受。白秋桐呼吸急促，面色坚定地说道：不论什么代价我都能接受。杨修微微一笑，果然越是要强的人便越是容易上套。其实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就是我有一门双修法门，可以和阴阳交合大法同时使用，而且所产生的效果远高于单独修炼阴阳交合大法的双倍，所以我才能修为进步这么快。杨修说完后，白秋桐还在一脸期待地望着他，搞得他有点懵逼。你看啥呢？代价呢？你只说了方法，还没说代价呢。代价就是要和我双修啊。白秋桐长出了口气，无奈地说道：咱们可是玉女啊，双修本来就是应有之事，这也能算代价吗？而且以圣子您的身份和天赋，只要出去振臂一呼，不知会有多少女子自荐枕席，等着您临幸。您到底是怎么想的，会觉得这是代价？杨修转念一想，对此自己如今可是炼虚大能了，身份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虽然大陆上的炼虚境大能也算不上多稀有，但是年轻的少啊，更何况是他这么年轻的。只要他放出消息，不知会有多少势力上杆子的送人来联姻。这样一想，杨修心境就打开了。什么代价放屁，能和他双修是别人的荣幸。心境一旦转换，杨修再看白秋桐的目光就不一样了。秋桐，你可愿做我道侣，与我一同探讨双修之法？白秋桐毫不犹豫地点头，我愿意。既然都加入玉女宗了，自然不会介意双修，只是要看有没有人能看得入眼罢了。以杨修的条件，说句不夸张的话，可以在所有弟子里面随便挑。如果他要是不介意年龄，炼虚境长老里面都能挑一挑。见白秋桐同意，杨修自然也不会故作扭捏，牵着白秋桐就往玉虚峰而去。有唐诗瑶在，这里翻不出浪来。众女虽然在聊天，实际上注意力一直在杨修这边。见到杨修牵着白秋桐离开，众人脸上都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李暖暖，我就说吧，他就是个大猪蹄子，见一个爱一个。刘雨林，以夫君如今的实力和地位，多几个道侣也是应该的。江云熙，他值得拥有一切，更何况是多几个道侣。众人吵吵闹闹，唯有柳青寒闭口不言。时间快到了，当初杨修给出的条件是对天道起誓，只要做他1年的道侣就可以。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大半，马上就要到1年之期了。这1年当中，他已经习惯了和众人一起的生活，甚至生出过留下来的念头。而且长时间的相处，他对杨修也确实有了一些感情。但是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不是孤家寡人，他还是青灵宗的宗主。说实话，在见识了玉女宗的众多天骄以后，他根本不想再回去做什么宗主了。青灵宗最强者来到玉女宗也不过是执事的水平，就在那里是没有未来的。但是青灵宗对他有养育之恩，他不能不负责任的说不回就不回了。另一边，
玉虚峰的大殿内，杨修与白秋桐已经开始了修炼。白秋桐一身白色劲装，将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头高马尾显得极为飒爽，抓在手里十分柔软，可比马缰舒服多了。日落西沉，一天时间过去，杨修带着白秋桐回到了大殿前。顾雨堂传来消息，他们打算太阳一落山就动手，让他在最后关头看好这些弟子，务必不能传出消息。玉女宗西南百里处，玉女宗众多长老和老祖已经和剑宗的人汇合一处。随着天色越来越暗，众人都表现得越来越亢奋。终于，随着太阳彻底消失在众人眼中，所有人都施展身法向玉女宗方向冲去。百里路程对于最低都有炼虚境的众人来说，也就是10多息的功夫便全部抵达。看着眼前已经被激活的护宗大阵，众人神色平静，对此早有预料。剑宗宗主慕容天河取出一柄1掌长的小剑，对着玉女宗的护宗大阵甩了出去。小剑速度极快，不到一个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撞在了护宗大阵上。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玉女宗的护宗大阵从小剑接触的地方开始出现裂纹，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扩散3息之后，众人身前这片范围的阵法轰然破碎，整个大阵也跟着彻底崩塌。玉女宗的一众老祖和长老在看到护宗大阵出现裂纹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妙，开始紧急求援。然而还不等他们把求援消息发出去，大阵就彻底崩塌，双方人马相视而立。顾雨堂看着惊慌的玉女宗之人，不愿与对方废话，手握长剑指向天穹，然后剑尖倒向玉女宗众人。杀！随着顾雨堂话音落下，两宗人马立马向玉女宗众人杀了过去。玉女宗在损失了于雨清等一众高手以后，顶尖战力出现了断层。除了禁地中的老祖以及在闭关突破的合体巅峰之外，便再没有合体期修士，只剩下一些炼虚初期，其中一半左右还是靠着保研丹强行突破的水货。两宗联手对付起来，合体巅峰以上基本是2打1的局面，合体巅峰以下就更惨了，虽然也是2打1，但是面对的全都是炼虚中期以上的，甚至还有合体期。至于两宗的炼虚初期，则是对玉女宗剩下的弟子展开了屠杀模式，全宗都是女拳师，屠宗灭门，保证没一个是冤死的。玉女宗虽然弟子众多，但是在近60位炼虚初期强者手下，也没有丝毫抵抗之力，随便一个法术丢出去，都不是这些弟子们能承受的。哪怕是化神巅峰，玉女宗内各大势力的探子看到这种情况，连忙换上自己宗门的服饰，躲得远远的，生怕被误伤。玉女宗的情况也早已经传到了各大势力的耳中，然而此时就算他们想要出手救援也来不及了。若只是玉女宗一家出手，或许还能抵挡片刻，坚持到救援到来，但是加上剑宗，结果根本不用想，等他们赶到，玉女宗的山头估计都被夷平了。这场战斗发生的突然，结束的也很快，在修为占优，人数更是对方的2倍以上，根本没有任何悬念。半个时辰的时间，战场就只剩了3宗老祖的战斗，所有长老全部被擒，弟子无一活口。没办法，人太多，抓不过来，不如直接杀了，一了百了。众人远远地围观着大成期强者的战斗，时不时惊叹2声。高空云层之上，3宗老祖正战斗的难舍难分。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玉女宗的5位老祖已经是强弩之末。众人的修为本就差不多，但是对方不仅人数比他们多，剑宗几位老祖战斗力还高得离谱，并且下手极狠，招招都是冲着他们脑袋、丹田和胸口杀去。以他们的攻击力，只要被命中，必然魂消魄散，化到归天。住手！你们难道真的想要赶尽杀绝不成？剑宗为首的老祖冷哼一声说道：“死老太婆年纪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不赶尽杀绝，难道留着你们来报复宗门小辈？”曾经送过杨修一瓶丹药的老妪也说道：“就凭你们做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死800回都算少的。”两人虽然说话，但是手上的攻击不曾停下。玉女宗老祖心中叫苦不迭，此时的他们个个身上带伤，还得分心用灵力封住伤口，灵力的输出也受到了些微的影响。虽然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在同境对战之时，这丝影响就会无限放大。玉女宗一位老祖被剑宗老祖一剑穿胸，好在危机时刻强行移动了一步，剑势从右胸穿过，虽然伤势严重，但是还不致命。但是体内的剑意也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攻势。看着气息越来越弱的另外4人，他一咬牙，心中一狠，向着9级老祖的方向冲了过去，同时也给另外4人传音：“我自爆给你们炸出一条出口，你们尽量逃出去。”然而他高估了自己，还没有到9级老祖附近，他一身鼓荡的灵力就已经被看出了意图。想自爆？你有那实力吗？一连11道攻击落在了他身上，直接被轰得渣都不剩。所谓的自爆成了一个笑话，这也让玉女宗剩下的4位老祖更加绝望，连自爆都成了奢望，他们还能怎么办？随着战斗的持续，原本人数就处于劣势，此时再少一尊战力，更加不是对手。半炷香后，
另外4人也接连陨落，玉女宗至此算是彻底灭亡。至于活着的那些俘虏，反正也活不了几天，就算是死了吧。爽，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战斗过了。玉女宗为首，老祖冲着对方抱拳道：“此番大战能如此顺利，还要多谢天剑道友与剑宗诸位道友出手相助。”天剑道人，清河仙子客气了。玉女宗所行之事，人神共愤，我等也只是为民除害罢了。清河老祖，老身一把老骨头，哪还敢称什么仙子？天剑道友莫要笑话老身了，道友也莫要谦虚，我等还是先去将那邪恶的大阵毁了，再商议玉女宗的资源如何划分。天剑道人一听瓜分资源，眼神顿时就亮了。不仅是他，是剑宗所有人都眼冒绿光。清河老祖说话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在场之人都听得清楚。剑宗之人沉迷剑道，没几个会营生的，可以说是顶尖宗门中最穷的了。此时一听到瓜分资源，全都像是饿了3天狼遇到了瘸腿的羊，就差流口水了。好，快！这等邪恶的阵法多存在一息，都是对众生的不负责。众人来到玉女宗主峰的后山腰处，果然见到了一处洞穴，上面还雕刻了国武大学4个字。众人踏入洞中，行走不远就来到了一处大阵前。只见大阵内的空间不算太大，但是布置的却如同藏经阁一般，存放了大量的书籍。洞穴的中间则是一尊丹炉，想来就是炼制宝岩丹所用诸位。这阵法透露着一股诡异气息，我觉得还是直接毁了，不要进去为妙。天剑老祖对阵法有一些研究，打量了一番阵法之后，出言说道：“对于天剑老祖的建议，众人都没有异议。这阵法出自域外邪魔之手，保不齐里面就有什么陷阱。”见众人都同意，天剑老祖隔空标记了一处地方，示意慕容天河动手。慕容天河取出之前破阵时所使用的小剑，对着标记便呲了过去。不好，快退！众人身形暴起，直接炸毁了玉女宗主峰，一个个急忙冲天而起。只听轰隆一声，整个玉女宗主峰直接被夷为平地。众人心有余悸，这爆炸看起来范围不大，但是威力却不容小觑。方才他们但凡退得慢一点，估计得被炸得东一块西一块。天剑老祖脸色不太好看，还好最后时刻他突然心生警兆，这才让众人逃过一劫。布置这阵法之人实在阴险，那丹炉我原以为只是一尊普通丹炉，没想到里面还藏有自爆阵法。清河老祖面色也不太好，但不是对天剑老祖不满，是因为差点被玉女宗一把。这是并非天剑道友的问题，若非道友最后关头发现不对，只怕不少人都要身负重伤了。众人皆是心有余悸，刚才若是动作慢点，这会是什么下场就不好说了。就是可惜了阵法中的那些典籍，也跟着阵法一同消失了。剑宗灵剑老祖带着一丝可惜的语气说道。玉女宗众人对此倒是无感，原本就是从玉女宗分裂出来的，除了玉女宗这几万年薪获得的典籍，他们都有备份。既然已经毁坏，就不要再想了，接下来先将玉女宗的资源分配一下吧。我们剑宗优先要灵石，如果灵石不够，再用其他物品抵扣。对于剑宗而言，什么资源都不如灵石来的实在，没办法，实在是太穷了。清河老祖自然没有意见，毕竟有些东西不是有灵石就能买到的。众人攻破了玉女宗的宗门宝库，将所有物资搜刮一空，连带着玉女宗之人的储物戒也没有放过。物资瓜分完毕，两宗人马脸上都露出了笑意。别的不说，这一趟光是这些收获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这宗门如何处理？天剑老祖看着空荡的玉女宗，心头难免有些异动。清河老祖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道：“要不把灵脉给他抽了？”剑宗之人皆是眼前一亮，纷纷附和这个提议。天剑老祖哈哈一笑：“清河道友果然性情，我其实也是这个想法，但是这里毕竟也算你们的祖地，实在是没好意思提。”清河老祖摇了摇头，既然已经分家，就没有那么多忌讳。这次两宗共同出力，我玉女宗自然不会独占此处。好，既然如此，那就直接将灵脉抽出，看看有多少灵石。说罢，众人开始动手，施展法力将地底的灵脉剥离出来。看着源源不断涌出的灵石，剑宗之人眼冒绿光，干活都更加卖力了。半刻钟后，灵脉中的灵石被彻底抽空，一块都没留下。清河老祖率先开口：“灵石一样55分，不过这块灵髓能否让给我玉女宗？我们愿意用市场价换。”天剑老祖佯装生气：“清河道友这是什么话？玉女宗说起来也算是你们的家业，我们剑宗能分的这些就已经知足，灵髓理应归你们。虽然这块极品灵髓价值不菲，但是剑宗之人也不是贪得无厌之辈，此行能有这么多收获，他们已经知足了。”清河老祖也没有推辞，将灵髓收起。那就多谢诸位道友了。众人又将剩余的灵石平分后，便一同离去。哈哈，此行痛快，诸位道友告辞。日后玉女宗所有事，只管告知一声，我剑宗能帮一定帮。天剑老祖脸上的笑意根本压不住，没办法，实在是玉女宗给的太多了。
这一趟的收获足以抵得上他们剑宗上万年的积累了。清河老祖也是满脸笑意，那就多谢天剑道友了，日后剑宗若有需要，同样知会一声便可。好，诸位告辞。告辞。经此一役，两宗之间的关系拉近了许多，算是结成了攻守同盟。第二日一早，玉女宗宗门大殿，诸位老祖已经返回禁地，顾雨堂召集长老议事。玉女宗覆灭的消息经过一夜时间的传播，差不多已经传遍了整个大陆。有人震惊，有人愤怒，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无能狂怒，但是都无法改变玉女宗覆灭的事实。顾雨堂看向众长老，朗声道：我玉女宗多年宿敌，如今已经覆灭，今我与诸位老祖商议，我宗将择日改名合欢宗，具体日期由老祖们商议。众人对此没有意见。玉女宗最初叫这个名字，纯粹就是为了恶心玉女宗。如今玉女宗都已经覆灭，他们自然不需要再叫这个名字，毕竟没人愿意和一个已经覆灭的宗门同名。见众人都没有意见，顾雨堂看向了杨修。杨修，此次你虽没有参战，但是依旧功不可没，这块灵髓是老祖特意为你留下的奖励。顾雨堂将玉女宗灵脉中的那块灵髓取出，飞到了杨修面前。这块玉髓可比当初红羽老祖送他的那块大太多了，至少都有10多倍。杨修心中惊喜，将灵髓收了起来。多谢老祖，多谢师尊。接下来便是论功行赏的时刻，每人都有收获，就连留守宗门的唐诗瑶都获得了一件极品法宝。散会后，顾雨堂将杨修单独留了下来。不知师尊留下徒儿有何事？看着一脸笑意的顾雨堂，杨修心中有点发怵，默默后退了2步。顾雨堂依旧一脸笑意，一步步向杨修靠近。你在怕什么？你不是胆子挺大的吗？连为师都敢报，这会怎么知道害怕了？杨修咽了咽口水，那是因为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哦，是吗？杨修被顾雨堂逼得贴到了墙上，退无可退。是的。顾雨堂看着杨修满脸的惧怕之色，越发的想要逗逗他。然而就在他又逼近一步，想要接着吓唬杨修时，只见杨修脸上的惧怕之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坏笑。在顾雨堂还没想明白一切之前，杨修就上前半步，将顾雨堂搂在了怀里。虽然昨天才经历过一次，但是此时在被杨修搂在怀中，顾雨堂依旧感觉晕乎乎的，大脑连思考能力都暂停了。杨修见顾雨堂没有拒绝，胆子也变得更大，原本只是一只手搂着，此时直接变成双手环抱，彻底将顾雨堂抱在了怀里。顾雨堂此时才回过神来，一把将杨修推开，脸色羞红的看向杨修，怒道：你这个逆徒，好大的胆子，敢对为师动手动脚！杨修一脸正经：师傅您可真是误会我了，我就是太担心你了，情不自禁。顾雨堂翻了个白眼，油嘴滑舌。杨修嘿嘿一笑，也没有辩解，而是问道：您喊我留下是有什么事吗？顾雨堂这才想起来正事，扭过头不去看杨修，说道：玉女宗一战带回了52名俘虏，现在关押在幽寒洞中，3日内不会有人去打扰你。杨修闻言大喜，又是大量的积分，还得是师傅啊！杨修兴奋道：多谢师傅。说着又上前一步，将顾雨堂抱在怀里，在顾雨堂惊慌失措之际，狠狠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然后逃也似的离去。顾雨堂呆愣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破口大骂：逆徒，孽徒，你个混账！骂完又是长久的安静，最后只传来一道深深的叹息声。杨修在离开宗门大殿之后，便来到了幽寒洞。这里是玉女宗用来关押罪大恶极之辈的地方，比如叛宗的弟子，大多数时间都是空的，就算关押也关押不久，基本上就是关一段时间，后人就没了。只有3天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杨修也没有废话，直接开始修炼。3日后，杨修骂骂咧咧地走出，嘴里还在嘀咕着装、偷人之类的词。不过好在量变引起质变，这次修炼也让他获得了142.3万积分，加上之前剩余以及这段时间的积累，他的积分总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值，188.6万。当然收获也不止于此，他的修为也成功突破到了炼虚中期。看着突破所需的70万积分，杨修毫不犹豫开始加点，负70万炼虚后期，负80万炼虚巅峰。看着需要100万才能突破到合体初期，杨修只能暂时打住。要不要努力，回去再来几次？想了想，杨修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3日的时间已经到了，自己不能让顾雨堂难做，后面还有不少长老等着呢。杨修屁颠屁颠的来到玉虚殿，见到了顾雨堂。顾雨堂看到杨修的第一时间就用神识扫描了一遍，然后便惊愕的发现自己居然看不透杨修的修为了。顾雨堂虽然早就知道与杨修再见之时，他的境界必然会有所提升，但是他只是以为杨修能距离炼虚中期更进一步，没想到会提升这么多啊！顾雨堂心中骇然，忍不住问道：你现在是什么境界？炼虚巅峰。顾雨堂的震惊无以言表，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在唐诗瑶出现之前，自己被誉为玉女宗立宗以来第2奇才，年仅3000多岁就达到了合体中期，放眼整个大陆也少有能比肩者。然而与杨修一对比，什么第1、第2奇才，什么天之骄子，全都是放屁。年仅18岁的炼虚巅峰听过吗？年龄修改为18岁，男主年龄不改过不了审核。而且以杨修突破的速度，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合体，成为年仅18岁的合体境大能。这炼虚巅峰，你若是再努力一点，恐怕18岁就能突破合体境了。杨修闻言却是摇了摇头，没机会了，明日便是徒儿的19岁生辰。就算我天赋再好，我也不可能在今日突破到合体境，除非……顾雨堂看着眼神在打量着自己的杨修，感觉浑身都不自在。杨修的话说的已经够清楚了，这是想让自己助他一臂之力突破合体呢。顾雨堂怒道：小混蛋，目无尊长，一天天都在想些什么？杨修一脸正经地说道：想师傅。杨修这3个字出口，顾雨堂呼吸一滞，这还是杨修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说出这种话。顾雨堂有些手足无措，最后干脆抬起一脚，又将杨修踹飞了出去。杨修摔了个大屁股蹲也不恼，起身拍了拍屁股走人。他刚才也就是个玩笑话罢了，距离突破合体还差60多万积分，早着呢。回到洞府，宫殿以后也称洞府，杨修好好休息了1天，这3天可把他累坏了。这2天的时间，整个大陆讨论的就只有2件事：一、玉女宗利用活人炼丹，被玉女宗联手剑宗覆灭；二、玉女宗改名合欢宗。玉女宗将要改名合欢宗的消息已经放了出去，算是为日后改名做铺垫。宗门改名这种事虽不常见，但是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只是这次要改名的宗门是大陆顶尖宗门之一，而且才刚刚覆灭了同源同名因的玉女宗，所以才会被众人讨论。杨修一觉睡醒，已经是翌日中午，他刚走出耳房，就发现刘雨林等16人都在殿中等着他。杨修看着穿着清凉的众女，满脸疑惑地问道：你们这是做什么？李暖暖嘻嘻一笑：我们来给你庆生啊。杨修恍然，可是看着众人的装扮，他感到自己的腰子在隐隐作痛。不必了吧，19岁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年纪，我辈修仙之人还在意这个吗？江云熙，那不一样，你还小，每一个生辰都得过，而且清寒马上就要回青灵宗了，错过这次就不知道何时再有机会了。杨修闻言，心中满是后悔，若是早知道今日有此一遭，他前几日说什么也不会那么拼命。尤其是对上柳清寒那躲闪的目光，杨修心一狠，你们来吧，来尽情的蹂躏我吧。真要命啊！杨修眼神空洞，喃喃道：宗门最近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宗门改名典礼的日期已经定下，8月念8，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合欢城的传送阵一刻不停，宗门的长老执事们前往各大宗门送去请柬，一些离得远的一流宗门收到请柬便早早出发，在合欢城住下，还有一些与玉女宗交好的宗门则是直接住进了宗门，比如剑宗。哈哈哈，顾宗主，恭喜恭喜啊！慕容天河带着剑宗的一众长老弟子冲迎来的顾雨堂说道：多谢慕容宗主，诸位请，如今距离典礼时间还充裕，诸位就先在这里住下，欣赏一下不同的风景。哈哈，多谢顾宗主，我等正有此意。你是不知道，这些兔崽子一听是要来玉女宗，全都吵着要来，为了个名额都打破了头。顾雨堂闻言轻轻一笑，看得剑宗的弟子们心花怒放，心中暗道：不愧是玉女宗，果然美女众多。慕容宗主真会开玩笑，我们玉女宗和其他宗门也没什么两样，这段时间诸位可以好好体验一下。好好，那就多谢顾宗主了。客气了，我带诸位前往住所。顾雨堂亲自带人来到迎客峰的1号院，就告辞离去。最近事情太多，他脱不开身。1号院内，慕容天河向一旁的几位长老问道：可曾发现那个叫杨修的天骄？长老们纷纷摇头，也是，如此天骄定然会好好保护起来，怎可能轻易露面？此事不急，宗门大典他肯定会露面，早晚能见到他。这时，弟子中一位面带丝巾、身材婀娜的女子说道：父亲，这杨修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吗？慕容天河摇头，尚未见面，为父也不知，但是从众多宗门传出的消息来看，此人天赋必然是旷绝古今。慕容婉婉眼神中带着好奇，不再言语。自从解除对弟子们传音的限制以后，有关杨修和唐诗瑶的消息就被传了出去，但是身为圣子且为继承人的杨修明显更惹人注意，而关于杨修的消息也开始被人挖了出来。18岁，炼虚初期，9品多灵根，修炼多属性功法，玉女宗最年轻的长老，立宗以来唯一的圣子，最年轻的继承人。以上所有消息，除了一个年龄，剩下的任何一条都足够震惊世人。
不过可惜的是，他们的消息已经过时了。杨修已经19岁了，而且也不是炼虚初期。好了，这段时间你们就在玉女宗好好逛一逛，别说我没给你们创造机会。玉女宗美女修士扎成堆，能不能拐一个回宗门，就看你们自己了。慕容天河对着10几名弟子说道。众人闻言皆是一笑，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个玩笑罢了。玉女宗弟子修炼双修功法，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想拐回剑宗纯属做梦。慕容婉婉，那我就把那个叫杨修的给拐回去。慕容天河脸色一黑，怒斥道：你还把人家拐回去？你别把自己赔进去就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什么天赋，能看得上你？慕容婉婉不悦，哼，瞧不起人是吧？你给我等着瞧。说完就扭头离开了房间。慕容天河在慕容婉婉离开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丫头果然得激她一下，原本还想着把话题引到杨修身上，结果她自己还主动提了，哈哈哈。剑宗大长老笑道：是啊，婉婉这性子倔得很，好好跟她说必然适得其反，反而激一激她效果更好。哎，就是听说杨修貌似道侣挺多，也不知道婉婉跟了他会不会受委屈。宗主莫要忧虑，听闻杨修对道侣极好，就算突破炼虚也没有抛弃金丹境的道侣，放心吧。但愿吧。慕容婉婉刚出门就后悔了，自己明明都没见过那个叫杨修的，怎么就脱口出那样的话？但是话都已经说出口了，自己总不能这样灰溜溜的回去吧。她可是剑宗大师姐，宗主亲女儿，弟子中修为第一人，说出去的话哪还有收回的道理？区区一个男人罢了，看我轻松拿下。想到在剑宗时师弟们对自己的态度，他又恢复了信心。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得先见到杨修才行。其他峰他也不认识，便朝着主峰飞去。主峰，杨修和唐诗瑶被顾雨堂拉来跟着人学礼仪。身为圣子和圣女，大典当天他们也是要跟顾雨堂一同出席的。但是两人一个年纪还小，一个一直生活在禁地中，对这些礼仪都不太会，就只能找人带着他们走一遍了。一遍结束，唐诗瑶拉着杨修的胳膊撒娇：夫君，听说现在合欢城非常热闹，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呀？杨修连忙摇头：不行，越是人多越不行，这个时候去合欢城肯定会遇到装逼打脸的剧情，我不去。哎呀，夫君，你就陪我去嘛。听着唐诗瑶甜掉牙的声音，杨修有些承受不住，想法开始动摇。唐诗瑶见杨修犹豫不决的样子，拉着杨修的手就摇了起来。相公，夫君，亲亲好夫君，你就陪人家去嘛，人家好可怜的，一直生活在禁地里，都没见过几个人。去，现在就去。自家的城池怕个屁，遇到不长眼的小爷，我就当场教他做人。走。不得不说，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反正杨修就吃这套。说完刚准备带着唐诗瑶离开，就听到一道声音响起：那个，请问一下，杨修住在哪里？杨修满头问号：不是，你找我问我住哪里，我可以理解为你不认识我。可是你既然都不认识我，还一上来就问我住哪里，咋地？你想送上门啊？姑娘看着眼生，不像是我玉女宗之人，不知找杨修有何事。慕容婉婉听闻玉女宗杨修天赋无双，特来见识一番。杨修仔细打量了一遍慕容婉婉，一身浅蓝色齐胸襦裙，上有花朵刺绣，搭配同色系薄纱大袖衫，发间是蓝色珠花流苏，妆容精致，眉眼含笑，看上去很单纯，有种傻可爱的感觉，和在校大学生差不多。杨修笑道：那可能要让姑娘失望了，在下也没传闻中那么夸张，如今你也见到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奉陪了。说完，杨修就带着唐诗瑶前往了合欢城。慕容婉婉有些懵，大脑宕机了2息才反应过来，刚刚那个人就是杨修。什么嘛，我为了问路还特意将面巾摘了，他居然没有任何反应。慕容婉婉平日里在宗门不说被全宗门追捧，那也是万众瞩目，今日在杨修面前，对方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如同他只是一个路人一般。虽然他确实就是个路人，不过这个杨修长得还挺帅的，比宗门那群只会练剑的憨货帅多了。哼，等着吧，我一定让你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得不说，从小就在一个充满赞美的环境中长大，可能真的会让人过分自信，以至于自负。杨修也没把方才的事放在心上，就像白秋桐说的，现在的他根本不缺女人，只要他想，多的是人会自己送上门来。他现在需要的是高质量的道侣。虽然慕容婉婉修为也不差，已经是化神巅峰，但是在他看来还是不够看。他都炼虚巅峰了，再找道侣怎么也得炼虚起步吧。虽然年纪会大点，但是无所谓，都是修仙的，只要不进入衰败期，颜值不会受太大影响。合欢城距离不远，二人眨眼间就已经到达。因为玉女宗的改名大典，此时合欢城内也已经汇聚了不少修士，这些大多数都是2、3流宗门没有收到请柬，自行前来观礼的。这种自发前来的，大多都是为了在玉女宗露个脸。玉女宗虽然不会拒绝，
但是也不会多热情。没办法，实在是档次差的太多。有勤俭的如剑宗那种，提前到了可以直接住进玉女宗，享受贵宾待遇。他们这种就只能自己在附近找地方住，等到典礼那天再去拜山观礼哇，好多人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一进城，唐诗瑶就双眼放光，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不仅是人，更多的是街道上卖的小玩意，虽然不值钱，但是对他而言却很新奇。唐诗瑶停在一处卖饰品法器的摊位前，拿起一只翠绿色的竹节簪，看向了杨修。夫君，这个好看吗？杨修仔细看了一眼，点头道：好看，但是和你的风格不搭，你的服饰多为浅绿色，搭配上这个颜色的发簪不太协调，可以换一只浅色的。唐诗瑶闻言十分欣喜，哇，夫君你真好，你居然真的会认真思考我的问题。我听他们说男伴陪着逛街，不管问什么，回答的永远都是敷衍的好看2个字。杨修微微一笑，你能听进去，我自然会帮你参考，这样也能早点买完。但是如果你听不进去，我以后也不会多嘴，既浪费口舌，又影响我心情。唐诗瑶萌萌点头，夫君的意见我肯定会听的。转过身又重新挑选起来。摊位的老板看着杨修竖起了大拇指，说的有道理，我家男人要是有公子一般的体贴，都不至于断了条腿下不了床。杨修闻言一愣，疑惑地问道，体不体贴和下不了床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如果他要是体贴一点，我怎么会打他？杨修汗颜，这样说的话，那还真有关系。唐诗瑶听到两人的对话，也是乐得嘴角都压不住，不过他并不善于与陌生人交流，所以并没有插话。在摊位上挑了半天，也没有中意的饰品，二人便离开了。夫君，刚刚那个摊主好厉害，居然把他相公腿都打断了。说着，他的眼神还一直在往杨修的腿上瞄。杨修抬手就赏了他一个脑瓜崩，瞎看什么呢？夫妻之间如果到了要动手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那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还是趁早分开的好。唐诗瑶想了想，觉得杨修说的有道理，我和夫君肯定不会动手的。说完又跑向了下一个摊位。杨修笑了笑，也跟着走了过去。说起来，当初第一次来到合欢城的时候，就答应了暖暖他们等拜入玉女宗后就陪他们来逛街的。如今都过去大半年了，也一直没有兑现这个承诺。这2天找个时间陪他们来逛一逛吧。看着逛了半天什么也没买，但是依旧很开心的唐诗瑶，杨修心中想到，这条街上出售的东西品阶都不算高，极品法器都不多，宝器更是难得一见。最后唐诗瑶逛得差不多了，杨修才带着他来到了聚宝阁。聚宝阁的执事还是认得杨修的，毕竟就是杨修把前任执事整垮，他才有机会上的位。聚宝阁执事王云见过圣子大人、圣女大人。杨修二人被立为圣子圣女的消息早已传开，他自然也清楚听到王云的话。一楼的所有侍者都放下了手中的活，朝着二人行礼。弟子见过圣子大人、圣女大人。此时一楼还有许多炼气散修在，杨修不想太过招摇，摆了摆手就拉着唐诗瑶前往了2楼。王云见杨修上楼，立马也跟了上去。2楼的人就少了很多，见王云跟上来，杨修开门见山地说道，我这有一些物品需要出售，你喊人过来估价。王云不敢怠慢，立马传音叫人过来，带着杨修二人接到顶楼的休息室。没多会，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笑眯眯地走了进来。老朽见过圣子、圣女，不必多礼，你看看这些东西价值多少灵石。杨修将老祖们给他的见面礼中剩下的东西都一股脑地取了出来，能用的都已经被他分给了众女，就连那块灵髓都被他分成了10多份分了下去，剩下的这些都是已经用不上的，就这也没多大用处，不如换成灵石实在。鉴定师看着眼前茶桌上都堆积不下的各种宝物，眼睛都看直了。不过他也不敢多问，马上开始一件件估价。杨修见这速度，想要全部估完价应该需要一点时间，就带着唐诗瑶在店铺内逛了起来。也是刚才唐诗瑶买簪子给他的启发，他平时除了给刘雨林他们修炼资源以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送过他们什么礼物，所以他打算趁着今天给他们每人挑一件。由于数量太多，虽然这位鉴定师速度已经很快，但还是花费了半个多时辰才全部估价完成。杨修在挑完礼物回到休息室时，王云立马迎了上来。圣子大人，这些物品一共价值236万7400灵石，这已经是按照最高的回收价给您的价格了。杨修有些意外，这些东西可以说就是剩下来没啥用的东西，居然还值这么多灵石。先记着，我需要买点东西，一会儿一起结算。好的，圣子，您需要什么？我安排人给您送来。杨修摆摆手，不用了，我已经看好了，直接过去拿了结账就行。说完，杨修牵着唐诗瑶走了出去，王云立马跟上。一路上被杨修指到的东西都被王云一一取出，直到最后一件物品。这件法衣不错，师妹若是喜欢，师兄买下来送给你。
看着前方对着一脸极品法宝级别的流仙裙，也称流仙裙，别带入龙葵，不是同一款，上下打量。多谢师兄好意，我自己可以买。师妹无需和我客气，把这件衣服给我包起来。男子大手一挥，对着一旁的侍者说道。杨修无奈地摇摇头，果然还是遇上了这种戏码。唐诗瑶摇着杨修的胳膊说道：夫君，这件法衣是我们先。杨修揉了揉他的脑袋说道：虽然是我们先看上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买下，也没有让人留着，被别人买走也怨不得别人。刚才他和唐诗瑶只是逛了逛，并没有让侍者跟着，所以此时被人抢先也怪不得别人。杨修没有上去找事，开始寻找替代品。送什么不是送，又不是非得送这件法衣。杨修和唐诗瑶的对话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在场之人都有修为在身，自然是都听到了。王云虽然有心上前说这件物品已经被预定，但是看杨修这么讲道理，他也不敢搞小动作。另外一边的那对男女，女子在听到两人的对话后，只是往这边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对着男子说道：无功不受禄，师兄若是喜欢这件法衣，那师妹便让给师兄好了，我再看看其他的。男子闻言只得悻悻一笑，不买不买，师妹你买吧。不知道是因为在女子这里丢了颜面，还是什么原因，男子立马将枪口对向了杨修。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也不看看自己买不买得起，就敢大言不惭。杨修闻言，用关爱智障般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便不再搭理。然而男子见到这个目光之后，顿时怒火中烧，指着杨修骂道：臭小子，你什么眼神？是不是想死？众所周知，随意使用神识探查他人修为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尤其是这里还是聚宝阁，玉女宗的产业，没人敢在这里不守规矩。男子见杨修和唐诗瑶骨龄都不大，也没有穿玉女宗的弟子服饰，自然而然的就以为两人是来观礼的哪家宗门小辈，这才敢出言嘲讽。他虽然不敢在聚宝阁内动手，但是嘴上两句还是敢的。杨修实在无语，自己都已经尽量避免与人发生冲突了，可麻烦还是自己找上了门，强行安排剧情是吧？对于这种麻烦，杨修一直秉承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你是真能作死啊。杨修无奈地说了一句，而后爆发出气势，一记岩钢拳瞬息而出，轰在了男子的胸口。杨修担心把男子轰成血雾脏了聚宝阁，都没有使用在石碑中领悟的是仙拳，但是这一记岩钢拳也不是男子炼虚中期的修为能够抵挡的。杨修一拳轰出，男子的身体顿时倒飞而出，倒地不起。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其他人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到男子已经躺在地上哀嚎了。杨修有些讶异，没想到这男子身上穿的居然还是一件下品灵气级别的法衣，不然自己这一拳下去，对方必死无疑。臭小子，你敢在聚宝阁动手，你完了啊！男子这会也明白了，眼前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小子，修为远在自己之上，知道自己得罪不起，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搬出聚宝阁施压。杨修轻蔑一笑，那你猜是玉女宗的人来得快，还是我杀你快？男子心中一惊，他知道杨修不是在和他开玩笑，是真的敢杀他刚刚的那一拳，若不是身上的法衣，他就已经身死道消了。不，你不能杀我，我是幽灵宗宗主，你要是杀了我，老祖是不会放过你的。又是熟悉的话，杨修懒得再听，就要再次出手。且慢！这时被那有灵宗宗主称为师妹的女子开口了。杨修瞥了她一眼，并没有搭理，而是抬起了手，握掌成拳。前辈且慢，我师兄口无遮拦得罪了前辈，我们愿意赔偿。杨修不屑一笑，杀了他，他身上的东西一样都是我的。女子闻言一愣，说得好有道理，他竟无法反驳。不过杨修感受到女子炼虚初期的修为，心中升起了一个想法。女子听到这两字，就知道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立马问道：不过什么？杨修笑道：不过你要是愿意陪我一晚，我倒是可以考虑放过他。女子闻言脸色瞬间变冷，还以为杨修一开始就是在打自己的主意，于是用一种无所谓的语气说道：你做梦，我们幽灵宗老祖可是合体境大能，你若是杀了宗主，就等着无休止的报复吧。杨修闻言哈哈一笑，幽灵宗一个二流宗门也敢在我面前叫嚣了。说完，杨修便握拳巨力轰向了男子的脑门，左右不过是一个炼虚初期的女人罢了，他也不是太在意。女子见杨修不在乎她的威胁，而且是真要下死手，彻底的慌了。如果宗主在她眼前被人杀了，她却无动于衷，不说别人，老祖就不会放过她。但是连宗主都不是她的对手，她又能怎么办？等等，我答应你。杨修的拳头在距离男子面门不足1寸的地方停下，拳风吹得他凌乱的长发飞舞。杨修收拳对王云说道：把这件法衣包起来，贺师摇下去结账，告知所有人不准上7楼。王云恭敬道：是，圣子。唐诗瑶也知道杨修要做什么，
虽然不太开心，但还是嘟着嘴跟随王云去结账了。女子听到杨修说的话，心立马就沉到了谷底。玉女宗的人，除了玉女宗的人，没人敢在这里说出这番话。而且听王云对他的称呼圣子杨修，幽灵宗宗主也听到了二人的对话，心中暗暗后怕，自己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杨修说的一点都不错，他们幽灵宗还真不配在他面前叫嚣。杨修没有管二人是如何想的，转身就带着女子上了7楼。7楼没有商品出售，只有9间会客室，只有在有贵客上来的时候才会安排侍者服侍，所以这回并没有人。杨修随便选了一间就近的房间，便开始了今日份修炼。唐诗瑶还在下面等着，杨修也没打算打持久战，装备都没卸，就在窗边研究起了合欢城的风景。一炷香后，杨修出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齐静。”“你可愿做我道侣，进玉女宗修炼？”齐静闻言先是一愣，随后想到自己在幽灵宗的处境，最后点头道：“我愿意。”杨修闻言才认真地打量起齐静，眉眼清秀，眼眸明亮有神，鼻梁挺直，唇色浅淡自然，外披绿色薄纱长衫，内搭绣有精致花纹的浅绿色交领襦裙，发髻上插着浅蓝色珠花发饰，搭配简约银质耳坠，看她上去显得清新典雅。杨修很满意齐静的选择，对她说道：“给你半月时间处理好幽灵宗的事，然后去玉女宗找我。”杨修给她留下传音玉佩的气息，便下楼找到了唐诗瑶一同离开。在杨修离开后，齐静才起身清理了一番，来到了6楼，找到还躺在地上的赵飞。赵飞一脸悲痛地看着齐静：“师妹，你怎么可以屈服于他的淫威？我追求了你这么多年，你对得起我吗？”齐静满头问号，心中感到恶心。方才你要死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救你的时候怎么不说？我跟他走的时候怎么不说？别忘了你的命是谁救下的，现在命保住了，开始怪我了。赵飞背对的哑口无言，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换上了笑意。师妹别生气，是师兄的错，我也是太过担心你了。只是如今我身受重伤，无法行动，能否劳烦师妹扶我回去疗伤？臭婊子，都已经被人玩弄过了，还跟老子神气什么？一会路上先吃点豆腐，等老子伤好了一定干死你。赵飞心中暗道。齐静虽然不知道张飞心中的想法，但是以他对赵飞的了解，肯定是不可能去扶他的。而且一想到赵飞刚刚说的话，他心中就感觉恶心，随手将自己的储物借丢给了赵飞。齐静冷声说道：“那你还是等养好了伤再走吧。另外，自今日起，我齐静正式脱离幽灵宗，这枚储物界中物品的价值是我这些年从幽灵宗获得的资源3倍以上，再加上我今天对你的救命之恩，足以偿还幽灵宗对我的培养之恩了。”说完，齐静转身就走，没有丝毫留恋。他这些年早就被赵飞缠得烦不胜烦，宗门老祖又对赵飞十分偏爱，经常给他施压，他早就想脱离宗门了，只是以前还顾及宗门对他的培育之恩，狠不下这个心。但是今天他舍身保住赵飞的命，再加上自己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积蓄，足以偿还这份恩情了。站住！就在齐静即将迈下楼梯的那一刻，赵飞突然出声：“齐静，宗门培养你这么多年，你如今说退宗就退宗，你别忘了我才是宗主，我不同意你退出宗门。如果你敢走，我一定会让老祖出关将你捉拿回来。不过你要是答应陪我睡一觉，我倒是可以考虑让你退出宗门，反正你也已经被杨修睡过了，都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了，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齐静闻言直接被气笑了，扭头看向赵飞道：“赵飞，我今天算是发现了你究竟有多无耻。”赵飞闻言并不生气，反而得意地说道：“无耻？我就是无耻，你又能如何？”齐静冷声道：“我救了你的命，资源我也赔了，从今以后与你幽灵宗再无瓜葛。另外，我现在是玉女宗圣子杨修的道侣，你刚刚是在威胁我？”赵飞一愣，他原以为杨修只是想尝个鲜，没想到齐静居然会成为杨修的道侣，这一下就轮到他尴尬了。那个师妹啊，不是，齐道友，误会，天大的误会，我怎么会威胁你呢？没有的事，我答应了，从现在开始，你便不再是我们幽灵宗的人，今后你想做什么都行。齐静看着赵飞一副狗腿子的样子，也懒得再与他浪费口舌，扭头便下了楼。他要去玉女宗找杨修，相比赵飞这种废物，杨修才是真正值得依附的男人。杨修在和唐诗瑶离开聚宝阁之后，便没有在合欢城停留，当即就返回了宗门。唐诗瑶将一枚储物戒交给了杨修后，就乖乖回去修炼了。杨修先是去了一趟火灵峰，将给父母买的礼物交给了杨天长。苏雪莹此时正在闭关冲击炼虚境，所以杨修并没有见着。在海量丹药、极品灵髓以及各种天材地宝的帮助下，最近所有人的修为都突飞猛进。这种提升的速度，放在以前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从火灵峰离开，刚回到玉虚峰，他就感觉到了洞府周围的灵气波动。
有人在突破大境界。杨修猜不到是谁，也不敢贸然使用神识打扰，便只能一边练习术法，一边耐心等待。反正不管是谁突破，日后能给他提供的积分都会更多。当日晚间，杨修收到了齐静的传音，他已经到了玉女宗山脚下。杨修过去将他带了过来，并且第二日顾雨堂便给予了他外门长老的身份。毕竟是杨修带来的人，顾雨堂还是信得过的。安排完齐静，杨修又开始等待，而这一等就是整整2日时间。期间每次灵气波动减弱时，他都以为突破结束了，可是转眼间灵气波动又开始变得强烈。奇怪，无论是结阴还是化神，都不应该用时这么久啊！杨修百思不得其解。直到2日后，赵诗琪出关，杨修感受到他身上还无法彻底收敛的元婴气息，才知道是谁突破。哟，小诗琪，没想到会是你第一个突破元婴，快过来让为夫奖励你一下。赵诗琪快步跑到杨修身前，扑进了他怀里，满脸激动地说道：夫君，我突破元婴了。也不怪赵诗琪激动，突破到元婴境，寿元可至1000岁，获得亲传弟子身份，在宗门内也算是真正的核心阶层了。杨修保住赵诗琪，顺带开了把油。不错，诺，奖励你突破的礼物。杨修将原本给他准备的礼物拿出，递给了他。赵诗琪将礼物接过，心中更加开心。虽然杨修平日里给他们的修行资源就已经价值连城，但是送礼物和送资源的意义不同，哪怕这份礼物只值1块灵石，他也会非常开心，情绪价值拉满。当然，这也是因为杨修平时对他们毫不吝啬。如果杨修平日一毛不拔，再只送他些不值钱的玩意，那就是完全两码事了。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了，才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求都保证不了，谈个屁的精神需求。赵诗琪开心地将礼物收下，也没有着急打开，直接收进了储物戒中。趁着这会其他人都不在，他打算和杨修好好探讨一下阴阳大道。然而还不等他说话，身后就响起了一道声音：夫君，我突破元婴了。赵诗琪扭头看向快步向杨修而来的许云舒，心中暗道：突破的真不是时候。杨修感受到许云舒身上元阴境的气息，也明白了这2天灵气波动的原因。感情是突破都凑到一起了啊！而且这2日灵气波动的次数可远远不止1-2次。就在杨修这样想着的时候，宋月离、林若曦、李云长、刘雨林、季依依、李暖暖几人陆续出现，身上全都是元阴境的气息。死！杨修倒吸一口凉气，心中震惊。感情是他们所有金丹境都赶到一起突破了。众人围在杨修身边叽叽喳喳，不多时就引得其他人注意，一个个也陆续出关。齐静也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原本还以为杨修当时对赵飞下手就是为了设局得到他，然而此时见到杨修身旁的莺莺燕燕，他心中彻底打消了这个想法。那边的10几人只有1人颜值稍逊于他，但是那人的身材却不是他能比的，尤其是那一双迷死人的大长腿，比他命都长。剩下的那些女子颜值皆不在他之下，更有几人让他都感到自惭形秽。杨修见到众人都出来了，也就顺势将准备好的礼物一一送了出去。他也注意到了人群外的齐静，手上连储物戒都不见了。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杨修也能猜到个大概。齐静，过来。齐静闻言乖乖上前，等待杨修的吩咐。杨修没有废话，将前2日唐诗瑶交给他的储物戒递给了齐静。这里还有10多万灵石，你先拿着用吧。齐静微微一愣，连忙看向自己空荡的右手，心中升起一股暖意。谢谢夫君。这下众人都得到杨修送的礼物，全都十分开心，唯有柳青寒情绪有些低落。杨修见到柳青寒的样子，便抓住了他的手，柔声问道：要走了吗？柳青寒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看着杨修，轻轻点头。众人将气氛不对全都闭上了嘴，悄悄地退了出去，将空间留给2人。什么时候？典礼之后。杨修叹了口气，以青灵宗的地位，实际上是没有资格参加玉女宗的这次典礼的。也就是柳青寒是杨修的女人，又在玉女宗住了这么久，顾雨堂才派人给他送了份请柬，这也让柳青寒有理由多留上一些时日。杨修，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柳青寒茫然地摇头，我也不知道。回去以后卸任宗主之位吧。玉女宗圣子的道侣段纯安那老贼肯定巴不得你赶紧回来。柳青寒沉思了一瞬，才点头道：好。杨修将他搂在怀里，什么也没有说，享受着片刻的温馨。然而懂得都懂，每当这种时刻，总会有人来破坏氛围。剑宗慕容婉婉前来拜见玉女宗圣子。玉虚峰虽然平日里没人敢上来，但毕竟并不是禁地，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禁止。慕容婉婉得知了杨修的住处，纠结了2天之后，最终还是来了。我不就不信了，凭本姑娘的天资容貌，还拿不下你？慕容婉婉心道。杨修有些无语，这人怎么找到这里来了？难不成还真想送上门？虽然不悦，
但终归是剑宗宗主的女儿，两宗才并肩作战过，刚结为攻守联盟，他也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静。慕容婉婉听到杨修的声音，心中得意。果然，虽然是一面之交，但他还是记得自己。慕容婉婉一路来到宫殿群最中心的位置，见到了被众女包围的杨修，然后他原本高傲的心顿时被打击得体无完肤，因为他遇到了和齐静一样的问题。杨修身边的女子个个颜值不在他之下，杨修无视他哪里是什么欲擒故纵，人家是真不在乎他。杨修看着有些出神的慕容婉婉，出声问道：慕容道友前来，不知所为何事？慕容婉婉回过神来，不知道该说什么。难道说我是来征服你的，还是说我是来色诱你跟我回剑宗的？瞧瞧人家这里的女子，她就算再自傲，这回也没了信心。那个对，我是特意来拜会杨道友的。杨修听着慕容婉婉言不由衷的话，也有没戳破，只是说道：慕容道友所言甚是，你我两宗交好，相互认识一下也是应该的。慕容婉婉在这种情况下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想快点离开这里。今日也算正式认识了杨道友，我就不多打扰，先告辞了。杨修点头，也没打算想送慕容道友慢走。说完又扭头看向了柳青寒。柳青寒看着慕容婉婉离去的背影说道：样貌身材都不错，你不打算把她收下吗？杨修摇头：有你们就够了。柳青寒嗤笑一声，并没有说话，而是用一种你觉得我会信吗的眼神看着杨修。杨修尴尬一笑，如实说道：境界太低了，连炼虚都没有。正在向外走去的慕容婉婉脚步一顿，便接着离去。说我境界低？我可是剑宗弟子中修为第一人，而且你身边那群女人的修为还有这么多元婴期呢。慕容婉婉心中不忿，但是却无力辩解，毕竟杨修确实比他修为要高，敢小瞧我，等着，我这就回去闭关突破炼虚。慕容婉婉下定决心，不蒸馒头争口气，一定要尽快突破炼虚境。独处的氛围被破坏，柳青寒此时感觉十分别扭。我去找月丽有点事。说完便扎进了人群中。杨修无奈一笑，看向了自己的道侣们。今天为夫带你们共寻大道。因为柳青寒即将离去，众人将更多的机会留给了他和新加入的齐静。一番修炼结束，已经是2日之后了。实在是人太多，他又要做到雨露均沾。一番修炼结束后，腰子已经开始隐隐作痛。得亏顾雨堂发来消息，让他和唐诗瑶前往大殿，否则众人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宗门大殿，杨修与顾雨堂到来时，众长老已经来得差不多了。此时这里除了玉女宗之人外，还有一些陌生面孔。杨修二人落座后，又等了一会，陆续又有4人到来。随后大殿大门关闭，会议开始。顾雨堂的目光扫过众人，随后一脸严肃地说道：诸位，此次召集大家前来，是因为万花谷的洛谷主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具体情况还是请东方谷主再讲述一遍吧。顾雨堂话音落下，坐在左侧首位的看上去50-60岁，黑发黑须的男子站起身，看向在座众人：诸位同道，大家皆知我万花谷常年隐居于东海之中，一直与世无争。可就在上个月，我宗弟子意外发现，在我宗东南300里处出现异变，大量鱼群从那里逃离，水中闪烁金光。我在得知此事之后，便派人前去探查，发现那里空间出现异常，时常有不稳定的空间波动闪过。我以及老祖都曾亲自前去探查，但始终没有什么发现，只是猜测此处可能是有秘境即将出世。而后我便派人手守在那里，后面那处空间波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都以为是秘境即将出世。可是直到前几日，那处地方的空间突然破碎，形成了一处空间通道。我当即便派长老去对面探查了一番，然后发现对面并不是简单的秘境，而是一处世界。东方谷主此话一出，众人皆尽哗然。一处世界，这个消息可以说石破天惊，众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上古那一战。当时也是天灵大陆意外与一处名为扶桑界的小世界相连接，起初双方相处还很和平。扶桑界虽然灵石储量高，灵气浓郁，但是对修行一道并不精通。当时许多人都想将扶桑界据为己有，但是各大势力之间的利益错综复杂，而且身为正道修士也不好明着动手，于是这事便一拖再拖。而扶桑界的人在与天灵大陆连通后，向大陆上的宗门上供大量灵石，派人前往天灵大陆学习修行之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仗着大量的灵石供给，扶桑界的人修为逐渐追上了天灵大陆的境界。恰逢那时大陆内乱，各大宗门相互攻伐，最后竟是被扶桑界趁虚而入。而且那么多年，大陆也有许多人对扶桑界十分向往，关键时刻居然倒向了扶桑界，最终导致整个大陆元气大伤。当时整个大陆顶尖修士战死无数，诸多渡劫大能强行突破，只为飞升前能出手一次。最终天灵大陆虽然获胜，并且彻底毁灭了扶桑界，
但是同样损失惨重。自那一场大战以后，天灵大陆经过10几万年的修养，至今才勉强恢复了一些元气。真正说起来，其实也就是最近2、3万年，修仙界才恢复了一些生机，但是渡劫境还是一个都没有。也是从那以后，天灵大陆所有人都默契地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只要发现有新世界，绝不手下留情。慕容天河看向东方谷主，沉声问道：可曾探查到那处小世界的实力如何？东方谷主摇头，那方世界的人应该还没有发现空间通道，附近并没有发现有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没有让人太过深入，所以掌握的情报并不多。杨修在听到众人讨论的时候，心中的想法就是天灵大陆有没有可能会与蓝星连接到一起。以前是没有机会，他自然没有想法，但是现在这种与异世界连接的情况，也许真的能连接到蓝星呢。前世他看过不少小说，其中就有蓝星与异世界融合、灵气复苏的剧情。杨修心头思绪翻涌，虽然在蓝星没有了亲人，但还是有一些朋友在的。自己穿越过来也才1年多，他们肯定也还在世上。此时东方谷主继续说道：不过那方世界的天道规则十分活跃，灵气非常浓郁，很像传说中刚觉醒天道的世界，或者说灵气复苏。随着他这句话说出，众人变得神色各异，但是原本在脸上的担忧之色全都消失不见。若真是如此，那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不管是刚觉醒天道还是灵气复苏，初期阶段都极为适合修炼，可以大大提升修炼速度。不仅如此，这个时间还会诞生各种珍贵的天地灵物，若是有幸获得一件，便有机会逆天改命。没错，而且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那些土著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为达到很高深境界，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是即，只要能占领那处世界，我们天灵大陆很快就能恢复到上古一战之前的水平，甚至有过之。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不过大致目标基本相同，都是占领那处世界。安静！顾宇堂轻喝一声，喧闹的大殿顿时安静下来。对于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情报，不能贸然行事。当务之急是应该派人前往异界，获取那里的情报，我们才好制定可行的计划。众人纷纷点头。异界虽然遍布机缘，但是机缘往往也伴随着危险。第一批前往异界的人虽然可能收获最大，但是死亡率也是最高的。东方谷主说道：顾宗主所言有理，此事目前知晓的人并不多，除了我万花谷弟子，便是在座的诸位了。此时也是赶巧，恰好遇上贵宗长老上门送请柬，老夫才第一时间想到玉女宗。我建议在消息未走漏之前，我们三宗一同派人前往探索，将异界的消息传回。若是对方实力不强，我们三宗便集结门人一同杀过去。若说在座之人有谁最恨异界之人，那绝对非东方谷主莫属。上古时期的万花谷在所有顶尖势力中也算最强的那一批。然而经过上古一战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修养，虽然依旧保持着顶尖宗门的地位，但也是垫底的存在。没办法，万花谷当年就处于扶桑界进攻的第一线，谷内高手伤亡惨重，如今更是只有一尊大成期中期老祖坐镇，整体实力也就比新晋的顶尖宗门强上一点。慕容天河也出声道：我同意这个提议，只有抢占先机，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顾宇堂也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心中思索应该派谁前去。杨修见众人一心只想着怎么进攻，却丝毫没有考虑过被进攻的问题，心中觉得有些不妥。师父，徒儿认为眼下真正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召集高阶阵法师前往异界布置大阵，将两边的空间通道隐藏起来。杨修此言一出，顾宇堂顿时点头赞同。不错，先将通道隐藏，这样既可以避免天灵大陆其他人发现通道，也可以避免被异界之人寻到大陆来。就算最后开战，我们也绝不能让战火烧到天灵大陆来。玉女宗等人只觉得杨修发挥依旧稳定，考虑十分周到。万花谷和剑宗之人则是好奇地看向杨修，从杨修对顾宇堂的称呼上都猜到了杨修的身份。只不过此时不是寒暄的时候，所以双方都没有废话。不错，上一次大战对天灵大陆的破坏有目共睹，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让战斗发生在我们这边。慕容天河对此十分赞同。东方谷主神色有些迟疑，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这个事情我也想过，只是那里的空间通道虽然已经成型，但是空间非常不稳定，一般的阵法很难布置成功。顾宇堂眉头紧皱，思索了一瞬，道：那就联系衍天宗，如果连他们也无法布置，此事便作罢。虽然众人都不想再多一个势力进来分一杯羹，但是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若说阵法造诣，整个天灵大陆，衍天宗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接下来众人又商讨了一会儿细节，便各个散去。杨修回到洞府以后，看着已经达到52万多的积分，心中犹豫不决。一个新的世界肯定充满各种机遇，他也想去碰一碰运气，也许能获得一些提升资质的宝物。算了，系统抽奖
高级10连抽，去或不去，他决定交给系统决定。如果能抽到提升资质的宝物，他就不去了；若是抽到保命和攻击的手段，他便决定冒险去看一看。丁，扣除900点积分，高级10连抽证在抽取中，恭喜您获得极品渡厄丹、极品玄灵丹、极品万灵丹，全都是后3境修炼所需要的丹药。到了这个境界，丹药炼制所需的药材极为珍贵，所以这些丹药市面上很少。不亏。继续。丁，神霄符，第2次10连就出了金，先看一下什么属性。杨修意念处碰到了神霄符上，顿时心跳加速，砰砰直跳。9阶上品攻击符传，神霄符，拥有渡劫后期修饰全力一击的符传，而且还是雷法攻击，牛逼牛逼啊！系统。继续。丁，破界符，破界符可以打破世界壁垒，随机打通与附近世界之间的通道，也可提前选择坐标，若2界相邻，可打通2界之间的壁垒。4，牛逼！童子，你是铁了心想让我去异界闯荡啊？杨修看着破界符的描述，心中暗道：既然决定要去，杨修便不再犹豫，准备狠狠抽一波奖，多攒点保命的玩意儿。系统，先给我来100次10连抽。丁，扣除9万积分，高级1000连抽正在抽取中。听着耳边叮叮叮的提示声，以及不时就蹦出来一件非丹药的物品，杨修嘴角都乐开了花。他已经听到了好几本耳熟的功法的名字了，都是众人所修功法后续的篇章。终于，系统提示音停下，杨修看着系统空间内堆积起来的各种宝物，嘴角的笑意根本压不住。不说别的，光是符传就有足足24张，最低都是7阶，尤其是一张散发着紫色光芒，周身缭绕着雷电的符传最为恐怖。紫霄符9阶极品，紫霄神雷符的简化版，引动一缕紫霄神雷，仙人之下触之即死，无敌。只要不被瞬间控制，就算9阶散仙来了也得跪。众所周知，散仙不算仙，顶多只能算是半人半仙。至于其他的宝物也有不少，杨修挑挑拣拣，给自己换了全身的行头。现在的我说一句，武装到牙齿不算过分吧？现在别说是合体初期，就是合体中期来了，我也丝毫不怂。中品灵气级的发簪，中品灵气级的灵剑，下品灵气级的靴子，以及上品灵气级的法衣，就这一身装备，合体中期能不能破防都是个问题。除此之外，系统空间中还有7件灵器，以及1件特殊灵器天元塔。杨修将塔取出，细细研究起来。小塔共有7层，每层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冰雷7种属性，里面根据属性不同，衍生出了不同的地貌环境，非常适合不同属性的人修炼。而且塔内每一层都有一条下品灵脉，不说塔本身的价值，单是这7条灵脉就价值不菲。别瞧不起下品经脉，塔内空间不大，下品经脉也将内部打造成了修炼圣地。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天元塔内时间流速是外界的2倍，这也就意味着塔内过去1个时辰，外界也才过去半个时辰，足足多出了1倍的时间。杨修二话不说，立马开始炼化。有了这座塔，他以后走到哪都可以把刘雨林他们带着，随时都可以进去与他们双修，而他们在里面也可以拥有双倍的修炼时间。1日之后，杨修睁开双眼，天元塔已经被他收入体内。不过他并没有着急出去，而是开始炼化其他几件灵器。灵器与法器法宝最大的不同，便是灵器已经拥有了气灵，或者说拥有了神智，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想法，若是不能将之炼化，根本发挥不出灵气的威力。又是3天时间过去，杨修才从洞府走出，来到了玉虚殿。师父，徒儿打算在宗门大殿之后前往异界。原本还在查阅记载上古资料的典籍，听到杨修的话，顿时大惊。你说什么？异界？不行，绝对不行，在没有确定细节是否安全之前，你绝对不能去。杨修早就猜到顾雨堂会是这个回答，平静地说道：师父，从古至今天教何其之多，甚至有许多天赋在我之上，可是最终能够飞升的又有多少人呢？我天赋虽好，可终究不是仙灵根，不是埋头苦修就能成仙，一味的苦修只会让我心境难以圆满。顾雨堂也知道杨修说的有道理，他天赋太高，如今也不过才19岁，修炼至今都没多少年，心境必然有缺。不过他依旧不同意杨修前往异界。若是磨练心境，天灵大陆何其广阔，为何要去异界？因为那是一处新世界，充满了机遇，我也想去碰碰运气，没准能在异界突破合体呢。顾雨堂闻言依旧劝说道：你若是想要去异界，大可等到收服异界以后再去，此时过去还是太危险了。杨修轻笑一声：师父，你可曾想过，我的消息早已走漏，大陆上各大宗门有多少人在盯着我？且不说玉女宗嫁入各大宗门的余孽，就说其他宗门会眼睁睁地看着我成长起来，日后我玉女宗一家独大吗？相比较而言，异界没有人认识我，只要2界通道的消息不走漏，
我反而更加安全。这……顾雨堂一时间无言以对，因为杨修说的也是事实。那你要不再等等，等收服异界以后你再过去，那还有历练的效果吗？况且我拥有大量的后手，肯定不会出事的。顾雨堂思虑再三，还是不太放心，于是说道：我可以同意你去异界，不过我会请一位老祖出来跟着你，你是宗门的希望。别说我，要是老祖们知道你的想法，也不可能让你独自前往异界的。杨修见光是靠语言无法说服顾雨堂，便取出了2张符篆，激活后漂浮在身前。师尊，你看这2张符篆如何？顾雨堂压根不需要去看，在杨修将2张符篆激活的时候，恐怖的威压就已经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了。他可不是杨修，身为系统的宿主，这些物品对他没有影响。杨修取出的2张都是9阶中品的神霄符，散发出的是实打实的渡劫中期的气息。顾雨堂不过合体中期，这种威压远不是他所能承受的。快收起来！杨修看到顾雨堂全力抵抗符篆所散发的威压，连动一下都费劲，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杨修没有将符篆收起，反而一步步走到顾雨堂身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嘿嘿，师傅，你说我现在要是化神充实逆徒，你该怎么办？顾雨堂银牙紧咬，额头已经冒出了汗珠，在听到杨修的话，无奈的撇了撇嘴。杨修见他这副样子，也不敢再开玩笑，连忙停止继续往符篆输入灵力，将符篆收了起来。顾雨堂长舒一口气，彻底瘫在了椅子上。孽徒，你给为师等着。杨修没有将这话放在心上，脸上一副心疼的表情，伸手就要去扶顾雨堂。哎呀，师傅，都是徒儿的错，徒儿这就扶您起来。顾雨堂这会儿身体软弱无力，根本拒绝不了。杨修右手从顾雨堂背后扶着，左手则是扶在了顾雨堂左臂靠近腋下的位置。顾雨堂酸软的胳膊一放下，杨修的手背就会触碰到一片隆起的柔软。顾雨堂脸色红润，有些不太自然地说道：你放开我，我自己休息一会儿就行。杨修一脸严肃地拒绝：不行，师傅您这个样子，徒儿怎么能放心？顾雨堂这会已经恢复了许多，听到杨修这话，气得恨不得给他2个大耳刮。杨修也发现了顾雨堂似乎已经恢复，眼珠子一转，立马改口道：既然师傅想要休息，那徒儿就不打扰了。顾雨堂听到这话，长出了一口气，心里总算放松了下来。然而下一秒，他就彻底愣住了。杨修趁着他放松警惕的时候，原本扶在他胳膊上的手突然翻转，并且用力抓了一把，然后在他愣神的时候，立马逃之夭夭。杨修离开玉虚殿，还能隐约听到身后传来的一声怒吼：逆徒！杨修嘿嘿一笑，虽然看起来很生气，但是从顾雨堂没有追出来就能看出，其实也没多生气。杨修回到洞府，又过上了和之前一样的生活，每天除了双修，就是锤炼自己的武技熟练度。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玉女宗的改名大典也越来越近。就在典礼开始的前3天，杨修再一次来到了宗门大殿。前往异界通道布阵的衍天宗之人回来了。先前在商议出方案之后，顾雨堂便出面请衍天宗出手，前往东海布置大阵。但是因为那里空间不稳定，所以一些杀阵之类的阵法无法布置，就只布置了几重幻阵，这才这么快就赶回来。大殿中，衍天宗一行只有5人，为首之人正是衍天宗宗主沈亦菲。不过杨修的目光却没有看向沈亦菲，而是一直放在他身旁的一名女子身上。那女子一头粉发，头上生有一对狐耳，显得灵动俏皮，眉眼含情，眼型优美，眼眸明亮有神，鼻梁挺翘，增添立体感，唇形小巧，色泽柔和，脸颊线条流畅，肤质细腻，额间花钿点缀，尽显甜美又带古韵的气质。对方身上的种族特征太过明显，一眼就知道是狐族。说起来，这还是杨修第一次见到妖族之人，而且对方还是传说中妖魅惑人的狐妖，不免有些好奇的多看了几眼。胡雅欣察觉到有2道目光一直注视着自己，循着感觉望去，便见到杨修和唐诗瑶2人一脸好奇的正在打量自己。这2人分别是玉女宗的圣子和圣女，他自然是认得的。这种目光他已经见过太多，早已经习惯了，所以他并没有什么不适，只是微笑着点头示意。杨修见状也微微点头，随后便收回了目光。听过众人的对话，杨修得知那狐族女子名叫胡雅欣，狐妖一族的种族天赋对幻阵、魅惑一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是沈亦菲此次将他带来的原因，否则以他死宅的性格，压根不会出门。这次会议倒是没有太久，只是约好等3日后大典结束，4宗便派人前往异界。散会后，杨修将唐诗瑶送回洞府后，在自己洞府前见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慕容婉婉。慕容婉婉见到杨修回来，顿时昂首挺胸地看向杨修，一脸得意之色。杨修感觉有些莫名其妙，这丫头不会是脑子出啥问题了吧，在这嘚瑟个这儿呢？你来干什么？没什么，
就是一不小心突破到了炼虚期，过来看看你。杨修神色平淡，哦。慕容婉婉见杨修这副样子，气得牙根子痒痒，恨不得冲上去狠狠咬他一口。但是想到二人之间的修为悬殊，他还是识趣地打消了这个想法。杨修，我现在也是炼虚期了，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剑宗修炼？杨修用一副看傻子的目光看向了慕容婉婉，疑惑地问道：你没病吧？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是怎么敢问出这句话的？慕容婉婉，我又没说让你退出玉女宗，只是让你前往剑宗修炼一段时间，只要你愿意来，我可以做你的道侣，陪你双修。杨修都被这番言论逗笑了，你别说的好像和我双修是什么很委屈的事好吗？就以你炼虚初期的修为，跟我双修一次都抵得上你闭关修炼半个月。慕容婉婉先是震惊，然后质疑，最后不信地说道：真能吹？杨修听到这话不乐意了，一脸不悦，你不信？不信你可以来试试，我说半个月都是保守的，没准能抵得上你1个月的苦修。慕容婉婉又不是傻子，说是试试，怎么试？还不是得去床上真实体验？你当我傻？这种事情是可以试的吗？既然你不信，那我们不妨打个赌，如果效果抵不上你闭关半个月，那我就跟你去剑宗，甚至加入你们剑宗都行。可若是效果比你闭关半个月还强，那你以后就留在玉女宗做我道侣，怎么样？敢不敢赌？慕容婉婉打心底是不相信杨修的话的，若是双修效果这么恐怖，玉女宗早就成大陆第一宗门了。可是见杨修说的信誓旦旦，他的想法又有些动摇，也许效果真的很好。见慕容婉婉犹豫，杨修眼珠子一转，便不屑地说道：既然不敢就让开，别耽搁我回去修炼。杨修居然说他不敢，这以他慕容婉婉的脾气能忍的了？谁说我不敢了？只要你说话算话，我有什么不敢的？杨修见慕容婉婉果然上当，眼里闪过一丝笑意。既然如此，那就走吧。放心，只要我输了，立马就去退出宗门，拜入你们剑宗。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以慕容婉婉的性格也不可能退缩。走，试试就试试，我就不信了，双修的效果能有这么恐怖？杨修没有废话，带着慕容婉婉便进了宫殿后面的耳房。杨修根据慕容婉婉之前的表现，也猜出了她是一个很要强，并且容易被激的性子。但是杨修没想到她会这么要强，明明是个厨，还非要占据主动位。杨修虽然不理解这种行为，但还是非常乐意的让出了位置。能躺着享受，谁愿意累死累活的啊？在杨修的指点下，不到半炷香便结束了这场修行。杨修左腿敲右腿，一脸安逸的躺在床上，对慕容婉婉问道：怎么样，本圣子没骗你吧？慕容婉婉闭着双眼，感受着体内的灵力，心中震惊。何止是杨修说的1月半月，这一次修炼抵得上他闭关1年了。原本刚刚突破的他，痕迹还没有彻底稳固，便急冲冲地跑来找杨修炫耀。然而此时仅仅这一次修行，他的境界就已经彻底稳定下来。但是听到杨修的话，他却嘴硬道：哼，这是因为先天元婴的原因，这一次过后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杨修却不以为意，先天元婴的好处都在我这，你能沾多少？你要是不服气，那咱们就再来一次。慕容婉婉，来就来。其实慕容婉婉也清楚，所谓的先天元婴真正的好处都是给对方的，自己根本沾不了多少。但他就是不服输，在事实没有摆在他眼前之前，他打死都不会承认。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刚刚那种感觉太爽了，让他有一种魂飞天外沐浴云端的感觉。见慕容婉婉答应，杨修也不客气，开始了新一轮修行。时间一晃3日便过去，8月念8，玉女宗更名大典。一大早，杨修和唐诗瑶就被顾雨堂喊去了宗门大殿，让人又给2人讲述了一遍典礼的流程。午时，也是测算中的吉时，典礼正式开始。宗门广场两侧安置了许多座位，受邀前来观礼的宗门皆已落座，自发前来的则在登记完贺礼以后站在外围观看。广场上则是玉女宗弟子，为首者便是杨修，身后依次是亲传弟子、内门弟子、外门弟子。至于唐诗瑶，则是跟在了他师父刘伶老祖的身后。虽然是圣女，但她的辈分却是和顾雨堂他们一辈，自然不在弟子队列。先是顾雨堂宣讲宗门史，然后讲述上任以来的重大功绩，随后说明改名原因，最后则是确定要改的宗名。顾雨堂讲述完之后，清河老祖上前又是一段祭祖宗之遗志、复宗门之正统的演讲。演讲完之后，请出师祖一项，宗门祭祖。这时才轮到杨修和唐诗瑶作为圣子圣女的演讲。一切流程结束，清河老祖才对着顾雨堂郑重地说道：吾以玉女宗第16代传人的身份，准许更名。顾雨堂朝着始祖一向叩拜一礼，起身后面朝着众弟子朗声道：即日起，玉女宗正式更名合欢宗。至此，更名大典算是进入了尾声，从今往后便再没了玉女宗，只有合欢宗。
接下来就没什么事了，就是请这些远道而来的宗门吃吃喝喝。这一次倒是没有忘了2、3流宗门的人，也邀请他们一同赴宴。杨修身为圣子，自然少不了前来巴结的人。不过上辈子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这种交际还是游刃有余的。不过杨修的注意力更多是在胡雅欣身上，那可是寿儿娘，懂得都懂。上次见面是在商讨正式的会议，他也不好一直盯着人家，但是现在在宴会上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毕竟这本来就是为了交际的。杨修提着一股仙灵露来到胡雅欣面前，很自然的就坐在了他对面。杨修取出2个酒杯，举起酒壶倒了2杯酒，看着胡雅欣笑问道：胡长老是否愿意赏脸喝一杯？胡雅欣从杨修坐下开始就一直在打量他，此时听到杨修的话，轻启红唇答道：能与杨圣子同饮，是我的荣幸。胡雅欣声音中带着一丝慵懒的感觉，让人心里痒痒的。杨修心道：不愧是狐妖，什么都不用做，光是正常的说句话就能让人浮想联翩。杨修举杯与胡雅欣对饮，二人谈天说地，无所不谈。酒过3巡，菜过5味，这场宴席也到了尾声。除了剑宗和衍天宗的人之外，其余宗门都陆续告辞离去。东方雨轩也已经带人回去了，晚点众人会在万花谷再会合。当然，玉女宗现在应该称合欢宗，合欢宗大殿内3宗之人再次聚首。顾雨堂看向众人，神色严肃道：诸位，我等今夜便出发，选定的人员明日一早便前往义简。众人都没有意见，只有慕容天河看向杨修的目光有些意味难明，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顾雨堂见没有异议，又接着说道：那就动身吧，留一点时间给进入异界的人相互熟悉一下，等到了异界以后也好相互有个帮助。沈一飞点头：那这就出发吧。上次前往东海时，我曾在一座荒岛上布置了一座传送阵，现在只需要再布置一座，连接到那里的坐标就可以直接传送过去，不会被人发现。好，那就麻烦沈宗主了。不麻烦，顺手之事而已，还请顾宗主给选一块空地，我好布置阵法。顾雨堂没有丝毫犹豫，带着众人来到了大殿后面的书房。就在这里布置吧，别的地方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但是大殿没有人敢私自闯进来。沈一飞点头：好。随后开始取出一些布阵的材料，当即开始布置传送阵。不到1刻钟时间，一座远距离传送阵便搭建完毕。难怪说人家是专业的呢，就这速度，一般人真比不了。随着沈一飞放入灵石，传送阵被激活，剑宗和衍天宗的人立马走了进去。顾雨堂看向合欢宗的诸位长老，说道：你们都回去吧，我带他们过去就行。说完，便带着连同杨修在内的5人一同进入了传送阵。随着一道白光闪现，众人的身影消失不见。一阵耀眼的白光闪过，众人已经置身于东海的一座荒岛之上。走出传送阵，沈一飞对众人说道：这里离万花谷还有200里，我们先去那边稍作休整，明日一早再前往异界通道。众人对此没有意见，便在沈一飞的带领下飞往了万花谷。众人在东方谷主的带领下进入了谷中，四方前往异界的弟子相互认识了一番。让众人惊讶的是，合欢宗派出的人员中，杨修赫然也在其中。原本他们看着杨修很来，只是来这边见见世面，没想到他也要前往异界。众人十分不理解顾雨堂的这番操作。杨修不仅身份贵为圣子，不应轻易涉险，而且他的天赋可以说冠绝古今，上古时期都无人能及。顾雨堂怎么舍得让他第一批前往异界的？反正杨修要是在他们宗门，他们肯定舍不得。只不过这是合欢宗自己的事，他们也不好发表意见，便都没有说话。杨修看着其余3宗的弟子，心中也是有些疑惑，衍天宗的胡雅欣居然也在其中。二人对视一眼，微微点头示意后便移开了目光。大家都早点休息，明日一早你们就要前往异界，都先调整好状态。那边的情况不明，到了那边一定要小心行事，如果是不可为，不要冲动，立马退回来。几位宗主又叮嘱了一番，众人便各自退下休息去了。杨修回到住处，没有休息的想法，便来到岛边，坐在沙滩上欣赏大海的夜景。浪潮翻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又想起前世自己第一次去海边的场景，在想什么？就在杨修陷入回忆的时候，顾雨堂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杨修扭头看着一身便衣的顾雨堂，感觉有被惊艳到。顾雨堂平日里都是一身正装，虽然也很美，但是始终有一种超然世外不染红尘的感觉。此时换上一身便衣的顾雨堂，不仅将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显得更加平易近人。顾雨堂见杨修不说话，一直盯着自己看，不禁感觉有些羞赧。你看什么呢？杨修回过神，嘿嘿一笑，看美人。顾雨堂听到杨修如此直白的话，脸色有些微红，转过身就准备离开，嘴上还骂着小屁孩，臭不正经。杨修见顾雨堂要走，立马起身抓住了他的手。师父，我明天就要前往异界了，能不能陪我坐一会？手被杨修抓住，顾雨堂脸色更红，
心跳有些加速。尝试了一下想要挣脱，却发现只要自己一用力，杨修也会跟着用力，根本挣脱不开。好，你先把手放开。杨修装作一副刚发现的样子，连忙撒开了手，嘴上还说道：哎呀，一时情急之下没注意就抓住了，师傅您别见怪啊。顾雨堂翻了个白眼，没注意，你还用那么大力？两人席地坐在海边，望着在夜色下漆黑如墨的大海，听着海浪的声音，久久没有说话。最后还是顾雨堂开口打破了这份沉寂：能不能别去？杨修叹了口气：我的直觉告诉我得去。所谓的直觉纯粹是扯淡，只不过是系统的抽奖结果让他觉得自己需要去而已。顾雨堂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道：照顾好自己，一定要活着回来。杨修扭头看向顾雨堂的侧脸，露出一丝笑容：会的，我还没有充实成功呢，怎么舍得轻易就死呢？顾雨堂也扭过头，看着杨修年轻帅气的面庞，也露出了一丝笑意：那你可要加油了，我等你回来。说完便快速起身离去，只留杨修独自坐在沙滩上，品味着顾雨堂方才的话。师傅的意思是……一夜寂静，第二日一大早，众人齐聚之后，东方谷主带领众人前往异界通道。异界通道位于万花谷东南300里，距离并不算远，众人很快就到达目的地。因为衍天宗布置的阵法，这里看上去就是一片平静的海面，与周围并无不同，只不过在场之人修为都不低，隐约能够感知到此地有阵法的痕迹。沈一飞上前，对着前方的一处虚空一点，一道巨大的门户出现在了众人眼前。那是一处超过海面上100米，宽也有20多米的漆黑通道。看着眼前的通道，杨修莫名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杨修心中升起一个荒谬的猜测，对面的世界有可能是蓝星。这一刻，杨修心跳开始加速，越想越觉得自己猜测可能是对的，不然无法解释那种熟悉的气息。他就只有前世在蓝星生活过，除了蓝星，还有哪里能让他感到熟悉？但是一想到天灵大陆对待异界的态度，他心又沉到了谷底。如果对面是蓝星，那灵气复苏才多久？怎么可能会是天灵大陆的对手？到时面对天灵大陆的进攻，蓝星必然会生灵涂炭。作为上一世自己的故乡，杨修打心底不愿见到这样的场面，但是又没有办法阻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杨修心中暗道。回过神，杨修看到顾雨堂正在看着自己，一时间有些疑惑：怎么了？想什么呢？喊你很多遍了。没什么。怎么了？顾雨堂取出一枚储物戒，递到他面前：这里有一些保命用的东西，你收起来。杨修虽然已经抽奖获取了许多，但是保命的东西再多也不嫌多，毫不犹豫就收了起来。多谢师傅，放心吧，我一定会活着回来充尸的。杨修没有说话，而是用神识传音表达了感谢。顾雨堂瞪了他一眼，但也没有责骂，只是叮嘱道：一定要活着回来，雨林他们还在等你呢。这次前往异界，杨修并没有带着他们，而是将天元塔放在了玉虚峰，连同他父母一起都在里面闭关。毕竟没人知道这次前往异界会发生什么，他不敢带着他们一起，怕出现意外。没等杨修和顾雨堂多寒暄几句，其他人都已经先后进入了异界通道，只剩下杨修还没有走。顾雨堂见另外3宗的宗主目光都看了过来，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你去吧，注意安全。杨修看着顾雨堂，张开了双臂，刚张嘴想要说话，就被顾雨堂一脚踹进了异界通道。看到杨修张开双臂的时候，顾雨堂就已经猜到了杨修想要干什么，但是在场的还有外人，顾雨堂自然不能让他把那些话说出来，于是情急之下就一脚将杨修踹进了异界通道。没办法，平时踹习惯了，一时间没想起来这是在外面。慕容天和3人看着顾雨堂麻溜的动作，全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生怕顾雨堂把他们也踹进去。顾雨堂面色有些尴尬，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便留下一句我先回宗门了之后转身离去。另外3人相互对视一眼，也起身离去，只剩下万花谷隐藏在暗中的弟子看着这里。杨修被顾雨堂一脚踹进异界通道，他刚稳住身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置身于一片全新的世界之中。其余人此时都还在原地，没有离开这端的阵法范围。合欢宗一名长老见杨修到来，立马上前问道：圣子，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行动？杨修没有回话，而是环视了一圈周围的环境，四周全是参天大树，身后的异界通道也远不如天灵大陆那边那么大，仅仅只有5-6米高，2米多宽。杨修放开神识，瞬间便笼罩了方圆千里，然后就见到了极为熟悉的一幕，有摩天高楼，有路上飞驰的汽车，有水中航行的轮船，有翱翔天际的飞机，还有御剑飞行的修士。他再次扩大神识范围，然后便见到了他极为熟悉的文字，中文、汉字。杨修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心脏跳动加速。他的猜测成真了，这里真的是蓝星。杨修收回神识，沉思了一会儿之后，才对众人说道：我们现在开始分组，
一共20人分为10组，两两结伴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当然，如果不愿意分组的，也可以自己宗门一起行动，但是最少要分为2组，人数越多目标越大，一定要确保不能被团灭。众人对于这个提议没有异议，都点头表示赞同。随后便是分组，众人两两一组，最后只剩下了杨修和胡雅欣2人还没有分到。倒不是没有人想和胡雅欣一起，而是大家都想和他一起，但是面对其余人虎视眈眈的目光，生怕惹得众怒，只好选择别人。杨修则是因为身份的原因，别人都不愿意和他一组。合欢宗的弟子倒是想和他一组，不过都被他给瞪了回去。其他人都已经分好了组，杨修笑着看向胡雅欣，说道：“胡仙子可愿和我一组？”胡雅欣点头，那便请杨圣子多多照拂了。分完组，众人先后离开了阵法，向着不同的方向离开。杨修带着胡雅欣隐去身形，直直朝着大洋彼岸的华夏飞去。杨圣子可有什么计划？飞行途中，胡雅欣给杨修传音问道。杨修仔细想了想，回道：“先找个落脚地，先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修仙水平如何，最强者有什么实力，才好做下一步计划。”胡雅欣不要说话，跟着杨修继续飞行。很快，2人就来到了华国的一座海滨之城，杨修印象中的国际大都市申城。然而看着下方空荡的城市，杨修心中还是忍不住一沉。曾经2500万常住人口的申城，此时竟只剩下不到100万人。杨修再次散发出神识，刚从剩余人口中得到一点消息，就被人感知到了神识。谁？杨修收回神识，脸上也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还好，只是人口内迁，我还以为都死完了呢。不过刚刚那人有点意思，我到天灵大陆区不到2年，蓝星居然就出现了化神境的大能，有意思。杨修收回神识之后，那人便失去了目标，又沉静了回去。杨修继续带着胡雅欣深入，从申城进入江省，发现人口开始逐渐增加，越往内陆人口越多。越过江省，2人进入皖省地界，这里的人口规模就要比杨修记忆中的前世更多了。见状，杨修便带着胡雅欣随意找了一处城市内的空地落下。我刚刚看过，这里的人口比较密集，应该比较容易打探消息。胡雅欣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杨修2人收敛了自身的气息，往市中心走去，一路上遇到了不少人，全都对杨修2人指指点点。但是因为语言不通，胡雅欣根本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只知道那些人都在指着自己。不过这可难不倒杨修，他知道那些人都在说他俩在搞 cosplay， 胡雅欣的狐狸娘还很漂亮。杨修看着胡雅欣一脸的茫然，突然心生一计。胡仙子，你的种族特征太过明显，很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能否委屈你化作原身，等我们找到落脚点，你再化作人形？胡雅欣闻言眉头微皱，但是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以及方才那些人的目光，还是点了点头。等到无人之地，胡雅欣身上白光闪过，便化作了一只棕色的小狐狸，看上去还挺可爱。杨修目的达成，眼中闪过一丝不易捕捉的笑意，对着胡雅欣说道：“胡仙子，为了方便行动，只能由我先抱着你了，得罪了。”杨修说完，便将胡雅欣抱在了怀里。胡雅欣虽然觉得羞涩，但是正如杨修所说，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行动，并没有拒绝。他怕自己若是乱跑，会被猎人盯上。杨修抱着胡雅欣，感受着怀里毛茸茸的小东西，没忍住就撸了2下。杨修下2下，这可把胡雅欣难受坏了。感受着杨修抚摸自己的身体大手，即使有皮毛的阻隔，依旧让他难以适应，身体都忍不住轻微的颤抖。杨修，小狐狸口吐人言，声音中带着一丝怒意，但更多的是妩媚。杨修停下手中的动作，一脸正经的说道：“你别想多了，我就是帮你检查一下身体。”胡雅欣不语，心中愤恨的同时，更多的是娇羞。杨修怕惹得胡雅欣炸毛，也没有再做出过分的举动。进入城市，杨修看着人来人往的泸州城，随意找了一家商铺，用零食兑换了一些现金，随后便去旁边的商场购买了一部手机。毕竟想要了解这个蓝星的变化，互联网就是最省事的途径。然而当他准备办卡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没有身份证。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他跟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了一处老旧的小区前。我他妈不是才离开2年吗？这尼玛得有20年了吧？当时买的新小区就这么破了。杨修有些懵逼，看着眼前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小区，很确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然而他当时高价购买的高档小区，此时却显得有些破旧，就连小区门口的湘雅居3个字都只剩下2个半了。他妈的都变成湘雅师了，物业也不管一管吗？杨修虽然满心疑惑，但是现在还是先拿到身份证办张卡再说，实在不行连个 wave 也可以，最起码要先了解一下他不在的这样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杨修来到5栋9楼901室前，心情变得有些忐忑。如果只是过去不到2年，那房子肯定还是自己的，自己的东西肯定还在，可是看小区的变化，明显不止1-2年的时间。杨修神识扫过房内，
发现房间的布局和自己离开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唯一的不同就是房间里已经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明显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居住了。杨修一个闪身穿过房门，来到房间内，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证。家里的水电网都早已经停了，电脑也没法打开。哎，早知道当初就绑定个自动缴费了，反正就一个冰箱热水器，卡里的钱肯定能坚持到现在的。杨修心中后悔，但是好在身份证还在，先去办张手机卡再说。再次来到刚才的商场，杨修走进了电信营业厅。先生你好，需要办理什么业务？杨修虽然自身古装加长发，但是营业员并没有多加关注，因为杨修刚刚在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城里有不少人都是这副装扮，一个个虽然修为不高，但是打扮得挺骚包，还觉得自己仙气飘飘，不像杨修和屏幕前的各位，穿啥都难掩英俊的容颜。你好，我想办张手机卡。好的，麻烦您提供一下身份证。杨修将自己的身份证递过去，营业员小姐姐明显一愣。那个，先生，麻烦您提供一下3代身份证。杨修一愣，2代身份证不是才启用没多久吗？怎么就冒出3代身份证了？杨修有些尴尬的道，我在山中修行了许久，今天刚下山，还没有来得及换身份证，2代身份证现在用不了了吗？营业员恍然大悟，原来是在山中修行的大佬，态度立马变得恭敬起来。是的，杨先生，在15年前灵气复苏的第2年时就已经推行了第3代身份证，同年第2代身份证就停止使用了。杨修闻言心道，果然，感情灵气复苏都已经16年了，难怪他总觉得时间有些对不上。杨修拿回身份证，前往了最近的户籍大厅。得亏杨修是个孤儿，朋友也就那么1-2个，也没有人给他报失踪、销户什么的。经过一番询问与核查，杨修终于拿到了全新的第3代身份证。再次回到营业厅，杨修终于如愿以偿地办理了一张手机卡。打开手机，杨修第一时间就是打开日历。2040年9月22，我穿越的那年是2024年，也就是说已经过去16年了，难怪蓝星的变化会这么大。杨修恍然，终于解开了心底的疑惑。随后杨修又将最近16年的重大新闻全都看了一遍，也算初步对自己穿越后的事情有了一个了解。他穿越的那一天正好是蓝星灵气复苏的那一天，因为各处隐藏的洞天福地出现，杨修也遭到了莫名之灾，被空间碎片切得稀烂，连一粒尘都没有留下。随着各大洞天福地隐藏的仙山海岛显现，蓝星从科技时代正式进入修仙时代。原本平平无奇的蓝星，一日之间冒出了大量修仙福地，道场宗门开始广收门徒，官方也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学校也变成了修仙学府，属于是彻底摊牌了，不藏了，就给世人一种所有人背着我偷偷修仙的感觉。之后便是10多年的发展，蓝星便形成了现在这样普通人和修仙者共存的局面。而且杨修还在里面发现了几条关键的信息，是关于修士境界的。据官方媒体和一些地方媒体的报道，这些洞天福地中有合体7强者曾与华国官方会过面，而且官方推到台前的华国战神也有合体后期的修为。杨修立马尝试将这个消息传给顾雨堂，但是却发送失败。毕竟身处不同的2个世界，距离极为遥远，传音玉佩无法传送消息也是正常。虽然蓝星这边明面上表现出的最强战力只有合体，但是杨修可不认为这就是真实情报。那些洞天福地、仙山海岛什么情况杨修不清楚，但是华国官方那他可太了解了。装备一代，研制一代，预言一代，那都是常规操作。所以杨修肯定华国肯定有大成期修士坐镇，甚至可能有渡劫期强者。